宁某是你的身外化身，还不算太笨。你如今要做的事，尚且还不是你能应对的。若是贸然，最终只能白白给这片天地做了嫁衣。你太心急了。宁某暂时只是想来这里看看，另外的事自然有另外的打算。回去吧，你还不该来这里，那你留在这里作何？这世上许多事情本来就是没有答案的，知道了也不一定有不知道的好。你该走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说过了，你就是我，你是我的前世。不是也不是，我说了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我。错了，是你就是我。什么人？拿下此人！宁某误入此地，这便离去。罢手，快快罢手！西明城隍齐修明拜见上仙，还望上仙饶恕阴差冲撞之罪。无需如此，宁某本就是忽然出现，难免吓到了他们。说起来，宁某都记不清上次来西明是什么时候了，不妨城隍便带宁某去逛逛。城隍对于这人间王朝很有见解，上仙谬赞了。如今西明是以什么人为主？西明城的情况有些杂乱，羌人、晋人、划着萧人籍的北漠人都混杂在其中，还有北漠人。当初的时候，西萧王为了平定族群争斗，便让一部分的北漠人改为了西萧籍。宁某记得，似乎大羌与北漠之间仍有冲突。不错，这些顶着西萧籍的北漠人，基本上都藏匿在市井之中，并未被官府发现。原来如此，看样子这西北的情况要比想象的要坏得多。北漠地势偏远，且其心未平，再加上这西北之地有北漠人藏匿，想要解决这个麻烦，尤为之难。北漠严寒，山高路艰，他们没法种植粮食，这样的情况是注定难以和平共处的。城隍觉得，如今这西北比起西萧之时如何？不知上仙问的是哪一方面？哪个方面都行。宁某也只是随口一问，城隍也不必担忧什么，尽管说就是了。整个西北之地，小神确实不知，不过西明之地却是比以往乱了许多。这里本该是繁华的，但却成了一片乌烟瘴气。绝大多数的人想要活下来，要么东迁，留在这里便是刀尖上舔血。赵祯当初留下了不少军队才是，就算再严重，也不至于变成这种模样吧。贪官污吏数不胜数，此地天高皇帝远，更是让他们为所欲为。对他们而言，只要有钱，所谓的规矩也不过成了一句简了的话，没了意义。原来是烂到骨子里了。宁凡不禁在想，燕如初就要缔造一场乱世，可如今西北这般模样，恐怕到时候要出极大的差错。但宁凡也不愿意相信燕如初不知道这里的情况，他有那样的信心让景之国号重新显露人间，又怎么可能被蒙蔽呢？他是个心计很重的皇帝，大概不会有什么事能瞒得住他。他知道，而且尤为的清楚，但他燕如初还是要那样去做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早已无可救药，呈现出病态了。上仙可是在担忧西北？宁某倒也不是担忧，只是觉得可惜，当年赵祯舍弃了许多东西，才换来了如今的天下太平，不料却只保持了这样短暂的岁月。北漠短时间内也没有反抗之力，上仙大可放心。但愿吧。很可惜吧？新旧交接，王朝更替，总是会留下许多遗憾。你遗憾的是西萧，其实更多的则是对于这座宏伟的建筑感到惋惜。是呀，怎么能不惋惜呢？宁某总觉得你有些熟悉。是吗？可我并不认识你，兴许是你弄错了。宁某的确认得你，当年宁某来西明的时候，在路上与你相遇，你提醒了我2句，还答应我说，若是遇到了难处，可以去商行找你。看这样是真的遇到过，只是我这年纪大了，以前的事早有些记不清了，还望不要介意。这倒没什么，有没有兴趣去喝2杯？上仙请去吧，小神不打扰先生。回头宁某请你喝茶。依上仙所言。如今还在开商行吗？早就被抢光了。恕宁某不该提起。没事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不过此地这么乱，你还打算待多久呢？那倒是不晓得，说不准就死了呢。哪有那么多说不准？这话也不兴说。哪管这些，越怕死的越会死。我便说了，又能怎地？真死了那就是我的命。宁某好像有些明白了某人。某人？一个朋友。哦，像我这样的也不多。说到底，人嘛，都是为了自己，什么家国大义，又有几个人惦记着？只是信奉的东西不一样罢了。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当初的景人老了老，死了死，早就拼不动了。权贵士族杀死了后一代的思想，大景也无望了。那要是忽然又有了个机会呢？指望着我这么个老骨头去拼啊？那该如何？
无非是招兵买马，真金白银来换，没这些东西，谁给你卖命啊？人都是为己的。意思是给你真金白银你才去，方才听你说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意思。就算正给我这些，我也不乐意去，人都是不同的嘛，我要的东西也不一样。说这些做什么？喝酒喝酒。你住呢？我送你回去。宁某住得近，而且看你醉的可比宁某厉害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也好。在这儿啊，入了夜可别一个人走，指不定就被哪个劫了。是吗？我就知道，龙兄还会武艺。要不然怎么敢这么晚从酒楼出来？不过倒也不用怕，先看看再说。巷子里的兄弟，今个咱高兴，多喝了2口酒，银子全都落在酒里了，却也没什么好犒劳诸位的。今也不妨给我一个薄面，改日请诸位喝酒。报个名，龙掌柜。龙掌柜说笑了，我们几个弟兄哪敢拦您？多谢了。你在这儿挺有名头，也算是风生水起。那倒没有，只是看在往年的面子上，但要是惹了什么事，他们一样也不会念及当年的情面的。人心不古，这话可说错了。我寻思的应该之来都是这样，不分古今，人都是这样的。是呢。要不然你今夜就在这里歇息吧，免得遇上什么麻烦。那倒不至于，宁某能来这里，那定然也是不怕这些的。那便好，不过万事也需小心，有什么不对的便报我的名号，不至于他们当场就下杀手。好。好进攻。阁下有事吗？会刀吗？没学过，你追上来是想比刀？对。剑有剑吃，刀有刀吃，都是这般执着吗？也犯不上说是气，只是喜欢砍而已。听着话语里很是粗狂啊。你没学过刀，那你会什么？学过几天剑，但不怎么会武。不怎么会武，你莫不是再拿我寻开心？这样的轻功都练得出来，你说你不怎么会武？学武一概不会，逃跑绝对一流。好，我觉得你好生有趣。那咱们今天不比刀，我就想看看你这轻功到底有多厉害，我能不能追上你？追不上可不能恼羞成怒。哎，什么话？我怎会这样小肚鸡肠？那我先走一步。杨丽，管他神仙不神仙，追到了我就是神仙。还追吗？你是什么妖怪？说了吗？逃跑一流啊！算你厉害。所以是宁某赢了。话可没说完呢，谁说我不追了？我若是追上你了，该怎么办？那就算你厉害啊！不行吗？行，当然行。可是，在宁某看来，你不可能追得上的。你管我？好，那便来就是了。应该没再追了吧？小二，打酒。难怪刚才路上全都是当兵的。可不是吗？现在呀，是没多少人乐意往这边走了。城里面应该还算太平吧？其实也不太平。咱们这地方虽说寻常人不乐意来，但有些个亡命之徒或是犯了事的，却都是往这跑。在这里，只要给上头的官爷交了银子，他们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人。当街行凶也没人管。也管，但给了银子就不管了。城外呢，不远处就是边狱了吧？对，客官进来可少往城外面走，进来已经有不少人被劫了，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，尸骨估计都被风沙给埋了。我听说那些沙匪都是北漠人假扮的，这小弟就不清楚了。多谢告知。军爷，他是你的了，这姿色倒是不错，可惜了，能玩好些日子呢。进了军营里活不过2天的，这倒是，可惜了啊。慢着，不知道军爷有没有兴趣，宁某出双倍的价钱。听到了吗？他愿意为你出2倍的价钱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卖。3倍。你这人还真是有意思，你出到5倍，我就卖给你，如何？成交。蠢人，他是你的了。人我全要了。当然可以。你这就不厚道了吧？这买卖不都是价高者得吗？你最好不要不知好歹。这位老爷，您看这位军爷也是诚心要买一个，不妨就让一个出来，如何？宁某没打算让。你是诚心来找麻烦的是吧？
军爷，没银子就是没银子，说话大声又有何用呢？你特娘的说什么？不是，这位老爷，军爷，这生意我不做了，我不做了。轮得到你说话吗？你等着，你有种就给我等着。宁某就在这等着你。不知是高人当面，招待不周，恕罪恕罪。多少银子？今日便不谈银子，在下不收分文，这些女子一并送您。我这便放人，你们都跟这位老爷走。不急，大人，你这是？我在等他回来。大人，所谓双拳难敌四手，要不然您还是赶紧走吧。你先带着他们躲起来，宁某之后会来找你。大人您小心。我要跟着你。你想留下就留下。大人您是个好人，对吧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大人您是个好人。或许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回大人的话，我叫方妙，家住春惠府，是被人给拐来的。你就不怕留在这里会死？我觉得应该不会。万一呢？那就是命了。你们被拐来的有多少人？很多，当时从春惠府出来就有7、8个姐妹，有些姐妹陆陆续续就被卖了，有的在青楼，有的被人牙子卖给人家做丫鬟了。你们为什么又被卖到这里了呢？这水进城可不是一般的远。我听到那牙人跟他一起的人说是要来这里开青楼。原来如此。大人，您不会死的对吧？为什么这样说？我觉得不会，大人很厉害。人有力穷时，这得看命，往后面站一站。就是他，弄他。少生杀戮为好。你是不上吗？只觉得你身上沾染了太多戾气，不大好。让我给追上了吧。似乎你还没有碰到我吧？杨脸。人呢？你怎么看出来是我的？你是不是以为宁某回不来了？前辈这是说的哪句话？小人不正是把人留着，等着前辈前来吗？像你这样的牙人最为可恨，天南地北的拐来这些人，再卖到其他地方。前辈饶命！妙姐姐，妙姐姐，你回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先前那2人呢？我让他们先走了。你倒是聪明。若是他们想留你一命，那你就还有命可活，不要来问宁某。宁某觉得的确该考虑他们的意见。不要，你杀了我吧，让我死个痛快。太便宜你了。你试试逃不逃得掉？我得跟你说个好消息，他们决定让你活下来。几个姑娘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你往后成为一个瘸子，再瞎掉1只眼，另外斩断你4根手指，再打断你第3条腿。但是说着说着，他们却又变卦了。几个姑娘冷静地下来，最后还是说算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可笑？他们经历了这么一段颠沛流离，见识了这人世间丑陋的一面，孱弱的他们到头来却仍旧心存善念，而像你这样有手段有权势的人，却对这些无辜的人没有任何怜悯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我不会杀你，你我另有用处，但死罪难免，活罪难逃。这里面是他们最开始说的，现在由你自己从里面挑一张来，挑到什么便是什么，断手断脚都要认下。就这张，你运气不大好。你这双眼睛早已经被蒙蔽了，往后便用别的方式去看一看这世界的善与恶吧，或许那个时候你才能看得清楚一些。你让我死，让我死！宁某说了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些事情，所以你还不能死。人间要起大乱子，宁凡也答应了燕如初。再后来大景建立之后，要保他们300年岁月，更好的还是以江湖入手为好。眼前的牙人足够聪明，也适合去办这些事情。也是因为宁凡今日之举，在后来的后来，一个暗地里的势力慢慢在人间崛起，在许多时候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宁凡并没有打算在水禁城多留，他忽略了一个异常重要的事，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魂火就要熄灭了。这一次比他想象的要久一些。宁凡给了那牙人一股难以预料的力量，同时也将牙人的性命尽数交到了自己的手中。没有宁凡的允许，他不能死，只能按照宁凡的意愿去办事，这与囚禁他毫无区别。但这就是牙人的归宿。经过这一天的所见所闻，宁凡忽然明白了过来，为什么北漠人会这样顽固不休。玩的不仅仅是北漠，还有那人性，那是人性的贪婪。这西北边域已经烂到骨子里面去了。宁凡目光看向远处那最后一抹落日余晖，他长叹了一声，他的身形逐渐化出杀力。接下来便又是一场漫长而又难熬的昏暗。在陷入黑暗之后，宁凡开始考虑之前在黄泉那个人跟他说的话。黄泉的事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，那个人是不是自己，宁凡也无法去肯定，但不可否认的，黄泉一定是尤为重要的一环。
天子的册封就好像是开好的河道，给这条路指明了方向。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条流通至此的河流，便是那黄泉。朕要走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别忘了朕交代你的事。文一世，文一世，来源，快来源。山陵崩，山陵崩。在宁烦沉睡1年后的冬季，燕如初驾崩，国丧，后宫嫔妃文500官，服丧27日。百官给予了压在他们头顶上的这位对手最大的尊重，是发自内心的尊敬。然而天子的突然驾崩，却使得很多人都心里难安。在燕如初收养的众多义子里面，每一个都心怀鬼胎，对那皇位跃跃欲试，而其中属二皇子最为着急。在国丧的第4日发动兵变，他天真的以为陛下离世过后便无人顾及，还没进入宫门便被就镇守在暗处的军队所擒。后在百官议论之下，将二皇子打入天牢，待到国丧之后再论。而在国丧的最后一日，那位跪在棺椁之前数日不起的公公忽然抬起头来，老奴奉命陛下旨意传述，遗诏在那奉天殿牌匾之后，由京兆尹王大人亲自举取，宣读遗诏。王大人，遗诏上写的什么？陛下有旨，天子之位，各凭本事。天子驾崩，一记诏书之下，整个朝堂乱作一团，没有人明白，精明了一辈子的皇帝在临死之前为何会做下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。有人已经预料到了即将开始的一场大混乱，这场混乱是令人畏惧的，更是有可能导致国破家亡，没有人能承担得起这个风险。而野心之辈却因为这张诏书而看到了希望，百官心悸，嫔妃慌乱，人人自危。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燕如初早就计划好的，而在暗处，一个庞大的组织也逐渐运行了起来，这是他在为数十年间所有的积累，虽身死，但却留有余威。他一手开启这场乱世，也将一手缔造一段历史。他算计着文武百官，算计着世人，同样也算计着自己，真的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到了绝对。他会招人唾弃，但为了大景，为了心中的执念，他便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随着这封诏书问世，在长达3个月的冷静之中，第一个出头的人站出来。位于南域沿海的萧王率先称王，操练军队，招兵买马。这位早便被派遣这封地的王爷，此刻也生出了野心。这本就是一场角逐，伴随着万人的唾弃。随即又有另一位册封在外的王爷立起旗，1位、2位，7王举旗。乱世降临，乱世降临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在天有灵，高速城为何要留下那样的诏书啊？陛下，你怎么下这了？我就下这。不成不成，本君没看见，得毁一旗。你耍赖是吧？什么话？你毁了3步旗了，还不准本君毁1步了？你毁，你毁！这2个不要脸的在这下棋，俨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，全都是只图个开心。2个人下的棋。随后老龙王问起了人间7王之乱的事情。我先前听归丞相说起过，这次的事情绝不是偶然，而且我知道燕如初，他不至于蠢成这样。我觉得这些都是他自己安排的，或许为了达到某种目的。这不大可能吧？他这一辈子兢兢业业，为什么要在最后的时候将这一切都给毁了？大概是有所求，但却无所受，于是就只能出此下策。该是疯成什么样子才会这么办？人间不知道要掀起多少腥风血雨。7王之乱岂止是7王啊，之后只会越来越多，更别提皇宫里面还有他收的几位义子呢，哪个不是心怀鬼胎？照你这样说，这些个王爷还真有可能最后坐上那个位置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希望不要玩得太过火，人道气运与我龙宫也有些关联，简直是无妄之灾。我北仓倒是没什么影响，荒海的地痞罢了，人道的走狗罢了。你骂得真难听，本君真想一巴掌拍死你。怎么欺负我一个伤患，你好意思吗你？本君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吗？要不是有宁烦，你早被我拍死了。我知道我知道，生什么气嘛？下棋下棋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这早就已经是常态了。安心安心。再说了，燕如初有这样的胆量，那肯定是早有打算的。他既然敢，那就肯定是有把握的，咱们不必操心。事情跟你北仓无关，你当然说得轻巧了。7王之乱同时也唤起了许多人的野心，这些个王爷扩张需要金银，需要兵马，需要粮草，而最终这些东西都落在了百姓的身上。仅是半年之间，大襄境内便有好些的地方百姓聚而声讨，但这些声讨其实并没有任何作用，人命如草芥，对这些上位者而言更是不值一提。在这些王爷这样敷衍的处理之下，遭受苦难的百姓逐渐有了反抗之心。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与其等死，不如拼上一把。于是各地境内大大小小便出现了叛乱与起义，这些力量大多数都来自于遭受压迫的贫苦百姓，他们揭竿而起，再度将混乱推入一个高潮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间出现了人人自危的情况，这比大景将亡之际还要乱得更多更多。
只因一张诏书，天下便无一人好过。岁月辗转，天下间的乱世愈演愈烈，各地争斗不断，为了扩充，也是为了皇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初的7位王爷，如今只剩下了4位。这是3年时间里大大小小发生了20-30场大战役，无一例外的就是死伤惨重。由此而来，天下分为了5方阵营：晋王、魏王、康王、燕王、大襄朝堂。晋王兵马雄厚，先灭萧王，后收复其残党封地，也因此站稳了脚跟。魏王得谋士相助，重于民生社稷，得民心想人和，故而兴盛。康王早年本就为武将，屡获战功，不管到哪里都得人尊敬，故而引人追随，精兵老将多入其囊中。更是在兵法方面有高人相助，屡次得胜，奠定了其威名。燕王坐镇南域之地，地势偏远，但却有山势相助。虽然在兵力之上比不过其他3位王爷，也无厉害的谋士相助，但却通过地理的优势守住了封地。而大襄朝堂则是以大义为名，得天下所正，兵力肯定要远远高于这4位王爷，但却又没高出来太多，这也致使出现了僵持。5方势力相互观望，始终都没有人迈出那一步。虽然说是僵持了，但其实人间各地仍旧苦不堪言。这3年内竟发生了这么多事。小二上9，看小二哥你是大襄人士，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？要不是没办法，谁乐意跑到这种地方来呀？没办法，一眨眼大襄竟然成了这副模样。起初来的时候还怕北梦营会找我们麻烦，来了之后才发现是想多了，他们跟传闻中说区别甚大，也不是豺狼虎豹，相反的，其中大多数人都很讲道理。那时候的西萧王的确对教育一事尤为重视，我先前还听几位北漠客官说起过，说那时候西萧王还让他们去读书，那时候他们都30-40岁了，本是领兵打仗的，但一样得跟娃娃一起去上学。那如果说你后来有钱了，不会再被人欺负了，你还会回大襄吗？当然会。宁某不在意这些，实话实说就好，也不会因此迁怒于你。客官想听实话，让小的来说。其实小的也不知道回不回去。说到底，我也仅仅只是一个小二，每天想的事情就是能不能吃饱饭，能不能穿得起衣服。像客官您这样的，一定是有学问的人。有学问的人都知道家国大义，不像我们这般为了活着而着急。人要活着，才有心去考虑这些东西。说起来有些烂，但小的知道的是，在这里，小的能让一家老小吃得饱饭，不受人欺负。但回大襄，要么饿死，要么累死。但如果真能回去的话，谁又不想呢？说到底，那是自己的家呀，谁又希望自己身处异乡呢？可是如今这般，谁敢回去？你找谁呀？我就是路过此地，以为这里已经荒废，没曾想还有一位老人家在这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哦，他们出去了，这会没有人在。老人家，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记不得了。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没有啊，他们只是出去了，等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出去了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天亮就出去的哎。那老人家，你在家等了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对呀，我等了好久了。怎么就只有了我了？怎么就只有我了？二娃，二哥，你们在哪里？二哥，老人家，人去哪里了？他们没回来，你是谁呀？我认不得你。宁凡好像在某一瞬间，他在老人的回忆里看到了这个村子祥和安宁的一幕，可如今却已经人去楼空，皆是寂寥。老人家疯了。宁凡不禁心想，若是他也像老人家这样活在回忆与现实之中，那自己有朝一日会不会变成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呢？当所有人都走了，自己又该如何自处呢？大人，给点吃的吧。大人姓后，我快乐死了。大人。宁凡有些茫然地看着这一幕，一眨眼却变得陌生了。眼前的人跪地磕头祈求着，宁凡看着他们叹了口气，拦开人群往里面走去。并不是说他无情，而是他实在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能分到一些东西。或许因为几枚铜钱，他们就有可能大打出手，从而有人死于其中，这是宁凡不愿意看到的。龙掌柜，3年前我们曾一起喝过酒。是你呀，龙掌柜，好久不见。快进来。你这腿怎么回事？碰上一桩麻烦事，没能躲得过去，落下了这个腿瘸的毛病。你来这边做什么的？顺路过来，想着还有一位朋友在这，所以来拜访拜访。我们也只是见了一面，喝了几杯酒而已。是啊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不是来办什么事的？没有别的心思，真的只是单纯的来见一见朋友。这次你过来，我可没办法请你喝酒了。我现在是一贫如洗，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2瓣花。看起来你这几年过得并不顺利。当时见你的时候，宁某还记得那是位敬仰的龙掌柜。是不是骂我的？
实话实说，那时候西明城中的帮派都愿意给你一个面子，这也不是假的，不是吗？真是倒是真是，可世道总是会变，没有人会一辈子一帆风顺。同样的，人也是会变的，人家也不会因为那点旧情一直给我面子。是因为什么事？当时是为了保一个孩子。听你的语气，好像是有点后悔。当然后悔，瘸了一条腿不说，日子也都毁了。关键那孩子也没能保下来。宁凡听到了他的抱怨，他感觉龙掌柜并没有后悔去出这个头，他后悔的是没能保下那个孩子。那你后来呢？按道理说，你应该离开西明啊。腿也瘸了，家也穷了，还能往哪里走啊？再说你看现在这个世道，我又能往哪里走？大乡如今乱到什么程度了？宁某了解不多，龙兄可否跟我多讲讲？你真不了解？吃不饱饭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人没东西吃，就去啃树皮吃观音土，活活被胀死，这都还算是好的了。我还见过有人烹煮人肉，那些真是，这还是不太乱的时候。在最乱的时候，到处都是烧杀抢掠，抢过别人那就能活着，要是抢不过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如今的世道乱得一团糟，想活着都难。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了吗？可不是嘛，现在那4位王爷跟朝堂斗来斗去，谁都想当皇帝，咱们这儿归康王管。你看我这种腿脚也不好，现在身上连盘缠都没有多少，勉强能吃口饭都不错了。我倒是想去魏王那边躲躲难，但根本不允许。那以后怎么办？我感觉下次征兵说不定他们还会为难你。下次那就下次再说呗，要是真逃不过，那就只能说命属如此，我只能认，难不成还有别的法子吗？你这腿脚也不太好使。谁知道呢？不聊这些了，走吧，宁某请你喝酒。别，外头那些个大爷要是看到我们2人，不知要怎么为难我们呢？他们跟你有仇？没仇，这年头不管是抢你还是杀你，那里需要什么借口啊？宁某去买些酒来吧。这酒你是不喝不行。想喝了。在我看来，你还是少去冒这个风险。宁某一个人从水晋城一直走到这里的。你本事这么大。不用担心就是了，宁某一会带着酒回来。江湖人哟，来新客了。掌柜的，来新客了，还不快去迎接？吵个屁啊吵！一会那些个官兵又得来闹，多消停点。杜阿娘，好久不见，前辈。杜阿娘，她在喊掌柜的。掌柜的姓杜啊。闹个屁啊！再吵老娘给你们嘴撕烂，喝你们的酒，一天没屁事做了。咱们出去说，这些混球闹挺得很。前辈，看样子你后来是入了仙道，机缘巧合而已。能再碰见故人真好。前辈还是个念旧的人。当然，一辈子就只能遇到这么些个人，能再度相见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话说，玲珑破碎，你是怎么来了这边的？我也是才来这里的，大概是1年多前，我身上沾染了玲珑中的魔气跟邪气，在修仙界的时候，我找了很多法子，倒是也消磨了许多，但其实也还剩一些，没有办法。后来我从旁人口中听说了人道仙官的事，想着或许能解决我身上剩余的邪气，于是就在这里开了间酒肆。现在就是等着时候到来。我不想参与太多，掺和的越多，因果越大，我也只是想安心的待着而已。像你的性子。话说回来，前辈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当初所有人都以为前辈你已经死了。我没死，那只是我的身外化身而已。身外化身？还有这种神通？有的。不对吧，前辈你莫非并不是生在玲珑，而是这里的人？不错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可能有人曾经没有留下过任何痕迹？那前辈此行来人间是做什么的？宁某本就来自人间。我还以为前辈是在修仙界修行。修仙界宁某倒也去过，但其实比不上人间。是了，可是人间好像不久之前人间还是太平的，也没有现在这么乱，那时候都还挺好的。那我还真没有见过，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是乱七八糟的了。以前很规矩的。我也只是有些意外，没想到前辈会是从人间来的。这里好像并没有多少仙缘，前辈这一路定然走得不容易吧？这倒也没有，其实对于宁某而言很容易。险些把正事忘了，宁某是出来买酒的。我这就去打来，要多少？1壶就够了。来1坛子吧。之后再来你这喝酒。那得常来。常来，常来。掌柜的，你真姓杜啊？你不是说没人知道你叫什么吗？掌柜的，那人真不是你老相好。杜掌柜，你以前叫杜阿娘。在那我可关门了，今晚上谁都别想好。别，可别，没了这地我们上哪去啊？去了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遇上了什么事了。在酒肆遇到一位熟人，聊了一会儿，巧遇的，也没想到能遇到。
西明城的书人谁呀？说不定我也认识呢。是一间酒肆的掌柜，酒肆没名字，里面都是些江湖人。你说的应该是那位掌柜吧？这么晚还在开门呢，也只有她了，是个女子，可对？你认得？不认得，听说过。我听人说这位掌柜背后很有能量，不管是官府还是军中的人都不敢动他，一些帮派也得礼让3分。没曾想你还认识他。很多年前认识的老朋友了，他也是最近2年才来这里的。我也有些好奇，这位到底什么来头？是你的朋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没什么大的来头。是吗？酒可打来了，一边说一边聊吧。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正所谓有酒有话，方才热闹。宁凡以为的是酒里可能会聊一些西明城有趣的事，可聊着聊着，事情就变了味了。隆重正的口中除了苦，便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东西了。世道变了，变得让宁凡感到陌生了。宁凡心中不禁在想，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？突然间有些不明白自己了，好像世间的事情总是会有规律的，自己也不应该去掺和这些事情，但又好像从前的自己却不是这样的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要不要做点什么。做什么？对这世道。你怕是喝多了，世道怎么样？哪里是我们能决定的？那也说不准呢，世道是怎么样的，最终还不是人定的。改变这些的不也是人吗？我不是人吗？你不是人吗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连自己都骂？只是打个比方而已。下次换个说法。不过吧，听你说的真像是喝多了，不要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，咱们现在想的就是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如果我有这个本事呢？你有这个本事的话，那你就去试试呗。我也希望这个世道变回来，那样子我就不用担心这些担心那些了。所以你干什么不快点去呢？还在这问我？我以前也有想去做过这样的事，但后来发现好像自己做的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值得。就好比说，你想让这个世道变好，但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却不想这个世道变回从前，他们需要的是混乱，就算你再怎么努力，都会被他们给再度搅乱。也是因此，一些事情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你真是喝醉了。宁某没醉，这不是正和你说正事的吗？好，我就当你没醉。所以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？思想。多谢。还要发什么疯？一并发了。不发疯了。你可怜他们，不如可怜我，可怜自己。对了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上头的那些人将书全部都收了起来，读书人都没有书读了。我记得当初西萧的时候，西萧王大兴教育，书本也不曾落下，全都烧了。当年西北的许多读书人痛批康王不顾民生，骂得尤为之狠。康王一怒之下，命人逐家逐户的收书，收到1本就烧1本，只要是民间的书全部都烧掉。何至于这样不留余地？这不显而易见的吗？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没什么人性可怜，除了权力跟银子，他们什么都不在乎。读书人喜欢骂我，那好，我就把他的书全烧了，直接从根本上斩断路子，然后一个个的杀头，杀到他们不敢说话为止，相当管用。隆中正就带着宁凡在西明城里面闲逛，这里萧条了许多，当真是大变了模样。在岁月与乱世的侵蚀之下，人口的数量也因此锐减，往日的热闹也再也不复相见。就这样边走边停的逛了一个下午，隆中正见天快黑了，就回了家里。他不敢在外面逛，但宁凡却说要见一见他那位朋友。隆中正见此也没有多说，只是让他小心一些。看样子我有点打扰到前辈了。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前辈写什么呢？随便写，都只是一些自己的见解而已。前辈什么时候来的？也是才来。前辈这样子可不像是才来的。也没什么区别的。这里有点吵，要不然去里面写去，安静一点。这里挺好的，再者说也不见得会吵到宁某。宁凡就这么坐在那个位置，一直写到深夜，他都不曾停笔，一直到很晚的时候，宁凡抬起头见酒肆里没什么人了，这才离去。后来的几日里，宁凡一直在酒肆坐着写他的东西，写着写着却发现了问题所在。道理始终是人写的，但每个人的理解却又不同。忙活了3、4天，最终却是因为外物让宁凡萌生了推倒重来的想法。周先生弃医从文，想要改变人的思想，但这条路却是尤为坎坷。前人早已经有了经验，但就算经验在前，实施起来却依旧是坎坷的。想什么呢？只是有些地方想不明白而已。什么地方？其实还是关于书的问题。其实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书不见得有什么用，可以转变一下思路，倒不如务实一些。比如呢？弄点医谱什么的，不比这玩意有用多了。宁凡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他的确忽略了这个问题。
思想是改变人的第一要点，不错。但是如今人间缺乏的是如何活下去的希望，人都活不下去了，那应该怎么去接受这些思想呢？宁凡此刻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白痴，他企图在俯瞰的视角之下看清楚人间，但却忘记了那藏在阴暗下的阿杂。周先生弃医从文，医术的确救不了世人，但若无医术救人，那谁又会在意那些文章呢？多谢，宁某明白了。你不会真的去学医书吧？我就是随口一说的。也不是去写医书，只是你的一番话让我明白了问题到底在哪里。那就好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，你做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一直以为世道它就是这样的。只有见过世道太平，才会明白如今的人间已经病成什么模样了。病了那就要吃药，药都来源于人，改变这一切的也终究是人。一个人的力量的确孱弱，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抱在一起。有这样一群人，就好像各类的药混杂在一起，如此就能成为一剂药方，治相对的病。前辈，你好像一位大家。这叫会吹牛。不管真的假的，不会吹，人家也不会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假的。那不就是骗吗？本来就是骗，因为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假，尤其是在人的身上，一些时候只有连哄带骗才能让人信服一些东西。杜阿娘的笑容逐渐收敛了起来，很奇怪，她忽地觉得前辈说的很有道理，好像的确是这样的。这世上的人都是凭感觉去信奉那些事情，感觉是真的，那就是真的。的确啊，真假没有定论。宁凡将那写到一半的道理收回了袖里，短时间内大概不会再动了。他拿出了另一本书，开始写一些好似不太正经，却又尤为有用的东西。书上的内容很是简单，那就是教会人们该怎么在这样一个乱世活下来，直到酒肆要打烊的时候。今天他多要了一坛酒。宁某明早就要离开这里了。这就要走？你不写你的东西了？看过了才知道该怎么写。那要怎么走？顺着通天江到青山城看看，再南去故地看一看，最后北去上京。那不是绕了个圈？差不多是。那还要绕回来吗？兴许会，兴许不会，我也说不准。再来这边的记得来喝酒，我这酒多得很呢，喝不完。好。喝完酒我就走了，今天也是告别的，多谢你这几日的收留。隆中正听到这话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舍不得这位朋友，在这偌大的西明城里，他总是独自一人，也没几个说话的。如今遇到一位，却又这般匆忙。走吧走吧，去办你的正事。我感觉得到，你有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之后会回来的。我这条贱命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挺到再见你的时候，又或者说哪天被征兵，转头就死在刀下了。你要是遇到了难事，那就去找酒肆的杜掌柜，就说是宁某让你去的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我都欠你好些个人情了。什么人情？就啊。不是要走了吗？我想不能白来这一趟。要带些酒走吗？是想谢谢这座城池对宁某的照顾。你之前写的那本书放这里做什么？宁某很多时候都相信缘分，这本书放在这里，有朝一日或许会被某个人捡起来，他兴许能做到宁某如今做不到的事情。如果被人当杂书烧了，或是被拿去店桌搅了呢？那就是缘分未到。前辈还真是个怪人。的确有些怪，还有巷子里的龙中正、龙掌柜，倘若他来找你，还望替宁某照拂一二。前辈说的哪例话？前辈的朋友定会照顾的。这壶酒欠着，记账本上。不记账本，我老早就不写那玩意了。要是忘了，那就忘了，写那玩意不好。那就不写，宁某帮你记着。呵。宁凡就这么带着一壶酒离开了这里，这一次也再没有回头看一眼，就这么走向了眼前的条条大路。而那本宁凡认为暂时无用的书，则是静静地躺在那酒肆的桌上。或许有朝一日，的确会有一位有缘人将此书翻开。军爷，这里是什么情况？滚远点，不想死的就别靠近这里。瘟疫。这里都敢来，真是胆大。我说正好咱几个无惧，要不然把他给留下。说什么呢？吵什么？我说你是不是想死啊？还在这站着？宁某途径此地，一会便走。那就站远点。这本书还请军爷帮我转交，给谁都行，就说交给方镇里的医师。医书吧？也不算是，只是一些见解。你倒是个好人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头我会帮你转交的。另外，你一个人上路小心些，别被人抓去征兵了。多谢提醒。快走吧。这就让他走了。死都死了这么多人了，还想多死几个啊？都积点德，别总想着拉个人垫背。什么人？抓起来！啊！老人家，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？你又因为什么进来的？走到边狱了。哦，难怪，老夫我是因为说错了话进来的。说错了话？骂了王爷。宁某听文康王脾气不大好，当年因为文人学士骂了他2句，
他便烧光了书。老人家，你是怎么骂的？竟然还留了一命！你还真信了？有时候随便说出口的话才是真话。倒是满脸书生相，你老师是谁？老人家看错了，宁某不是读书人。可惜了，像你这般面相，若是读书，定有大才。宁某读的书不入世人眼，甚至会被人唾弃为倒反天罡。你读的什么书？怕不是看的什么儿女情长？那倒不是。说来听听。你让我说我便说，我多没面子啊！喂，你这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重要吗？再厉害，如今不也跟我一样坐在这里吃牢饭吗？你这小子还真会挤兑人。走了2天路，宁某也正好歇息一下，这地也不错。你身上有墓味，该是读过书的才对。进来写了些东西而已。哦，你叫什么？不告诉你。啊，驴脾气。宁某睡了。我若是你，我都睡不着觉。那是因为你没办法。怎么？你是身后站着人，所以有恃无恐吗？没人，但若是我想走，便没有人能拦得住我。倒是挺会说大话的，我好好与你聊聊，你也好好跟我讲话，行不？聊啊，可以。近来外面怎么样？不太好，过来的时候遇到了瘟疫，大旱还死了不少野兽家禽，到处都是腐臭味，山上不下来水，田里的粮食也就枯死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完了吗？那岂不是说外面如今是饥民遍地？那倒是没有见到过，兴许都死了吧？死了，小子你可别乱说，此地百姓15万户，怎么可能都死了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有些年了。如今可不是当年光景了，现在10万户都没有了，更别说当初暴政，不少人都去了魏王那边，有的甚至跑到北漠去了。什么？怎可去北漠？那与叛国何异？在这里，他们跪着都吃不着饭，甚至不被当人看，他们就去找了一个能站着吃饭的地方。人只知道要活命，哪来这么多道理？一派胡言！若无国，何来家？怎可舍弃家国？那是你们这些有书读有饭吃的人想的事情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宁某也有些难以理解。你说这个王爷他蠢吧，但他却又能在7王之中站出来；你说他聪明吧，却又能造就这样一副局面。叹什么气？我早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，早知晓便不这般任性了，不然又何至于此？此番局面，王爷必败无疑啊！你觉得那位王爷能成大事？王爷他乃武将出身，他不懂政事，若是有合适的谋士在其左右，那将必有大兴之兆。宁某其实不太看好，如今此地景象，政不通，人不和，更别谈未来。你若看到了，才会信的。人各有不同，纵使王爷在民生之上荒谬，但其为帅之本领却是非比寻常的。原来如此，你这般尊崇这位王爷，为什么却又待在这大牢之中呢？骂王爷的文士之中有我一份，且还是我起的头。原来是你，那你的力量还真够大的。康王为了你，可是将这片地狱的书籍烧了个干净，读书人也不知杀了多少。我是罪人吗？所以待在这大牢之中，岁月会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总有一日，王爷会换我出去的。若是他把你给忘了呢？不可能，王爷怎么会忘记我？你别激动，先不说你的才能如何，但他如今事也做了，人也杀了，你也说了他是一位武将，而且还是这般秉性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算记起你了，那他真的会拉下脸面来找你吗？所以啊，倒不如不管这些。所谓良禽择木而栖，你心有抱负，不妨换位王爷，再不济便去京城，总有你施展之地的。在宁某看来，不管是另外几位王爷，还是朝堂，都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好生歹毒，竟引我做这般离经叛道之事。我不觉得你跟着康王就是行的正道之事了。若是他真能当上皇帝，那最终会变成什么局面？如今尚且都不顾民政，往后呢？休得多言，老夫绝不会做如此阿杂之事。那不是在你吗？你不吃，给我打！住手！爹，荣大人好大的官威呀！如今沦为了阶下囚，还这般有派头。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于老夫眼前，你们不过土鸡瓦狗，握着鞭子就以为你们也是虎了。打死老夫！老夫若是死了，你们也得死。老东西，咱们走着瞧。土鸡瓦犬，土鸡瓦犬！你为何帮我？宁某也休息够了，且问你一句，你想不想出去？若代价是让我另立其主，我不愿意。你是哪位王爷的人？宁某并非是谁帐下的人，若是非要说的话，宁某站百姓这边。站百姓这边？这座天下不就是百姓与王权之间的游戏吗？荒谬！百姓是君王的，怎么可能是对应的关系呢？目前看来的确是不行，但在宁某所接受的思想里，君权是被淡化的，决定这个国家如何向前的是百姓，是民众。划天下之大稽，但不可否认你的想法是浩瀚的，但我们终究只是凡人，改变不了这一切的。打个赌如何？你真要去做这样的事情？
是啊，宁某答应了某个人一件事情，所以如今也要做一些铺垫才是。另外的，其实也是为了宁某自己。我不想有朝一日因为看多这些苦难，就理所当然的将这些认为是应该的。可你现在就是在异想天开。话也不是这么说，事在人为嘛。荣事理，老夫名为荣事理。宁凡，怎么取这个名字？听着便觉得容易早夭，容易遭难。可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说不定是你命硬。走吧，咱们打了赌，自然也带你见识见识，看个明白，看个清楚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这牢狱可就在军营旁。醒了，真的出来了？那不然有假。你到底是怎么带着我出来的？你猜？你身上这样干净，显然也没经历厮杀，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有的是时间给你想，慢慢想吧。咱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呢。你到底要往哪走？绕一个大圈。你真是心大，你就这么不担心吗？追上来了，我们两个都得死。宁某能把你从里面带出来，难不成还躲不开他们吗？这位老爷，快请上前。老爷，你怎么还扛着个人呢？宁某进来想确定一事，你们东家是唐公子还是云小姐？哦，还请老爷上楼说话。鄙人齐侯还不知老爷名讳。宁凡，唐府17掌柜，齐侯见过宁先生。齐掌柜客气了，不知掌柜是如何知道是宁某的？我们这20余位掌柜手中都有先生您的画像。难怪，20余位掌柜。在下便是派遣至龙悦城的掌柜，掌管分行、对接货物以及联系生意。一座城池只有一位掌柜，对吗？对的。生意都做得这么大了吗？先生是初到龙悦城，在下这便命人去给先生安排住处，暂且先在这住下，随后在下再带先生逛逛这龙悦城。那倒是不必，宁某待不了多久，或许明日就要走，找个客栈凑合一下就是了。那怎能行？客栈岂不是委屈了先生？商行在龙悦城倒是有不少宅子，我这边命人清扫出来，先生随后便可入住。先生且等我片刻。齐掌柜，劳烦齐掌柜了。不劳烦，不劳烦。那先生先歇息片刻，在下这边差人去酒楼买些饭菜来，先吃过饭再说。齐掌柜，这便不必了。来时宁某已经吃了，多了也吃不下去了。要吃的，要吃的。齐掌柜之前走的时候，可是才答应了宁某说不去买菜了的。这不是想着留着晚上给先生宵夜的吗？齐掌柜真是太客气了。先生不要客气才是。这么香，你倒是醒得巧。是巧了，在下乃是龙悦城唐氏商行的齐掌柜。老夫荣礼，不曾想竟是唐氏商行的掌柜当面，久仰久仰。西北也没有这么乱吧？荣老应该是西北人士，在下这话的确有些得罪，还望见谅。但事实上就是如此。商道不通，经济也随之下滑，这都还是次要。西北地势偏高，常年又被风沙跟干旱侵蚀，一些必需品只有向外购买，涉及商人，却又没有人愿意做亏本买卖，问题得不到解决，最终溃败。先生说的不错，关键事态还更加严重了。康王爷手下的人完全不懂经济的重要性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甚至还加重了赋税，以为这样就能收来钱财。若是你觉得该怎么办？你问我作何？你不是知道该怎么办吗？归根结底，问题在那些官员身上。这种情况很难救得回来的，因为烂的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。最简单快捷的法子，就是全部推倒了，重新来过，重立法度，收回人心，再使政通人和，商道重开，西北说不定才有机会重回安稳。只有这么个法子了吗？当然也有别的法子，抓几个重要的人砍了，杀鸡儆猴，这样的方法奏效，但却管不了多久，而且还很容易引起哗变，到时候只会更加乱。你真的一点都不看好康王吗？你自己不是明白为什么吗？你如今还在认为有机会，难道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劳烦齐掌柜找个人将这封信件交与云姑娘。所以你想以商路入手，再慢慢去改变这一切，只有这样才能让王爷引起注意。商人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，这里面的弯弯绕绕有很多。你说说看。你刚刚所写的增发铜币，起因是因为大多数的钱都掌握在了士族手里，但实际上这样盲目的增发货币也是行不通的，这是有规律可言的。增发铜币还有规律可言？
发多少其实都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，这取决于供需关系，还有物价的情况，更是关乎于国家经济。随意增发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溃败，国破家亡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我却是从未听说过。你没有发现现在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吗？这都只是暂时的，很快官府就会出面平衡市价，不应该说是铜币贬值，这只是涨价而已。那你说粮食现在何价？往年又是什么价钱？在增发货币上，你还是要好好想想才是，这一旦出错，后果可是难以承受的。你再与我说说吧。宁某困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一言一语说不清楚，你若是现在让我口头跟你说，宁某也不见得完全能说清楚。想清楚了便和我说。行。你跟唐氏商行的人很熟吗？跟他们东家认识而已。据我所知，少有人能成为唐氏商行的座上宾客。那岂不是说富可敌国？可以这么说吧，如今的唐氏商行也是一个威胁，被商人掌握住经济命脉可是一件尤为凶险的事，但几位王爷却还是接受了，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。唐明镜这小子，所以我才好奇，你到底跟他们是什么关系？就是一位故人而已。不过你这倒是让我知道了，我真是抱了一条大腿。怎么跟着了魔似的？荣氏里见此便不做打扰了。齐掌柜早早的就送来了饭菜，但就算是他一样也没能喊动宁凡，二人都没有打搅。随后荣氏里便在齐掌柜的建议之下，在这龙月城中闲逛了起来，一直到了下午的时候，荣氏里跟齐掌柜回了小院，却是见到宁凡已经躺在树下睡着了。荣氏里与齐掌柜对视了一眼，却都有些不太明白。片刻后，宁凡醒了过来。齐掌柜，宁某恐怕不能多留了，可否劳烦齐掌柜准备一辆马车？马车自然不是难事，只是在下希望宁先生能在龙月城多休息几日。宁某倒也想多睡2日，可惜时候不等人。那先生什么时候走？今夜。我们往哪走？原川，大概还有几百里地吧。你慢点，可别给我这老骨头给抖散架了。已经很慢了。嘿，你干什么不牵马绳？马儿聪明，无需宁某督促。聪明能聪明到哪里去？一头马儿难不成能知道往哪走不成？他知道。我是真不太明白你要干些什么，好像有目的，却又好像没有，跟来游山玩水一样。也算是游山玩水。后面的路你赶马？我怎会赶马？你只需要告诉马儿方向就行了。你怕不是没睡醒？我告诉他方向，他就是一头畜生，未必还能听得懂我的话。你瞧不起人家，人家还瞧不起你呢。你写的这些东西就这么给我看了？写出来不就是给人看的吗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东西有多重要吗？不知道，你好好赶马就是了。宁某要歇息了。竟然有这般道理！通货膨胀，这便是通货膨胀，世上怎有如此之理？妙啊！好比仙人之书，没想到到了这般岁数还能有这样的机会。什么事笑得这么大声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而已。到哪里了？坏了，恐怕走错了路了，我这便倒回去。也不用倒回去，走到哪便是哪里吧。这般随意的吗？何必在意这么多呢？有时候安排好的路也不见得是好的。你到底是怎么写出这本书的？书上的东西虽然是宁某写的，但其实这些道理也都是先辈所赐。哦，你有这般学识，有这般认知，应该早就崭露头角才对，为何你会这般籍籍无名呢？你又怎知我籍籍无名？世上也有许多人知道我的名字，只是你在牢狱里待得太久，没听说过罢了。莫非是我想错了？走吧。你先别急，我还有好多话想问你。为什么书里面有些地方没有写清楚，好像是有空缺一样？这缺失的东西，总归有一天能补上的。教你这些东西的人是谁？他又在哪？可否告知我一二？若是还在的话，这些东西早便出现在人间了。可惜呀。宁某觉得你挺好的，不然你试试能不能将书里面缺少的东西补充上去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说真的。我就是个寻常人，更别说是从牢狱里逃出来的人。书里的东西固然于天下有大利，但实行起来去面对的阻隔河却似是千沟万壑。我一介苍老之躯，又怎能将其献之于世？那便将这本书埋没下去就是。不可，如此改天换地之书，怎能让它埋没？反正书我已经交给你了，最终这书上的东西能否实现，也跟宁某无关了。与你无关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现在最了解、最明白这书里的道理的人，无异于就是你了。这个是个名垂青史、扬名立万的机会，你居然说跟你没关系了？
荣老先生，你觉得我对所谓的名垂青史有想法吗？我对那些没兴趣。我写出这本书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道需要这本书。如今书我已经写出来了，机会也就在于此，只看这个世道接不接受罢了。我也想救这个世道，但若是这本书最终被埋没了，那同样也是它的归宿。你就这般冷漠？我若是真的冷漠，那面对这一切，我始终都会冷眼旁观，而不是写出这本书再交给你。我明白了，你不做，那我来做，终有一日会把这本书里的东西全都实现，再逐一将里面缺失的东西补全。宁某也很希望看到这一天。马儿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方阵，荣世礼提议今夜在此地歇息，宁凡表示都可以。然而当荣世礼一觉醒来，打算找宁凡商议事情，却是忽然找不到宁凡了。他出门去寻找，走了一大圈，却始终也没有见到宁凡的身影。荣世礼愣了许久之后，他才恍然间明白过来，宁凡已经走了。夜里下起了大雨，荣世礼的怀中抱着那本书，直到现在他还是没能明白那个人到底是什么人，他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，他究竟要干什么事情，还有这本书为什么要交给我呢？这些疑惑始终都徘徊在他的心头，却又迟迟找不到答案。荣世礼长叹了一声，当他低头看一下手里的书时，眼中却又冒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坚定，觉得自己或许也还没有老。啃了它，押上山去。还来？哎，你怎么被抓进来的？身上没钱就被抓进来了。哦，那你跟他们一样，不过你也别担心，写了信后说不定就有人来救你了。你们都是这样被抓进来的吗？也是等着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赎？有人来赎的基本上都走了，像我们现在这就是没人来赎，要么就是拿不出钱来。不过看你这种，家里一定是拿得出钱的人，估计他们也不会难为你什么。没人来赎，那你们又该怎么办？大概率只能等死了。要是你有机会出去，可不可以帮我一把？好啊，我到时候连你一块赎了。之前也来了个人，也是这样说的。先前瘦子还帮了他很多忙，还把吃的分给他，结果那人还是一个人走了。瘦子气得骂了好久。哈，哪个是瘦子？强盗嫌他太吵了，就给他砍了。这伙强盗这般凶厉，可不是嘛？所以在这里面还是小心为好。官府没管吗？我之前听人说他们给官府拿了银子的，所以一直没被为难过。我听说魏王治下以民为本，不至于会有这样的事吧？那肯定是偷偷摸摸的，官匪一窝，说到底不就是为了钱吗？你真的赎我吗？真的，不骗人。不骗人。那我信你了，那可要快点，我怕他们哪天生气就把我拉出来砍了。我块头最大最显眼了。说不定他们嫌你难砍，就会挑个别的。那最好了，胖也有好处。早些休息吧，有什么话明早再说。你要往里面坐一点，要不然他们来抓人，瞧你坐得近也会抓你。受教了。你不吃吗？宁某是修道中人，辟谷无需吃饭。修道有什么好的吗？真的会像话本小说里面那样，会使神仙手段吗？比如呼风唤雨。风雨皆有天时，虽可照来，却不合天数，会有因果。修道也不一定要会神仙手段才能算是修道。许多信道修道的人，多数都是为了修身养性，明悟本心。你刚才还说能招来风雨的，是可以。我不信。那你信不信夜里会有一场大雨？那不能算，要是真下了雨，那也说不定只是碰巧而已，应该是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那种才算神仙手段。那可不成，这很费功力。哦，那好吧。真让你说中了，不仅下大雨，还打了雷。进去，进去。哎呦，我这一把老骨头。有意思没意思？有意思。你俩认识啊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该是有多闲，才来这找乐子。这多新鲜了，好些年没被关过了。倒是你，大名鼎鼎的宁先生，怎么受了牢狱之灾了？你就笑吧，也不怕你那老牙掉了。老夫牙口好得不得了。墨渊怎么样了？还算好，伤势算是稳定了下来，但那天道反噬实在是无法根除。宁某回头想想办法吧。你是该想办法，人可是帮你受的罪。你倒好，一溜烟就3年没见人影。宁某这是没办法。谁知道你的呢？你们未免也太轻松了些吧。俗话说，越是怕他越是会来，倒不如就当是无所谓。你说的在理，等明个我就让他们给你拖出去砍了。要砍也是先砍你，我这一看就是家境不错，瞧你这就是拿不出钱的，第一个砍的说不定就是你。是你？是你？你才是。哎，你这妮子笑什么笑？不准笑。可是真的很好笑啊。
瞧你丢不丢人？所以你是打算待多久？我可没打算在这歇脚，估计明天就出去了。哦，那外面的那些人呢？送官。干嘛不一并砍了？何必多此一举？全砍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今天杀了这个，明天又出来那个，你难不成还每天守在这儿一个个杀？你想的也真够多的，按我的性子，多杀几次，杀得他们怕，就没人敢干这事了。自古以来，强盗山匪不断，归根结底是律法未能落实，要么便是官匪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故而导致强盗山匪层出不穷。按你的意思说，这些人就可以饶恕了？当然不能，这世上可没有这样的道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们提起刀杀人的时候，就应该明白，杀人者人恒杀之。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要杀他们吗？我最不喜欢你这一点，满口道德仁义，到头来却还是要把人给砍了。你个匹夫懂个什么？这是道理啊！对，道理。你们往哪去？我俩出去聊，免得吵到你们。这怎么出去？你为何发这等善心？有什么不可以吗？我实在不明白你的这人间的因果，其他修士想必都避不及，就你非要凑上前去。自然是有原因的，欠了人情那就得还，更别说宁某也有些看不下去。全看你自己吧，反正你是宁凡，你想做的事有谁会拦着你吗？你们居然还回来睡觉？你们是神仙吧？你哪看出来像神仙了呀？那可不是。哦，你真的会救我们吗？你信了？我信。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将自己的生死寄于旁人，这是不明智的。我没有办法吗？我就是想多活活，还有好多吃的我都没吃过。你活着就是为了吃吗？也不是，就是单纯喜欢吃而已。我一个被卖到府上的丫鬟也没什么志向，多吃点就是赚到一点。挺好的，早点睡吧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你安排的？我可没有。外面怎么了？我出去看看。老夫一同。江湖人啊，武艺都不弱，而且很有组织，场面一边倒啊。正好，省得你麻烦了。小的留下，其他的全杀了。好玩好玩，想杀我？听好了，你爹、你娘、你叔叔伯伯都是我杀的。你现在杀不了我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机会，5年、10年，我等着你们来找我。记住了，小爷我姓杨，单名一个普字，混号狂刀人屠。小家伙，等你长大了，一定要来找叔叔我报仇哦。到时候叔叔再一并送你跟爹娘、跟你叔叔伯伯团聚一帮。你们先下山去，我去救来。他来了。这人神志不清，许是练功练差了。他那一身血气倒是让宁某感觉有些熟悉。你还对武学感兴趣？早年间看过几本。你怎么敢的？你不是人，能反应过来，看来也是有过见识的。妖怪、神仙都是。不知是哪位仙官？这小子知道的好像挺多啊。我们是何人，你无需在意。我们二人只是有些好奇，你们是何人，又为何上山杀匪？燕子南去，出而归北。我乃南燕门下刀客杨浦，此番上山，不过看其不顺。只是看其不顺。杀匪何须理由？看其不顺难道还不够？你这小子倒是有趣，杀匪却为江湖义士所为，可杀了山匪后却又杀其妻老，留下孩童，甚至还让他们往后来找你报仇。你那眼中的狂妄与嗜杀，藏都藏不住了。不狂怎能立足？我站在当今江湖至高的位置，寻那斩妖世间之力。若无对手，何谈再进？唯有仇恨，才能让他们这些资质浅薄之人以凌颠覆。与我一斗。你既求仙，为何又要痴迷于武呢？师父告知于我，世上仙徒无数，妖有仙官，鬼有城隍，精有仙灵。既如此，为何不能入仙道？眼光独到，你师父是何人？他只是与我讲了一番话，没答应收我做徒弟。那便不是你师父了。他不认，我认。人不答应也能算吗？自然能算。宁某大概猜到你师父是谁了。你认得我师父？萍水相逢，倒也不算认识。第2集的时候，你师父从西明城一直追我到水晋城，最后也没能追得到我，还是3年多前的事情了。是你，我跟着师父的那段时间，他几乎是到处跑，说是追人。他追了多久？好像挺久的。我是前年遇到师父的，你既说是3年之前的事，那至少也是找了你1年多。这人，这不是巧了吗？也难怪师父会追不上。
他如今在何处？师傅已成刀仙，至蓬莱仙岛，乘仙船而登仙界了。蓬莱仙岛，人间竟真有人以武入道了。这事宁某也不清楚。按理说不应该才是，人间有人间的规矩，就好像是一种制约一般。武者居于人间，若得违例，定将乱套。而那些山中之妖，也受天道制约，有天雷所在，恶妖退散。另则便是一些寻仙问道的渺小机缘的修士，虽有些许道行，但已造次不了。所以到底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，才致使武者捅破了这层规矩。人间何来武仙？你莫不是被忽悠了？师傅的确成武仙了，绝不可能。或许未尝不可。人间沉浮，定有气运相伴，水涨船高，水落船低，如此说不定就会有可乘之机。这么说来，却有这种可能。虽说希望渺茫，但是也不见得说没有机会，只能说道非寻常，总有空隙。果真不同。小子，念在你师傅跟宁先生有缘，老夫便不为难你了。多谢前辈，不知二位前辈名讳。在下冒昧了，这便离去。宁先生可否还发现了什么？你说南烟门吗？果然啊，你我都想到了同一个人。燕子南去，春儿归北。若是说这与燕如初毫无关系，谁又能信呢？老夫就是有些没弄明白，他们既若真是与燕如初有关，便不应该取这样一个门派名字，岂不是让人知晓了？连你都这样想，那这天下人岂不是都会有所疑惑？原来如此，不过这般作为，当真大胆。随他们去吧，估计燕如初也不止这些安排，南烟门估计也只是其中之一。都出来吧，山匪已缴，可以下山了。你不下山，还等什么？我不知道该去哪，我能跟着你吗？跟着宁某可吃不饱饭。你要往哪里走？往南去，会走到哪里，宁某也说不清楚。我跟着你走一段路，可以吗？就一段路，我不会跟着太久的，我就找个落脚的地方就好。也行。太谢谢你了。你还真是菩萨心肠。相逢即是缘嘛。啊，对，缘，就属你宁凡身上的缘最多。老夫日理万机，就不陪你闲逛了。后头到了通天江，记得来找老夫，墨渊也在。一定。你宁凡话里10句里面9句假，鬼知道你来不来。罢了，老夫心宽，不与你计较。我们也走吧。哈，那位爷爷走得好快，没见人了。他的脚力不差。老爷，你跟那位爷爷好像很熟的样子，他是你什么人吗？老爷。对啊，虽然我是暂时跟着你，但是你是主，我是仆，所以得喊老爷才是。随你吧。老爷，你还没说呢。那还真有点形容不上来。总之，他不盼着我点好，我也不盼着他好。他若倒霉，宁某一定去看他笑话，就好像他忽然跑过来看宁某笑话一样。又爱又恨。走吧，多走走。喝茶喝得饱吗？不能。那你还一直喝，是不想吃饭了？老爷，你还有钱？之前山匪不都把钱搜走了吗？老爷，你哪来钱吃饭啊？那你别管。老爷，我这样的胖丫鬟没什么人要的，嗨，也抵不了饭钱的。谁说要拿你抵饭钱的？你瞧这是什么？银子，老爷你哪来的？捡来的。我怎么不知道老爷捡了银子？你不知道是还多着呢。走吧，吃饭去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上路。老爷不能说吃饱了上路，犯忌讳。好，下次换个说法。再上一碗面吧。老爷，我吃饱了。宁某没吃饱。看着做什么？没吃饱就动筷子啊？老爷，你不是说给自己要的吗？那是逗你玩的话。不吃可就没得吃了。老爷，你人真好。是吗？话说回来，宁某还不知晓你叫什么名字。老爷，我叫如意。宁某早年认识的一个丫头也叫如意，倒是巧了。那岂不是弄混了？要不然老爷你重新给我取个名吧，反正这名字也是之前大奶奶给起的，而且我也不是府上的丫鬟了，也不重要了。那你以前呢？以前的名字叫什么？老爷，我记不得了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府上，小时候的事我都已经记不得了。不过我知道的是，我姓于，但字是什么，我记。后来你到了府上之后，你爹娘就没有再找你过。卖出去的女儿就好像泼出去的水，没再找过我了。这样吗？老爷，你再给我取个名字吧，不喜欢之前的了。你想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？宁某取名字可是十分随意的。不然就叫随意吧。我觉得挺好的啊。也不能这样随意吧。要不然就叫阳春，老爷觉得怎么样？阳春面吗？对啊，好吃。那就叫阳春。2碗面吃得饱吗？吃得饱，吃得饱。那走吧。后面的路上，宁凡身后就多了一个叫阳春的小胖丫鬟，她的胆子倒是挺大的，但同样的胆子也很小。
不敢多花老爷的钱，饿了也不知道说。在杨春看来，只有老爷什么时候饿了，他就饿了。不过他也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好老爷，虽说老爷之前就说跟着他要挨饿，但实际上这一路上他都是吃饱了的，这让杨春很是感激。他也更是有些着急，自己该怎么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杨春不想再麻烦老爷了。至于宁凡，他却是没什么事情要忙的，走走停停，时而则是会坐在地上写些东西。老爷一定是做学问的。那你可说错了，宁某我只是个抄书匠而已。抄了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是不对的，不过好在他们不会来讨伐宁某。杨春听不懂。没关系。那老爷抄了些什么？抄的是一些对于律法上的见解。老爷，这个我懂，犯了法要被抓进大牢。老爷，你写这个做什么？因为律法被淡化了，因此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没了底线，于是就乱了套了。老爷写这个是要让世上没有强盗吗？也不仅仅是这样，书里面的是一些见解，其实更多起的是警示作用。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律法约束百姓，或者律法成为了一纸空谈，那么后果将会是极其严重的。听老爷说话，杨春就觉得老爷以后一定会成为不得了的人。也不是这么说，这东西也是闲着无聊写一写，但最终能起什么作用，却是个未知数。杨春，你也要知道，有些事情该看淡一些便看淡一些，也不是有了目的便一定要去做到。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能不能有结果，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无愧于心。老爷，杨春好像没怎么听得明白。听不听得懂，其实也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想想今天该去哪里找吃的才重要，要不然咱俩都得饿肚子。老爷，那我们得赶路了。宁凡收起了书，起身往那前方的路走去。杨春就默默跟在身后，脑袋里则是在想老爷之前说的话。他更加好奇，老爷到底是什么人？好像老爷很厉害，但却又有些看不出来，总是让他觉得有些奇怪。但怪在哪里，却又说不明白。不过也无所谓，他只知道老爷是个极好的人。老爷，这里人好多啊。先进城吧。你们只能在城里面待2日，2日过后便拿着这张条子出城，没有条子出不了城，还要被抓进官府盘问，切不可弄丢或是损坏。宁某知晓了。好像咱们这个摆香面主打的就是一个香字，客官尝过之后定会说好。你们是青山城来的？正是。不知青山城如今怎样了？客官是青山城人。不是，只是在青山城住过很长一段时日。当年宁某就住在传风巷子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家就住在临巷的东水巷子，就隔了一条街。客官，你之前住传风巷子，那你一定知晓王大人一家了，就是那个3院首府。他现在是首府了。京城那边传来的消息是这么说的。老爷，您之前还在青山城住过呢？我听说青山城的龙王庙会很是热闹，老爷您去过吗？去过2次，庙会上什么都有，还有人耍戏法，热闹的时候人多的都走不动路。这2年庙会没办了。怎么没办了？官府不让办，魏王爷迁至青山城后，这些庙会就明令禁止了，所以就没再办过。魏王爷迁至青山城？是嘞，就住在之前那个。我听我爹说，那儿好像是之前的禹王府，多的我也不太晓得，有2年没回去了，好些事都记不清了。禹王府？宁凡有些不相信这是个巧合，那禹王府的可是藏着不少东西的，莫非这位魏王就是燕如初看好的人选？所以老爷接下来要往青山城走吗？对，回去看看朋友，另外有些事情也想去看个清楚。老爷之后也会住在青山城吗？那倒是有些说不准。宁某见这中至城就挺不错的，或者说你跟宁某再走一段路，青山城有熟人在，宁某也能帮帮你。到底还是说起了这个问题。杨春抬起头看向宁凡，他张了张口，若是非要说的话，他当然觉得青山城更好，但这一路上却已经麻烦老爷很多了。就在中至城吧。那就走吧。我们去哪，老爷？去看看有没有人能帮上忙。宁先生请讲，在下定然竭尽全力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宁某一路走来，结识了这位阳春姑娘，如今她需在城中落脚，可否？这算什么事？先生大可放心。那就多谢曾掌柜了。先生客气了，客气了。阳春姑娘写得来字吗？还行，之前帮人写过书信。那正好，商行正缺一位记事的，不妨试试。这记事一职？不瞒先生，在下想让阳春姑娘去做记事一职，也是有所私心的。掌柜不妨明说。不敢瞒先生，在下身为掌柜，月前与所提酬劳不少，但如今恰逢困境，所以但记事一职却是上头掌柜或是东家钦点，先前的记事年岁已高，便回乡养老了。若是等上头掌柜或是东家再派遣下来，在下之事也必将暴露。不过若是有宁先生之名的话，阳春姑娘这记事之职应是板上钉钉了，所以就想请阳春姑娘上任过后，帮在下这么一个小忙。冒昧问一下，是何种困境？
是犬子纨绔，在酒楼吃醉了酒不慎，得罪了某位军爷，在下为怨妇，却也不能眼瞧着儿子遭难，此番也是无奈之举。可以理解，只是宁某也希望掌柜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若是往后被查出来了，掌柜要将这所有罪责揽到自己身上，而不牵连阳春姑娘，如此可好？理应如此。当然，宁某说的也不算，得看他自己怎么觉得。那阳春姑娘意下如何？全看你自己。那就可以吧。多谢阳春姑娘，多谢先生，还请二位受我一拜。这一拜便免了，此番也是请掌柜的帮忙，又怎有如此之理呢？此番不仅是救了在下，也是救了犬子，当受这一拜。老爷，不然明日再出城吧，夜里赶路凶险。山匪窝里宁某都能来去自如，夜路自然也走的，不必担心。就是在征掌柜，这要好好做事，这既是一职，非比寻常。这次帮他过后，若再有下次，切记莫要留有情面。老爷，阳春记下了。回去吧，宁某也要出城了。老爷要一路平安。自当如此。你还真是逍遥自在啊！要是真自在就好了。我反正是没你自在。在青山城待了这么多年，难不成还没习惯？当然是习惯了。你说这事怪不怪？我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这里哪都不好，过了半年吧，我就觉得这挺好的。要是不好，我也不会待这么久。巷子里没出过什么事吧？前年倒是出了一档子事，魏王手底下的谋士来找那云姑娘，说起了什么伤道的事，商量未果，险些动起手来。不过后来被我给拦下了，还杀了不少人，之后就没人再来过了。你还真是厉害，我那时候才知道这位云姑娘原来是唐府的小姐，那可是唐氏商行啊。我认识她都是老早的事情了。还有个事，就是最近的事，那位云姑娘的丫鬟好像是叫支书吧？她怎么了？生了一场大病，没能挺得过去。于红锦呢？他也没能救得了那个丫鬟，还有那个丫鬟死后没几天，那个院子里就变得有些不太对劲了，时常阴风阵阵的，甚至我还偶尔能听到有人说话，那语气语调跟死了的支书一般无二。我去看了，却又从未看到过人。宁某先走了。谁呀？支书姐，你快躲起来，躲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宁凡沉默不语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于红锦。于红锦被宁凡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，他攥着衣角，试图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紧张情绪。宁凡的目光朝着那院里望去，随即便大概猜到了事情的由来。云姑娘不在，姐姐去茶楼查账去了，一会就回来了。你一个人在院里？啊，对。青山城这2年还算太平吗？太平，应该没有什么战乱之类的吧？应该也打不到青山城来，没有，大家都过得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我听说魏王身边的谋士之前来找过云姑娘。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他们好像是想让云姐姐帮他们，云姐姐没同意，后来就没来过了。其实后面也来找过，看那样子是想来找麻烦的，不过被隔壁的那个老人家都给杀了，我还帮着清理过。云姐姐不知道这事，后面就没再来过了吧？没来过了，兴许是怕了。那便好。我还听说支书走了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支书姐她前年就去了，生了一场病，没办法，城隍庙里的阴差说支书姐是阳寿尽了，就不回来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据宁某所知，城隍庙好像之来不说阳寿将尽吧？是吗？我也记不得了，当时阴差说的兴许是别的吧。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怎么就不肯说实话呢？于红锦，你早年可不是爱撒谎的姑娘。小小姐，跟宁先生说吧，丫鬟支书见过宁先生。你都看到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实说来。我来告诉先生吧。事情得从才来青山城说起。那时候的支书正是花容月貌之岁，才至青山城的他对这里完全不熟，青山城的几位掌柜他也一个都不认得，人生地不熟，他不管是出门还是去找下头的几位掌柜帮忙都有些生疏。不过好在这个时候有个人帮了他，是茶楼的曹先生。你说谁？就是先生第2季第20集收的徒弟曹发曹先生。他不是后来去了京城了吗？是在去京城之前的事情了，后来他也时常会寄书信回来，快到年关的时候也时常来找我带些东西，还买过胭脂什么的。我和姐姐什么都不知道，要不是那次姓曹来的被我撞见了，我还傻乎乎的。小姐只有一个丫鬟，支书是云乡唯一的丫鬟，在这青山城这么多年，院里便没有别的下人了。支书也以为自己能跟着小姐一辈子的，他知道若是自己有了喜欢的人，以小姐的性子绝不会强留她的，甚至还会赶她走。可是这府上这么多事，支书又怎么放得下心？小姐等宁先生已经够苦的了，若是他也走了，
小姐又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支书不愿意看到小姐难过，所以一直都没说这件事，这也是当初从未跟曹发言明的原因之一。如今眼前的支书早已不是活人了，而是魂魄，得于红锦的灵力护着，故而能长久存在，就好像当初的弦月一般。那后来呢？这与你的死又有什么关系？是2年前的事情了。这事其实跟他说的一些书有些关联。曹先生这些年来说的都是一些鬼神之异的故事，其中夹杂着不少妖魔鬼怪。这样的故事不仅人感兴趣，那些妖魔鬼怪同样也感兴趣。在某天夜里，有一个浑身染血的人要曹发给他说书，当时曹发见其模样，也不敢与之争执，便就在台上说了一段。那人听后很是满意，还赏了一锭白银给他，出手尤为阔绰，也没有为难他。听完这一段后就走了。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但是第2日一早，当曹发再去看那锭银子的时候，却发现成了丧钱纸银。那个时候他才发现，昨夜那位根本就不是人，给鬼说了一段书。饶是见多识广的他也被吓了一跳，还病了一场。后来他在信中说，还是金三爷最终劝了他，他才慢慢缓过来。后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，最多的一次，他夜里给数十只鬼说书，久而久之，他逐渐发现自己身体越发怪异了起来。大热天的吹了些风，便受了风寒；冬日里却然暑热，迟迟不好。后来金三爷带着他去见了城隍老爷，驱除了身上的晦气。虽说病症好些了，但随后1年里，他的身子仍旧是一日不如一日。再去求城隍爷，才发现他在不知不觉之间被人吸走了寿元阳气，已经没几年可活了。2年之前，他从上京回来，满头白发，更是一脸病态。他才跟我说明了这一切。要是单纯的被人吸了阳气，我倒也能救，但是寿元遭窃，我救。在之后，我听说清仙观的玄成子道长有神仙手段，于是我便上山了一趟，但玄成子道长却也束手无策，便让我去找城隍大人，或许能寻得方法。在城隍大人那里，我找到了法子。你用自己的寿元换了他的寿元？城隍大人本来没想帮我的，起初的时候也没有告诉我有法子，是我求了好些天，城隍大人见我执着，才告诉我有这么个方法，2年寿换1年寿。曹发知道吗？后来你去闹了一趟阴司。对于于红锦而言，就算闹得无法无天，他也要留住支书。事实上，他也的确大闹了一场。那日他险些将整个阴司都掀翻过来，若不是当时玄成子道长来劝说，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模样。宁某明白了。宁先生，你别送支书走，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嘛，又不是一定要进轮回。有你护着，暂时当然不会出什么问题。但到了如今，他也错过了轮回最好的时候，魂魄沾染了人间的污浊。且不说转世6道能否再入人道也说不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没事的，小小姐，没事的。我不是。做了错事的他变得无措了起来，他也没想过会造成这样的后果。他就是想救支书，也不清楚这些。你也先别着急，若是说支书想再入轮回，除去魂魄上沾染的污浊，对于宁某而言也并不是什么难事。如今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抉择？宁先生，支书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自然是有的。这世上修士各有不同之道，流离人间的亡魂在怨念之下会化为邪祟，但同样也有亡魂在一场机缘之下入道修行，这一道被称之为鬼修。前不久，宁某便见过一位。鬼也能修行？是可以的，不过这一样也是有代价的。相比起寻常修士修行，鬼修一道要艰苦得多，而且入此一道，往生轮回基本上可以说是再无机会了，而且好处也尤为显著。鬼修存世的寿元是寻常修士的数倍，入道便可称得上是长生，就好像鬼神一般。可长生却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。先生一定要教支书姐，红锦求求你了。红锦，鬼修虽也是一条路，但却不见得是好的。这些事情得看支书怎么想。若不入鬼修，宁某能保你不带污浊入往生轮回；入了鬼修，那事情就大不相同了。支书姐，你怎么认为的？先生认为哪个更好呢？宁某不知，也不急，慢慢考虑。宁某这几日都会在青山城，想好了再来告诉我就是了。支书谢郭先生。这一路上都没喝什么，有点渴了。我这就去给你上酒。小小姐，错了，客人来了得上茶，不是上酒。风叔，下午吃的什么？你心心念念的宁先生回来了。他在哪？你家院子里。宁某脸上有花吗？云姑娘一直这样瞧着。先生除了头发白了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。没成想还能从你口中听到这般虎狼之词。实话实说吗？喝不了酒便不要喝。高兴喝2杯。先生有算过自己有多少岁吗？按照人间的岁寿，大概有110余岁吧。我以为先生都几百上千岁了呢。倒也没有这么老。先生啊，云香老了。
没事，我敬先生一杯。是有妙法，一粒金丹入腹，可成神仙佛陀。不要了。要不了多久，宁某便能落地生根，无需再四处游荡。先生不必如此，这是命数。云香上辈子命薄，没能等到先生，这一辈子能被先生惦记，已是云香的福气。你，先生，我是云香啊。良久过后，那院中传来一声长叹，情之一字，真是一种折磨。久未住人的院子依旧是干净整洁的，云香时常派人来打扫院子，故而整洁。夜已深了，头顶一轮明月，星河点点，于红仅存着的好酒最终都落进了宁凡的腹中。这一晚上，宁凡再一次的喝醉了，他就这么坐在院里的摇椅上，目光凝望着那星河明月，没有吵闹，反而很是平静。宁凡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，大抵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或许是回忆自己这一路所经历的一切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宁凡的口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，几声长叹，几声无奈。上辈子错的很多，这辈子一样错的很多，人生几多无奈，看似都有解决之法，但临至关头，却又会无奈的做了错的决定。他在那院中沉沉的睡去，他分不清了，分不清哪个是竹妻，那个又是云香，更分不清他自己又是谁了。太多太多的事情，让人不明白了。动物世界4大世家以我鼻子太长为由，竟要联手灭我。如今我们朱家在帮派大战之中已无立足之地。你这徒弟有几分本事的？我又没教他什么。那当年宁先生又教了你什么吗？世事无常，当年你是茶楼的伙计，我是纨绔少爷，后来你学起了说书，我却被抄了家。好在我们遇到了宁先生，辗转数年，你成了名满天下的曹先生，而我所成之书也被世人熟知，一切都好起来了。可是庄掌柜不在了，金府也没了，青山城也变了模样。可笑的是，几十年间连朝堂都换了模样，一年一个样。你总是想这么多，怎么能过得舒心呢？都一把年纪了，得活得轻松一点。你是说书的，我是写书的，我定是要比你想得多的。对，你可别折腾我了。我现在啊，能不去想以前的事就不去想，越想就越不想活。支书也不想了。我还不明白你吗？你一个说书的，嘴里面就少有几句真话。你说你不想了，其实心里面想得要死不活的。若是有人跟你提起，你一样是开心的。尤其是支书，你还说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咱们听书，听书。世事无常啊！欺诛太甚！4大家族在动物世界能一手遮天吗？刚才走出去一个，那背影瞧着真像是宁先生。你怕不是年纪大了，眼坏了？妖魔鬼怪我都见过，一眼就瞧得出来，怎可能看错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老眼昏花啊？兴许只是像而已。我越琢磨越觉得像，我感觉那人就是宁先生。不行，我得去找找，我一定要看看那人的脸。算了，你去吧，我这身子实在不便。打扰，不知可否见过一个穿着白衣的人？没见过。多谢。打扰。没找到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越来越感觉那就是宁先生。宁先生之前一直都住在传风巷，如果真是先生的话，他一定会回那里的。传风巷子哪户？我记不清了。我跟你一起吧。你确定？虽然说如今成了这副模样，但若是先生知晓妖魔鬼怪都会来听我说的书，先生也一定会为我高兴的。想清楚就好。宁先生，学生见过先生。先生，你的头发白了也挺好看的。不孝图学生草发，见过先生。你这气色可不太好。人老了，难免如此。宁某一路上倒也听人说起过你们二人，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2位大先生了。先生说笑了，我二人怎能在先生面前为先生？是便是，宁某此生没教过什么人，也不会教人，却也从未想过你们二人往后会有这般成就。宁某很是为你们感到高兴，但宁某也有一句话要说。宁某的确没教过你们什么，这是你们自己一手得来的东西。若非先生一二指点，我二人又怎会入此门道？又怎有如今的名满天下呢？这不一样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宁某听说你多年前行走天下，可是见识了不少东西，都在书里，不知先生看过吗？早年你不在青山城那些年，宁某回来过一次，在第2季21集的时候，曹发给我看过你写的东西，有些真，有些假，但却都写得极好。或许这是命数。话说回来，你们二人去了京城后大展身手，名利双收，怎么忽的就回来了？是这样的，先生，其实都在于我这身子骨不便再上台了，不得已之下就回来了，往后大概也说不成数了。宁某略通医术，不妨为你诊上一脉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们二人喊我一声先生，可这世上道理之中，可有遇上难事却瞒着先生的道理吗？先生您都知道，可是小姐告诉先生的。小姐便是东家尹小姐。这与云香有何关系？曹发与金三爷对视一眼，二人却都有些疑惑了。若不是小姐，
那会是谁告诉宁先生的？知道这件事的也唯有小姐，当然还有一个人，不过他却是早已离世了。曹发张了张口，他却是忽地反应了过来，若是先生的话，或许也不奇怪。先生，我与金三爷都是在唐府底下办事的，你与我好好说说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吗？东家当年没少在我们二人身上下心思。金三爷早年南去挖宝，其实暗地里也有东家的帮忙，不然就怕是有去无回了。对于这些事情，我们二人也铭记于心，于是便有了上京一程。我们其实早也猜到东家的意思，但就算是早就安排好的，我们二人也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对。东家虽是有心，却是实实在在帮了我们二人的。若是不然，曹发便不是曹先生。宁某却是从未想过，竟还有这样一段渊源。宁凡不禁想到了唐明镜，这小子年长了，心思也多了许多。但若是说来，唐氏商行能到如今这般层次，其中不知掺杂着多少手段。如今听到的这些，应当已经算是尤为柔和的了。只能说，唐明镜真正抓住了人性。这并非是东家之算计，还望先生明白，东家其实早就来找过我们二人，那时候东家身边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信任的人。小姐也来找过我们，也从未苛待或是强求过我们二人。宁某知晓了，所以说我们才好奇，先生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受伤的事的？毕竟除了东家和小姐，便没人知道这事了。是红锦告诉宁某的。于红锦先生，于红锦她应该是妖吧？她是莲花池的红鱼成精，是精，不是妖，这二者大有不同。还是说说你给鬼怪唱戏之事吧。宁某倒是有些好奇，天子脚下是哪个妖怪竟敢偷人寿元？不瞒先生，此事学生也觉得尤为蹊跷。金三爷之前也随我一同去看过，还请来过上京城的城隍大人，那夜我的寿元又少了几分，但城隍大人也未曾看出是哪个妖怪在作祟。连城隍都看不出来，不该如此才对。听你的意思，你的寿元不是一次性被窃走的。城隍大人陪我观望过，我的寿元是一点一点少的，而非一日之事。竟有此等事情，为何自己算不出来？其事实竟受天机掩盖。若是天机混沌，算不出来，宁凡倒还觉得正常，但如今这般，却好似是因为天意不愿告诉他答案，这着实是有些怪异。先生，此事颇为蹊跷。按照我对妖魔鬼怪的了解，他们有此等本事瞒过城隍大人，大概也不会图谋凡人这点寿元，更别说还是这样连日作祟。就算要做，也应当只有一次才对。到了如今，其实学生也释怀了许多。既然找不到答案，那便就当作是命数罢了。此事确实要个结果才行。先生，这结果怕是不好再寻了。这也不单单是你的事。曹发不知道支书的事，宁凡也不会去提。支书还未曾做出选择，若是曹发知晓了，支书生出不舍，想入轮回，但念未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们先回去吧。不该如此，不该如此。先生，该吃饭了。吃不了这么多菜，其实不必这么麻烦的。先生老是这样。这饭呢，吃一次少一次，说不定再过2年，先生便瞧不着我了。宁某说教你长生之法，你又不愿意。云香自己会，何须先生教呢？所以你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又是怎么想起来的？不太清楚，其实从很早之前就有了。最早的一次大概就是那块玉佩，后来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就会想起些事情，都是支离破碎的。慢慢的年纪大点了，那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拼凑在一起，逐渐就完整了。所以当初先生让我成为自己，也是因为不想再耽误我，对吗？那若是没有前世的事情，先生会带着云香吗？吃菜吧，先生。先生知道往生经吗？宁凡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，他看向云香，一瞬间便明白了过来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只可惜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能跟我说说以前吗？先生想听，那竹溪就说给先生听。宁凡总算在这些话语之中，对于竹溪有了更多的理解，不再是像曾经那般只知小琪喜欢吃蜜饯，饭菜很好吃。那话语里的曾经，也不禁让人沉思。更多的则是不解与困惑。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，宁凡再一次感到了困惑。是了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似乎就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。在我是我与我不是我之间徘徊不定，像是折磨，却又奇妙无比。快要入夜的时候，云香便回了对门，院子里再度安静了下来。宁凡躺在长椅上，想着这一日是如何的清静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自己越来越讨厌这样的清静了，好像越是安静，自己就越是觉得不安。若是当初，院子里应当有只调皮的猫儿，白日里也有小平安和小如意闹腾个不停，还有是井间卖鱼的老人家，还有许多许多。他越来越俗了。宁凡以为这应该是件好事，做一个平常人，每日流连于市井之中，听着叫卖与熟人的招呼，久不会腻。进来吧。
支书的事要看他自己如何决定，你我都少做周旋，明白吗？先生，红锦舍不得支书姐。支书更偏向于去轮回，是吗？其实我也明白我有些自私，但我就是舍不得。云姐姐也跟我说过道理，我不想听。小孩子通常都想不到那么多。我就是小孩子。是啊，所以你不愿意听这些道理吗？唉，真的想不明白。宁先生，你说为什么人要考虑这么多事情呢？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愿意，什么不愿意？难道什么事不都是自己开心最重要吗？是啊，那你觉得支书舍弃了寿元，如今成为魂魄，他开心吗？做事要考虑自己开心，这当然无可厚非。可世事难料，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悲喜交加的，于是变成了愿意跟不愿意之分，而不是开心。唉，宁凡，我想喝酒。宁某这儿可没有酒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宁某就是一穷二白，孑然一身的。要是换个人，如果是云姐姐，先生也会这样吗？你好冷，你本来不是这样的才对。早年在莲花池的时候，你往我嘴里灌酒，那时候的你多洒脱呀。可你现在真的好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如果是当年的你，你一定会挽留云姐姐，而不是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让她自己去选。人怎么能一点私心都没有呢？宁凡听后愣了一下，私心？是啊，于红锦的话好像一下刺中了宁凡，好像许多的事情变得规矩了起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宁凡将自己的心思藏了起来，在许多事情处置上也变得好似平淡了许多，从未站在某一边过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问的这些，宁某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问了自己，却也始终都找不到个答案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宁凡也没有印象了，他变得不像自己了。书接上回，说那少卿独领汉将，赴死北境。少卿本有绝世之才，无论门道、武道，皆可称得上是当世少有。只可惜天不眷顾，实乃让人悲叹。我之前听人说起过这个少卿，还是在南域的时候，听闻这位上京当年本是个修道中人，下山过后读书1年，变得榜眼，后来就去了上京海翰林院，出来过后在刑部做事，后被提拔至大理寺少卿。常少卿，先生知道？早年见过。那岂不是说早在景时？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，你本来见识就广，大抵都猜到了许多事情。先生应当是认得这位少卿的吧？当年我南下行至秋月坊的时候，曾遇到一位扫山门的老人家，在他的口中曾听闻过一些故事。这个故事跟一座叫做流云的道观有关。流云观早年时，观主乃是洪三才，旗下有3位弟子：玄天、玄帝、玄黄。洪老观主先试过后，天地2徒下了山去，玄黄独自一人留在山上。隔年雪灾，玄黄道长收养了5个弟子，以药为名，常山、商路、玄参、紫苏、南星。可惜的是，南星在那场大雪之中失温，寒气太重，最终夭折。先生，金三可否将这些记下来？那宁某便慢慢与你说，无需着急。紫苏与商路后来如何了呢？此事或许你可以查查西萧的史料，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关于商路的事情。紫苏则是在北漠时被上仙收为了弟子，早早的就不在人间了。至于玄参，他们下山过后，宁某便没再见过他了。早年的时候曾听说他在西北军伍，后来就不知道去了何处了。先生，据乡史记载，当初常少卿赴死北境，其实也并没有死，后来被俘，关进了大狱之中。早年的时候，我曾听上京城的阴神日巡游说起过此事，说当初那些人本该是要被砍头的，但在那日却出了乱子，说是有仙人下凡救走了常少卿，还有桃花上仙前来也救走了一人，救走常少卿的，莫非就是紫苏？不错，那位桃花上仙呢？桃花上仙啊，你还记得我方才跟你说起的桃树吗？先生在流云观里种下的桃树。不瞒先生，当年的时候我也去观中看过一眼，桃树的确是有，但却已经枯死了。那棵桃树便是所谓的桃花上仙，也是那一天观里的桃树才枯萎的。宁凡又说起了童之幻，他忽然觉得有些奇妙，自己的这些经历好像真的就像是一本书一般。他一一讲述起了这里面的故事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还有想听的吗？还能问吗？当然，不算打扰。那先生可否与我说说玄天、玄帝2位道长？他们2人啊。先生醒了啊？睡得有些久了。不算久，先生想要休息多久都行。你一直在写？记得快，后面自然还是要顺笔的。吃了饭了吗？没呢，正好到了时辰，我这便吩咐人去做来，先生便同吃些吧。也好。
茶楼的伙食比以前好多了。茶楼的伙计之前在酒楼后堂帮过工，学了这么几手，算是捡了个便宜。曹发呢？正午时来了一趟，我一时脱不开身，便让茶楼里的伙计带他出去了一趟，算锁时辰，也快回来了。什么事要去这么久？宁某见他好像也有些腿脚不便，去看一位故人。哦，宁某之后应该会去上京城一趟，顺便的话也能查查是什么原因。会不会麻烦先生？不麻烦，顺手而已。而且宁某也很是好奇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寿元被窃的？我隐约间觉得这有可能不是妖魔作祟。不曾想一别多年，清仙观已然这般恢宏了。恢宏是好，但却也有坏处。虽说我道门乃是正统，但事实上入我道门之人，其实多也各有心思，而非一心向道，良莠不齐，终会生出祸端。宁某才到片刻，道长怎么就说起这般事情了？贫道这些年一直被此事困惑，如今先生前来，好似救星一般。道门有道门要走的路，这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宁某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是贫道唐突了，先生此番上山来是为了何事？来看一位老朋友。两人聊了片刻之后，便顺着这条小道一路往前，一座座小山包矗立在那里，这里比以前热闹了不少。最前方的3座墓，视线风景都是最好，风水异事。3座墓，一座埋葬着清仙观指玄真人，另一座是他的好友，再往一旁便是宁凡的故人，那个曾经在青山城里卖茶水的黄老头燕黄楼。先生一直记得这些故人吗？那是当然，修行修的是心。宁某此生少有朋友，走一程再归，旧人却已不在，留下这么一座小山包以作悼念。若连他都忘记了，那曾经的一切又算是什么呢？既是修行，那如果忘掉这些，还算是修过吗？先生所解，贫道不及也。不是不及，而是不同。世上修士万千，所行之路也有千千万万。宁某与你们都有不同。世人若学我，如同入魔道。世人若学我，如同入魔道。哦，是心魔。先生，修行一定会产生心魔吗？自然，心魔也并不是说就仅仅只是心里过不去的事情，更多的则是修行路上遇到了许多疑惑。若是什么都明白，那又何必修行？多谢先生指点。宁某就是随口一提，道长也不用这般给宁某面子。说到底，我也只是个寻常人而已。不是宁某故意这样说，而是宁某的确是想做一个寻常人，安安心心活那么一辈子，最后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为何呢？先生修行的目的，就算不是为了成仙得道，也应当是为了些其他的什么吧？但为何却又要重归于本呢？我的修行便是归于凡人，大不相同，大不相同。另有一事，宁某想问问道长。先生请问。山下有一片桃园，此前是一位叫做阿青的姑娘在打理，她近来去了何处？道长可否知晓？阿青居士是先生的朋友。先生，阿青姑娘受上仙指引，入了仙门，去往仙界了。入了仙门。阿青居士根骨上佳，且通灵气，早年时上仙便曾与我说起过。后来我与阿青居士交涉过一番，但却都被拒绝了。也是前些年的时候，阿青居士却好似是想通了一般，便来到山上，再由贫道引荐的上仙。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不敢欺瞒先生，这一切都是阿青居士自己的决定，不管是贫道还是上仙，都未曾强迫于他。只要是他自己愿意的就好。另外，我也想请观主帮宁某一个忙。先生请讲，贫道力所能及，必定竭力相助。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阿青留下的桃园，如今是旁人在打理，少了阿青，这桃园越发有些不像样了。桃子青红不接的，许多都不甜了。道长若是有空，还请帮忙照料一番。作为酬谢，宁某愿为清仙观留下一字以镇山门。先生当真？就当是宁某给故人的安身之地留个保障。贫道代清仙观修士谢过先生。只是小事罢了。全城子激动无比，有此一字，就好似有了护身符，至少可以保证青山城在危难之际可有底牌。这般恩情，他也默默记在心中。先生您看，写个什么字好？道长以为呢？贫道怕是不敢决定。不妨便写一个清字，水清，多一抹水，多一抹圆。道长以为如何？全看先生。多谢先生。只是小事而已，道长不必这般客气。师傅，魏王爷正在关外等候。贫道知晓，稍后便去。魏王爷也信道。魏王爷病到家去世，但在一些事情的理解上，却又与道门之理不谋而合。早年的时候，他便时常会来山中与我相谈，一来是问家国之事，二来则是讲农桑百姓之事。宁先生不妨与贫道一同见见这位魏王爷。宁某正有此意。见过魏王。多日未见，不知道长身体如何？
有劳魏王挂记，贫道一切都好。不知这位是？这位是宁先生，曾是祖师好友。宁某见过魏王，见过宁先生。上次前来与道长聊起农桑之事，所行确有奇效，却不天时忽变，封地以北忽有干旱之事，不免有些担心。王爷，天时天象乃是天之所意，原传神靠通天江，水源不断，就算是干旱，却也不见得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当年襄太祖时，景人谋反，就曾战自青山城，随即2年干旱，颗粒无收，这才致使那景人叛军兵败山岛。有此前车之鉴，但王爷应当有所措施才行。魏王实在是为难贫道了，贫道乃是修道之人，所知也非全面，这水利天时之事，贫道又怎能给出意见呢？或许王爷应当去问问手底下的谋士才对。本王就是闲来无事，就想说说而已，光顾着说话了，险些忘了这位先生。宁某只是碰巧前来，你们聊便是，不用顾忌宁某。却也不能落下先生才是。道长说先生曾与其祖师有旧，可先生却是看着很是年轻呢。宁某的前辈与玄成子道长的祖师曾是故友。原来如此，这般说来，宁先生也是修道中人喽？是也不是，是也不是，就是不纯粹。先前宁某听玄成子道长提起过魏王，这样的不纯粹，应该与魏王有些相似。但王毕竟是王爷，在此乱世所在意的，应当是黎民百姓与家国政治，故而也不纯粹。宁某却是不同，宁某这人懒散自由，瞧见什么都觉得有些意思，这里学点，哪里学点，便算不得纯粹了。先生这样倒是逍遥自在，也算是吧。宁某听闻魏王如今居于曾经的禹王府。禹王府，魏王不知道，这本王倒是没听人说起过。景时那里便是禹王所建的府邸，或许是后面换了名字的原因，所以魏王才不知晓。那里当真是曾经禹王的府邸，为何我来此这般时日，却从未有人与我说起过？大概是因为过去的太久了，记得的人也寥寥无几了。倒是想请教先生一二，若是如今所住乃是景时禹王府邸，那本王在住在那府邸之中，是否会有些不妥？魏王爷不必担心，天下如今而非景时，景人、湘人、北漠人早在许多年前便已融合，对于这般事情，也不会有什么人过于在意了。那便好，倒是省得麻烦了。却不知宁先生在哪高就，还是说与玄成子道长一般，亦是修行中人？宁某不过是个游人罢了。那宁先生定然是去过许多地方喽？这倒是。早年时，本王曾与一位江湖武人相交甚好。前些年，他忽地告诉我说，他要去往仙界，走的时候告诉我说，他去的乃是蓬莱仙岛。从此，他便一去不回了。却不知先生听说过这蓬莱仙岛吗？魏王爷的那位故友，可是一位刀客。先生怎知？先前的时候，宁某也听人说起过，有位刀客去了蓬莱仙岛，直登仙界了。此事莫不是真的？得看魏王爷问的是什么了，是蓬莱仙岛是否存在，还是说世上是不是真有仙人？自然是蓬莱仙岛。其实说来，本王对那所谓的仙道并不感兴趣，只是那所谓的蓬莱仙岛，听了总是会让人好奇而已。据宁某所知，这蓬莱仙岛之名，似乎也只是人传出来的，也无从考究。可对，这个本王倒是不知晓了，也不曾查阅过这些。取了个名字叫蓬莱仙岛，却也不见得就真是仙人之岛。宁先生所言不错，所谓蓬莱仙岛，也只是某人口中一想而出的名字罢了。那岂不是说，本王那位朋友一去不回，乃是丢了性命？人各有机缘，也不见得就是如此。魏王爷也应当相信你那位朋友才是。我倒是不明白，世人一个个都想着成仙长生，有的甚至因此变得魔怔。这长生成仙又有什么好的？修行一词在那些神鬼志义里被污名化了。修行便是修行，与长生成仙应当是两种概念。修行的目的也不是单纯的为了长生或是成仙才对。魏王爷对修行颇有理解。与道长相识许久，偶尔吃茶闲聊，总是也明白一些道理。如今世道商人递减，但本王却很看好商人。但若重商道，便会落人口舌，且有言道官不与民争利，但若无利益牵扯，这商道何来发展？故而头疼。魏王爷看待事物有新的方面，这尤为可贵。商人的地位的确低下，但若是加以管制与利用，那的确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，甚至于商人能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存亡。却也不见得会这样严重吧？若是商税超过每年国库入账的一半的话，魏王爷兴许便能感觉到商人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了。先生，这不是说笑，商税怎会超出一半之数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或许在不久之后，魏王爷便能够看到一些苗头。先生可是发觉了什么？莫非商人要大兴？却也说不准，只是有这种可能而已。但其实早便有些许痕迹显露出来了。魏王爷应当知晓那唐氏商行，商人一道，在这乱世之中，定会有大用。魏王爷顿了顿，随即思索了起来。提起那唐氏商行，他便有些不悦。早年的时候，他可是吃了个亏的，但他却又不得不承认，那唐氏商行的确有不小的能量。
天下各地的商路70%都是唐氏商行所开，其所牵扯的利益也是巨大的。魏王所治之地，民生安好，故而百姓都惦记着魏王。常言道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民生亦是如此。宁先生，你怎么好像什么都懂？天南地北的走，与人聊的事多了，自然知道的也多了，就算是信口胡诌，也能说上几句。宁先生却不像是信口胡诌啊，在我看，许多事情上先生说的都犹未在理，只是一些有理而已。宁某多数时候都只说些歪理罢了。当年我爹跟着太祖打天下的时候，吃的也差劲，我也跟着吃，比这都还不如。硬的咬不动的炊饼，还有冻得像铁一样的肉块，都是好早之前的事了。不曾想魏王连这些都经历过，就是因为都见过，所以才明白民生为何如此重要。宁某先前从西北一路而来，途径中至城的时候见了那平条入城之事，却不知此法是魏王帐中何人想出来的。先生对此感兴趣，此法颇为有效，故而想见上一面。回头本王请先生到府上一叙，另外给先生引荐。多谢魏王。却不知宁先生如今住在何处？青山城的传风巷子。传风巷子就是王爷你当年吃了亏的那条巷子。宁先生与此事有关？传风巷子里所住之人都与宁某有救。其实说来，魏王吃的这个亏也跟宁某有关，因为是宁某让那老者留在哪儿保护云姑娘的。王爷，此事既然知晓，为何却又当着我的面说出来？魏王爷不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吗？此事既已作罢，说上一说，又有何妨呢？好的，魏王爷，你吓唬归吓唬，这桌上的菜可还得吃的，洒了怪可惜的。王爷息怒，王爷息怒，你倒是大胆。宁某就坐在这儿，魏王爷若是今日能奈何得了宁某分毫，宁某便随王爷你姓。方才闲聊时，怎么没见你如此嚣张？宁某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宁某倒也有些疑惑，魏王爷既知民生之重，也知商人之机，却为何又要用那般下作的手段，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怀恨于心？宁先生，宁先生，您看。魏王爷，你的一番见解，宁某倒是认同的，但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宁某却是有些看不起。你懂什么？商道不开，各地闭塞，民生虽是稳定，但长此以往，必生大乱。若非如此，本王又何必出此下策？俗话说以理服人，魏王爷的理就是拳头吗？气煞我也！这，你说我手段下作，我且问你，这世上权势之人，又有几人敢说手脚干净？且不说他们只是为了一己私利，我魏王出此下策，全是为了民生，为何不可？我且问你，为何不可？唐氏商行的人不是人了。魏王爷张了张口，却又没反驳出个所以然来。他也知道这事是他自己不占道理，但他就是不想承认，自己好歹是王爷，难不成还要他低头认错吗？本末倒置。哎，魏王爷少砸桌，宁某饭还没吃完呢。先生先吃，贫道与魏王爷聊聊。别拉我，魏王爷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我让你别拉我。这魏王倒也还好，就是嘴硬，真是反了天了。魏王爷，都已经过去的事了，不如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本王不要颜面了，又没人知道。道长懂个什么？道长，天色不早了，宁某便先下山了。先生莫与魏王计较，魏王爷他就是脸皮薄，其实心里面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。道长又在背后说本王，贫道怎敢呢？哼！魏王爷倒像头驴。你胆敢骂本王？宁某当然是在骂你，不然能夸你吗？哼！本王大度，不与你这般无理之人斤斤计较。好啊，若是真的大度，魏王爷便去给商行的云姑娘道声歉，那宁某便信了魏王爷是真大度。你当你是谁啊？你让本王去，本王便去，你便老实等着吧，不用等到明日，今晚本王就会派人来请你去大牢里坐坐。求之不得。真是气死本王了。王爷切不可一错再错了。本王没错。王爷好自为之。接着，哪里来的酒？街上打的蛙。喝完回去你又得挨骂。骂就骂呗，反正喝进肚里了，吐不出来了。你这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我是鱼，而且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讲道理，我要是不喝酒，那我就不会开心。我被云姐姐教训，我也会不开心，但我喝了酒就会开心。如果最后都会不开心的话，那我干嘛不喝呢？讲的这般拗口，却也有几分道理。是吧？宁凡，这酒不好喝吗？也挺好。那你怎么这么奇怪？哪里又奇怪了？不知道，就是觉得有些奇怪，就好像，反正就是不像以前了。好像是的，宁某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这酒变了滋味，没有那么喜欢了。对茶也一样，少了几分喜爱，更多的时候都是在借酒消愁。
对呀对呀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喝酒了？那当然不会，宁某自来都好美酒，只是不如从前了而已。喜欢喝酒，那就喜欢喝酒，怎么还会不如从前喜欢呢？是不是像男人喜欢女人那样，宁凡你也喜新厌旧了？这又是谁教你的？街坊邻居都这么说，男人女人都一样，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，不都是一个道理吗？所以你不怎么喜欢喝酒了，那就一定是喜欢别的东西去了。这二者可没有多少联系，道理也不是这样用的。那该怎么用？该。宁某跟你一个小孩子较什么真啊？你才是小孩呢。我倒是想做个小孩，做个孩童多好啊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什么都不用考虑。可是不行啊，他宁凡命里就是缺少了一部分，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这一辈子都要去追去抢，纵使停下步子想要回头，但一样会有人从身后推着他走，这完全不一样。故人已去，花叶凋零。这便是先生的曾经吗？老曹，我想着或许我也该写些别的东西才是。这不是在你自己吗？不过你得赶快点，我也不知晓自己还能不能再站在台上说你写的东西了。会有机会的。有劳大人了。进3次，怎么了？这是不是他？是不是他？你快帮我看看，快帮我看看。什么他？是不是啊？我们追上去。你先去，别管我。要是他的话，你就回来告诉我。我不行了，我这腿脚追不上。废什么话，我背你去。留步。这两位是你生前的故人吗？不是。走吧。别走。因私行事，凡人回避。他在这儿吗？他。你们认错人了吧？什么？活人挡路乃是大忌，若再不让路，休怪我动手。你是不是知书啊？你是不是？你在哪里？我看不到啊。你认错人了。真的不是他吗？不是。这样的一句回答，金三爷确实犹豫了良久。他想，或许支书也承受了难以言喻的苦楚。这世间人与鬼又怎有往后呢？不如相忘于此。那道身影越走越远，阴差的目光落在支书的身上，他隐约间听到了细微的抽泣声，但到底却又没开口劝慰任何东西。他一路将支书送到了传风巷子。劳烦阴差大人了。应尽职责。另外，往生一事还望支书官姑娘考虑清楚，亡魂留在人间到底是不应该的。呵，哈哈哈！坏了，支书姐回来了。你要挨骂了。别，让我躲。宁先生可曾歇息？你端着酒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。宁先生，吓死我了。你不是不怕挨骂吗？我哪里怕了？我怎么可能会怕？那你方才是怎么回事？你小点声，院子隔那么近，万一被支书姐听到了，那可就不好了。说不定支书就在门口等着你呢，而且反正你要挨骂的，不就是个先后吗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现在被抓到，肯定被骂得凶些。等一会支书姐不怎么气了，再回去，顶多会被教训几句。唉，小小姐还真是人小鬼大。你等会，我再看看。支书姐，打扰宁先生了。没事，这丫头可是喝了不少酒，得好好教训才是。你竟然过河拆桥，不可对先生无礼。又喝得一身酒气，小小姐什么时候才能戒掉喝酒？小姐知道了又得生气了，多有打扰，先生莫怪。小小姐真不能再这样喝酒了，万一吃醉了没人知道，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支书姐，我怎么会出事呢？也怕个万一吗？这不是有支书姐跟云姐姐吗？小姐年纪也大了，早不如从前了。我和小姐哪能一直陪着小小姐你啊？支书姐你要走？支书不走，小小姐莫要多想。好了，快回去睡了，别让小姐知道了，不然你又得挨骂了。于红紧张了张口，想要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却是被支书给推进了屋里，关上了门。他愣愣地站在门口，好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忽然间有些心慌了起来。支书坐在院子里，他舒了口气，看向了头顶的明月，一回头来，却是看到了那楼上窗后站着的云香。云香同样也在看他。支书顿了一下，有些意外。片刻后，云香从楼上走了下来。打算走了吗？
小姐现在看得见我？看得见。小姐，支书要是就这样走了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世上总有离别的时候，但纵使是来世，也说不定还有再见的时候。小姐，真的有来世吗？我听城隍大人说，人的来世什么都记不得，什么都忘记了，就算再见，那又怎么会记得呢？不记得才好呢。支书有些不明白，他看着小姐，莫名间却又觉得有些陌生。眼前的小姐好像与往年大不相同，好像不是他一直以来认识的那个小姐了。人这一辈子从无名出来，归于无名处，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宿命。但与其说这是宿命，倒不如说这是归宿，都将会经历的。当然，我也希望你多在身边待久一些，但对于你而言，在人间待得越久，就越是不好。小姐跟小小姐往后，我会看好这丫头的。小姐，支书还不想走？没事，不想走的话，那就留着，也不会有任何人怪你。不哭。支书本就比云香小那么几岁，其实相比起来，支书更像是云香年轻时的玩伴。从云香成为唐府小姐开始，便一直跟着，直至头上生出白发，阴阳两隔。支书却又摇头，他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有时候选择总是那样让人纠结，这样好，那样也好，反反复复，不得结果。云香坐在一旁陪了他许久。支书姐，支书姐。小小姐怎么还不睡？睡不着。支书姐你哪也别去，就在红锦房里好不好？小小姐乖，之前不一直说要做个大姑娘吗？往后可得习惯一个人睡才行。就今天。于红锦缠着支书，最终支书也无可奈何，便进了房中，坐在那床头前陪着于红锦。他是鬼，当然是不用歇息的。于红锦其实也不用，但这么多年下来，他确实已经习惯了。因为不管是支书还是云香，都不曾将他当作是妖怪来看待。云香见此，便也回了楼上歇息。他近来很少出门了，一来是腿脚不便，二来则是心情也不是特别好。当逐期的记忆重现之时，隐约间他好像明白了很多道理，但道理明白的越多，却越不见得是什么好事，人也变得沉闷了许多。小小姐睁着眼睛可睡不着觉。支书姐，你真打算走吗？如果支书姐你要走，一定要告诉我，不能悄悄的就走了，不然我会很难过的。小小姐，睡前可不能想这么多东西，有什么事明早再说啊。支书姐，你先答应我。支书答应小小姐。拉钩。何人在外？你开门便是。那可不行，不知何人在外，宁某可不开门。你开不开？不开。我是魏王。哦，原来是魏王爷。知道了就赶紧给本王开门。不开。你开不开？魏王爷白日里可是说要带着人来抓宁某的，宁某怎敢开门呢？就本王一个人来的。你一个人，宁某也不开。宁某这院子，魏王与狗不得入内。你胆敢羞辱本王？宁某就是羞辱你了，不服你就带着人闯进来啊！好。本王不是找你麻烦的，你且开门。魏王爷，请坐吧。魏王爷深夜造访，不知是有何事？莫非真的就像是白日里所说，来找宁某麻烦的，甚至都不想等到明日？魏王爷，这是何意？白日里玄橙子道长在，本王拉不下脸面，如今就我二人，本王为当初之事赔礼道歉，这画件就当是欠礼了。欠礼？喂，你笑一笑就行了，也别太不把我这魏王放在眼里。不笑了。不过宁某倒是有些好奇，你真的是魏王吗？我不是魏王，难不成你是啊？那你让给我当吧。滚！开个玩笑。你是真不把本王看在眼里？都是人，难道因为你是魏王，宁某就要高看你一眼吗？更别说魏王爷是变相的得罪过宁某的。谁得罪谁啊？我的人都还没动手呢，就全都被那老家伙杀了。你知道养这么一批人要花多少银子多少精力吗？我说魏王爷，你今夜不是来赔礼道歉的吗？怎么还这么理直气壮？讲道理，难道本王就不可怜吗？手底下的人被杀了不说，还得来赔礼道歉，还要挨你的骂。等王当上王爷过后，就做过这么几件错事，就在你这吃了瘪，还被你抓着不放。或许王爷也该庆幸自己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。你口气倒是不小，本王是不想昧着良心。所谓修行，切不可有心魔阻挡。你真当本王是怕了你吗？兴许呢。这话值钱吗？本王送你的礼，你难不成还想拿去卖了？魏王爷不会随便找了腐烂鱼充数的话就来了吧？怎会？此话值钱？值点钱。是吗？魏王爷是从何处得来的这幅画？此画就放在本王书房，尤为珍贵。随手拿的吧？怎么会？话可不能乱说。这画卷宁某便收下了。若是有朝一日魏王爷想要回去，
便来找宁某就是了。送出去的东西岂有拿回来的道理？当年的时候，宁某没仔细看这幅画像，也没想过当年禹王竟然长得这般俊俏。禹王，多的便不说了，多谢魏王了。小事，不过话且说好，此番过后，当年之事便一笔勾销，谁都不可再提。本王也算了却了一桩恩怨。魏王爷，这事宁某说了可不算。你这是何意？你还想再占本王的便宜？那云姑娘与你有何区别？当然不同，宁某是宁某，云姑娘是云姑娘。你早不讲，本王与你唠叨半天，岂不是浪费时间？魏王爷怎么能怪宁某呢？宁某可没让魏王爷来赔礼道歉。好，画匠还我。魏王爷刚才还说不拿回去呢。你刚才还说要还我呢。不作数了。本王也不作数了。你堂堂王爷怎能这般不要脸？你瞧这人模狗样的，你又要脸了。嘿你什么你？休得对王爷无礼！住手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哟，魏王爷不是说就你一个人吗？怎么巷子外面守着这么多人啊？哦，莫非是时刻准备着将宁某拿下？原来魏王爷竟是此等做派啊！宁某算是见识了。妈的，你胡乱说话！你妈的！爷，你个姓宁的，本王真是给你脸了！你们在这做甚？滚出去，外面待着去！滚！本王给你个单挑的机会，别说本王欺负你。这话应该宁某来说吧？嘿，吃本王一拳！你怎么回事？魏王爷，你莫不是看宁某细胳膊细腿的就觉得好欺负吧？实不相瞒，宁某练过武的。你不早说，不打了。本王乃是君子，不屑与你动手，暂且给你个机会，你认个错，本王便不计较了。宁某也给魏王一个机会，你认个错，宁某就不计较了，不然宁某便揍得你落花流水。你别乱来，不然本王喊人了。你把那些侍卫都喊进来，全喊来，且看宁某能不能连他们一块揍了。魏王爷眨了眨眼，确实有些迟疑了。当年的时候，那老者可是杀了他17、8个暗卫呢。那这人呢，又是什么本事？那可不成，他可不能白白吃这么个亏。你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宁某就在这等着。你等着。慢走不送。呸！小人做派。这魏王还真是有意思，完全不像是一个王爷，反而像是一个胆小的地痞流氓。这巷子真是热闹起来了。我瞧您气质不凡，不像是寻常的市井小民呐。您说笑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大人物。您看那个大人物天天跑来这吃面的。那可说不准来，虽然才见了几面，但我就觉得你一定是有本事的人，往后肯定会成大人的。那不行，做大人哪有做这么个市井小民舒服啊？回头再来吃面，再会了老人家。哎，好嘞。呸！晦气！你那些个侍卫呢？干你何事？好大的火气啊！方才不是还笑着的吗？怎么看到宁某就垮起脸了？莫不是对宁某有什么意见？你明知故问是吧？你是不是明知故问？哪能呢？不过你来这干什么的？你就不怕街上冒出个刺客来一刀给你宰了？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是真遇到什么刺客，本王干脆也别当这个王爷了。真是自信。那是当然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去，本王没心理你。来碗面。这2天没怎么见你来，咋了这是？不说了，一肚子气。你跟方才那位穿白衣的先生认识？他认不得，他时常来你这吃面吗？倒也没有，昨天来过，今天又来了，聊过2句。爷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呐。不知道了吧？你瞧这些人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实际上心里坏得很。之前的时候我瞧见他。不应该啊，我瞧着不像啊。这算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下回他来，别卖他面了。这小子坏得很。人要吃，我也不能不卖吧？这不是得罪人吗？不成。怕啥？回头找我。他要闹事，我巴不得。我在衙门里有人。那便不卖了吧？对喽。啊，先生，吃过饭了吗？吃了。你这徒弟说书说得不错，比宁某厉害多了。那倒是没有先生厉害。
厉害就是厉害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宁某就是半吊子。你这徒弟怎么了吗？不是徒弟的事，是学生想求先生一件事，先生可否让学生看见鬼神？为何忽然想看这些了？学生想看看，就是好奇。宁凡看着他，曹发老了，却越发的不会撒谎了。他思索了片刻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这对宁凡而言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是，是学生唐突了。一刻钟，你只有1刻钟。多谢先生。先生今日来得这么早，闲来无事。对了，学生想问先生一件事，关于支书的吧？先生知道。你昨天不是见过他了吗？真是他，可是为何支书的魂魄？算是一个意外吧。可是昨日他为何？兴许是不想让曹发惦记吧。人已故，阴阳两隔，其实应当少生牵连。见面却又不能相认，这……他方才就坐在这里，问宁某借了一法，1刻钟内他可以看见鬼神魂魄。先生借了。宁某也想问问你，你觉得我这样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金三爷张了张口，却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先生，是对还是错？金三爷也说不上来。做有做的道理，不做有不做的道理，二者其实都没有错。我替曹发谢过先生恩情。怎么搞成这样了？你见到了吗？宁某就先回去了。多谢先生了。这是又去哪乡下了？喝喝茶，听听书。倒是你，似乎很少见你出去过。有时候静坐着要舒服许多。是吗？还是得多走走，坐久了要病的。先前有个人来了巷子，那人我之前好像也见过，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方才他来了之后倒是挺奇怪的。奇怪？大概是来拜访云姑娘的吧。但是到了门口，他却又没敲门，几次伸手却都缩了回来，最后就坐在了墙边上，什么话都不说。我还问了他一句，他也没回答我，我也就没再理他了。是吗？怪事的很，他坐归坐着，但后面那院子的门不知道怎么的就开了。我开始的时候以为有人，但却又没察觉到气息，还特意走出去看了一眼，的确是没人。或许是风吹开的。不能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推开的门跟风吹来的门哪能一样？反正是怪事，而且我也不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了。隔壁院子那扇门经常有这样的事，你跟我说说，那院子里怕不是有什么妖魔鬼怪？那门开之后呢？就没怎么了啊。那个坐在墙下的人看了几眼就走了，话都没说一句。不过我瞧他神色倒是挺奇怪的，犹豫不决的样子。这样吗？我方才问你来着呢。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？你想多了。欧阳锋明白了过来，宁凡既然这样说，那就说明绝对是有了。不过看宁凡一点不担心的样子，那大概也不用在意什么了，想来是没什么危害的。多出去走走，宁某先回院子了。这就不聊了，回头再聊。是决定好了吗？支书已经想好了。所以是打算按照规矩去往阴司轮回，还是怎么？先生，如果还是拿不准主意，那就再想一想。支书恳求先生，可否让支书暂且留在阳间，陪着他走完这剩下的岁月，到时候再入轮回，可否？可否？只是这1-2年，1-2年。你知道，若是再继续待下去，你要承受的是什么吗？支书曾问过城隍大人，若只是这半年，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，但若是再久，宁某也没有把握能不能保下你了。能否再有轮回倒是次要，宁某怕你待得太久过后，恐怕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。若是这般，倒不如就进那鬼修一道，虽说最终也是魂飞魄散，但至少那便进那鬼修一道。是不是因为今天在门口看到他了，所以你才忽然改了主意？支书是看到他了，但是跟他没关系，他也没看见我，我只是舍不得。这样吗？宁凡轻叹一声，他想，或许曹发在某一刻明白了什么，所以尽管见到了，最终却还是装作什么都看不见的模样。这世间的情谊，着实让人难解。成为鬼修过后，其寿可谓无穷，且受天地厌恶，难得超脱。活得越久，便越是煎熬。你所认识、所亲近的人都将逐渐从身边离去，但你却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。虽说有伟力无穷，亦是使人长寿，但真正遇到过后，其实许许多多的人都不愿意久活于世。支书明白。你真的明白吗？明白。院角的树飘落下一片叶子，那片叶子落在土里，来年将滋养此地的草木。良久过后，院中传来了一声叹息。宁凡在支书的眼中并没有看到任何的盲目与无知，相反的，他很认定自己的选择。这样的事就与见与不见一样，选择如何都是没有错的。在旁人的眼里，或许他去往轮回
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但在他自己的眼里，此一刻便是最好的抉择。纵使往后万劫不复，他大概也不会后悔。那便随他的愿吧。宁凡也将竭尽全力去帮他，只希望往后的往后，他不会像自己一般落得这般下场。想说输了，想是想，但是你看我现在，一段话都说得吭吭哧哧的。怎么说啊？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小声唠叨几句嘛，旁人不听，我听啊。那就说一段。说一段。说那冬月时天降大雪，寒风凛冽，后庙茅草堆中。曹先生威风不减当年，不减当年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怎么不说了？我喜欢听，继续说吧。好好好。爹爹，不好了！动物世界4大事件以我鼻子太长为由，竟要联手灭。支书往后可是苦了。他自己觉得值得，那便足够了。云香喜欢这样的先生，有人情味些。宁某什么时候没有人情味了？曾经的先生总被道理拘泥于一处，对便是对，错便是错。若是分不出个对错来，那索性就不管顾。先生如今这般，其实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欣喜，有同情，有悲悯，而不是照着道理做事。宁某上辈子也是这样的吗？上辈子还要厉害些，还要孤独些，是吗？却是从未见过。唉，往年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先生只是现在的先生，云香只是现在的云香。如今我也明白了许多，此生短暂，顺利过去了，便算是心满意足了。全都在你。先生，这盘棋先生若是输了，那明日就要给云香买些蜜饯来吃。好。云香也是笨，一直以为是先生喜欢吃蜜饯，还年年给先生买。上次你给的宁某都还没吃完呢。他是都坏了吧？没呢，放得好好的。要吃吗？宁某这边拿出来。我不要，云香要吃先生买来的。先生你输了。哎，这怎么输了呢？我不管，反正先生输了就是输了，说好了的。好好好，明日便去买蜜饯。有时候他也有些错觉，面前的云香其实年纪也已经很大了，但偶尔间宁凡却又觉得她还是当年那个胆怯的小丫鬟。不过这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一碗面。来得早啊！对了，您跟昨天那位是认识吗？他算是认识吧。原来如此。怎么了吗？他是不是在背地里说我什么了？那倒是没有。老人家不必担忧什么，我跟他关系好着呢，平日里就是闹着玩，没什么别扭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还以为你们二人是有什么仇怨呢。那倒是不至于。你们这关系还真是好。哎，我早年的时候倒也有那么几个一块闹在一起的朋友，后来嘛，出走的出走，离世的离世，倒是让我蛮羡慕的。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？说到底就是潮起潮落，人聚人散。是嘞，凡事看清些，才能过得好。自当如此。来碗面。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宁某先来的，阴魂不散的应该是你才对。老人家，不是说好不卖给他了吗？你欺负一个老人家算什么本事？干你事了吗？你似乎没带护卫吧？你想干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光天化日的，你胆子可真够小的。我才不与你逞这些口舌之力。都是朋友，没什么好吵的，坐下好好聊聊，不纠结了吗？我可没有他这样的朋友。你以为宁某稀的你？你可小心点说话。喂，我可没什么气度。行啊，改日叫上你的护卫，你就看是谁打谁就行了。到时候你不叫上一声宁爷爷，我可不会放你走的。我怕你。叫，你现在就可以回去叫，宁某就在这里等着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何一点都不怕我？你谁啊你？哼，年轻真是有劲头啊！昨日答应你的蜜饯，可是难得。什么难得不难得的？说起来，你本是眼线人士，大半辈子却都落在了这青山城。眼线我也不熟的，青山城好多了，待久了都熟了，不也一样是家吗？重要的是先生也时常会回来，偶尔能见上一面，多好，不是吗？宁某何德何能？先生少言语，都是曾经的事了，何必叨念呢？知书的事，云香替他谢过先生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其实说来，宁某还是更担心往后他该怎么去度过漫长的岁月，会改变一个人的。谁知道呢？先生，如果我还有下辈子的话，咱们还是别见面了吧。怎么忽然说起这些话来了？云香想着，先生你多了呀，明明是不喜欢的，只是心里过不去。有这一辈子够了，云香没算过总共有几天，但是应该也好是足够了，逐期也好，云香也罢，都觉得足够了。宁凡沉默着，他有些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他回答不了云香的话，但这人世间的情欲无一例外，
却都是自私的，可他却总是都在为宁凡考虑，从始至终都是如此，少有过自私的时候。谁呀？是你？干嘛来找打呀？我是来拜访你家小姐的，不知云姑娘可在院中？不在不在，走走走。哟，这不是魏王爷吗？稀客啊！性命的，昨日王府走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难怪昨天闻到一股子糊味，原来是你家啊！我他妈！你以为你会点道法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回头我叫一群人来，看你能怎么办。宁某就是了不起，怎么了？本王今日尚且有要事，回头再与你算账。好说好说，宁某今日也不干嘛，就坐在这看你笑话。红锦，谁在外面？云姐姐，是上回那个魏王。魏王，去开门吧。进来吧。哎，就你进来，别的人在外面老实待着。你瞪什么瞪？穿身衣服神气什么呀？都在外面待着。王爷，本王说话你们听不懂吗？你不神气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之前也是穿你们这身衣裳的，里面有个比你还神气的，他现在坟头草都有1丈高了。骂得好。哎，有酒没有酒没？我的喝完了。等晚点的，你云姐姐看着呢，宁某一会也得挨骂，悄悄的。这魏王来干什么的？谈生意呗。什么生意呀？生意是后面的事，他今日是来攀关系的。攀关系？不是有仇吗？攀什么关系？这位魏王虽说有些不着调，但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却是从不会含糊，也舍得拉下脸来。他看你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不简单，你该不是被那个什么魏王给收买了吧？宁某可不像你那样，一壶酒就能打发了。说的我好像很不值钱一样。魏王找你是为了商路的是吧？他希望我帮他跟堂哥儿牵线，他这次是真有些挺不住了。他开了什么条件？魏王是个放得下身段的王爷。有多放得下？他该不是给云姐姐你跪下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事。显然的，于红锦说中了，在那过去的1刻钟里，这位魏王当真下了跪，这已经不是能不能放下身段的事了。所以最后是如何决定的呢？其实之前的时候，堂哥儿就料到魏王会找到我这里，堂哥儿也预料到了魏王即将迎来的处境，所以早便将这些事都安排好了。他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堂哥儿，这事也说不准，但想来他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应当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小孩子可听不懂大人的话。来得够早啊！我在等你。为了画像的是吧？你故意整我的吧？那唐氏商行根本就是你在背后运作，是不是？魏王爷未免也太看得起宁某了。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商行的云姑娘指名道姓的要那幅羽王像，恰好不好，我前2日才将那画像给你，那画像屁都不是。你若说跟你没有关系，谁信呢？谁告诉你那画像屁都不是了？你少在我面前故弄玄虚，就那样一幅画，未免还会弄出花来不成？你就是诚心刁难我。真不是。行，随你刁难，我真认栽了。你烧我府邸的事也算了，等忙到给你赔礼道歉，你看成不成？我魏地商路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别完了成吗？宁某这人向来有1说1，有2说2，也不至于这般小肚鸡肠，使这样的手段来愚弄你。那画像真是碰巧。那你跟我说说，那样一幅平平无奇的画像能有什么用？总得说出个理由来吧。若是那画像认得魏王，那便不寻常；若他不认得，那就再寻常不过了。神神叨叨，你这人怕不是什么江湖算卦的骗子出身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我可否拿回那幅画像？自然可以。不过宁某也有些事想问问你。天下诸王相争，你觉得谁最终能坐上那个皇位？你问这个作甚？你难不成不看好自己？那你看好谁？晋王。为何？晋王是这些人中心思最为缜密且最明中庸之理的人，他所治理的地域总是说不上好，但也说不上坏，只有如此，软硬兼施，既得民心，也得兵力。他和你熟吗？他与我并不同姓。异姓王。据说曾经的晋王是当年太祖亲自册封的，乃是从龙之功，后来子承父位，也就是如今的晋王。他爹善武，但晋王却是一点都没学到，不过他的谋略却异于常人，算是补其父之缺。不过如今之地域，想来应是比较安全的。
话是这样说，但其实最不安宁就是这儿。别的王爷或许还有喘息之机，但若是魏帝出现半点差错，那另外几位都会借此生事。看起来魏王爷的压力也挺大的。回头你派个人来，将那幅画给拿回去吧。你不问些别的了吗？就算有，宁某也不见得能问出什么来。什么有的没的？没什么。为何还是什么都算不出来？想来燕如初的死或许不是舍弃了寿元这样简单，就好像当初的赵祯一般，但似乎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过。怎么感觉这天地似乎有意遮掩一些东西？这么多人，宁凡也有些意外。他的目光朝里面望去，却见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峦矗立在他的眼前，他不禁皱了皱眉，觉得有些奇怪。这山门的规模可不小，早在赵祯在的时候，就有意无意消磨江湖人的力量。按理说，这样的门派不该存在才对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却也释然了。这南烟门或许本就是个特例。宁凡目光往一旁瞥去，只见一位身着锦衣华服的公子哥朝宁凡望来，四目相对之间，二人都是一顿。眼前的公子哥乃是女子所扮，宁凡只需多留意一眼，便能看清此人是第3季第2集方妙所扮的。这位仁兄也是上山学艺的，来瞧热闹的。那倒是正巧，在下秦川与兄台一样，也是来看热闹的，不妨结伴而行。听着倒是不错。你好像很是高兴，能有人结伴而行，自然是高兴的。上山吧。秦兄是做什么的？跑江湖，就是四处帮人打听事情，再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卖给别人，这样。那宁某可否向你打听一些事？宁兄想问些什么？关于山上的南烟门的背后，是不是还有旁人？宁兄也有察觉，所以是真有此事？还不确定，看样子这一趟我跟宁兄都是抱着同样的目的来的。巧了，巧了。据我们猜测，南烟门背后站着的极有可能是魏王。魏王？宁某觉得或许并不是魏王，南烟门的势力非比寻常，并非魏王就能掌控得了的。你方才说你们，不知宁兄可否听说过白夜？那是什么？一群人，一群青天白日却又藏在暗处的人，卖消息的。对，是我这般的，还有千千万万平日里看起来没什么，或是伙计，或是街上乞讨的，又或是衙门里的捕快，甚至是当官的。听起来倒是挺厉害。这南烟门倒是特别，这种土楼易守难攻，要比那些个气派的殿宇有用得多，就是看着像是土匪哦。话说，如今这南烟门明面上是何人在掌权？传闻说是个不男不女的人，太监。不太清楚，这人没露过面，也只是传闻而已。诸位远道而来，赏我南雁门几分薄面，多谢多谢。此番传武那图，有上乘武学，亦有宝剑兵器，且道。这一番的话，大体意思就是南烟门愿弘扬武道，其一是收徒，其二便是传授南烟门的武学，就算不入南烟门，也能学得一二，就好似道场讲道一般，为的是弘扬道法。说实在的，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。一个门派的基础便是武学，更别说南烟门以剑法与烟生气血闻名天下，如此却是大方的将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，做好事却也没有这样做的。这倒是的确有些让人想不通。宁兄，你先去吧。你呢？我自有方法进去。你是怕被发现女扮男装的是吧？宁兄知道，不难看得出来。总之你先去就是了。却不知这摸骨以何为依据？看你筋骨的硬度，这决定着一个武者气血的上限。我们南烟门的武学也需门槛，自顾自练很容易就会出问题。原来如此。你这骨龄，你多少岁了？才籍贯没2年。我再摸摸，你且等等。你随意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行了，你暂且过了，下一个。竟然还有腰身在里面。那摸骨的人没为难你？那倒是不至于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翻进来的。怕是没有这么简单吧？南烟门的防守可不薄弱。你别管就是了。接下来还要干嘛？据南烟门的弟子说，接下来就是讲武，听说有4轮，最后还在的人就能学到南烟门最深层次的武学。这倒是有些古怪。是啊，我也有些好奇。台上这位天心武师在江湖上很出名吗？早在好些年前就很是有名了，西北人士，曾是佛家的门徒，后来还俗过后便入了江湖，以指点人武学闻名，销声灭迹了一段时间，出现在了南烟门。曾是佛门中人吗？这天心武师也有许多不好的风评，有人说他并不是自己还俗，而是被逐出了佛家，因为其进了江湖之后，行了不少杀戮之事，手段残忍，像是毫无人性一样。竟是个女子。
天心武师曾是尼姑庵里的佛尼，兴许也是因为女子气血生来不如男子，所以之后才以指点武学而闻名的。且进讲武且分三堂，人、地、天。讲武途中不得喧哗，不得提问，若困乏倒地，或是有头晕异样，还请尽快出笼。接下来要讲的乃是人篇，天象武学，以人为初始，幼而先天，不染污浊，气血却非充盈。这有些不对。吾知小尔等以为此为邪门外道，然武学之变却在其中，有言道破而后立，方才成心。武之一字，与气血密不可分，气是一乐，血又是一乐。神为何？神为精神，乃是脑中府邸，所思所想皆在于神。神虚无穷，意念无穷。神之一字，可控自身，可长气血，可变阴阳。果然啊。此符乃是天地凤凰，神之祥瑞，诚心观想，可觉神魂之变。吾随之传尔等观想之法，望尔等藏在心中，将此神鸟之图亦葬于心中。原来是第2季94集那头邪凤，这南烟门之事是他的手笔。这是什么？先别管，一会再说。竟然没被控制，过来，坐下。这是怎么了？天心武师身体抱恙，讲武就此终止。先生，别怕，早年在水晋城的时候，血肉横飞的你都见过，这样的小场面可没什么好怕的。先生你，方姑娘，许久未见，可还安好？先生，下次能不能换个时候相认？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不留下来看热闹了吗？你这次来，不就是想看看这南烟门到底想要干什么吗？这不正好，宁某带你亲自问问去。天心武师这是要去哪里？阁下，你我无仇无怨，何必来管这闲事呢？佛家主精神，你学的本领却也不是这样用的。人世间自有规矩，宁某不处你，待到天降雷罚，你一样也躲不过。笑话，我犯了何罪了？何至于招来天雷？你可知你在帮谁？我助仙官行事，乃是功德一件，你此话何意？仙官，既然你认为自己所做之事乃是功德一件，那为何又要跑呢？连你自己都不确定，又怎能妄言这是功德一件呢？且少言语，有何指教，尽管道来。宁某只是想问清楚一些事情，也没打算要你的命。你且问吧。你那所谓的仙官，也就是那头邪凤，如今在何处？他不在此山之中，他只是让我配合南燕山的人做一些事情，事成之后他就会回来。他允诺了你什么？你不说也无妨。宁某便问下一个问题，他让你行此事是有何目的？他未曾与我说过，不过这观想之法在佛家的技术之中有愿力之效，可固神魂，或许是他神魂上受了很重的伤势。这样吗？再说说这南燕山吧。一群凡人而已，有什么好问的？这南燕山掌权之人是何人？是个太监，应当是宫里来的，我也只见过一面。可知他姓名？这南燕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你到底想问什么？宁某这不是在问吗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个稍微大点的武林门派，你还要问什么？赶紧问了，问完了我好走。莫慌莫慌，你方才说他让你配合南燕门做事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今这南燕门的掌权之人早已被蛊惑了，又或者说此人就是听命于那邪凤。关于南燕门的事，我的确了解的不多，你若是想知道，倒不如自己亲自去问问。我能走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宁某只是说不杀你，可没说你就真没事了。想走？金蝉脱壳，原来是一只缠妖，可惜了。你若是一心钻研佛法，说不定往后定有一番成就。可修行良久，却只学了些蛊惑人心的手段。蛊心禅，蛊心禅，可惜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方才那个收袖子里了。先生是神仙，只是修行中人，神仙还说不上。走吧。当年的时候，那个牙人没送你回去吗？怎么如今混起江湖来了？送了，但街坊邻里的人都说我不干净了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索性便不待着了。机缘巧合的就进了白夜，于是就成了这么个跑江湖的。真是造化弄人啊！反正现在是活得好好的，到处跑也能见识不少东西，江湖上也有不少有趣的人，比当别人老婆好多了。自己觉得开心就好。先生在第3季第2集救我于水火中，往后我想跟着先生，就在先生身边当个丫鬟，暖床也行。先生会错了意了，是那种暖床。不必不必。
那个先生会不会觉得我是什么浪荡的女子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报恩而已。倒不是那个意思，宁某只是没有这些想法罢了。是因为修行需清心寡欲吗？就好像和尚那般？那倒不是，宁某并非佛门中人，也非道门中人，没有这样的规矩。这样吗？总之，先生考虑考虑吧。方妙的确想跟着先生做个丫鬟、暖床什么的，先生不要便不要，想要便想要就是。宁某不需要什么丫鬟，你有你自己的事，怎么活怎么过都是你自己决定。再说吧，再说吧。速速下山，谁还不滚？不知是先生当面，杨浦造次了。又遇见了。先生什么时候来渊川了？早2日到的。我也是才回来，这些日下山清费，费了不少时日，一回山就遇到了事情。先生若是来做客的话，恐怕是得改日了。我们门主有令，外人今日不得留山。杨兄弟不妨去通报一声，宁某此番正是来拜访你们门主的。若是先生在下这便去通报，只不过我们门主不一定会见您，所以他或许会见我的。先生认得这具刀杨浦？前些日子打过交道。他似乎对先生你很是敬重。我与教过他的一位师傅，乃是旧相识，算是有这么一层关系。原来如此。我们门主有请，随我来吧。奴婢见过宁先生。多年不见，洪公公瞧着苍老了几分。咱家等凡人，自然不如先生。先生寿元无穷，不曾苍老，咱家只寿不过数十载，匆匆似是流水一般。倒是先生，多年不见，先生模样依旧神采奕奕，令人神往。天心如今已被宁某收服，只是仍有些疑点。先生且问，奴婢知无不答。南烟门与那邪凤有关。我从宫中出来过后便遇到了他，借陛下此前留下的玉符压制了那邪凤。据他所言，当时他神魂大死，再加上他当面承受了县官之事，也应当受天子调遣，故而陛下留下的玉符会起效果。思来想去，便与他做了一门交易。所以这南烟门其实还是燕如初走的一步棋，江湖的力量也不可遗忘。陛下他有先见之明，随咱家一同出来的几位，在这江湖上算得上是总是水准，南燕门也有一呼百应之效。所以他告诉你最后是要辅佐谁吗？陛下做事向来缜密，不到时候我们这些人是不会知晓自己要辅佐谁的。他也是真够谨慎的，不过也挺胆大，也不怕给这一切都闹没了。不知公公还知道其他人吗？这些年我也派人去查过，倒是也查到不少人，但却都确定不了。类似白夜这样的组织，咱家总是觉得这或许也是陛下的手臂。另外还有几个独立的人。白夜幕后的人，宁某认的，他不是为燕如初做事的。白夜是一个中立的组织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毫无背景的组织，怎会发展得如此之快？原来如此。那个白夜是有什么不好吗？姑娘不必担心什么，白夜不同于任何门派。他什么时候安排你做这些事的？我听杨浦说，南烟门似乎早就存在了。早在8年之前。他到底是要算计多少人才满意？但愿他能选一个明主。另外还有一事，关于仙官还有那邪凤，那邪凤非同寻常，最好还是不要与其扯上干系。其次就是仙官一事，虽说燕如初留下的玉符有天子气运可催使他们，但在另外几位仙官眼里，这却是没有效果的，所以你也要慎重。多谢先生提醒。先生慢走，之后常来啊。江武只是就此终止，另外之后不必再追查白夜的事了。从今日开始封禅2个月，昭告江湖。杨浦明白。先生认得官家？认得，喝过茶，吃过饭。那刚才那个洪公公此前在先皇身旁侍奉，乃是宫里的大公公了。哦，先生住哪？青山城传风巷子，巷子进去右转，最里面那家便是了。闲时倒是可以来玩。宁某有事就先回去了。那好，那改日我再去找先生。那就先告辞了。这不是为王爷吗？你这样有本事的人，还需要在这儿弄这些小玩意？你是王爷，哪知道柴米油盐贵？老夫这一分一毫都得自己挣，哪比得上你？你能独自一人杀我10来个护卫，现在又来讲这种话？老夫早就不混江湖了。那着实是太可惜了。不如这样，你跟本王混，本王保你荣华富贵。就你们这巷子里的人，就没一个是瞧得起本王的，也是奇了怪了。这话倒是没错。我说真的，我是真想招揽你。知道沙穴道吗？江湖上最乱的地方。你要是能把那里打下来，我就跟你。那可说好了。你还真敢硬啊！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像你这样的王爷，再来3位，还得从3面包抄，才有可能拿下来。你就别做这青天白日梦了。你该不是怕了吧？你少激我。总之，我是不会跟你的。我这过得好好的，可不想趟这些浑水。
你话反正是说出口了，可没有变卦的话。但本王大度，便退一步。若是往后等王真的将那煞穴道给打下了，你便欠我一个人情，要帮我做一件事，如何？就这么说定了。谁答应你了？你回来的倒是巧。的确是巧了。我好歹是魏王，你不整杯茶水招待本王？你把门开开，喝点西北风还差不多。本王早晚给你们这传风巷子给烧了，本王就没受过这种气。烧呗，你有胆子就来烧，你敢烧巷子，下次宁某就给你烧纸。你还敢宰了我不成？你猜呢？本王今日懒得跟你吵，画像给我，我这便走。这就是魏王爷求人的态度。你这人白天还答应给我的。宁某这脖子有些酸啊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话也不用重复2遍，宁某听得明白。你让本王给你捏肩。这嘴也有点干吧？想喝杯茶？魏王爷好像不是很愿意啊。心甘情愿。宁某好像有些困了。你特么的！嘿嘿嘿嘿嘿，心甘情愿。呸！你大半夜的干嘛呢？吓我一跳。我吓唬你？你不是那个什么王爷吗？你有银子吗？借点，借点。借点？怎么没钱啊？没钱还敢装鬼吓唬人？你借多少？你有多少都借我吧。这是土匪巷子吗？哈哈，你是个好人。奇了怪了，既然这般普通，为何唐明镜会看中这幅画呢？来人！明日差人将这幅画送到传风巷云姑娘府上。属下领命。你昨夜去城外偷牛去了？那幅画到底有啥作用？宁某不知道。你就是知道，只是不想跟我说罢了。你这人向来小肚鸡肠。魏王爷不是也猜到那幅画有别的用处吗？但不也一样没提醒宁某吗？都是行的坑蒙拐骗之事，哪里又分大哥二哥？你对那幅画了解多少？那幅画本是禹王的东西。昨夜我查了史书，但上面对于禹王的记述却是少之又少，没能看出个所以然来。所以重点的确在于这位禹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付银两20。你要点脸行不行？要点脸。宁某当年在青山城说书的时候，一场下来赏钱都不止20两，这都算是便宜你的了。够不够？瞧着是够了。关于禹王的事迹，你可以去看看第2季43集，里面有关于禹王，也就是竹篮先生的信息。那岂不是说史书上面记录的是假的？既然禹王能学明仙法，也不该是个蠢人才对。宁某这次只解答你那幅画的问题，方才说的些许东西算是附赠。我有的是银子，这次可不是银子能换的了。魏王爷有时候知道的是越多，对自己反而越不好。尽管这些都是过去的事，但一样也是一种禁忌。所以禹王的执念是想改变大景的结局。不错，他想好了对策，便逐步安排起了一切，甚至于他也参选好了人选，为后来的事铺好了路。这座青山城是其中之一，那幅画也是其中之一。画里面有什么呢？魏王爷，既然已经不是你的东西，那就最好不要知道的才好。说的也是，我还是不知道才好。后来呢？没后来。喂，性命的，我可是给了你1袋金子。宁某只要了20两。哦，我以为是魏王爷财大气粗，1袋金子当20两使呢。你还真是厚颜无耻啊！说你厚颜无耻都是夸你的了。宁某反正找不开了。本王还想继续听。你再装，宁某就把你这碗面给扬了。不是，我这不唬人吗？在你身上是真的一点都不受用。你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哦。反正宁某都跟你说了，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好。本王终究是凡人，所以你跟禹王一样，也是修士，也有神仙手段。你觉得呢？太没天理了！你这样无耻的人居然也能成仙，我这样的人却只能做个王爷，真没天理。你比宁某还不要脸，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的？我比你强多了。你就是嘴硬。本王嘴硬，本王嘴硬。宁某忽然想起一个事，青山城的庙会为何不办了？也不是我不办，实在是没办法。你知道如今这天下的情况，这庙会费人还费力，实在是没什么意义，索性就不办了。谁不想要热闹些呢？再等等吧，等天下太平一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庙会不单单只是图个热闹？据宁某所知，如今魏地之中，他周之人几乎占了一大半，他们这些人
可是对于此地没有任何归属感的，你征兵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其实不是在于那些逃到魏地的百姓怕死，而是他们对于这儿并没有什么归属感。虽然你这位魏王待这些百姓好，但是他们却只是将这里当作是暂住之地。这太难了，你还需好好想想，其实还有许多问题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就是想诓我开庙会。正常人谁会这么想？猜错了吗？你猜对了，今日的面宁某请了。世上修行的人都是这样吗？哦，妙哉妙哉！什么是乐成这样？明日再来。竹先生，日上三竿了。竹生见过宁先生。宁某来时还在想，你兴许都不在青山城了。怎会？山好水好，怎舍得走？近来没做猜灯谜的生意了，庙会不办了，也就没怎么摆了。其实宁某这次来也是想问些事情，跟燕如初有关。他前些年不是离去了吗？但是他生前安排了一些事情，思来想去，宁某觉得他兴许会找过你，所以宁某是找你打听打听。他生前不曾找过我啊。话是这样说，但说不定你在他的安排里，有朝一日或许会有人求上门来。他要做什么事？说出来有些荒唐。这事我或许是帮不了他。他早便已经算计好了，只是看结果如何。他比竹篮先生还要执拗。有趣极了，吩咐下去，告知百姓，今年可兴庙会。还以为会考虑很久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发告示。你听说了没？今年要重新开庙会呀。宁某也是才听说。嘿，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换到些好酒喝。换酒？庙会上的人都是五湖四海的，人是五湖四海，酒也是五湖四海，我就拿青山城的酒跟他们换，好多都乐意嘞，顶好的酒也愿意拿一壶给我。为了喝酒，你真是想尽办法。若是平日里也有这般聪明就好了。你当我是那只傻猫，听不懂你在骂我呀？那可不是这个意思，这哪里是骂你，这叫劝诫。骂人还找理由，到时候我换到好酒了，指定不分你喝。不分我就不分我。说起来，这些年如意跟梨花回来过吗？没回来过呢，之前倒是寄了封信回来，写给三娘一意的，让我代交。这样啊。见过先生。宁某就是来看看而已，如今可还适应？比以往好些了，先前白日里怕光，只有夜里能出来，如今阴天也能稍微出门走动走动，全因先生知书才有如此。那便好，身子骨如何？有劳先生挂念，学生如今也还算康健。这丹药本是宁某早年所得，但到头来却没能起到任何作用，你便将这丹药拿去。虽说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这丹药大抵是很难为你延寿，但多少也能改善一下你如今这般境况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先生这般做了，那便收下就是了，再退回去便不好了。我受之有愧啊。宁凡不愿与之推脱，在这样的事上，他总是如此，想着与其劳道，甚至还有可能拗不过曹发，索性便就这么走了。那丹药早年是要给燕黄楼的，可是仔细想想，与其如此，倒不如给需要的人，留在自己手中也无任何作用。云姑娘吃了早饭吗？早间没胃口，不舒服。是啊，人老了，多少有些毛病。早年忙着商行的事情，经常饿着肚子，那时候倒没觉得有什么，如今才真是受罪。需要宁某给你看看吗？那倒不必了。话说先生今年着急着走吗？也不算着急，但要南下先去燕地，随后再去晋地，最后到上京。之前答应了一件事情，再怎么也要弄清楚原委才好。这样远啊？是有些远。堂哥儿也叫我去上京一趟，既然这般，先生不妨带上云香。宁某可是要绕远路的。不碍事的。若是为难的话，不为难。不早不晚，这庙会正好让我赶上了。如意笑起来好不聪明的样子。梨花不准讲话。梨花饿了。唉，可我们身上已经没有钱了。要不然我们先去传风巷子吧。梨花记得有头鱼好像很有钱。是条，不是头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不一样，就好像我可以说一枝梨花，但不能说一坨梨花。梨花才不是一坨呢，那我们还去找那头那条鱼吗？那是别人的钱，我们得自己挣。
不要，如意老是让梨花演傻子，梨花不要。那叫卖艺，哪里是演傻子了？就是傻子。那还吃不吃了？最后一次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，能懂人言的猫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先生喜欢吗？喂喂喂，别腻歪了，庙会都开始了，先生喜欢吗？哟，红锦。老板，猜对了送酒喝嘛？猜对了送。那不猜能送吗？你家大人来了。哎呦，又胡闹。见过宁先生。生意怎样？这会才入夜，生意不多，晚点就好了。挺好。天下都在打仗，这青山城却是越来越热闹了。毕竟已经好些年没办庙会了，今年难免人会多些。往年的时候，庙会上大多数都是寻常人，今年倒是多了很多江湖人，身上带着刀剑的也是屡屡可见。那位魏王爷也一定想到了这些，他可不简单，这是在钓鱼呢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糟了，你们几个速回王府，其余的人跟我走。可爱，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。不对劲。如意，那我们还买包子吗？梨花饿了。还买什么包子？先回家。梨花饿吗？如意，那头鱼。你是啊？你是平安？我是如意。是你这只臭猫，胡说八道，你才臭呢！臭猫，臭鱼，我现在可不怕你了。你以前很怕我吗？以前也不怕。哎呦，不准吵架！红锦，你知道里面出什么事了吗？说是杀人了。是假的，咱们先回去吧。云姐姐还在里面没出来呢。什么？不过应该也没事，宁先生也在呢。宁好人，令叔叔回来了。青山城百姓尽快回家，关门、关窗、吸烛，不得外出，不得出声，出门者格杀勿论。这位魏王爷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凡青山城住户备好凭令或户籍官印，受官府查阅，凡无凭令者，暂入大牢，查明身份后自会放出。若有反抗者，杀无赦。如意，方才那个人说什么？说是要什么凭令或是户籍官印，那我们有吗？没有，那不是。一会我们躲起来。咱们是不是要坐大牢了？没有凭令，你们怎么进城的？翻进来的。不成，我得离你俩远点，不然一会把我也抓走了。不准走，要一块坐大牢。听人说牢里吃不饱，梨花要是饿坏了，还能把你吃了。啊！臭猫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讲些什么东西？你才臭呢，臭鱼，臭猫，臭鱼。见过云姑娘，你就算了，嘴脸。动静小点。是来府上的刺客，有不少人想杀我呢。估摸着有不少人吧。挺多的，后院里大概也有几十具尸首，我这项上人头，挺让人惦记的。你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只是为了清除掉一些人？那不然还要怎样？光是个庙会就能除掉这么多人，不好吗？你还真是。我怎么了？主上，昨夜共74人欲潜入府内，逃了2人，其余72人全数拿下。好生看管，别让他们死了。进食，饿他们一阵再说。屋顶有什么好东西吗？令叔叔，如意这些年被欺负了吗？路上吃饱了吗？有没有饿着？饿着了，饿坏了，吃了上顿没下顿。想吃些什么？想吃剩饭。剩饭有什么好吃的？等着啊，宁叔叔给你做饭去。吃了饭就不饿了，吃了就不饿了。要如意帮忙吗？你就老实坐着吧。有肉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眼睛怎么红了？困了而已。是菜没放盐吗？还特意掉2颗眼泪水进去。哼，云姐姐到底是怎么看上你的呀？如意，你怎么能偷偷背着梨花吃好吃的？说好的同甘共苦呢？宁好人，梨花饿坏了，梨花也要吃饭。你碗呢？爹爷被如意给弄丢了。什么呀？明明是你自己忘在了酒楼里。吃饱了，梨花撑坏了，肚皮要炸了。撑了，我都不想动了。你们2个怎么一个样子？如意给梨花带坏了。对。瞎说，明明是你带坏了我。
如意在狡辩。歇一会儿，可莫要忘了把碗洗了。一会就收拾。肥了不少啊。是胖，不能说肥，肥就是好胖好胖，胖就只是胖。跟头猪一样。如意才是猪，当猪头秤都能卖不少钱。梨花是好猫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宁好人，梨花跟你讲熬。如意可坏了，他偷人家鸡蛋，还抢叫花子的包子，到处打家劫舍，呜呜。不准胡说八道。宁好人，你看他竟欺负梨花，不让梨花说大实话。梨花，你别跑。老人家来3碗面。这位莫不是夫人？老伯想错了，我是他侄女，喊他叔叔呢。这样啊，失礼。总是会认错的，无碍。令叔叔，我是不是老了呀？是，老姑娘了。才不是呢。你自己要问的。宁好人看人还是那么准。我听见了。好了，梨花本身就口无遮拦的，跟他计较什么？令叔叔，你是不知道他有多疑，以前乖着呢，现在说话可气死人呢。还不是跟如意学的。你再叫，你别以为有令叔叔护着，我就不揍你了。等你睡着了，我就给你宰了炖了吃猫肉。如意吃猫肉不是好人。咱们相当有缘啊，又碰上了。碰得好，下次别碰上了。我懒得跟你斗嘴，一天没吃都饿坏了。那些人都埋完了，怎么没见有动静？早上就弄干净了。这位姑娘是如意。女侠。你怎的知道？之前听人说起过女侠的名号，江湖上唯一一位冠以枪仙名号的女子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她是王府里那位。王爷也到街边来吃面，吃习惯了。你来到底是有什么事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本王就是来吃面的。是，你就是来吃面的。王爷看我做甚？这猫儿挺乖的，原来不是寻常猫儿。你要干嘛？你便直说，怎么拐弯抹角的？我来找这位姑娘的。没兴趣，别找我，我就是个混江湖的小角色，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的事，我可不想参与。原来是这样吗？这顿面钱我请了。另外，姑娘还是再考虑，如果改了主意，可以来为王府找本王。令叔叔，这人是有什么毛病吗？他一直都有病，晚上要去王府的话，便说一声。没有，如意不去。月影花寿，不成。你挺骚包啊！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本王有感而发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别磨磨唧唧的。你们传风向真是没正常人。罢了。有一桩事情你会感兴趣的。那你说说看，我怎么感兴趣？前些日子本王在京城的探子收到了一些消息，当朝中书侍郎于那朝堂之上与太子对立，挺身谏言，太子却因此生怒，隔日便暗中动手。不过几日，中书侍郎便被收到皇命，要他随队伍前往煞穴道，收复江湖人心。这与我有何干系？那位大人叫王平安，可惜了，那煞穴道鱼龙混杂，谋财害命之事屡屡可见，他这一去，该是会要了他的命的。你若是敢骗我，我定将你给活刮了不可。别激动，坐下说。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总算是说到正事了。你也是江湖中人，也知晓那煞穴道何其之乱，凭借姑娘自身之力，怕是难起什么风浪，所以本王愿助你一臂之力。如意昨晚上去哪了？没去哪啊？如意去找白天的那个男人了。令叔叔，我要出一趟远门。危险吗？还算危险吧。是吗？等这次过后，如意就不到处走了，就留在青山城，平平淡淡的过日子。对于宁某而言，一些事不过是抬手之间，所以令叔叔，如意不是小孩子了，已经有能力妥善解决这些事情了。这道符箓可在危难之时保你一命，但这符箓最好还是用不上为好，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好，如意为什么不带梨花一起？我可是要去打架的，但你只会拖我后腿。你乱说，梨花怎么会拖你的后腿？梨花比你厉害多了。不准去。要去。你不是不乐意跟我玩吗？这不正好吗？再说了，令叔叔不也在吗？你在路上不也一直念叨令叔叔给你吃的鱼干吗？那不一样，反正我要跟如意一块去，万一如意被人给一刀宰了，梨花会很伤心的。不准胡说，哪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他要去，你便带着他也是一样的，平日里也能帮上些忙。不带他，重死了，背不动。梨花自己会走路，那也不要，你走得慢。梨花也能跑得很快。这样吧，我明天给你答复，好不好？今天你就先住令叔叔这里。不要，梨花要跟如意一块睡，一块吃。哪有你这么粘人的猫？猫要矜持，知道吗？听话。如意不能偷偷摸摸的就走了。不会。
好人，如意为什么不带着梨花啊？梨花觉得为什么呢？难道梨花是个拖油瓶？想来不是，这一路不都走过来了吗？那为什么呢？如意有重要的事情，兴许是怕梨花跟着过去要受苦。梨花不怕受苦，梨花也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也行，也能不睡觉，反正就是很厉害，不是以前的梨花了。宁凡也没办法告诉他答案。猫儿长大了，话说出来，他说不定便能猜到。入夜过后，梨花便趴在墙头，时刻提防着如意偷偷跑路，但最终如意还是走了，走的后门。梨花亲眼看着他走的，梨花瞧着他，不明白为什么如意要这么绞尽脑汁的不带着他。令叔叔，我来送送你。送孩子出远门吗？做长辈的是该送送。令叔叔放心便是，不会有事的。如意好歹也混了这么多年江湖了。梨花她被他瞧见了，但是他也没拦我。猫儿他笨得很，令叔叔回头帮我好好照顾照顾他，我要不久就回来了。怎么不带他？他呀，就是指不聪明的猫，或者说就是个小孩一样。既然是小孩，那就让他一直做小孩好了，其他的就别让他见，也别让他知道的好。令叔叔，如意走了。宁好人早。梨花早，不过这会天似乎都要黑了。如意没回来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吗？所以接下来一段时日，你得跟着宁某了。跟着宁好人能吃饱饭，比如意好多了。而且青山城梨花可熟多了。明日我们便要去别的地方了，之后也不待在青山城。跟如意要去的地方顺路吗？不顺路，不过这一路上梨花应该也不会无趣。云姑娘与于红锦也要一同前往，之后再去禁地，最后直去上京。于红锦啊，是那头鱼，它越来越香了。你这话真是有些古怪。有吗？小小姐，你是藏了多少酒啊？这么多酒，没法全带上的。宁先生有个葫芦，能装好多好多，我去找他。哪来这么多酒？这些都是红锦这些年藏在院子里的，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。这些都是我的宝贝。你这些酒都能去开个酒肆了。宁某闻一闻，不要你的。不行，还没到年份呢，开了就不好喝了。你自己买酒来藏。什么买的呀？我自己酿。不是，我去打的酒。你老实说，之前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们？我不敢啊。真是长本事了。鱼也能喝酒吗？臭猫，关你什么事？鱼不能喝酒，不然就不好吃了。云姐姐，你看这臭猫，它想吃我呀，它想吃我。于红锦不能吃。梨花已经不是傻子了。里面没土也没雨，这样藏着就没什么效果了。有便不错了。再说了，是你自己非要挖出来一块带走的，自己舍不得，还要求这么多，这可不是一个乖孩子该做的事。委屈我的宝贝了，好幼稚。臭猫，你才幼稚呢。梨花已经是见过世面的猫了。谁没见过世面啊？上京城我也去过，好多地方我也去过，龙宫我去过，荒海我也去过，我还是一个人去的。哼，你还有如意陪着，也不知道是谁没见过世面。原来是有世面的鱼，应该更好吃。你们两个到底都在说些什么？你们这是要走，是都要走？去一趟上京城，过段时日或许会回来。这些日子你也可以到处走走，这传风巷子也没什么事了。现在的日子就挺好的，我可不走。那便麻烦老人家看这些巷子了。既然你们也好好玩，又不热闹了。哟，老爷子起这么早啊？姓宁的呢？那可不巧了，宁先生才走，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。他出远门。走了，这家伙就这么走了。宁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，若是魏王爷想送一送的话，倒是可以往前追一追。又不是说见不到了。宁先生很少回青山城，上次回来还是3年之前的事情。姓宁的走也不打声招呼。你是要送宁某？本王耀眼瞧着你滚蛋。魏王爷真是死要面子。什么话？你这一去什么时候再回青山城？这可说不准呢，少则3年，长则
这怎能行？本王丢的面子可还没找回来呢，你就这样走了，一走3年，万一本王遭遇不测，那这仇岂不是报不了了？本王怎能含恨而终？听起来魏王爷好像对宁某恨之入骨。那是自然，放眼天下，还没几个人让本王这般丢面的，本王自然要记恨许久。那就多谢魏王爷挂记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到时候再算算账。那就到时候再说。也说不准了，万一本王在追逐大业的路上倒下了，那可就见不了了。本王还不想含恨而终啊。您且放心，若真有那一天，宁某一定回来的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好，行了，赶快滚吧，本王现在不想看到你了。愿魏王爷在追逐大业的路上一帆风顺。一帆风顺，该是我跟你说才对。有缘再见。这一路下来，燕地相比较于魏地还是差太多了，赋税也过于繁重，商税也重，足有4成，但里外都还需大殿，背后的加起来，估计还要多上2成。早年这南域之地遭了些苦难，大势降临，五方为敌，如此乱世，却也是我等难以去改变的。纵有先法，亦无法改变。宁某倒是见过一人，有人做成过。先生以为禹王所做之事一定瞒过了天意吗？云香也只是随口一提。宁某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天色不早了，先生早些休息吧。对了，明日云香要去一趟燕王府，先生要随同前去吗？因为来时那伙人倒也不全是，只是想看看这商道上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。堂哥儿在信中时常提起燕地商行受阻之事，趁此机会，我便想着查查账本，顺便看看这燕地的生意，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。那明日一同前去吧。云姑娘驾临，着实令本王这王府蓬荜生辉啊！王爷言重了，云香不过是个商人罢了，尚且还不能入王爷法眼。这位是宁某，乃是随行的马夫。这样吗？先前商行与王爷有许多合作，但多年下来，账目上却有许多出入，许是手底下掌柜起了贪心。云香此番想看看燕王这边的账本，虽说有些冒昧，但也是无奈之举。原来是为此事，这倒也无妨。小事啊，我这便吩咐人去将账目取来。本王就说这女人来者不善。王爷有些事，去把账本拿来，你知道的。听说这位燕王有龙阳之癖，如今见了，却是让人觉得传闻亦不定都是假的。你特意来问此事，看起来这位燕王的确谋了你家商行不少银子。听堂哥儿说，这2年下来，燕地至少有近30余万两银子不知去处了。30万两。燕地的粮食生意在商行的主要生意里算是大头，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，这里面的利润是庞大的，稍微少那么一点都是尤为明显的。这银子不一定要得回来，也没指望能要得回来，只是提醒一下他罢了。久等了，这便是今年的账目啊。云姑娘且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王爷何必将这样明显的假账本拿来？就算是外行，也分得清楚这账本是假的吧？云姑娘说话之前还是得考虑清楚为好，话出口可就收不回去了。前年少了10万两银子，去年少了足有20多万两，却是越来越多了。听云姑娘话里的意思，是觉得这些少的银子是本王拿的，云姑娘就敢保证不是你们商行的人手脚不干净？这次是非要查个清楚。你想怎么查？出至贵地，倒是碰上了些许不开心的事。到斐兰路也就算了，却又被官兵收了个茶水钱，足有100两之多，却也不知燕地的官府竟似土匪这般下作。竟有此事？这30万两，暂且不管是何方出错，但若查不出来，便两方承担吧。王爷便拿10万两出来，如何？本王知道了。还有那100两银子，也请燕王给我个交代，云香便不打扰王爷了。龙府，你命人去查查，这位云姑娘之前可是与哪位王爷有过交集？另外，去查清楚是哪些人收了那100两银子，全都抓出来关了。这银子他或许还是不会给。他肯定不会给的，此行也不过是敲打一下罢了。若是今明后半年还是如此，那就的确该考虑考虑了。若是粮食这门生意断了，燕地能撑多久？撑不过半年。燕地的命脉早已被商行抓得紧紧的。接下来的这2日，宁凡就陪着云香在燕地看了看，顺便清除了唐氏商行的些许蛀虫，就离开了燕地。燕王得知其已经出城过后，心中好似也松了口气，但燕王心中却又隐约有些担忧。经过这次的事，反而给他提了个醒。
不得不防备一下唐氏商行才是，自己也不能将宝全都压在这上面，被一个商人抓住命脉，那自己这个燕王还是燕王吗？云姐姐先前在那个院子里，那个什么姓沈的，云姐姐抓了他的家人，为什么？姐姐之前不是还教导过我祸不及家人的道理吗？红锦，你要知道，这世上人的心终归是经不起试探的。云姐姐这样做是不对的吗？这是于红锦的修行，需明白一个道理。宁某记得此地不曾有这样一条大河，这是运河，连通南北。什么时候建的？1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时候先生应该不在人间。那如今这条运河，如今也只能作为一地的运输，若是想从燕地去往晋地，还未至关便会被拿下。你想下河玩吗？不去不去，水太浑了。这条河怕是有些不简单。这条河竟是一尊蛇妖的气运所在。怕是不止，他这是在以河流之云窃夺水运。他想走水化龙，不单是借了水运，他甚至还借了人间的香火之力。如此事半功倍，水运与香火气运累积之下，他化龙不远了。而且我观这河中气运动荡，似乎已经要时候了，大概也就是这几日。是他。先生知道是谁？是第2季91集那头蛇妖。那时候他尚缺一抹机缘，不曾想这一转眼，他便已经找到了化龙契机。说起来，前世今生却也不曾见过化龙走水，先生可有兴致？宁某倒是无所谓。什么走水？化龙需历经天劫，牵动水势，走水入那荒海。可实际上此路是以王朝人间之气运推动化龙，人间气运越盛，走水也就越顺。如今天下割据之下，却不是个好时机，不能延缓吗？宁某如今观这气运，应当也是延缓了一段时日了，如今却是有些拦不住了，就好像是堤坝将他一般。墨渊便曾历经5道天劫，顺通天江入荒海，故而化龙。原来如此，这难不难？天劫难，走水一样不容易。墨渊当初便是9死1生。我好像听墨渊说过。走吧。外乡来的，算是。住店？多久？也就这几日。行吧，不过我家可不便宜，你要付得起才行。何价钱？半两银子一晚。来，我给你准备上好的房间。胡闹！如今是什么世道？且不知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。若是恶徒，我们这一家3口该如何是好？爹，我只是想，死老头，说就说，这么凶作甚？你武术的事，你莫不是忘了？咱们这营山房如今为什么少有人家在做酒楼客栈生意？不就是怕那些要命的人吗？那我让他们走，这就让他们走。回来，爹，暂且先让他们住下吧。如果真是歹人，我们如今再上去，万一……那个有酒吗？啊，有，我一会送上去，一会。不送上去，给我就行了，给我。多少钱？不要钱。小姑娘这样看我做甚？你们该不会是什么黑店吧？哪家客栈是又包饭菜又包酒水的？这就不值什么钱的，而且半两银子一天也不便宜了。什么半两银子一天？黑店？不是，我当时随便说的价，不是那么回事，真不是。不是，真不是黑店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啊？爹，别慌，咱们退一些就是了。我先去找那个小姑娘赔礼，爹你去上面找那位老爷。好。什么不要钱啊？估计喝多了也得要我银子，嘿，还是我机灵。小姑娘，你要喝酒？这是我的。不是，我是来赔礼道歉的。我们不是黑店，那些银子。什么银子？我没有银子，没有。不是要你银子，不是。没有了，反正我喝完了，不可能还你了。我先带你回去吧。不行，醉醺醺的回去会被姐姐骂。那为什么还要喝？饿了要吃饭的吗？说的确实挺可怜的，但是喝酒可不是小孩该做的事。我不是小孩，我是妖怪，吃人的那种。好吓人！我不回去，不回去怎能行？若是你家大人找不着你，可不得急坏了。醉醺醺的回去要被打屁股。我小时候也经常被我娘打，小时候都是这样的。可痛了。那下次就不要再跑出来喝酒。那酒有什么好喝的？你喝过酒吗？没喝过。我娘说女孩子家不能喝酒，酒是男人喝的。什么话？凭什么男人能喝，女人就不能喝？我这还有，你要尝尝不？啊，这酒你哪来的？你不是喝完了吗？藏衣兜里的。我这酒来的可不容易，你喝不喝？不喝我收起来了。不喝，瞎说！你明明就很想尝尝。我没有，我不想喝，一点都不想。
这么香，是桃子，尝2口。不知二位可曾看到我家妹妹？到现在还没回来。这个红锦，我们出去找找吧。大姐，喝。好，喝酒。大姐，你好香啊！不学好，不学好啊！咱俩完了。是你完了，我就站会，水洒了也没事，但你娘是真打你。还说话。宋婶婶见笑了，都是我家小妹不太懂事。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该是我家这丫头让您见笑了才是。哎，都是我们夫妇2人疏于管教，才让她带着你家小妹出去喝酒。哎。宋婶婶许是误会，不是宋姐姐带着我喝酒的，是我胡闹，要宋姐姐尝一尝酒是什么味道的。不必为我家这丫头开脱，我知道的，还不快认错。娘，我没有带着云家妹妹喝酒，我没有。你还狡辩？不是你还是谁？云家妹妹才几岁，她一个小姑娘，还真能带着你喝酒吗？人家为你开脱，你还真就应下了不成？娘，女儿就这样不堪吗？我再怎么胡闹，又怎会带着云家妹妹去喝酒？此事你还说你自小便不知惹了多少事，这一片哪户人家的儿女不曾被你打过？当初如此，现在更甚。宋姐姐没带我喝酒，是我让宋姐姐喝的。婶婶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也不要再说宋姐姐了，是我给宋姐姐拿的酒，不怪宋姐姐。自己胡闹也就算了，还要带着人家小妹，你不看看人家小妹多乖，此时都还为你开脱，害不害臊啊？我在你眼里就这般不堪吗？你要去哪？真是。宋婶婶，你误会了，此次真的不是宋宝的过错，早年疏于对红锦的管教，他年幼便染了些许酒瘾，所以红锦也不是在为宋妹妹开脱。宋婶婶，你错怪他了。哎，还请先生将那孩子带回来，这夜里不见五指的，总是让人不安心。好。你这次真是惹了祸了，回房里去，不许出来。臭鱼，别烦我。梨花有些不太懂，为什么那个婶婶不信你说的呢？因为我看着岁数小，不像是会干坏事的人。那宋姐姐看着岁数大，就是会干坏事的人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那个婶婶就一定认为是那个姐姐的错？你也不知道吗？反正酒是我劝着宋姐姐喝的。总之我做了坏事，要不然宋姐姐就不会挨骂，也不会被误会。误会？如意跟我说，这样的事应该不能叫误会。那是什么？应该叫偏见。如意之前跟我打比方说，假如村子里只有甲乙丙3户人家，甲家的东西被偷了，那么肯定就是乙丙2家做的，但甲平时跟乙的关系最好，下意识的就会认为东西应该是丙偷的，从而不会去怪乙，这种就是偏见。于红锦本来应该是懂的，但听了梨花这一番话后，反而是有些不太懂了，总觉得是乱七八糟的。反正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如意就是这样跟梨花说的。没事，宁好人去找了，那个宋姐姐会平安回来的，云姐姐也会帮你跟宋婶婶解释，宋婶婶也会给宋姐姐道歉的。宋婶婶她或许不会跟宋姐姐道歉。为什么不道歉？做错事了不应该道歉吗？做错事了的确应该道歉，但这世上许多的大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也从不会跟小孩道歉。或许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呢？不，他们知道，但他们不会道歉。于红锦常年混迹于市井，这些道理他再明白不过了。梨花听后沉思了起来，半晌确实没有声音。可就算他想再久，大概也不会明白为什么，因为梨花所接触到的人，从未有过像于红锦说的那样的大人。为什么？宋宝蹲坐在那生河的岸边，夜里的风吹得他发丝飘荡。自幼年起，他便不讨人喜欢，谁都取笑他。他生气，便要为自己找回公道，但结果却是招来了爹娘的不喜。再长大一些，便也明白了爹娘的苦衷，他也很少犯错了，可似乎却也没能改变什么。宋宝，来，快来！宋宝，我合妖，请天道香火之剑斩妖驱邪。城隍，宋宝，我这是我死了？那倒是不至于，只是受了惊吓，再加上此地阴气浓重，魂魄因此离体了罢了。我是鬼魂了？人能看见鬼魂吗？
寻常人自然是看不见的。你是神仙？只是略懂一些微末法术。神仙，我该怎么办？倒也不算什么难事，只是你要记得，寻常时候还是别往这河边或是暗淡的地方跑，尤其是晚上。宋宝记下了，还请神仙搭救。是梦吗？如果是梦，那自己又是怎么到的这岸边的呢？可是方才那个人呢？宋宝觉得很是怪异，这冷风一吹，确实令他打起了哆嗦。再想起方才发生之事，他也不敢再有任何逗留，连忙往家里跑去。待宋宝离开后，宁凡的身形再度显露了出来，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河水之中。来都来了，不出来见一见？生河水神龙荣见过宁先生，这是方才作祟的河妖，现已伏诛，交与先生处置。既是你所辖河道出的邪祟，也应当由你做主。既为邪祟，还是一会交给当地城隍处置吧，也能落个公正。理应如此。不过宁某观这河鬼身上阴气浓郁，却并非像是新生之鬼，想来是在此地作祟多时。乃是小神的疏忽，近来天劫将至，一心修行，忘记了这河中事宜，还望宁先生恕罪。严重了，宁某只是提那个一嘴罢了，没有怪罪的意思。先生宽宏，不知先生可忙，不妨去我水府一叙，也好招待先生。倒是不必了。先生可是觉得我早年作恶多端，故而有所嫌弃？近年来这南域生河周边风调雨顺，水运平稳，这自然也是你的功劳。又闻水神助人，行善是善举，宁某亦有听闻。所谓行善有报，既你心有所想，那宁某便与你一二言语。只是此言却并不是那么好听。先生请讲。各有各法，只知其行，只得其行，最终却是难有结果。香火化龙一道与那走水化龙都是化龙的法子，但是二者合二为一，却并不见得就会事半功倍，相反的甚至会起反效果。可天劫将至，已然。此番却只看你的造化了，请先生指点。善有善，恶有恶。你行善举，又生河两岸风调雨顺，固然是你的善，可你圈养河鬼，以人魂魄养神，宁某不收你，天也会收你。好自为之。宝儿，宝儿，爹，我在这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大晚上跑哪去？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让爹怎么活？爹，我知道错了。快，先跟爹回去换衣服。胆子也真是大，河边都敢跑去。以后不去了。愣着干嘛？快把这衣裳换下来。哎，笨手笨脚的，你个死丫头，冷死了算了，大半夜跑河边去，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还喝酒。哎，好了，快出去考考。哦，今夜麻烦客官你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人回来了就好，让客官见笑了。此时也不晚了，这丫头也回来了，客官不妨早些休息。我等我家先生。那位先生是您的？就是先生。云香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他低下了头，一时间却也有些无奈，但他也明白，有些话本就是他不能说的。宋宝的目光迷离，他只当是吹风吹得头疼，好一会便会好，不过似乎越来越迷糊了。孩子他爹，孩子他爹，烧得太厉害了，得赶紧找大夫。我这就去，劳烦姑娘照看一下，我去救回，去救回。孩子他爹，散。这是怎么了？孩子烧得厉害，他们夫妇两个着急忙慌的就跑出去请大夫了。这孩子先前才丢了魂，这会烧起来，怕是有些要命，倒是宁某疏忽了。先生再帮忙吧。先生，宋姐姐她……别担心，你宋姐姐只是着凉了，有些不舒服，坐在这睡会而已。回来就好。红景倒是懂事了不少。云姐姐好像街边的阿婆。我都这般大年纪了，可不是阿婆吗？宁好人，他好奇怪。怎么奇怪了？在梨花的目光之中，好似看到了宋宝身上飘忽不定的神魂，身上的3把火也有些晃动。没事，过2天就不晃了，不用在意。啊，那个宋婶婶道歉了吗？道歉？做错事了就要道歉啊！可是于红景跟梨花讲，说宋婶婶说不定不会道歉。怎么不讲话了嘞？没有道歉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吗？大概是知道的。那为什么不道歉呢？世上的人并非完人，许多寻常道理也不会完全展露在这个世界上。梨花听不懂，以前如意告诉我说，做错事就要道歉，不道歉就是没种，就是不是好人的意思。那梨花觉得宋婶婶是好人吗？不是吧，她好像对这个宋姐姐不太好。那你看外面的雨大吗？
大。若是这般大的雨，梨花会愿意跑出去吗？当然不会。不对，这跟下雨有关系吗？有的。虽然说宋婶婶没有道歉，但当宋宝回来着凉烧得昏过去的时候，宋婶婶立马便慌了神，只带了个斗笠便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找大夫去了。就好像你跟红锦一样，虽说你们两个时常斗嘴，但若是哪天梨花饿了，红锦兜里又恰好有吃的，她也愿意分给你。我才不分给他呢，不分。看什么看？你云姐姐的意思是说，宋婶婶无非是嘴硬些罢了，尽管嘴里念叨的都不是什么好话，但若是宋宝真的有事，最为担心的还是宋婶婶。大人与小孩之间的感情是大不相同的。梨花好像明白了，好像又不明白。大概是不用道歉便可以原谅得过错吧？是这样吗？从第2季80集开始重修，法力虽不如以前，倒也勉强够用了。宋姐姐，你醒了呀？你蠢猫，你干什么去？你来这里干嘛？看梨花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就是他们，也还有雷啊，但也不一样。他们现在被迫着在做着他们不愿意做的事。如意跟我讲，身为朋友，要是朋友有难处，那就要帮他，是这样的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蠢猫，你要干嘛？不哭，我来帮你们。梨花的机缘总是这样糊里糊涂的。我听红锦说，梨花之前在房顶上的时候，身后忽然出现了一道虚影，与梨花一般模样。那或许是曾经的梨花。曾经的。其实宁某了解的也不太多。当初墨玉也只说过，他与梨花当年被幻魔神君所服，替其做事。据言，梨花曾经也是一尊大妖，只是受玲珑镇压，导致妖力退散，早年的许多事情也都忘记了。有机会的话，先生还是得了解一番才是。那道虚影，也就是曾经的梨花，有能够从水神手中抢夺天势的本事，想来曾经也并非寻常之妖。水神化龙，雷雨聚首，天佑我等，当即以香火，这龙仙当真是什么都敢做，眼瞧着天劫将至，仍要用这般手段借百姓香火。且不止如此，我观那雷云聚集之地离营山房尤为之近，恐怕是故意为之。宁某知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了，我得去看看。万事小心。我也要去。下次一定。宁凡摇了摇头，独自出了门。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亮指引着宋宝往山林走去。宁先生来得早了，你这算不算恩将仇报呢？怎么又恩将仇报了？你便是看准了宁某不忍心看着这些百姓受天劫波及，所以才特意选了这样一个靠近营山坊的地方渡劫，想借宁某之力化解一部分天劫。早知如此，宁某当日就不该放过你。可惜已经晚了，天劫之事已成，无论我活还是我死，这天劫都会落下，先生一样也得扛此天劫。不如回头是岸。回头是岸。天不待我，我逼逆天，眼前唯一的活路便只有自己可以依仗。若是先生觉得麻烦，也可以现在便将我伏诛。你找人于那坊间散布民谣，不就是为了提醒宁某你仍是水神吗？宁某杀了你，这生河水势必然暴涨，这两岸百姓便会遭受劫难。先生不愧为聪明人。宁某也不作何，便就在此地看着你焚于天劫。先生就这般笃定我会败于天劫？宁某说过，天会收你。天为何物？若掌守天下，我便是天。你已堕入魔道。真龙也好，魔龙也罢，我的善不是我的善，我的恶却实实在在的是我的恶。既然天道不公，那我为何还以其为天？入魔非我所欲也，只是想求一条生路。先前还怕先生不会帮我，倒是多谢了那小姑娘。宋宝，宁大哥，宋宝，到这儿来。小姑娘家好奇心这般重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回去等着挨你娘的骂吧。先生是上年纪了，竟这般慈和。世间万灵不分3、6、9等，但却有善恶好坏之分。善恶不一样，也是3、6、9等。我行恶之始，便已是苍天眼中最下等。纵使从善，却亦无法改变。说我伪善，可所谓论迹不论心，伪善就不是善了吗？宁某早年也曾遇到过与你一般抱着同样想法的妖怪。先生待他如何？
宁某剥去了他的肉身，命他做城隍事宜，逼人间百姓除魑魅魍魉，无香火，无功德，长此以往，受300年寂寥。吾宁死也不受这300年折磨。300年后，道心破灭，心不在此，归降于这天理大道。我非是我，比死更难。天劫已至，那就请先生助我吧。捂住耳朵。八方香火，助我破劫。生河水势，为我护道。听雨，去护营山百姓，请天道相护。紫霄，这是紫霄雷劫。若不入魔，何来这般要命天劫？说到底是自取灭亡。何苦如此？不封魔，不成活。在那一道紫霄之下，他甚至不曾生出半点退却。他知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。他的算计是对的，若不入魔，纵使是清霄，他也难以抵挡。若非让宁凡入局，他方才便已然尸骨无存。世间魔道早已断绝，可这方才入魔，又怎可能积攒如此之多的魔气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？阿蛮，赵玉清，他怎么来了？阿蛮，先生，宁某没事，先将宋宝给带回去，我去就回。找死！你与阿蛮有交情？曾是云浮山主。那云浮山在许久之前乃是蛟龙盘踞之地，在阿蛮离世过后，将此地交与赵玉清，才有了这么个名字。但他前世如何，与此生毫无关联。你若杀他，我便杀你。好，那宁某便杀他。你想死？宁某死过千百回了，却不曾怕过。你宁凡就非要这般将世间的事情分得一清二楚不可吗？早年所行恶事，便已足够他死千百回了。愚公身为水神，却又圈养河鬼供养神魂。于私，他算计宁某，不顾百姓，甚至不惜引一凡间女子入局。他不死，愧对所有粉丝。你不必说这么多，我赵玉清从不认什么善恶，自懂事开始，我便只认自己的本事。谁惹我，谁便是恶，我便杀谁，从不是你这些冠冕堂皇的道理。你说的对，那他算计宁某，宁某杀他，有错？自然无错。不过你也要看他是谁罩着的，你要杀他，也须过了我这一关。早年事件却是不分伯仲，如今虽不如从前，但也愿意一试。赵玉清似乎也没料到宁凡会这样果断，他甚至也没想过宁凡竟然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他。也对，你本就是这样，从来只认道理。一剑霜寒，14州。我赵玉清乃是天下第一魔头，亦是天下第一仙剑。纵使你是宁凡，也不配与我谈剑。不要自寻死路。再来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有病？你宁凡就一点不怕死，就一点不怕死。说起怕死，宁某倒是不曾怕过。我给了你机会了，干什么还要寻死？你失去的退下不行吗？你那些个狗屁道理就有这么重要吗？自然是重要的，此为宁某存世之根本。
人生在世，人也会遇到许多事情，但似宁凡这般，却会逐渐走向淡漠。除却七情六欲之外，这般道理也是他宁凡对这个世道保持耐心的因果。若是少了这些道理，他终有一日会走向深渊。这是他宁凡的道，也是他活的道理之一。你就非要杀他，非要我选，天收不了他，那便由宁某收了他。也只有你宁凡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罢了罢了，我不管了。赵玉清明白，今天到底是争不出个你死我活了。一位是曾经的师尊，而另一位则是曾经的故人，二者皆是他不舍，倒不是因为宁凡更加重要，而是他不想管了。此事后来会如何，他赵玉清一点都不想管顾了。我再见见他吧。老山竹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你是谁？简而言之，你前世时曾对我颇有照顾。前世？我的前世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那最后一道天劫是你帮了我？我只是不想你死，只不过有人想要你死，我确实拗不过他，所以接下来恐怕要靠你自己了，我也没法帮你了。是宁先生，宁先生想杀我。照他的道理而言，于公于私，你都该死。他这人自来没什么人情味，我也习惯了。是如此，你帮帮我吧，我还不想死，我不甘心。老山竹，你这辈子的命却不是太好，犯了太多错了，我也不好为你开脱。你能斩破天劫，既如此，也应当能帮我拖住宁凡吧？你如果真是来帮我的话，就请。你想让我帮你拖住他多久？半个时辰，只需半个时辰。好。我在此拦你半个时辰，不多一刻，不少一刻。若再遇到宁某斩他，你当如何？我不插手。阿蛮，跑远一些吧。在赵玉清的阻拦之下，龙荣离开了这里。半个时辰后，赵玉清再一次带着失望离开了。他知晓遇到宁凡便不会有满意的时候，总是要走水的，只怕自己挺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一场天劫过后，风雨散去。对了，先生，宋姑娘听不见声音了。我先去看看。宁先生，你爹娘呢？宁先生你，宁某是以神念跟你交流，并不是你耳朵听到的。爹娘出去打听大夫去了。这是2颗花种，花开过后，取花瓣汁液滴入耳中，你的耳朵自然就恢复了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这2朵花却并不是这般好种的。今日之事，宋宝知错，先生恩情没齿难忘，往后定将报答。好生呵护那2朵花，毁了可就没有了。宋宝明白。还有一事，宁某说的或许不太好听，无论你信或不信，此话也需铭记心中。这世间的光怪陆离，其实并非你等寻常之人该去接触。许多人命中有缘，因缘之下，故而踏上此道，成为修士，但这却也只是极小概率的事。而有些人偶然所见，心生向往，便四处寻仙问道，但最终却只是白白消磨了岁月，最终无功而返，留有遗憾，反而苦了自己。我应当是后者。你命里没有仙缘。先生之言，宋宝定当铭记。事已了，宁某也该离去了。先生要走，那是都要走吗？梨花也走，红锦也走。舍不得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不过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有缘自会相见的。宋姐姐，有缘再见了。在那客栈门口，宋宝目送着那马车远去。爱喝酒的小姑娘，会讲话的猫儿，会法术的先生，还有那体贴的云婶婶。这段经历，在他这一生里定是尤为奇妙且难忘的。墨渊，墨渊，墨渊，你怎么在这？没回荒海吗？在人间还有些事，不着急着回去。在第2季大结局时被天道反噬，现如今伤势如何？有龙君帮衬着，如今已无大碍。此事因宁某而起，你却替了宁某，这是什么？你要干嘛？那团东西呢？去哪里了？在我肚子里。宁凡上前一观，却是发现于红锦的丹田之中正盘旋着3道气息，1道福运，2道灾厄之运，似阴阳一般流动着。刚刚那个东西不是跟之前桃姐姐成亲时候的那团一样吗？如此说来，那2道灾厄之运，1道是来自桃成婚之时，1道就是墨渊体内的。你还不担心？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？弄不好是要命的。是吗？或许你生来便有这样的能力。他本身就气运不凡，自古以来锦鲤便有引福运之说，许是与这般有些关系。福运与那厄运交织一同，却似阴阳流转，似一黑一白2条鱼儿在水中游动。早年你定是有过一番机遇的。什么机遇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这其实也并不少见。山精妖怪在化形开智过后，其实身上都会有着些许神通，有些遗物变得，有的甚至从来都不会知晓。不过你这个确实有些奇怪，这倒不像是先天的神通，反而像是一门功法，牵动着你身上的福运与厄运。
先生，那这对他可有什么影响吗？自然也是有些影响的，但不一定是坏的。难不成还是件好事？兴许我观那气运转动，似乎那福运与厄运能为他所用。我能用？怎么用？宁某也教不了你，只有你自己慢慢去摸索。当然，这也只是宁某暂时的猜测，还是需要再看看为好，免得出什么岔子。对，红锦，不管那气运你如今能不能用，你最好也不好轻举妄动，等宁先生查明过后再做打算。说起来，这次真是我欠了你个人情。对，你可是帮我解决了个大麻烦。不过说来，若是这厄运不会对你造成威胁，那当然是好事；若是反之，这丫头兴许自有缘法，之后宁某会多关注的，你也不必担心什么。墨渊张了张口，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却是点了点头。他一直待在人间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天道降下的因果厄运，但如今厄运已除，他也该回荒海北仓了。话说回来，龙君去了哪了？当日赵玉清离去，龙君他便跟上去了，如今还未回来，不知去了哪里。如今你怎么打算呢？大概会回荒海北仓那边的事积压的有些久了，得去处理处理。北仓似乎离天机山不远，你若是无事，不妨帮宁某跑一趟天机山。天机山有关术法神通的记载颇多，或许能找到原因。我这便去。此事刻不容缓，宁某如今确实有些不便，劳烦你了。先生见外了。墨渊离去后，一行人上了马车，继续赶路。过了生河之后，路道就变得顺畅多了，一路走来倒是尤为安定。再有100里路，便能到眼线了。云姑娘这些年有回过眼线吗？没什么惦记的，就没回去了。倒也有惦记的，满堂的荷花，还有铺子里的蜜饯。那便回去看看，回去尝尝。时过境迁，如今藕莲坊的唐府早已大变了模样。这仅是祖宅，其实说来，更像是宗祠一般，里面香火不断，供奉着唐家世代的灵位。如今这府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也只有几位老掌柜在看着这儿。啊，小姐。曹叔。令先生。曹把头，许久不见。曹管家嘴唇微张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片刻过后，一行人进了府上。云香回府，第一件事自然是去祠堂上香，而宁凡几人却是不便进去。小姐，小公子也在祠堂里。是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不是跟着堂哥在上京吗？小公子犯了错，被老爷。是景。算下来，应是宁先生的侄儿了。堂哥儿娶妻过后不多岁月，便诞下了一子，延续了香火，后又纳妾，又生下一男一女，如今也已经长大了，已经有2儿1女了。先生是否觉得恍惚？岁月于先生而言不过浮云，一时未能察觉，也是常事。说起来也是托了先生的福，我这后半生才过得顺畅了些。曹掌柜言重了，宁某又不曾帮上过什么忙。先生不必多言，曹某却是心中明白，当年若非遇到先生，东家又怎么可能提拔我做掌柜？当年时我只是个小小的把头，头顶着掌柜，府门梯间我都不配踏上。我此生之机遇都在于遇到先生。曹把头如今算是在此养老。我本不想回来的，但少爷可怜我，见我气色不太好，便命我回来当着主宅管家。其实我明白，少爷是怕我客死他乡，死不得所，飘不回来。少爷心善，我这老仆人却总生毛病，说来也是心中愧疚。你家少爷可不曾觉得麻烦？这我自然知道，但咱也不能给少爷惹麻烦，不是吗？说来好些年不见先生，先生却是一点没变，这般感觉当真是不同。当年时候只当先生是一人修行之人，如今因岁月，乔先生却着实是有了神仙之姿。活得久可不是神仙，活得自在才是真神仙。自在。曹管家想了想，却也觉得先生说的有理，求长生不如求自在，也是年岁大了才慢慢有这样的感触，活得长了反倒是一种折磨。先生自在吗？算是自在吧。曹掌柜觉得过得不自在。哈哈哈，那倒不是，就是在想怎么才算自在。其实到了这般岁数，还是想不明白自在2字到底该怎么定义。其实宁某也说不上来。先生是真神仙。曹掌柜总这样说，宁某反倒不好意思。不过宁某却是受不起此称谓，当不得神仙2字。哈哈哈，早年时候我听少爷说，先生为少爷算过卦，算过唐府的前程，想来先生对卜算一道颇有了解。曹掌柜想算什么？想请先生帮忙算算我这把老骨头什么时候掉进土里。我近来心里面很是不安，总是觉得日子近了，但是近来却还有事情没能安排，我怕赶不来及，死得不安心。生死本就没有定数，算出来也不一定真的就准。先生莫要误会，我倒也不是说想改命避灾，我就想着知道是什么日子，我也好将一些没做完的事补上。当然若是先生不便，那我也便不多言了，不让先生为难。具体是哪一日，宁某却是说不准，但如果没有别的意外，大概是在下个月。下个月呀，够了，足够了，多谢先生。当天下午，曹把头便找到云香请辞。走的时候，曹把头孑然一身，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岁月下来，他的背有些驼了，
但在坐上马的那一刻，却又似壮年归来。这是曹掌柜让我给先生的。这是什么？是曹掌柜这些年攒下的家当。曹掌柜是个苦命的人，早年时碰上战乱，其子被征入军伍，后来甚至连一官都不曾归来，其妻子伤心欲绝，没2年也去了。他会去哪？应该会去北地找那已故之子。命运总是会捉弄人。夜晚时分，宁凡在唐府的客房里歇息，还是当年的那一间。听二管家说，这是曹管家特意安排的，说是当年先生曾经就住在这个屋子里过。宁凡坐在那案桌之前，想起当年他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解开的那玉佩之谜。是秋月酿啊。如意说，喝酒喝醉的人最没出息了。昨夜是梨花给宁某盖的被子吗？宁好人没出息啊！宁先生，没有灵根真的不能成为修仙者吗？求仙不是求旁人，是求自己。宁某也爱莫能助。打扰先生了。当天下午，这位二管家便离开了云府。宁凡明白，这并不是二管家的本意。夜里的时候，宁凡来到了祠堂的门口，却没进去。唐世景，你想求仙，大可来问，却为何要差遣那二管家？姑父是不是生气了？宁某倒还不至于这般小气，不过我还是得跟你说一句，那位管家今天下午已经离开唐府了。离开了？什么意思？便是不做管家了。是姑姑的意思。云姑娘恰好听到，作何感想？先生可否帮我在姑姑身边说2句？请管家也不容易，这般岁数会死是吗？可你似乎不是可怜他可能死。先生这是什么意思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求仙，还是为了什么，这都不是你这个年纪该考虑的事，你可明白？神仙都会读心吗？宁某可不太懂读心，不过算卦，宁某却是在行。我若有先生的手段，世间的东西是否就能伸手即来？两人隔着门槛相视，这算是宁凡至今为止见过眼中利欲最重的少年了。是野心，但却又有一份称得上的冷静。有些东西，纵使是有神仙手段也求不得的。宁先生，二管家的事，还望先生帮我求个情面。那得你自己来，宁某帮不了你。钟道长告诉我说，有2种可能，一来许是因为于洪锦的天地垂怜，此法乃是天赐，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关乎于前世今生。许是于洪锦前世将这功法留在了思绪深处，故而他才没有发现。那这厄运与福运不平衡之事，钟先生说，这是最为麻烦也是最为棘手的事。阴阳本就是不平衡的，就好像5脏6腑，某一处不适，便会牵动着人之全身不适。而这玄运的手段，更像是治不好的病，唯有不断的吸纳气运，平衡福恶之运，才能保证不会出现新的问题。可越是这样，所沾染的因果就越是沉重，如此往复，终究会埋葬于因果之下。不过钟先生也说了解决之法，其实也很简单，便是气法重修即可，只是说要损失一些修为。这样吗？不过钟先生还让我转告先生一段话。说什么？钟先生说，此般神通好似鸡肋，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可这样的法门，却也有可取之处。世上修士对于气运都是渴求不已，先生若能得解，世上修士说不定也能走得更远一些。这真是他说的？是啊，是啊，这倒不像是钟正元能说得出口的话。原来如此，你见到的根本就不是钟先生。先生，此话何意？天机山所见的钟先生，莫不是他人所化？宁某曾遇到过一人，自修行时起，便喜欢钻研一些神通道法，对于古之术法也有涉猎，悟性甚高，只不过性子却是有些顽皮。你那日遇到的，或许便是他了。这怎可能？再厉害的修士，却也不至于让我也看不出端倪来吧？这世上总是有些厉害的神通术法的，那小子学的杂乱，懂的东西比世上9成9的修士都要多，兴许是哪一门古时的变化之法。先生教训的是，只是这么一说而已，你还较真了。那于洪锦，那玄运之法，想来也非寻常。宁某得空便钻研一番，之前也欠了他一个人情，顺道也还那么些许。那神通法门萧洞虚，应当是交给你了的，且给宁某看看。先生这卜算一道，是越发厉害了。倒不是算的，只是知道那小子的性子。萧洞虚本就是个对于神通法门尤为痴迷的修士。夜里宁凡在屋中看着那篇玄运的神通法门，法力与气运就好像是肉体与精神的区别，前者可求，后者却有些玄妙，让人难以参悟。而此法创就之人，却是另辟蹊径，将气运作为了修行法门，藏于丹田之中，从而可控运夺运，将这样玄妙的东西成了可求，相当厉害。原来如此。听管家说，先生昨日夜里去祠堂见了世景。
隔着门与他聊了些东西。市井不同于常人，几年不见，说话也没大没小的。若是冒犯了先生，还望先生不要在意。说这些话可是生分了。莫大哥回来过，昨夜回来的。关于红锦的事，如今也有些头绪了。是什么？是一门关于气运的神通法门，许是红锦还未开智时的修士传授，又或是他前世时未曾扫清的记忆。在竹期的记忆里，好像有关气运的法门都有些邪门。这话倒是不错，这气运之法的确是有些邪门。此法以夺人气运为主，以气运带法力而造就道行。夺人气运，这会不会不是什么正道法门？却也不是这样说，气运与因果有关，强势夺运会受因果所缠，但若是以别的手段得来气运，却也能走上大道，只看是何人修行而已。那红锦之前说的那2条黑鱼，阴阳不平，的确也是问题。如今最好的法子是帮他再找些许厄运，与那白鱼抗衡即可。只不过这有些难。气运不似灵力，想拿多少便拿多少。若想让其平衡，唯有得到刚刚好的气运，这也是最棘手的地方。气运无形，且难以分割，想要找到刚刚好的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早年许多修行玄运之法的修士，都是因此困于平衡气运与因果之上的，稍有不慎，就得再费功夫。此消彼长，此长彼消，始终不得平衡，最终困于因果之中。那该如何是好？不能将这些气运散去。这倒不是想散就散的，气运认主，跟定了便跟定了，驱散不走。就好似人的福气是人的福气，人的苦难也必定是他要遭受的苦难。说的糊涂一些，便是行善必有善报，作恶必有恶报。宁凡在唐府待不了几日，云香也是如此。现在于红锦的事有了着落，他们也要再度启程了。秋月坊安定如同往常，依照惯例，宁凡带着酒水去拜访了曾经的友人。酒仍旧是秋月坊的秋月酿，如今却是好买的多了。坊中酒肆中都有此酒。少年变老，老人不见，一代换一代，瞧着总是会有许多感触。岁月于人而言是最为难解的东西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最终化作了一声叹息。宁凡挥袖而去，往那坊外青山走。流云观的石阶依旧干净，说起来也是因为时常有人打理的原因。山中种了些许桃树，另外的还开垦出了农田，远远的便能瞧见。这位先生瞧着面生，也是上山求愿的。上山瞧瞧，看看能否见到神仙。观里的道长告诉我说，新城便可见神仙之言，不过至今我却也不曾见到。想来是神仙太忙了，不好露面。有理有理，既然有缘，先生不妨一路上山也好。据接上集，宁凡与赵无极二人结伴上山，进了道观之中。道观很是干净，在那院子一边还有一棵老枯树，如今这老树也有些腐朽了，瞧着也很是脆弱，也不知道还能再挺几年。不过其虽枯萎，但余下之节却也孕育了许多草木。观里木鱼声不断。话说回来，道士一样也敲木鱼，这本就是冥想诵经时用的，但这样的声音却并不吵闹，反而很是抚慰心灵。宁凡那有些浮躁的内心也在此刻安定了许多，舒了口气后，隐约间却又有了些困意。山上清冷，木鱼舒心，很难不困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木鱼声与诵经声都停了下来。老道士舒了口气，将那经书与木鱼都规矩放好，这才起身走到了先前那位居士身前。穆居士今日来的早了些，不来早些，怎能听到这般抚慰人心的诵经声？后院备有茶水，居士不妨尝尝。如此甚好。道长好生偏心，早年我困在此地，道长可没舍得给我盖条毯子。早年观里可没有毯子，不过如今穆居士要，老道也可以去拿一条来。不了，也就是这么一说。话说回来，道长似乎与这位先生认识。这位先生曾教导过贫道，也是贫道的长辈啊。师傅，神像就在眼前，他这样睡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凡人睡不得，神仙却是睡得的。道童觉得师傅神神叨叨的，却又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待宁凡醒来的时候，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，外面细雨蒙蒙，雨水的清新也让宁凡清醒了过来。居士醒了，一时觉得舒服，便睡过去了，实在抱歉。居士心大，神像面前也敢睡，小道又怎敢讲什么呢？是不合规矩，不过早年也睡过无数次了，想想也不差这么2次。怎能如此？居士不信，却也不能不敬吧？道理是如此，只是宁某放肆惯了而已。宁某这个半只脚踏进道门的人，神仙也不想管，大抵也不想看见宁某。你师傅呢？师傅跟穆居士在后院喝茶。宁某倒是没想到你师傅居然还活着，这倒是让人意外。居士好不会讲话。是不会。你出去。宁某拿些东西便走。走，赶紧走！你再不走，我就把你轰出去了。道真不得无礼。师傅他不敬神仙，还对师傅你出言不逊。我这徒儿性子可不好，先生可别逗弄他了。你师傅真护着你。怎么了？这事怎么闹起来了？
小道士性子的确如此。师傅，你们都不生气吗？去好好念经书，一会师傅再与你说。如今关中的生活好了许多了，种了桃树，也开了农田，平日里能种些菜拿去坊间卖，香客不多，但也足够道观的花费。话说先生已经好些年没有回来过了，不知云游多年，可有收获？收获不小。为何我听你们说起话来，总觉得有些古怪？居士不知，宁先生瞧着虽然年轻，但实际上年岁比贫道还要大上许多。为何会如此？江湖上有一门武学，习过后可保皮肤面相，故而瞧着不老。竟有这般神仙武学？那先生如今多少岁了？也记不清楚了。不过宁某最先认识的是这位道长师傅的师傅，那岂不是得有100岁？100岁少见，但也不是没有。流云观的老观主当年就活了100多岁，那可真是长生。先生此番回来是为何事？倒是无事，凑巧路过，回来看看，给你师傅带了些酒。话说回来，路上的时候，宁某听人提起了童之焕跟桃，这些年他们2人可曾回来过？他们2人不时常回来，偶尔会回来2日，但隔不了多久就会离去。听童医师说，此处没有多少牵挂了，久待反倒会徒增伤悲，偶尔回来1次便挺好。算算年月，他如今也是个老头子了。上次见他的时候，头发都白了，说起话来都有些沙哑了，是老了。终有这么个时候的。人终有寿，生老病死本就是常态，此为自然，亦为人生之道理。道长此言甚是，当放宽心。听你说话，怎么总是有种不想活的样子？瞒不过先生，上苍给的福运，你还嫌弃了不成？嫌弃？多活那么些年又没什么用处，在这山上待着，无外乎是为了图个晚年清静。但什么最清静？自然是死了最清静。道长这是为何？活得好好的，怎么念叨着死来了？你不懂他，他这辈子就是什么都见惯了，如今老了才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，越是无趣便越不想活。老了是这样的。不是我说，修行，却也不必修得这般通透吧？道长，你也想得太开了些吧？这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对他而言是好事。先生说的没错，若非心里面总惦记些事情，估计我也早就去了。惦记些什么事？说不出来，总是觉得少有欠缺，具体是因为什么，却又说不明白。宁先生大概明白这样的感觉。宁某却非想死之人，又怎能明白？也是，一个人一辈子存在于这世间，总是会有自己想去做的事情的。于商路而言，一凡人能够体验到的东西，他无一例外的都体验过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但同样也是悲哀。如今的他身处这山中，专心于道法，好像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有些提不起兴趣了。道长似乎从来没跟我提过过往的事情。过去许久的事了，提了有什么意思？穆居士回顾年少，不也一样不愿意提吗？我那是，嗨，不提也罢，不提也罢，走了。他与宁某料想中的大不一样。先生认得穆居士？你没认出来？是故人？是，不告诉你。这便说了，却不是一件好玩的事。先生比起以往时，心中似乎开阔了许多。人与事总是无奈，但也总会治愈一些陈年的伤痛，有好有坏，有坏有好。恭喜先生了。不聊了，回去怕是赶不上饭点了。若有下次，宁某再与你闲聊。我送宁先生。想来先生平日里没少登过山，早年时常走，如今不爱动了，不像你这般是从山上走下来的人。先生见到老朋友了吗？见到了。那便好。云姑娘笑什么？为先生开心。哟，为先生开心，下辈子我便当个聋子算了。鱼能听见人说话吗？闭嘴。宁先生可在屋中？秋月坊城隍庙下辖阴差见过先生，城隍大人命我请先生一叙，已摆好宴桌，静待先生。也好，倒是许久没见过洪三才了，劳烦阴差稍待片刻。宁先生，许久不见，许久不见。洪观主近来如何？都好，都好。闲谈几句过后，几人便落了座。宁凡一一给洪三才介绍，云姑娘、于红锦还有梨花都介绍了。先生走出这秋月坊，也寻得了不少缘分，甚好。你不也一样吗？生前久活，死后亦有成就。是如此。洪三才舒了口气，这半生造化，却也是他不曾预料到的。二人是老朋友了。洪三才知道宁凡回来了，特意让人去打了最好的秋月酿来。往年都是先生带酒，这次我招待先生。多谢了。二人喝酒闲谈，无外乎是一些陈年烂谷子的事。从哪说起？大抵是宁凡第一次去关中拜访的时候吧。宁先生那时候话总说个没完，把贫道耳根子都磨破了，可是好烦人呐。
臭道士当然不懂宁某在说什么。是贫道不懂喽。当年宁凡也是这样说他的。云香一边吃着菜，一边听着城隍说着先生的过往，他也没想到先生当初居然还是个话痨。宁好人以前是这样的吗？比墨渊说的还要奇怪啊！那可不是奇怪，先生那时尤为健谈，关于修行的理解也是贫道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。不过修行归修行，但其实修行的依旧是人。人活于世，总有情绪，无外乎是一个阶段。幼时牙牙学语，总是对所有的事都好奇；再长大些，懂得了事理，烦恼也随之而来，总是会沉默许多。再年长些，洪三才活得长久，对于这些事再了解不过了。如今先生却似……你便骂我一声老顽童又怎样？先生懂我。有些人经历的多了，反而能看开一些，岁数大了却活得像个孩子。功名利禄、神仙长生，好似对于先生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世人常讲过往云烟，可对于先生而言，过往却又尤为重要。这样看重情义的先生，方才是世人眼中的先生。宴席上，宁凡多喝了2杯，脸颊微红。偷摸喝酒的于红锦也是闹了个脸红，好在是后来被云香给发现了，这才没让他喝醉。宴席匆匆，人也匆匆，洪三才亲自送他们回了客栈。近来是否是遇到了难处？秋月坊安居乐业，也无妖怪作祟，哪能有什么难处？先生，城隍大人已经走了。他没求我什么，问他有没有什么难处，他也说没有。云姑娘很高兴，先生有这样的朋友，云香也为先生高兴。回去吧，外头有些冷了。几位，这是何意？宁某似乎与你们并不认识，也无仇怨吧？的确不认识，也无仇怨。那是为何？阁下也别太过紧张，我们也并非是来要阁下性命的，更不是强盗，只是有些事想找阁下问个清楚。你们这武功倒是有些眼熟。倒是我说多了嘴了，看样子你并不紧张。是啊，因为宁某觉得该紧张的应该是你们才对。就方才那一会，整个客栈便已经被阴差与巡游给包围了，此刻也已经有阴差往楼上来了。洪观主知小宁凡回来，早就安排了阴差看着了，毕竟这是他的地方，若是出什么事情，他也有些不好意思。你也瞧得出来，我们四人也并无啥心。这倒是，不过你们的出场方式确实有些不太礼貌，这大半夜的可是会吓着人的。世道都是看人说话，先前不熟便出手龌龊了些，如今熟了便好好讲话，阁下以为呢？问吧，阁下到底是何人？哦，你们是赵真的人。阁下，我敬你几分，却不代表你可这般放肆。太祖之命也是你可知乎的。那你就杀了我呗。你怎么宁某胡诌2句话你就忌惮了？也不至于说话都不利索了吧？既如此，总该给你些教训。大胆恶徒！我为何动不了了？别慌，别！见过先生，恶徒皆已伏诛，由先生处置。多谢阴差帮忙，先生客气了，这是我等应尽之责。回去告诉你们头，让赵无极亲自来领人，不然宁某就将他们沉进西河里。会修房顶吗？会，修吧。对了，你们跑吗？不跑。上道。愣着做什么？修屋顶。宁好人，屋顶上有人，有人。梨花这么晚还不睡？屋顶上有坏人。那不是坏人，是宁某叫来修房顶的。怎么破了？风刮的。哦，云姑娘没有宁好人暖和。睡觉你还挑地方？就是一说。这话你可不能跟云姑娘说，云姑娘会不开心的。为什么？宁某不见老，但云姑娘却不同，岁数大了，难免就像是梨花说的那样，不暖和了。原来人老了就会不暖和吗？云姑娘为什么不修行呢？宁好人为什么不教云姑娘修行？对于云姑娘而言，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是她所想的事，而且修行她自身本就明白，也无需宁某去教。竹七留下的记忆里不知有多少与修行相关的东西，但时至今日，云香都从未修行过，一年一年老去，过着平凡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云姑娘不是喜欢宁好人吗？喜欢不是就要一直在一起才会开心吗？这你听谁说的？
云姑娘不是你的老相好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宁好人肯定还有别的老相好，对不对？如意说的没错，坏男人。什么有的没的，宁某哪里是坏男人了？再说了，也没有什么老相好，没有。云姑娘不是你的老相好？不，算是吧。什么叫做算是？你跟着如意久了，性子也有些像如意了。不好吗？没不好。宁好人还没说呢，为什么说算是？宁某跟云姑娘本就是有缘无分的两个人，其实相比而言，前世的纠缠，今生应当圆满才是。可在我们二人之间，前世之事却成了最大的阻隔。有些话始终都说不透，有些事也始终都讲不明白。梨花听得有些脑袋大。猫儿少去想这些事情。想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熊猫头好大的豆腐蛋，一大清早的便带人将宁凡几人住的客栈给围住了。穆居士来的这般早。不来早些，怕他们活不了。昨夜那几人虽然对宁某有所冒犯，但宁某却也并非什么嗜杀之人，活得好好的，只是让他们修了修房顶。我听说了，他们想问我些事情，可惜最后也没问出口来。宁某也是一样，找你来也是想问一些事情，回不回答也看你。先生，请问便是？那宁某便直言了，你应该清楚赵真是因何而去的。如今天下大乱，你可有心争一争？不是争，而是仇。我虽不在意那皇位，但后来的事，我却是在意的。我赵家天下，自当由我赵氏继承。他燕姓之人窃我天下，这是我赵家之仇。有魄力，先生过奖。却不知这里面的事是谁告诉你的？需要人告诉吗？姓燕的在位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，包括那一诏也是算计了进去。不知实情的人不明白，可我却是清楚得很。先生也别忘了，那个位置我也是有资格做的。虎父无犬子，是如此。再者说，那姓燕的都封成这样了，我若不封，又怎能报这个仇？难不成真的眼睁睁地看着他计谋得逞吗？将那香字换作景字，岁月如流水一般，怎能逆流？我这些年也玩够了。倒是豁达，比宁某活得明白。先生哪里话？我一介凡人，又怎有先生活得通透？你说错了，宁某的确没有你活得通透。宁某如今却也不曾看透生死，宁某执着于生，执着于平常而又寻常的生。赵无极有些不太明白，宁凡也没有解释。还有一事，先生请问。之前路过生河时遇到一桩怪事，生河以南太平如初，生河以北却是盗匪猖獗。先生不藏这一些，又怎能在关键的时候给他们一击呢？可不是这样简单。宁某听一位伙计提过，好像叫什么仙人圈地，能将两地分隔，化去人的记忆，造成异响，令生河南边的情况传不到北面。不知是谁帮的你？是一头妖魔，作为报酬，他要了生河的水运。生河的水运，你可见过那妖魔？只听其声，不见其人。声音如何？像是老叟。提起生河水运，宁凡第一个想到的是龙荣，但这里面却也有些疑点。这般看来，当初那燕地生河的水运，并非是龙荣自己得来的，后面的确有人相助。不出意外，他那一身魔气，估计也是因此人而来。燕王，赵无极看了一眼宁凡，却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解释什么。宁凡突然明白了过来，燕王或许是假的，那燕地真正的主人是他赵无极。看起来许多事情早便安排好了。赵无极虽不在意那皇位，但他却也并非庸才，若是真动起手来，其手段也是非同小可的。算计还是算计，各有各的手段，各有各的底牌，不到最后却也不清楚最终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。这天下真是越发有趣了。看来昨日在那流云关中，或许也并非是偶遇。打一开始，赵无极就知道他宁凡是何许人，宁凡想知道的也都知道了。赵无极也带着人离开了此处。其实对于赵无极而言，那三个人的命其实并不重要，他来这里不是想救那三个人，而是想见宁凡。宁好人不开心？没有不开心，只是在想事情。什么事？你家先生似乎是落进别人的圈套了啊！不过倒也无碍，宁某也不是笨蛋。那梨花是笨蛋？梨花也不是。了，方才好像来了许多人。来找先生麻烦的。倒也不是，是故人之子，与他聊聊便好。宁好人，宁好人，咱们什么时候去买些酒？秋月酿好喝的嘞。我可是听见了的。我没说话。你却是不懂事，讲了几遍也不听。支书管不住你，我也管不住你，先生更是。说的像是我很不听话的样子。你听话吗？不听话的小鱼儿要被吃掉，关你何事？臭猫，不听话还骂人。好了，别玩了，一会我们也得走了。走了？这就走了？于红锦有些不解，不由得看向了宁凡。宁凡也没解释什么，他这一辈子本就没有个久居之地，于他而言，哪里不无趣，他便在哪。如今此地故人已去，他也无心久待，且相比于寻常之人，他的时间是尤为珍重的，也不可浪费才是。马车启程，不多时便要驶出秋月坊。
洪三才得知了消息，出访来相送。怎么还特意出来一趟？不麻烦吗？先生要走，总是要出来送一送的。等下次时候宽裕了，再与你喝酒，似从前那般，不喝醉便不停。一言为定，先生可别爽约。定不会。离开时，宁凡明显的开心了许多。先生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面还是对友人尤为挂念的吧。宁凡听到此话也无法反驳，江湖路上有这样一些朋友，又怎能不欣慰呢？先生要轻松些，跟着总归是不舒服的。宁凡点了点头，随后舒了口气。他其实也是着急的，只是如今对于那黄泉之事尚无头绪罢了。赶路吃的差了些，回头路过坊镇，再买些别的，少吃些苦。其实对于云香而言，吃什么都可以，跟着先生便没有吃苦这样的说法。宁凡愣了愣，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，最后只是对云香笑了笑。云香吃着干饼，也没再说任何。两个人默契的沉默着，一鱼一猫也觉得古怪，但也不敢说任何话。再至生河，宁凡如今也能细致的看一眼这生河到底有何不同之处。可站在这生河边上，除却那湍急的河水之外，宁凡凝视许久，却依旧未能看出有任何不对的地方。到底是什么神通？先生不妨歇息一会再想。先生欲速则不达。宁某总觉得此事牵扯甚多。赵无极说出那一番话，无外乎是想要宁某帮他解决这生河之变，矛头指向那当初助他的妖魔。先生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帮他？不解决这生河之事，又怎能找到头绪？赵无极知道的事肯定不少，他也料到了宁某一定会来这看看。这是道尔虞我诈，先生别太在意，有时候略过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宁某明白，他只是对那后面做出此事的妖魔感兴趣。当初玲珑之乱后，逃出来的妖魔里定然会有许多漏网之鱼，那妖魔绝非寻常，而且矛头甚至也对向了他，所以需要小心才是。这一滩水浑浊得很，瞧不清，难免会让人有些不安。听雨，宁某下河一趟，不必担心。舍利子，传闻说佛家高人得悟圆寂后会画出舍利子，其中蕴含无上佛光，以舍利一枚，心向佛祖。宁凡豁然开朗，若是说能对人的记忆动手脚，除却妖魔之法外，那便是佛家法门了。据赵无极说，此事是一位妖魔所行。一介妖魔怎么会不知这佛家法门？且不说佛陀之力最杀妖魔，而且这舍利子的主人估计曾经也是一位得道高僧，又怎会同妖魔行事？宁凡想了一下，一时却又不知该怎么处置这阵法，于是他也没有再多逗留，回了岸边。先生找到问题所在了吗？算是找到了，只是有些事情还未能想清楚。什么事？这里面似乎有佛家手笔。佛家？这确实让人有些不解。宁凡坐下后思索着，他在想会不会是赵无极说了假话，故意这样说，因他前来破开此法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但若是佛门出手，其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？莫非他们也想插手这人间地位的争夺？宁凡深思着，这天下一乱，许多事都散了起来，一件一件，不禁让宁凡感到颇为头疼。早知就该将赵无极抓起来揍一顿，让他好好讲话。不对，这样的想法很不对，道心不稳呢。云香见先生摇头又点头的，也不明白先生在想些什么，总归是跟平时有些不太一样的。我们走吧。先生已经解决了。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不动他为好。难得有这样一片太平之地，如今取了这阵法，无异于是毁了这儿。可这般情况，说不定会有更大的阴谋。至少如今暂时是好的。这般法阵留在人间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。这生河难遇，如今能保持太平之象，也是好事。虽然有些虚假，但总比将其暴露在世人眼中，乱象横生要好得多。殿下，那位先生下了一趟河，接住便过桥走了。生河的事，那位先生可有解决？不曾解决。果然还是这样选了吗？这些话他本就是故意说过宁凡听的。早听闻这位先生心系百姓，其定然是不会去动那生河的。但若是事情糊涂起来，让人心生好奇，那事情可就说不定了。可最终却是他赵无极失算了。看来生河的事得另想办法了。至于他为何要破开这生河的阵法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好像种菜一般，成熟的韭菜自然到了该收割的时候。若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，没有危机之感，在这样的局面之下，他又该如何征兵呢？一路颠簸，不曾停留。2天半后，宁凡几人便到达了禁地边域。镇堂官都尉李进见过宁先生。见过都尉，却不知都尉来寻宁某是为何事。王爷想见先生已久，想请先生前往帐中一叙。王爷怎会在这边域之地？王爷知晓先生要北上，故而便至此等候先生。云姑娘若是觉得不便，那便不去就是，不必在意这些。还是去吧，看起来李都尉似乎在这儿等了先生许久了。麻烦都尉带路吧。注意看，这个王爷可不简单。为了招揽宁凡，不仅请宁凡几人大吃大喝，还安排了独栋小院给几人休养生息。
我这先生本领通天，自然心中也有招揽之意。此番拦下先生，也是为了此事。若先生应下，助我见天下之运，待天下议和，本王当以帝师之位加送先生，仙官赐福，气运无穷，岂不美哉？不如先生的意吗？那先生不妨直言，本王给得起的东西里，什么是先生在意的？只要是先生所需，本王便给先生取来。王爷误会了，宁某对于这天下之事并不感兴趣，也不想参和，所以便也只能辜负王爷的美意了。传闻说的不假，先生果真是一位不一样的修士，是不是也是因为先生断绝了这些凡俗的欲念，所以才能成就这般道行？若是这样的话，的确是本王唐突了。欲念本就是人生不可缺之物，爱恨嗔痴皆因欲而起，若将其抛去，那活着又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先生与我所想一般，早年本王拜访全山，逼迫那道人给本王讲述修行之道，一贯之下，却见这所谓的修行，美其名曰修心修身，但实际上却是与天人合一，自此不见人情，唯有公道，唯有规矩，如此这般生有何意？本王当时大骂那道人，那道人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还诅咒本王。本王乃是天命所归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全山修士也不容易，当年封仙大会，全山一心想求个正统，可最终官家都不曾看他们一眼。他们不行，比起青山城那群牛鼻子差太多了。这如何说？这群人竟是修的古怪妖法，眼瞧着就不像是正道手段，整日与阴魂僵鬼作伴，能是什么好人？却也不是这样说的，神通术法分不出修行之人的正邪高低，分出这些的是品行才对，也不能一棒子全都打死。先生此言也不差多少，但俗话说面由心生，学什么样的东西，在普遍之下也铸就了什么样的人。在本王看来，就该一棒子打死，以绝后患。看起来全山没少得罪王爷，晋王却未多说什么，但见那脸色，显然是对于全山的看法不太好。至那一句过后，晋王便再没提招揽的事情，一次两次给二人之间留下些余地，也不失自己的颜面。闲谈半个时辰后，晋王便匆匆离去了。先生对这晋王是如何看待的？宁某坐着看。先生又说笑了。这位王爷豪迈直爽，但其实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。虽说宁某拒绝了2次后，他便不再提及此事，但宁某感觉这件事估计还没有完。先生是说晋王会为难先生？只是有可能，却也说不准。应当是不会吧？晋王知晓先生的本事，也不敢暗地里使绊子吧？就是知晓了才敢。这世间的几位王爷里，晋王绝对是个特例，他所知道的、所了解的、所拥有的，绝非是另外几位王爷能比的。甚至于宁凡一时也看不太明白晋王到底要做什么。晋王好像什么都说了，但其实又什么都没有说，他藏得很深，估计不到最后一刻，没人会知道他还有什么手段。却也不该吧？晋王招揽这般非同凡人之力，以此来夺天下，他是会有因果降身，适得其反吧？当初天下一合，共出2位帝王，他们2个无一例外都做过这样的事。相比起代价，所获得的东西才是最为重要的。那岂不是说晋王已是胜券在握了？那可说不准，天下间变数越来越多了。明早我们便启程吧。先生不在这里多休息几日。再者说晋王，他想做什么，也不会现在就做的。这样吗？半夜时分，宁凡醒来，坐在案桌前思索起了事情，却是发现这人间的乱子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，妖魔修士的力量也都参合在了其中，似乎天道也有意如此，让人间彻底乱起来。如今虽是一片安稳，但当有朝一日这样的平衡忽然破灭，那这片人间所迎来的将会是无边的苦难。都说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此话的确不假。宁好人还不睡觉吗？睡不着啊。为什么睡不着？在想事情。宁某有时候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也应该心怀天下才是。早年宁某有这样的能力，看到苦难总会心生不忍，到最后虽无多少作为，但到底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但到现在，宁某却是发现这样的能力似乎消失了，他们的定义变了。梨花怎么听不懂宁好人在说什么？接下来会死很多人。为什么会死人？因为要打仗了。不是经常打仗吗？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往是很多人，如今便是很多人。风雨欲来了。风雨欲来。还真走了。晋地也算是当今天下商贾最多的地方了，商行在晋地的生意也是最为繁多的。晋王准许商贾便宜行事，也为其带来了泼天的富贵。再加上还未乱起来的时候，晋王本就有所累积，不缺钱财之下，招兵买马便也是几位王爷中最为顺利的。晋王本就混迹于军伍之中，自然也知道财钱的重要，这一点他做的要比康王好得多得多。
汤王之地狱不通商的原因，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。总之，这件事也不全是康王的原因，其中还有许多内幕。是有人从中作梗。对，早年我便听几位掌柜提起过此事。汤王其实对于通商之事尤为在意，3番5次的来询过我们商行，但每次到商谈融洽的时候，便会忽然改变主意。具体的原因，云香却也不太清楚。不过这里面定然是有些别的因素的。最容易想到的，便是康王说不定有什么把柄被人拿住了，许是朝堂，又或是另外几位王爷动的手脚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事情倒是复杂了些。此事不是一般的复杂，我也曾书信问过堂哥儿，对于此事，堂哥儿也是知晓的不多。堂哥儿也一直在调查，但最终都是无果，似乎有人在阻拦着他，不让他知道。西北的气运，原来是第3季第6集的那本医书起到了它应该有的作用，那这人道的气运，宁某便收下了。不是我干的，他自己要朝着我来的。宁某知道，不过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还是离这些气运远一些，不然你丹田内的平衡彻底被打破的话，那就真是生死难料了。这么吓人？自然，而且旁人的气运却也不是这般好拿的，有些气运本就是一些人做了一些事从而得到的，若是强行将这气运加在了自己身上，那他们曾经做的事，你也得一一去做过，不然那因果的反噬只会很快就将你送走。我不是啊，我也没想着抢别人的呀，他们就是要朝着我这里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什么事不都得循序渐进的来吗？这也将是你的修行，不是吗？修行，什么是修行啊？我也不懂啊。别问宁某，宁某也不知道。哎，那厄运呢？总不能是旁人杀多少人，我也得杀多少人吧？你猜得不错，真是这样。据那本玄运神通的书中记载，许多修行玄运之法的修士，便是在平衡打破、寻找厄运解决因果的途中迷失了本心，有一些甚至因此入了魔道。不过你算是幸运的，你体内的厄运，一些来自于桃儿成婚时的天道厄运，另一些来自于帝王祈福时降下的天罚。这些厄运无一例外都是纯粹的，并不需要另想方法去解决这些因果，因为天意本就是无解的因果。那不是说这还是好事喽？放在你身上的确是件好事，换做其他的人，估计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不对呀，宁先生，你不是说要平衡吗？那之前我没有墨渊身上的厄运的时候，也没出什么事啊。这就得问你自己了。所以先生，你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宁某本就没什么大本事，弄不明白不也挺正常的吗？前面就是东林房了。这次回来我要报仇。那你可得小心一些了。东林房不同于别处，这儿早年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如今是一处人妖并存之房。见过这位先生，却不知阁下在此拦路，是有何贵干？城隍大人有令，除阴历以外，妖怪不得入东林房中。先生所携一女同一礼貌，皆为妖物，故而不得入房，还请知晓。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啊？小姑娘，这是规矩，纵使是我不得准许，一样也不准随意入房。还请阴历前去转告城隍一声，便说按照规矩来查案本。那还请几位在此等候。有劳了。宁好人，这妖怪顶着一张狐狸脸，却好像个人啊。方才那位应该就是这东林房的阴历了。妖也可为阴历吗？按道理而言，其实是可以的，但前提是这些阴历头顶的城隍有天道承认的身份，但东林房这位却未曾受天道承认过。那这上苍怎会饶过他？东林房的这位城隍很是不同，他本身就是妖物出身，后被修士斩去了肉身，封印在此地，待已故城隍庇佑此间百姓，赎清他的罪孽。是先生做的吧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我跟那妖怪无冤无仇，他怎会踹我一脚？原来如此。等见面了，你奏回去便是了。还妖见过宁先生，走吧。先生这边请。这些年的暗宗都在此处，还请先生过目。害怕作甚？先生，还妖恐有判错的地方。待宁某看过了再说。先前那鼠妖傅红梅投身此处，却不知如今怎样了。上次先生来时，得先生告诫，后便将房中妖怪尽数驱逐，山中妖市大开。如今妖怪都在妖市附近安身，傅红梅则是被我差遣去妖市做事了。寻常时候便是随同其余妖怪巡视周遭，以及阻拦凡人入内，或是指引误入妖市的人离开此地。这些年天下不太平，晋王行走各处，结识了不少修士妖怪，知晓的事情却也不少。他可曾有来找过你的麻烦？回先生，晋王前年的确来寻我，欲要招揽我入其帐下，或是做一位供奉。他给的什么好处？他说，若他登基为帝，书一封敕令，便可助我成为真正的城隍。听起来倒是不错，不过看你如今这样，似乎是拒绝了。
不瞒先生，我虽是代城隍大人行事，但这个位置也只有真正坐上来过后，才知晓是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些年下来，方才知晓善恶难辨、对错难分的道理。有时候的确也得认清自己，却也没有你说的那样差劲。东林房这些年不也一样挺好吗？如今已有外乡之人在此地安家，房间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很是热闹。先生蛇杀我了。当年东林房险些成为妖房，先生没有因为此事怪罪于我，我才有了补救的机会。不然如今的东林房也不知会成为什么模样。人间有人间的规矩，山里有山里的规矩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人道有鬼神庇护，妖族也需为自己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地才行。就好像你如今做的，妖氏如今发展起来，不已经是雏形了吗？人道兴盛，气运猛长，草木灵气拔高，日月精气照拂，山中成精得志的妖怪越来越多了。前些年官家设立仙官，为的就是管理各处山中滋生的妖怪，免得有妖怪为恶不断，为祸人间。可至今为止，却少有仙官站出身来，天下乱了，山里也乱了。你觉得这样下去好吗？于人道而言，绝非好事。当年东林房险些成为妖方，但在你的管制之下，却不曾闹出过什么麻烦。显然你也对此颇有经验。宁某说的是，或许你也可以去试上一试。可是先生，300年却还不曾到呢。宁某给你这个机会，不过你铸就的因果，还需你自己去解决。还当直言罪孽，接受责罚，了结因果。黑了，我竟然睡了这么久！臭猫，快起了，不准睡了！吃饭了吗？吃，就知道吃，怎么比我还懒？听闻房外有妖中集市，云姑娘可想去走走？妖中集市里面都是妖怪吗？集市卖什么的？有酒吗？有好吃的吗？那便去瞧瞧吧。云香也不曾见过妖中的集市是何模样的呢。那还等什么？走走走！小妖见过宁先生，不知仙师深夜出访是为何事？听闻妖市热闹，故而想去见识见识。既如此，可否由小的为仙师引入，或许也免得一些麻烦。仙师觉得如何？那就多谢了。是小的知信。见过胡大人，许久不见啊，父兄。宁兄，仙师，你们认识？原来如此，父老弟好福气。却也不是说福气，我与宁兄也不过是偶然相识。啊，大老鼠！见过先生。好大啊！怎么有这么大的老鼠？别吓着人家。走吧，宁兄，我带你们逛逛。胡大人，瞧一瞧，这些都是人用的东西，怎么想着做这个生意的？新鲜的东西才有人买啊！而且这些东西在人间也很值钱的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进来的。真是花了大价钱吗？大人，此话不是在点我吗？的确使了一些小手段，当然也不曾伤人，更没有害人。你本就有钻地打洞的神通，能做这样的买卖倒也正常。不过往后尽量还是少做这样的事吧。你既知晓许多百姓之间的事，也应该明白做这样的事总会有所风险。多谢大人告诫，往后便尽量不去做这样的事。这琉璃盒子何价？2枚红火果。这般贵。无尽下笔，万鬼伏藏，北斗昂昂，斗转魁罡，冲山山裂，冲水水光，灾救豁除，殃成舔灭。我帮你解决你身上的伤，那2枚红火果便算了，如何？你怎知道？成交。无尽下笔，万鬼伏藏，北斗昂昂，斗转魁罡，来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这盒子宁某便收下了。先生，方才那位摊主，莫非是盗墓贼？那摊主本就是灵里成精，平日里便是打洞钻地，总是会碰上一些墓穴的，做这样的生意也就不奇怪了。灵里是什么鱼？灵里不是鱼，只是身上有鳞片，故而以鱼为称，实则却是活在山中，你也可以叫它穿山甲。先是方才买下的那个盒子，好像非比寻常。这盒子是琉璃质地，若是让修行之人造就这样一个盒子，却是尤为容易。可贵就贵在这盒子是寻常工匠做造。这盒子，凡人工匠竟然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。而且这盒子此前的用途也有不同，盒子背面纂刻着一道法咒，这般法咒有镇妖驱邪之用。不出意外，此盒曾经应当是被高人开过光，用作镇邪的。那可的确是个宝贝。
是个好东西，这东西应当也是墓中出的。那穿山甲身上纠缠的恶鬼，大概也是从墓中带出来的。倒是凑巧了，这盒子正好派上用处。可做法器了吧？还差远了，关一些寻常的鬼怪倒是有用，再厉害些，这盒子估计就废了。蓝先生啊，你不是如意的师傅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兰花姐姐，见过蓝先生。你是宁先生？正是。兰亭见过宁先生。梨花又胖了啊，红锦了红锦，你怎么总是满身酒气？小姑娘却不能这样贪恋美酒。云姑娘进来可好？蓝先生为何会在这里？在此停留一段时日，正些盘缠再上路。原来与宁兄认识，那就难怪了。先前妖事之乱，多亏了大人出手相助。举手之劳，小如意没一同过来。如意她去了煞穴道了。那可不是个安宁的地方，不过倒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小如意有大运傍身，想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情。你们呢？为何来了这里？要去上京一趟。宁某欠了些人情，要在人间走动一段时日。你们倒也自在，挺好的。蓝先生铸就的兵器真是越发精美了，这些无外乎是炫技之作，若是实战应用，要差很多很多。云香见识短，别的倒是不清楚，不过这样好看的兵器，云香却是喜欢的。送你一把。此剑以玉石雕刻而成，后又以几种材料炼制，使其应动，化作飞长，挥舞间有清风之声，而且轻巧灵便，最适合女子不过了。别辜负了蓝先生的一番好意。谢谢蓝先生。小事，你喜欢就好。兰亭忽地想起一桩事情，想请教一下先生。蓝先生想问禹王的事。这些年来，我于人间走动，也曾见过许多新奇之事，后又在一位修士口中了解到了转世续缘之法。生前行善积德，可得往生轮回。先生对我家王爷的事了解颇多，可否请问先生，我家王爷入轮回了吗？宁某也不曾知晓此事，蓝先生或许可以再问问旁人。当年之事，想来是有人见证过的。不过这转世续缘一事，还望蓝先生好生想想才是。这缘分二字本就玄妙无比，似求仙问道一般，恐怕难见成效。我会想清楚的。那我们便不打搅蓝先生了。王爷啊！先生好像在想很多事情，胡乱想想罢了。宁兄，当年封仙大会可是热闹？那是相当热闹，建议你从第2季91集开始看。这样杂乱啊！倒有一事，为何一直以来不曾见过这些所谓的仙官啊？此事却是看这些仙官的自觉性，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官家在册封之事上并未立下多少约束。那咱们这儿是哪位仙官管辖？是灵鹿仙官。陆启山，当初在玲珑之中时，蓝宁凡路的那头鹿妖。灵鹿对于咱们妖怪之间的事少有管顾，但其实这些年来一些大事，灵鹿仙官都有露面，只是你们不知晓罢了。早年那头七境大妖于山野间作乱，便是灵鹿仙官出手解决的，而且咱们房外的柳树大人也是灵鹿仙官收服的。竟有此事？你还需好生修行，这些事还不该你们知道。胡大人教训的事，那岂不是说林鹿仙官如今就在这附近？回仙师，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今夜就到这吧。城隍大人，这是我该受之罪。此一趟九死一生，而这刑罚却还并未收完。大人何至于此呢？人间有所谓将功补过，但在因果之上却并没有这样的讲究。错就是错了，功不可抵过，该罚便是该罚，这二者有根本之区别，这便是规矩。公无赏赐，过却要罚，小的为大人感到不值。谁说公无赏赐的？却是不可说也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好了，我也没什么事，稍作休息就好了。天色不早，你也忙去吧。小的见过仙师，深夜造访，打扰了先生，还望仙师恕罪。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是这样的，仙师，小的先前胡乱闯入此地，被阴差抓去，后受了魂变之刑，魂魄意志不平而有损伤，所以想向仙师求，将这片叶子交给你们城隍大人，生服吞下，可解魂魄之痛。仙师怎知？去吧。小的替坊间百姓、山中众妖谢过仙师。这几日我也不便外出，你便替我多谢一番宁先生。小的明白。
三魂六魄皆已混乱。我这是在哪？你是谁？王爷呢？这里没有王爷，宁某也只是巧合之下就下了你。我死了。对呀，我死了。能告诉我你是怎样让我清醒过来的吗？你的三魂七魄凌乱不堪，在怨念之下魂魄互争，解决起来却也不难，捋清楚就是了。多谢阁下。你倒不必谢我，若非当初机缘巧合想试试这个盒子，你也活不到现在。阁下如今又是怎么想的呢？使我魂飞魄散，还是如何？起初时没在意，如今则是有些事想问问你。阁下请问吧。你是怎么死的？死于乱刀之下，后被人污去了面容，扔进了乱葬岗里。杀你的人为何要污去你的面容？因为我是。因为你是晋王妃吗？你知道。你的穿着打扮，纵使是一些大员的妻子都不允许衣服上有这样的纹路图案。不出意外，你大抵是皇室，掐指一算便就知晓了。宁某有些不解，是什么人这样大胆，而且这些人竟然还成功了，真是不可思议。仙师真是机缘巧合救下的我。何必骗你？仙师救救我晋王家，救救这大乡百姓吧。你且先别急，先说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。仙师，我不是被刺客所杀，杀我的人正是如今的晋王。晋王何故杀你？我知晓了，他的秘密。如今的晋王已经不是曾经的晋王了。莫非便是这个盒子？正是此物。他接着往下说来，在晋王寿辰收的礼数不胜数，但那琉璃盒子一出，却是压了满堂。晋王对此也是赞不绝口。宴会结束之后，还带着那盒子来寻了红鸾，说此物绝美，用作首饰盒子最为合适。于是晋王便将那盒子打开给红鸾看了看，不料在红鸾的眼中，却见那盒子里忽地跑出了一团黑气，转眼间就顺着晋王的鼻子钻了进去。红鸾看到这一幕，吓了一跳，惊呼出声。再一回神时，晋王却只是打了个喷嚏，好似没有事一般。但红鸾与王爷相处已久，些许的变化却是让他察觉到了不同。王爷的目光变了，好似已经不是王爷了。我起初有些不确定，也不敢声张，以为只是中邪。后来的日子里，王爷的作风大变，我这才心中慌乱，查阅了许多古籍，请教了许多高人，心中隐约间便觉得王爷似乎是被邪祟夺舍了。杀了我后，便将我的面容划破，丢进了乱葬岗中。我心不甘，便未随阴差前去轮回，又去求了城隍大人。城隍大人亲自去查了此事，回来后却直言我一派胡言。我如何解释，却无人相信。无奈之下，我化作厉鬼，打伤了阴差，逃出了阴司，再另想办法，总归不能让那邪祟就此得逞。可我到底是魂魄，魂魄滞留阳间，久之三魂七魄将被怨念所缠，丧失理智。也是穿山甲将那个盒子翻了出来，这才让他附身其上。这是佛门的人也在插手，不过瞧着却像是随缘为之，目的性似乎也并不强。其实说来，宁某也不曾看出晋王有什么问题。妾身愿发大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天打雷劈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如今也是永世不得超生。宁某暂且信了你的话，不过如今你神魂尚且虚弱，宁某这儿也留不得你，倒是有个去处。全凭仙师做主。先让他在此，待宁某查明状况再做定论。先生应当是不着急赶路，不妨就在东陵坊多玩几日。不了，时辰不多，明日便走了。你这伤势如何？还未曾谢郭先生昨夜所赠灵液，如今已有好转。慢慢来吧，今日正好在此，宁某也想问问你的打算，还有往后的安排。以我之意，这一切还是得从妖氏为出发点。如今缺的倒不是经验，而是一个镇得住场的人。但是他不一定会帮忙。你说的是林路仙官？林路仙官修为不凡，更是仙官，出手有名，以其之力，想来没有什么妖怪会不服。只是若是山涧妖怪群起攻之，却也是麻烦之事。此事定是循序渐进之事。再者说，你不去试，又怎知他不愿意呢？先生的意思是？不过你却也别高兴得太早，他既肯帮忙，要的自然也多，你给不起，一样也请不动他。还要明白。另外东林房的事，你便看着办吧。蓝先生，先生用过午膳了吗？吃了，白日里的妖事倒也平静随和。是啊，像我闲着也是做些自己的事，看看书之类的，打发时间，挺好的。蓝先生之前说要去上京，如今有些犹豫了。若是不去，蓝先生打算去哪呢？就在这里待着，哪也不去了。宁某不多问了，说多了不过是徒增伤感罢了。朱先生一直都在青山城，若是蓝先生乏了，倒是可以去青山城找他，他也闲得厉害。会的。这天下如何，就劳烦先生多瞧瞧，多看看呢。有时间便多看看。宁凡回了客栈，与云姑娘聊了几句过后，却忽听那邻桌的人正讨论着
听说煞穴道最近又乱起来了。那里不一直很乱吗？这次确实有些不一样。听人说，有个新来的丫头石头很猛，雷厉风行，没几日就收拢了许多江湖人士。看这石头，想要平下煞穴道的意思。是人说梦吧？几位大侠，冒昧打扰，宁某方才听几位聊起煞穴道的事，一时有些好奇，可否坐下聊聊？遇上了既是朋友，请坐吧。我也是听去过的兄弟提了一嘴，具体的却不了解。听那位兄弟说，这事可不仅仅是江湖势力有牵扯，几位王爷甚至朝堂都有牵扯。这煞穴道是什么风水宝地，这些王爷什么的都来插一脚。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谁稀罕那煞穴道啊？重要的哪里是煞穴道，重要的是名声。这些事哪里是争夺煞穴道这么简单的？这几位王爷还有朝堂，想的是拉拢我们这些江湖中人。你们可别忘了，穴刀门在江湖中一直都是龙头地位，煞穴道如今正是穴刀门的地盘。若谁能在穴刀门头上踩上一脚，再冠以江湖第一的名号，不知有多少人呼应而上。阁下似乎对于那煞穴道的事很是了解。道听途说，都是道听途说。对了，方才阁下说起那个丫头是什么来头，竟这般厉害，才入煞穴道就有这般本事。听说是那丫头是魏王的人，不过这倒是次要，重要的是那丫头厉害。听人说，她一柄长枪，独自一人就挑了穴刀门10余位门徒，身上甚至没受半点伤。这样吗？我可是还听说了一个事，那是相当有趣，朝堂自然也有出手派遣的，乃是朝中一位叫做王平安的官员。那王平安身上也是不凡，尤其剑法出神入化，不多时就在煞穴道站稳了脚跟。而那个丫头，据传言似乎与王平安乃是姐弟关系，这可真是妙不可言，也不知那丫头会不会把魏王给卖了。这样的事是如何让人知晓的？天下哪有密不透风的墙啊？宁某夜里清闲，兄台若是无事，不妨再来喝上2杯。甚好，我夜里也无事。上京暗卫78，见过宁先生。这么说，你是某位皇子的人？先生觉得呢？说吧，你来找宁某是为何事？这事对于先生而言，并不算什么难事。如今天下分离，分如此乱象，朝堂也很是头疼。可知如今事情，若是让宁某帮你们对付哪位王爷，或是算计什么人，你便不必再说了。宁某没这兴致，也没这打算。天下再乱，你们自己斗便是了，总归会有天下议和的一天的。先生这样着急着拒绝，就不怕那如意姑娘身陷囫囵吗？你们当真以为我宁凡的侄女是你们想动就能动的？宁先生莫恼啊，这动不动得了？先生看着不就是了？我们暗卫没什么大本事，主要的便是讲究一个人多不要命。先生有再大的本事，不妨看看能不能全杀了。且不说能不能揪出来都是个问题。看样子你已做好了身死的打算。是啊，怕死的不敢来此，我们暗卫从未怕过死，只是相比起来，我这条命最不值钱，所以就过来了。却也不曾见过这样看清自己的。先生错了，不是看清，是看清楚。我看得清楚，我们这些暗地里的老鼠能在光亮下死，已经很是值得了。先生再与我聊聊吧。你不一样是怕了吗？倒不是怕死，只是怕被遗忘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死了过后都没有人惦记的。想聊什么？此事是尤为重要的一环，如今突生变故，恐怕会导致满盘皆输。原本此事该蓝先生去做的，但不知为何，蓝先生忽地改了主意。这样说来，你们是燕如初的人？这才过去了1日罢了，你们竟这般？其实之前的时候，暗卫就与蓝先生有过接触，试探之下，方才知晓蓝先生对于此事的态度依旧犹豫的，所以便一直命人注意着。燕如初要他做什么事？主上希望蓝先生能在关键时候守住北域。只是此事，阁下说谎的本事却是不怎样。我没有说谎。宁某本就与你们主上有旧，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宁某再清楚不过。燕如初不可能在这样的事上没有防备，纵使蓝先生不愿去了，也不会求到宁某头上来。相比起蓝先生，先生是不二人选。你不是燕如初的人。镇住北域，魏、蜀、晋皆靠南域，朝堂居北，康王居于西北之地。若到时候诸王入城，最薄弱之地定然会是北方。可北有北莽，一样心怀不轨。可若是北莽受阻，其最为受益的就是康王。届时从后方而绕，忽然入城，定能打个措手不及。先生说笑了，康王可没有那样的本事，更别说也没有那样的兵力。他没有，但是北漠有啊。先生好眼力。
还有你这暗卫的身份，假扮的可能性倒是比较小。蓝先生却非常人，若无燕如初的信物，绝不可能会信你们的话。所以说，你这暗卫的身份应该也是真的。78笑得有些勉强，这位先生说的一字不差，他的确是暗卫，只不过其心却并不忠于官家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可让78意外的是，宁凡并没有杀他，相反的，还给了他活命的机会，甚至都没有要求他去做什么。只是他再也听不见声音了，但至少还活着。可是如今该何去何从，他却又有些犹豫了，好像自己已经无处可去了。他握紧了拳头，忽地觉得有些悲惨。这个时候他才察觉到这是怎样沉重的责罚。神仙不愧为神仙，身心皆责才是真正的痛苦。先生何故一个人喝闷酒？这酒不喝就浪费了。再则说，一时想的也有些多，就多喝了2杯。先生啊，世上之事这般多，本事再大也总是会有管不全的时候，不妨放下一些。云姑娘说的是。云香镜先生。江水波涛，潺潺作响，一艘小船无风无桨，行于江上。在第2天一早，宁凡几人便出了东林坊，此行顺水路前行，至少可以快2日路途。云姐姐很喜欢这柄剑啊，好看。云姑娘想学剑吗？其实会那么一些。何时？竹期会剑。原来如此。先生知晓自己前世的事吗？知道一些，并不全。云香经常会徘徊在我与竹期的记忆之间，分不清到底谁是谁。有时候觉得我就应该只是我，有时候又觉得竹期也是我，但总会弄混。宁某早些年也有这样的疑惑，在我非我的事上纠结良久，始终不得明悟。先生是如何解决的？没解决，一时的明悟不是明悟，这始终都是要承受的因果。因为在天地之间，从前的我一样是曾经的我，都是我，这一点都毋庸置疑的。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开一些。其实这样反倒是像在逃避。当初在玲珑中时，他也曾在短暂间想明白这一切的事情，但后来的后来，却是发现自己根本避不开，总会有许多琐事在提醒着他。他宁凡身上压着不可卸下的担子。云香看着先生，其实他与先生是一样的，有时候的确也在避开竹期这记忆，好像是忌讳一般。在一段时间里，他也反复沉思着这个问题，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是竹期还是云香，二者始终分不出个先后主次。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相融，看似是奇妙无比，但其实这本就不能算是件好事。云姑娘能分清这些，可见绝非寻常女子。先生一定也很痛苦吧？许多事也让宁某知道了个道理。什么道理？要学会装傻。红尾俏，听闻江南有鱼，其尾微红，嘴俏昂扬，滋味最嫩，更是鲜美无比。这鱼儿很是鲜嫩，正好去会老友。先生的故友，早年于江边酒楼避雨认识的一位掌柜。说起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不知他还在不在。应当还在的吧？先生此行定不会落空。几位客官，本店饭菜还算可口，可去堂中先坐，小二一会便来。周掌柜不认得宁某了。你这一抹红尾俏不如当年肥美，但也能对付2口，掌柜可不要嫌弃。哎呀，你是宁先生啊！快，小二。一别多年，宁先生如今也不是孤身一人了啊！好事。这位是云香云姑娘，小姑娘姓于，名红锦，还有我家猫儿梨花。周某见过云姑娘与小姑娘，还有梨花，是个乖巧的猫儿。周掌柜的日子过好了。人老了，闲钱自然也多。当年没能好好招待先生，如今却不能落下才是。快请。周某至今都还记得清楚当年之事，若非先生那上京模样，周某此生都未必能见。如今年岁大了，时常想起先生，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再与先生痛饮。这晚年之际能再见先生，周某也死而无憾了。来，我敬先生。敢问云姑娘可是先生夫人？不，算半个夫人啊，一个半个却无差别。我敬云姑娘。没有半个，只有一个。对，愿先生与云姑娘百年好合。不对，应是情缘万年，百年确实短了。云姑娘，云香有些不舒服，先出去一下。先生怎么出来了？怕你有什么事。云香能有什么事？反倒是云香讲了不该讲的话，先生别放在心上，一时发疯，险些让先生难堪。不难堪，走吧。江风凉爽，
吹久了也头疼。云香低着头，随后便转身进了酒楼里。周掌柜好客，话总是说个不停。云姑娘回到酒楼时，也好似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，与周掌柜闲聊客套。片刻后，酒楼的伙计为他们安排好了住处，却被宁凡所婉拒，不便久留。马车再度启程，这一次直奔上京而去，却不曾想过周掌柜也会怕夫人。老了是这样的，听说夫妻早年都是相敬如宾，到了老了之后，便就不会像那般守着规矩了。该说的话，该骂的骂，虽说多了隔阂，但相处之下却是轻松了许多。这倒是。那云姑娘觉得是前者好还是后者好？应该是后者吧？是吗？先生是在怪云香？哪有？老龟见过宁先生，先生走得太快了。龙君知晓先生前来，特意让老龟在这里等着，请先生于龙宫一叙。另外，龙子龙女们也很是想念先生，还望先生赏脸。咱们去哪？今个去龙宫吃席。先生，那龙宫莫非在江中？正是。应渊见过宁叔叔，这位是？这位是云姑娘，据她所说，算是宁某半个夫人。先生都在说些什么啊？见过叔母？不是，不是。叔母别客气，哎，别在外面说，酒宴已经摆好了，叔叔叔母快请。先生可不能再乱说了，这话可不是宁某说的。阿姐，爹爹，宁先生来了，还带了叔母。叔母？什么叔母？爹，你慢些。万不得。龙君好久不见啊。前2天才见，你走开点，本君跟这位姑娘聊聊。云香见过龙君，奇女子也，却不知龙君意思。此番算是家宴，不必客气。令叔叔、叔母，快请落座。劳烦天将娘娘了。喝酒，喝酒。说起来，似乎好些年前，龙女便说过要化龙之事，按理说早该过去了，为何如今？回叔叔的话，因没赶上天时，王朝分裂，气运不稳，尚且不是化龙的好时机。爹爹便让我们暂且先等等。的确也是，如今大相分裂，的确也引起了诸多麻烦。人到气运一散，诸多事就麻烦起来了。不过也无碍，这天下分久必合，头也开好了，便也不用担心太多。而且殷恩跟殷渊也需多多磨练才是。话说回来，大太子还未回来吗？大哥如今仍在荒海，上回大哥让人带了封信回来，一切都好，而且大哥也找到了化龙之机。说起来，你们化龙的事还多亏了宁先生，要不然也不知还需再等上多少年。这与宁某何干？你还谦虚上了。当年一篇龙经，使得我龙族气运大涨，四海八荒之中，所有身有龙血之妖尽有所得。龙经一出，好似渡了半场天劫一般。也是因此，才过几年便有了化龙的机会。喝酒，喝酒。你小子不声不响就找了个媳妇，厉害。你喝多了。开玩笑，我能喝多，老夫能喝多。话说云姑娘能将他宁凡拿下，本君是服气。这不要脸的家伙，厉害是厉害，但就是根木头，好手段，本君佩服。你这酒品忒差了些。本君哪里酒品差了？你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小心本君捶你啊！你就是酒品差。令叔叔，爹爹他喝醉了，有所得罪，还望先生别介意。本君问你个事，你跟这位云姑娘到哪一步了？哎，你听不懂。宁某应该听懂吗？哎，不行啊，你一看就没成。醉了就别说话了，当着人面议论别人可不好。你说的对，真没有？没有。你是真不行啊！你都活了多少年了，还整这些把戏，还装醉，也不骚皮的吗？骚什么皮？本君没想到你真不行啊！干嘛？你宁凡还想动手？你以为你打得过本君？再胡来，宁某便真砍你了。爹，令叔叔，先生，砍来砍，往这里砍，你可别对不准。宁某砍了，你砍，谅你也不敢砍。你真砍？你让宁某砍的。好，打一架吧。好啊，实话说，宁某看不惯你很久了。你以为本君看得惯你啊？打就打。令叔叔，爹。龙君啊，龙君，就不能换个地方打吗？再打，这龙宫可都要塌了。何不出神通？宁某的法力可值钱了。好啊，瞧不起老夫是吧？
老泥鳅，你好大的口臭！说谁口臭呢？你个老不正经的东西，一身衣裳不知穿了几百年都没见换过，也配说本君口臭？呸！老泥鳅口气真大。天地明我心，敕令镇河妖。敕曰：水运平，江水止，龙威压。你骂谁河妖呢？你的神通术法呢？何不使出来？你的法力呢？怎么回事？他以为能与宁凡斗个难舍难分，但最终却是这样草草结尾，一点都不痛快。之前出了些岔子，散尽了法力，如今尚未恢复完全。老龙王不禁觉得有些佩服，尽管法力十不存一，凭借敕令与剑法，却也与他斗了几遭，可见非凡。本君就知道你就这么点本事了。老泥鳅，老不正经。宁某哪里不正经了？勾搭人家小姑娘，你还不认了？你个老泥鳅，嘴上真是不饶人。如今你没了法力，又该如何？还能怎么办？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可是吓死我了，这点风浪都禁不住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爹爹教训的是，爹爹别为难二哥了，二哥可不是怕这场面，是怕爹爹跟令叔叔真的斗起来，我们这做儿女的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还是恩儿会说话，你这小子可得多学着点。先生没伤着吧？没，只是闹着玩而已。先生这闹着玩，像是真的似的。让云姑娘担心了，龙君、宁某便不进去了，路途甚远，还需再走走才是。去你的吧，本君还不敢奢望留得住你宁先生。臭泥鳅，老不正经，告辞了。滚滚滚！我梨花还没吃饱呢。哈哈，酒。你们先进去。跟了这么久，还要宁某请你出来吗？仙官林路见过宁先生，几年不见，真是大变了模样。江南养人，女子含蓄，常居此地，自然也就与以往有所不同了。却不知道你此次跟着宁某又是为了什么？可别像是最初那次一样拦路了。方才江上起浪，化作龙形，林路身为仙官，坐镇此地，见此异象，自当探明究竟。想来是因为方才宁某在江底与龙君切磋，故而引起这般变故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先前宁某听欢妖提及关于妖事普及之事，不知仙官可有耳闻？先前他去信于我，提起过此事，此事是先生的主意。算是吧。这禁地妖祸最多，一来是因为水妖多居此地，二来则是因为此方山峦稀少，妖多处于人世，故而引起。此事不瞒先生，此事林路尚且还有顾虑，如今禁地的格局，先生有所不知，人与妖之间有冲突，妖与妖之间同样也有，尤其是水妖与山中妖，水妖多属于龙宫镇下妖王，在此地盘踞多年，作威作福，却也不好对付。其次便是诸多行走于禁地的修行中人，其中以全山修士为主，见妖即杀，遇妖即斩，不分善恶，许多老实妖怪也因此受了无妄之灾。若行妖事之事，恐怕会引起全山注意，会让他们认为妖族是在行壮大之事，到时候恐怕也会引起一场屠戮。龙宫之下的妖王你倒不用担心，宁某这儿有信物一枚，你带着此物前去龙宫，可求得龙君庇护。于全山，宁某亲自去游说，不必担心。先生为天下谋福，眼前障碍皆散，林路自当竭力相助。我们走吧。先生，接下来我们往哪走？是直去上京，还是？起初不知去哪，如今便去全山看看吧。听闻全山与青山城清仙宫一般，乃是仙人之地。全山修士所行的确不是凡人手段，说是仙人之地也没错，但实际却也要看过再说。宁某总是觉得这全山或许会出乎意料。几位止步！两位道长何故拦路？仙家之地，岂容妖邪入内？梨花是妖邪吗？果真是妖邪。两位道长可要考虑清楚，上次欺负梨花的道人可是养了好些年。你身为天地之精，却为妖邪说话，想来亦非善类，开口又威胁贫道，今日便别想走了。宁某来时便听人说起，全山修士是世间妖怪皆非善类，不分善恶区别。起初宁某还有些不信，如今想来是真的了。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闲野道修，道行不高，却和妖邪混为一路，着实让人瞧不上眼。
两位道长言语犀利，说得上桀骜2字。全山身为人间仙山，山中弟子都似两位道长一般不分青红皂白，随口污蔑贬低他人的吗？呸！你这老太婆，好生不识抬举！我等未挑剑打你们下山都不错了，竟还敢大放厥词！你骂谁老太婆呢？呸！放肆！师兄，你就在此拦住他们，我去叫长老来。一会你可别想着逃。宁某不走，就在这里等着。也算你有几分胆量。红锦，你先带着云姑娘下山去，梨花也去。红锦不走，红锦要揍他们，梨花也要揍他们。先生不必担心云香，你也跟着他们闹，听话，先下山去。先生怎么跟哄小孩似的？他们说云姐姐你是老太婆，该打。小孩子不要总想着打架。再说了，先生一个人就能解决了，也轮不到你动手。梨花不走，如意告诉梨花说，别人打梨花，梨花也要打回去，打到他们怕，就不敢再招惹梨花了。梨花能解决这一山的道人吗？那要比这座山高一点。好，那咱们便等着，看这群人能耍什么把戏。当宁凡回过头看向面前的道人时，他的目光再度冷了下来。在为数不多的岁月里，宁凡很少像是这样失态。于他而言，他宁凡挨骂倒也没什么，但这全山的道人实在是嚣张的过头了，比当初的无为道人还要嚣张。不给他们一个大教训，此事是不能罢休的，谁来了都没用。你们的人还没来吗？我看你是着急着送死。你说的对，是宁某着急着送死。师兄，何人胆敢在我全山闹事？哪来的乡野小道？就我全山无人。你们都是全山的弟子吧？等了半天，却是将师兄弟给搬来了，老的不来。你这样的恶徒，何须长老出手？宁某还想着老的小的一块打，如今看来，只能打你们这些小的解解气了。以多欺少，不是好人。邪祟多嘴。我家猫儿可曾说错了？你们全山道修如今不正是在以多欺少吗？如此行径，当真是正派所为。也难怪当初连个正统都求不到，就你们这样的也配称正统玄门？满口胡言，贫道是要将你练成尸鬼。天劫。道友。道法律令，骤起，扶起。宁好人，他们有点不行。是梨花比较厉害。敢问道友是何故要与我全山作对？道长觉得呢？受了欺负，自然要打回去。梨花都明白的道理，道长不明白吗？全山的弟子很是有趣，起了争端，不敌他人，转眼喊来数人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开口便要将人练成尸魁，好大的威风啊！清仙关的道修也没你们全山这般威风吧？道友，我全山弟子的确做得过分，但却也不至于此吧？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？道友，贫道里让你3分，道友却想着要我全山弟子性命。我全山乃仙山道门，岂是谁人都能踩在头上的？道长是不是搞错了？是你们全山无礼在先，错的是你们全山，而非宁某。道长是觉得你们全山势大，便谁都要俯首称臣，让你们3分薄面吗？宁某今日不给你们这个面子，你们又能怎样？好。我全山势弱，而道友道行颇深，想来并非人间修士。这人间似末法一般，修行中人自然比不上富裕之地。道友以力镇压天下，道友这般作为，不一样也是以大欺小啊，却是让人不齿啊。真人此言实在好笑。你全山不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却还来怪罪旁人以大欺小。再者说了，谁告诉你宁某不是凡间之人了？贫道却是不太明白，你这样做有何意义？宁某来时本是有一桩事想要商量，可见全山门下恶徒顿时就失了兴趣。弟子这般，长老更是。如今见了掌教，才知掌教也非同一般，谁都不想认错。既如此，又何必谈？依宁某之见，直接镇压了全山，不仅省时省力，更是不用多费口舌。
道友真是痴人说梦。我全山岂是土鸡瓦狗，是你说镇压就能镇压的。贫道便也让你明白一下，什么叫做天外人还有天。还请赐教。你以雷法伤我弟子，贫道便以雷法让你付出。雷法不错，不过就到这儿了。敕令，这般偏门神通也有人习，着实可笑。可不可笑，试试便知。宁某允你10手，若你能碰到宁某，哪怕是一片衣角，便算你赢。猖狂！这算1招了，还剩9招。尸龟吞生。现。谷子，宁某如今很是好奇你身后的人。吞了他。这谷子有些水准，不过似乎是宁某略胜一筹。又是1招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已过2手，你还剩8手。道友这小谷子，想来也非寻常修士。常言道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如坐下再做商量。敢问道长，宁某看着很好说话吗？那便得罪了。副上仙知道，请盘罗仙长相主，在线通天一旨。应该死了吧？留你不得，请将军来。所有弟子即刻离去。血肉就在眼前，可当嚼之。金光法咒，驱魔斩邪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又来了，快帮帮宁好人！为什么你好像不喜欢宁好人？虚影没有解释，但却又像是默认了一般。梨花也明白了过来，这道身影是从他身体里来的，但却并不是他。宁凡这边正与那将军僵持在了一起，但一招一式之间，宁凡都未曾主动进攻，更多的则是格挡。那位将军手上的阔刀大开大合，时常会露出破绽。这位将军好似在求死。果然是有一时的嘛。这位将军，可需宁某帮你一把。宁某让你插手了吗？你若是让此古江解开束缚，定会有数不清的人遭殃的。是这样吗？那是古江，古江至阴至邪，非生非死，你竟想收服此等魔物，你真是疯了。顾某不忘此恩。好冷。江本就是阴冷的。怎么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羞辱贫道吗？宁某还未问话呢，怎能让你就这么死了？休想从我口中问出半句话。真人真是这么想的。既是如此，见在眼前，掌教真人自刎便是。真人似乎不太坚定啊。魔头，贫道何曾惧过？宁凡的目光看去，似乎一时间也没料到这位掌教会这样果断，但也无碍。宁凡也没觉得这掌教死得可怜，他早便有了打算。今日闹这一顿，全山总是要死几个人的，而这位掌教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，让他这么急不可耐的寻死？这里面恐怕大有文章。但见这骨字，宁凡便料到毒一般，连掌教都逼死了，还没人出面，这背后的人真是沉得住气。感觉如何？
很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顾僵尸。早已从岁月中淡去的古江一道，宁某对你可是有些好奇的。是你帮了我，算是吧。我可以答应你3件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宁某自己能办到的事，为什么要找你？顾将师好似明白了宁凡的意思，可他不愿意寄人篱下，成为别人的刀。此事稍后再说，不妨先与宁某说说你身上发生的事吧。我生前乃是一位将军。你说的这位肃王叫什么？听说姓宁，是东河唯一一位异姓王。至于字，我确实未曾听他说起过。你继续说。后来肃王凭借着毅力，将自己练成大成之将，集结我等古将一同对付妖龙。自那次过后，妖龙就没有再来犯过，而我们的归宿则是被葬进了棺椁之中，待危急之时才会被人再次记起。肃王呢？我再次从棺椁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是一伙盗墓贼打开的棺椁，也是从那一伙盗墓贼的口中，我才知道东河已经覆灭了800年之久了，而我们也早已被遗忘了。后来的事情就有些不同了，这群人带我出了海，不只是我，还有被埋在各处的同僚也被他们带了出来。再后来，我也了解到，这些人本就是盗墓贼，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古江的事，从而在天下寻找。他们所求是长生之道，但他们失败了。不过半月岁月，上岛的10余人练了那法门过后，大多数都疯了。他们互相撕咬，相互争斗，最后被人分而食之。最终有一个人成功了，他的毅力非比寻常，在一番装疯卖傻后骗过了所有人。他把除了我们这些古江之外的所有人都给吃了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还记得那天他的目光冷得令人心慌。他叫什么？只知道同行的那一伙盗墓贼都称呼他为小书生。没有具体的名字吗？后来我跟着他数个甲子，都不曾听说过他具体的名字。不过后来的他倒是有许多名字，一开始的金江道人，后来的魔将，再到后来的魔君，而最为让人耳熟能详的便是幻魔神君这个名头。幻魔神君，你与我好好说说这位幻魔神君。你听说过？略有耳闻。自那次过后，他便成为了真正意识清醒的将。他凭借自身的头脑以及我们的力量，很快就走进了仙人之地，并且很快就站稳了脚跟。初入江道之时，他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一般，但仅仅1年过后，他寻遍了无数阴气煞气聚集之地，滋养自身，其一人便能敌过我们所有，身躯之力量也是非同凡响。不过他身上却是有些怪异的地方。怪异的地方，他总会时不时的消失，但几年之后，他却又会莫名的出现，而且这样的事不止发生了1次2次。这怎么可能？不该这样，不该这样啊！你似乎有些过于激动了。他消失1次，大概多久？2、3年吧，应该是的。宁凡听到此言，目光再度茫然了起来，眼中更多的则是不可思议。那幻魔神君就是自己曾经的一世。宁凡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与他一般，身染同样的诅咒，有着忽然消失又忽然出现的怪病。凭借着顾僵尸的话，也可以认定那位幻魔神君至少有90%概率是他曾经的一世。你与我好好说说吧，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与我好好说说，我要知道这位幻魔神君所有的事。早年的时候，魔君从不滥杀，他从弱小而起，逐渐强盛，也有了些许名声。可名声大了，却越不是一件好事。不知何时起，仙人之地开始有了传闻，说他一身煞气湿气，如同魔头一般，向来遵循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他，莫名就被扣下了魔头这样的帽子。但他似乎不愿意与人计较，带着我们东躲西藏，甚至藏进了深不见底的山谷里。但是事情却总是会往坏的一面发展。那孩子本性不坏，因为一身的邪气，惨遭世人唾骂。修士皆要与他为敌，某位修士步步紧逼，无奈之下动了杀心，同时也引来了麻烦。那个修士是一方仙门的当代大弟子，更是其仙门长老做下首徒。后来便是无休止的追杀，他们步步紧逼，他处处退让，直至退无可退。隐忍许久的他，最终还是动了手，前来追杀他的长老死无全尸，更有10余位弟子殒命。后来再遇这样的人，他也从不手软，他的名声越发的臭了。诸多修士提起了剑，打着斩灭邪修的话语，对他展开了无休止的追杀。那孩子本性不坏的，但在唾沫之下却成为了一个坏人。近100位仙山修士围攻于他，最终退无可退，堕入了魔道。近100位仙山修士命丧当场，而他也在那场乱世之中消失了，徒留下我们于世间浪迹。直至3年过后，在一处深山之中躲藏的我，听外人说起了当初的那一方仙门之事。一夜之间，整座山门被一魔修屠戮，无一人生还，所有的一切也由此开始。拦他者死，逆他者亡。当初那个本性不坏的孩子，却变
成了这样。我在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需要我的帮助了，他的身边多了许多人，无一例外都是对他俯首称臣。而他做到这一切，只用了一甲子，只是一甲子，无畏魔尊，幻无名号，仙人胆寒，天地俱安。世人称他为幻魔神君，他是最为纯粹的魔。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吗？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死了。当初的某一天，他忽然找上了我们，用秘法将我们封印进了棺椁之中。他说他有朝一日还会回来找我们这些老伙计。那他后来回来过吗？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这样吗？你生前叫什么名字？顾兄，大兄的兄。这字有些不详，生前坎坷，死后亦是如此，遭了不少罪。幸得你相助，助我摆脱了束缚。倒也不用谢我，你身上那骨子与符箓早已在岁月之下逐渐衰弱了。就算宁某不告诉你那阵眼，要不了100年，你自然也能挣脱这骨子与符箓。100年光阴，却也不短。宁某有个疑惑，听你说的幻魔神君与你们的关系也算不错，那为何这般岁月之下，他却从未解开过你们身上的封印呢？大抵是怕我们走了，他就没地方喝酒了吧？他没什么。我明白的，往后一段日子，你跟着宁某如何？你有什么事是想要我帮忙的吗？暂时没有，你也别多想，只是暂时给你找个去处而已。多谢。你觉得宁某像他吗？你为什么这样问？宁某觉得他应当会与我长得很像。一点不像。是吗？那你先在这歇息吧。宁某有些事，你若闲着无聊，便在方阵中逛逛，瞧瞧如今的世道。好。幻魔神君，似乎梨花当初便是跟随着墨玉，处于幻魔神君的麾下。宁好人看着梨花的眼神好奇怪。没有，只是一时想事情想得有些出神。宁好人有秘密。宁某能有什么秘密？梨花看出来了。这么厉害，这也看得出来。那当然，梨花的眼睛可尖了。宁凡笑了笑，便没有说什么了，但不知道怎么的，却又觉得有些怪怪的。按顾匠师所陈述的东西，宁凡觉得还是有些掺假的。顾匠师定然是有所保留的，要不然就是更改了什么东西。宁凡不敢去笃定，也不敢去相信，他觉得二者之间差别太大了。当初第2季77集的时候，打一道剑中残魂都显得吃力，哪配与魔君相提并论啊？宁凡还是觉得不太可能，他还需再去求证一下才是。如今也只停留在怀疑的阶段。不过这倒是解开了他内心之中的一些疑惑，同时也让他想起了一件落下的事，便是那残躯被镇压在玲珑之中的残躯。魔君修行将到，甚至有可能已经到了肉身不灭的地步，灭不了，便只有封印。不过如今的宁凡尚且还未找到全部的魔君遗体，先前找到了2手1腿，还差许多呢，倒是像拼图。宁好人，宁好人。宁某出去一趟，梨花先去找云姑娘。长老，那人又来了。莫慌，尚且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2位师弟，我们一同前去。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若他硬要杀人，你以为我们逃得掉？走吧，3元师兄。3位是？我们3人乃是全山长老，仙长上山，我们自当下山相迎。那便请宁某瞧瞧你们全山吧。当初在第2季95集封仙大会，宁某曾与你们全山的王道长有过一面之缘，力若但却敢为，最终虽未求得正统，但却也让世人知晓了全山，却不知道他如今还在全山吗？回仙长，王和已被接引至神仙界了。接引？正是，王和资质不凡，虽未求得正统，但却为我全山扬了威名，后被掌教引荐，仙府来人接引其去了神仙界。你们知道他跟着谁走了吗？回上仙，接引之事一直都是掌教负责，掌教已故，我等也。你们以为全山背后的势力定是非凡无比，定是仙山大宗？若宁某告诉你们，你们掌教真人身后背靠着的是魔修呢？不可能，我全山败于你手，成王败寇却也认。你又为何要这般侮辱我全山名声？同是修行中人，阁下何必这般污蔑我全山？若真是呢？绝不可能。宁凡不与这3元道人争辩，说不明白的事，不必浪费口舌。全山的弟子似乎都有些害怕宁某，门下弟子规矩没做好，还望仙长恕罪。宁某不是说这个，其实只是想让道长知道，这些弟子大概不是宁某下到的吧？昨日那煞气冲天、尸溃遍地的场面，可不是宁某做的。仙长，我全山的手段便是如此，是正道还是魔道，却也不是看术法如何来分别的，应看品行与修道之心。宁某认同道长的说法，当然，宁某也不是在隐喻你们全山是魔道，至少如今眼前的全山也只是可圈可点，完全说不上魔道。多谢仙长。你们全山掌教死于宁某剑下，当日情势复杂，宁某也没来得及料理你们这些长老跟弟子。今日宁某来是来收尾的。
仙长，便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全山如今无力与仙长相争，掌教身故，如今弟子们也失了心，只希望仙长能给全山留个根在。三元道长紧张了，宁某并非什么滥杀之人，不过在宁某看来，你们这全山，要不然就先别办了吧。仙长，全山的弟子不只是良莠不齐这样简单，无论从品行资质还是道行上，作为修行之人都是不合格的。修士心正，见人间，不说此路皆要行善积德，至少也能福泽些许。但若是修行心恶，步入人间，且不说能不能安分，只要不为祸一方，便算是好事了。仙长，我全山并非所有弟子都是这般。道长不必心急，且待宁某说完。其实不论从弟子还是全山的教义上来说，全山都不算是一个合格的修行山门。一山100人，若有10余人恶，尚可理解，但此数若过半，那却是大问题了。宁某来的路上跟百姓打听过1、2，你们全山上下来的人10之8、9皆是恶徒，此事你们掌教有责任，你们几位长老一样有责任。仙长教训的是，仙长教训的是，仙长，且给全山一个机会吧，在下定会清理门户，将来全山也定不会再收这些心性扭曲之人。那如今这些呢？此前曾作奸犯科者，一律废去根骨，不再入修行之道，如此可够。道长还需加强管制，一个人的品行尤为重要。修行中人，善者福泽天下，恶者为祸众生，因果渊源皆在其中，全山还需对的眼光才是。仙长说的是。再说说另一件事吧，也是宁某这次的来意，关于这禁地的妖之仪式。仙长，贫道并不是说这样做不对，仙长为妖族谋出路，为正道所为，当是如此。只是在贫道看来，若是这样相安无事，却是不大好。人对于妖始终都存在偏见，这样的偏见会激化这样的矛盾，从而留下因果。若往后妖族发展起来，同处一片山河，恐怕会……这一点道长大可放心，人道亦有对策。山中精妖往后自有册封的仙官鬼神来管，有些东西给他的，他可以拿；不是他的，他不能动。当日全山封山，在封山之前，有许多弟子从山上别赶了下来，无一例外，这些被赶下山的弟子都被废除了根骨，从此往后再也无法修行。三元道人要为全山的发展重新谋划，掌教真人给全山遗留了太多的问题，他不得不从头开始，重新树立全山的规矩。另外的2位长老，一位被派下了山去，为的是去寻找那些逃走的弟子，品行不端的走在世间，会酿成大祸，还需处理干净才是。余下的1位长老跟一些弟子，则是在全山之中立下了众法堂，为往后做下铺垫。全山也从此迎来了新的章程。从全山回来后，宁凡便找来了顾匠师，以一道术法止住了他身上散发的阴气与煞气。梨花在见顾匠师的时候，也觉得顺眼了许多，至少没觉得那样怪异了。大个子，你总是看我干嘛？我见过一只跟你长得一样的猫。它有梨花这样的花纹吗？有。有梨花的眼睛吗？鼻子呢？都有。那它一定没有梨花聪明。那要比你聪明一些。他记得魔君身旁的那只猫儿很是聪颖，甚至在一些事上也会为魔君决策进言，手底下还管着不少魔修呢。而且似乎有许多魔修都对那猫儿言听计从的，不是屈服于魔君，而是更为直接的钦佩。不行不行，它不能比梨花聪明。宁好人说了，世上不能有太完美的人。宁某有些事恐怕不能同云姑娘到上京了。先生去吧，云香在上京等着先生回来。劳烦你送云姑娘前去一趟上京。你让我暂且跟着你，我如今也的确没有地方去，我此去上京一趟要不了多少时日，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怎么寻你。你不必寻我，云姑娘到了上京过后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看看这山河变迁也好，2、3年后宁某自会来寻你。2、3年。我倒是搞不懂你，这个时候来我这干嘛？你就不怕被人误会？到时候朝堂命人追杀你吗？我一路上都很小心的，没人认出我来。唉，你不愿背叛朝堂，我劝你几次了，你都不听。我实在是看不出来那几个皇嗣有什么本事，没一个比得上先皇的。阿姐，先不谈这几位皇嗣，纵观历史，先皇在朝堂之上的才能，都不见有谁是能与其相当的。那就挑，天下这么多人，总是有比得上先皇的。那不一样。甚至是没有名头的造反，这样的造反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先皇不也是造反吗？先皇是燕皇族血脉，身后站着的是数不尽的锦人。你真不跟我走？我希望阿姐走，不要掺和进这些事情来。爹娘给你取的平安2个字，你全都忘了。你以为我愿意来这鬼地方？你以为我乐意掺和进来？还不是怕你死了。这里不是朝堂，这是江湖，谁跟你讲规矩？磨嘴皮子啊，刀光剑影，不走那就是永无宁日。走了也将永无宁日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
阿姐，你别管我就好，这是我的宿命。阿爹阿娘给我取这个名字，也不仅仅是希望我一个人平安。你不跟我走也好，等我将你手底下的人全都宰了，你一样也得跟我走。阿姐既然想知道，那我便跟你说了吧。事情要从很早之前说起。那时候先皇还未病逝，他明白在短时间内是没办法解决这群江湖人，想要让他们服，自然要用一些别的办法，要让他们心服。短时间内没有隐患才行，而他选择的人就是我。你等等，你说是先皇选中了你，但他怎么料到会有歃血道的事的？我之前便跟阿姐说过，纵观古今，没有几个能比得上先皇的皇帝。歃血道的事也是他的安排。一下要让这些江湖人绝望，再由我带领着他们重新站起来。如意感到背后一冷，所以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局。他忽地发现这歃血道的5人是多么的可笑，以为是一个安身之地，但不料踏入此刻的时候，就已经进了别人安排好的局。让我想想，你一个人做不到的。阿杰可以试试。阿姐怎样？真是世道变了，弟弟都能打姐姐了。不是阿姐，切磋就是切磋，我哪里？我知道，阿姐高兴。我说了，你不行的。阿姐这样耍赖怎么能行？你懂个屁，这就是江湖。我帮你。平安看着阿姐的目光，却忽地觉得阿姐有些变了。是啊，他到底是有些误会阿姐了。混迹江湖这么多年的阿姐，哪里还是当初那个小姑娘？什么肮脏龌龊的手段没见过，却不是她这个朝堂之上的闲人能比得上的。是那个磨刀的。上官宁静也在。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。大江境内的乱世已经够多了，但在同一时候，外界的乱世也由此升起了。这一年的寒冬，北漠起兵，直逼康王之地，朝堂以先皇之言语，布下圣旨，外贼入侵，内当放下刀戈，同御外敌。几位王爷虽说争斗不休，但对于外敌都是一视同仁，坐收渔翁之利，却也要待后再说。不多时，各方兵马齐聚康地。康王见此情形，心中松了口气，但最终却是落下了一声长叹。他知晓自己大势已去，此战无论能否镇压北漠，事后他也再无立足之地了。隔年惊蛰过后3日，在绝对的兵力之下，北漠人节节败退，最终龟缩在了水浸城中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却发了意外，康王于冬日之中受风寒袭身，暴毙于帐中。在关键之时，朝堂与燕王的军队及时到场，故而才没使得晋王得逞。如今是3方相争，争这一块肉，但这件事情之中，却有一人对此毫不感兴趣。在争斗发生之时，原本派遣至此的军队就被召回了，那便是魏王的军队。你一天就不能找点别的事做？编草鞋能卖几个钱？那你赏我点钱用？你跟我就赏你。这样小气，还指望着别人能跟着你？你懂什么？小气者才能成大事。我可是听人说了，先前支援康王抵御北漠，你派遣了2万人马过去，你可不小气。朝堂的那群人拿先皇的名而不圣旨，而且外地入侵这样的事哪能不从啊？是吗？不过我可听说你最后一点好处都没捞到，就把军队差遣回来了。有什么好处？那康地都烂成什么样子了？经济萧条，军队弱势，百姓更是心中恨意，接手过来无异于是个大麻烦。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那可是不小的兵力，你就真忍心这样舍弃？你还是混江湖的好，这些事你根本就不懂，我也懒得跟你说。你还说起我来了？哼！外患一解，内乱便起，如今几方相争都已经撕破脸皮了，到时候谁去镇压？朝堂再以先帝的口吻发圣旨，谁还会听？完吧，总有一天要崩的。毛儿，你看什么呢？梨花在看很远的地方。为什么看西北边？梨花的好朋友在那，他叫如意。哦，他在哪？听好人说，他去了歃血道，很危险的地方。你这样一直看着也不是事，像你这样会说话的猫应该很厉害吧？为什么不去找你的朋友呢？猫儿不能乱跑。是你不认识路吧？猫儿不认识路，也从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一直以来都是墨玉去哪他就去哪，宁好人去哪他就去哪。猫儿很随意，很没有自己的主见，见识了很多东西，但懂得依旧很少很少。不过我倒是觉得你留在这里好些，我们家多好啊，你也不愁吃穿。这里不好，宁好人喜欢有人情味、有烟火气的地方。梨花以前不懂，但后来看过很多东西后就明白了，这里不好，这里的人都在害怕什么，低着头，说话都很小声。你说的对，咱们出去吧，咱们就先去找你朋友。你认识路吗？
嘿嘿，我不认路，但总有认路的人。我跟你去。大哥真是一刻都休息不下来。如何休息呢？如今的唐府早就不比当初了。若是仅是一县一府，尚且还有空余之时，但如今却是数州数城，手下的人数不胜数，但凡哪里出错，都有可能殃及整个唐府。我又如何安得下心？那大哥又何必做得这样大呢？云香多嘴了。要是家里这些人能像妹妹你这样看得清就好了。不打搅大哥了，云香先出去了，晚些管家会把饭菜送过来，大哥记得吃，若是凉了便唤一声，会有人重新热来。好。大哥你还是抽些时候出来歇息一下。这蠢猫走都不打一声招呼。红锦，你想出去玩吗？云姐姐，你可以直接打的，不用问我。你这丫头，姐姐真心问你呢。不想，那就是想出去喽。没有吧？唉，姐姐这辈子欠你的。那红锦能出去买酒吗？给我的。不要吗？要。好像所有人都在长大，都在变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死后的一切化作了一场大梦，没有修行，没有练心，如同走马灯一般，在岁月之中所丢失的一切，好似都能在梦里补齐。酒肆里的张老头，流云山中的老观主，还有玄黄道人，还有许许多多从始至终他都一直惦记着的人。宁凡好似看开了一切，但实际上也不过是将这一切都藏进了心中而已，但在梦中却又重新出现了。打酒，先生来了。你这日子真是过得越发快活了。先生说的哪里话，还不是托先生的福。难为你了，老伙计。老道略胜半子，宁先生承让了。宁某让你的。宁先生的脸皮厚了不少啊。脸皮厚才看得开事，倒是好事。想来是外界的事治好了先生。你那3个徒弟呢？见过宁先生，见过宁先生。一人1个，不能抢。愣着做什么？宁先生请的，可不能不要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师傅。好生拿着，可别被师兄们抢去了。先生似乎很看好我这小徒弟。你这小徒弟最没本事，但又是最有本事的那一个。看样子是命不好，不分好坏吧。你这家伙又来蹭吃蹭喝，没了，一点半点都没有你的了。一杯茶水钱你都舍不得，那你怎么不付钱？宁某没钱，自己去讨去也成。行了，一盏茶而已。还有白粥，你别得寸进尺。那不成，你那粥最好喝，比茶好。咦，服了你了，起来吧！穿的这般干净，摆个破碗，谁给你赏钱啊？死不要脸，你就不能找点事做？不聋不哑又不残的，几个钱还挣不到？宁某有钱啊？那你还谋我茶和粥？不要钱的才香嘛！滚，快滚，快滚！明早再来啊，记得煮宁某的粥。这样的感觉真是不好。见过小道长，见过居士。不知3元道长可在观中？不知居士寻观主是为何事？劳烦小道长前去通报一声，便说是有故人来访，宁某单自烦，还望小道长知晓。小道这边去通报。老道见过宁先生。一别几年，全山当真是大变了模样。托了先生之福，不然我全山不知要堕落到何种地步去了。3元道长说笑了，宁某按理说应是你们全山的仇人才对，是恩人，大恩人。如今山中弟子都已走上正道，一代更胜一代，就算贫道老了不中用了，也有着后来一代来解决此番遗留之事。却不知可有什么古怪之人造访全山？不瞒先生，之前的确有一魔修前来，还请细说。
约莫是1年半前的事情。那人一上山，我便察觉到此人身上气息非同寻常。眨眼一看，见那魔气滔天，顿感不妙。起初是以为此人是有歹意，老道便一直跟随着此人。但谁料此人只是在关中转了一圈，最终撂下一句“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”，随后就离开了。道长不曾问过几句，却不知此人的底细，便也没有贸然相谈。这般说来，一些方面的确是印证了当初先生是说我们全山之初本就是魔修所铸。也不能这样说吧，或许这里面是有魔修的影子的。先生不必为我们全山留面子。其实当初那魔修说出那句话时，老道便明白了我们全山的来历。如今不一样了，何必再管当初呢？全山如今与宁某亦有因果，今日宁某便以一阵法暂护全山，如何？先生之恩情，全山上下莫齿难忘，往后任凭先生差遣。道长言重了，只是还望往后道长能谨记这劫难所示，莫要再不如从前了。全山上下定当谨记。全山上下铭记宁先生今日之恩，先生请受贫道一拜，还望诸位铭记教诲。宁某去也。无量天尊。宁先生何时到的上京？才到，这不是没地方落脚吗？就来找你了。先生折杀我了。话说回来，如今这上京城里，宁某也没剩下什么熟人了。岁月无常，想起上一次见先生的时候，明镜正是大婚，风华正好，如今已经成了老头子了。你这50、60岁，却顶着70、80岁的身子骨，也不知你是怎么活的。先生见怪，只因商行事多罢了。这么多生意，总是要亲自过目的，要不然怎么放得下心来？我听人说过一句玩笑话，说这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人死了，钱却没花完。先生说的有道理，那我这就好好花钱，争取在死之前全花光了。对了，青山城的那幅画像呢？那个是早年欠下的人情。只是这样吗？我没办法，这生意大了，总是会有人眼红，我好歹也得找个靠得住的上家。往后呢？什么打算？搏一搏还是怎么？你知道的，就算真选对了，也不一定有好下场的。谁晓得呢？这天下之大，莫非王土，我要逃又能逃得到哪里去？更别提这一大家子，我又怎么带着一块？不说这些了，听说康王败了，燕王收编了边域的土地。对，燕王胆量不小，如今已经有些稳不住了，要开打了。这次的矛头指向了魏王，如今魏地是被分割开来的一地，晋王与燕王达成了合作，打算共犯魏地，恐怕魏王也要步入康王的后尘。不过如今还差个理由，但是也快了，歃血道的事一起，理由马上便有了。歃血道的事，王家姐弟2人跳出了棋盘，带着那些江湖自立门户了，创立了南北5盟，共同抵御这几位王爷以及朝堂的压迫。平安何如意？平安不是在为朝堂做事吗？先生有所不知，王大人此番去歃血道，本就是受人诬陷，让他领下这般差事的人本就是想让他死，回来了难逃针对，不如就此反了，不归朝堂也是一样的。先生，明镜说错了。平安不是那样的人，这里面有别的原因。还有件事，宁某想问问你，燕如初要等的时机要到了吗？快了，短则1年，长也长不到哪里去了。按照我的预期是这样的，但不能保证没有变故。这样吗？那就多谢了。先生要去见见义妹吗？她的确想念先生许久了。这便要去。宁静手上有事一时走不开，便让掌柜领先生前去吧。先生莫怪。你忙吧，不用顾忌宁某，宁某自己去就好。好久不见，白头发多了。老了吗？人都会老的。我听唐明镜说，云姑娘犯了心病。大哥胡说的，先生别理他。他好像是故意这样说的，在点宁某呢。云香哭笑不得，见先生这般，也便放松了些许。在那荷塘边上，2人许久未见，却不似当初那般絮叨了。相反的，云姑娘的话少了许多，宁凡也是如此。大抵是预料到了什么，2人都心知肚明。云姑娘已经老了，宁凡瞧着也是那般老态龙钟。莫名间瞧着这2人好像很是般配，好像一同度过了大半辈子一般，显得和睦相敬如宾一般。先生，云香怕是等不到下次了。云姑娘是何打算呢？不是早就说好了吗？先生到时候送送我吧。云香想漂漂亮亮的走。
算了，还是算了，万一先生来不了，那岂不是要惦念很久？还是不了。宁某一定来。不说这些了，云香带先生走走吧，上京城可热闹了。好。在这偌大的上京城里，热闹总是看不完的。街上车水马龙，贩夫落座街边叫卖吆喝。入夜过后，二人走过了许多地方，累了便坐下来歇息。云姑娘老了，不如从前了，走了一段路后便要坐下来歇息。宁某施一道术法，还是不了，几步路而已。云香也还没有老到路都走不动了。之前送给先生的蜜饯吃完了吗？没吃完呢。先生吃得慢，要快些吃，放久了不新鲜。我晓得先生会法术，蜜饯坏不了，但不及时吃了，那滋味定是不如开始的时候的。好，还是再买些吧。算了，先生还是慢些吃吧，吃没了，先生往后就只能自己买了。其实可以不走。先生往后可不要再因为一时兴趣说错话了，有些事一错，那就真的成了不可开交了。说罢，他便起身继续往前走去。宁凡沉默着，自然也明白云香的意思，两个人都心知肚明，二人牵扯良多，但实则却一直相隔久远。许多的一切其实都是假的，是说不上喜欢。云香也明白，先生所给予的一切无外乎是因为愧疚与自责，更多的则是因为他那不解的执着。若非自己这样坚持，先生也不必为难至此，自己就这么去了，反倒是一种解脱。对他是解脱，对先生一样也是解脱。他在知晓自己死期将近的时候，便已经释然了。先生别难过，我们终将在岁月之下老去。云香不能一直陪着先生，但总是有能够陪着先生的人，上苍不会辜负先生的。在往后的10日里，宁凡哪里也没有去。于他而言，这难得的岁月好像变得不重要了。他不再忙碌的走走停停，而是留在了这里。云香让人种了荷花，说不定来年就能瞧见荷叶花开。等下次回来，先生就能自己来赏了。宁某却是什么都不曾为你做过，又何必如此呢？这不重要。迎香，大哥这么晚过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这些日子先生有些反常，大哥有些担心你。真让我猜中了。没事的，大哥。傻丫头。人世无常，总有这一天的。我本以为我能死在你们前面的，我还长你几岁，想着先去了，那样子我便不必难过了。这些不吉利的话可不兴说，大哥要好好活着，日子还长呢。大哥累啊，也想走了，真想走了。大哥别怕，先生不是说过的，3分天地，7分在人，以大哥只能定能度过此难关的。宁先生是知道你的事的。我不说，先生也会知道的，瞒不过他。小妹，你为何不？他自然是想问为何不让宁先生帮忙。若宁先生愿意，长寿不过是信手拈来。云香看着大哥，没有说话。唐明镜忽然明白了过来，他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之色。命苦啊，命苦啊！唐明镜又道了一句，他回想起了自己的一生，忽然又迷茫了，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都在活些什么，好似忙活了这么大半生，却都做了一些无用之事。唐明镜离开了，笑得有些疯癫，时不时打落2滴泪水，直到笑到无力，倒在路上。好在是云香一路跟着，这才及时护着，不至于受伤。也不知道那只蠢猫怎么样了。我们马上就要到煞穴道了，也不知道如意还在不在这。说来也是怪我，要不然咱们早就找到了。怎么能怪你呢？路上总是会有意外的嘛。原本从上京到煞穴道再慢也只不过要半月，但他们却花费了1年之久，是因为他在路上途径禁地时遇到了一只恶妖，唐征不幸伤了右臂，无法治愈，于是梨花便又带着他去了通天江，求了天江娘娘帮忙，这才忙活了1年之久。这次多谢梨花了。是天江娘娘帮的你，不是梨花。回头定给天江娘娘多上些香火。前面就是煞穴道了。今个是什么日子？怎么全都聚齐了？这些年杀戮不停，也是该有个了结了。老夫也这样觉得。说得不错，打打杀杀的也腻了，也该是个了结了。如意是如意。先别急，现在可不是过去的好时候。小丫头，这么久了，咱们还没较量过吧？乐意奉陪。你不纯粹，一样能杀你。这便是煞穴道吗？乱世年月，怀序时节，
乱象横生的煞穴道此刻终于迎来了宁静。雨水冲刷着满是血水的街道，两旁皆是死去发白的尸首。这里面的许多人，他们早就该死了。是这个外界口中肮脏污秽的地方，让他们有了新生。说是饱受摧残的活在这里，倒不如说这里是他们唯一能够喘息的地方。多活了这么些年，也该去了。更多的人眼中则是流露出了释然之色。九阴功练得不错，但是不如指点我的那位师傅。南北，南北，南北。一场战事过后，煞穴道外难得的多出了几十座坟，这是栖身于煞穴道的5人最好的归宿。煞穴道的事不过几日之间便传遍了整座江湖，自此往后，煞穴道就此更名，名南北楼，为江湖之地。那个上官宁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破镜了。破镜，9品天人。那日我使出浑身解数与之相斗，虽看着是都不吃亏，但实际上却是他略胜我一筹。关键之时，是宁叔叔留下的剑气救了我一命，而也是因为那一道剑气，让上官宁静领悟到了剑的真谛，于那濒死重伤之下，入了9品天人境界。那他为何没有杀你？不清楚，但我猜测他来这里的目的本身就不是为了这场争斗，只是想在这其中寻找出步入天人之境的契机，没成想竟真的让他办到了。那他后来去了哪里？不太清楚，或许已经不在人间了。南北五盟2个小家伙如今已经成了武林盟主了。他们见识了世间的精彩，这一趟不白来，往后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。先生还是要为他们2个考虑考虑才是，回头见着他们也得教训教训，都不小了。成家的事，他们2个是一个都没考虑过。的确也该说说他们。天暗了，瞧着是要下雨了。先生，我们回府吧。好。话说回来，顾江师去哪里了？宁某这些日一直在想事情，倒是忘了问了。他之前先生离去，顾大哥将我们送到了上京后待了几日，留下书信一封便离开了。信上说他好奇这天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，比起以前怎么样。另外留下了信物，说等先生来了，让云香交给先生。先生不说这事，云香都快忘了。东西在府上，回头云香取给先生。这样啊？云香觉得这些日子很是快乐，好似回到了当初与先生初见时一般。如今无话不谈，先生口中少有其余烦心的事，但多数时候聊的话都显得有些无聊。吃些什么，在做些什么，书里面写的什么，刺绣里图案又是什么？但云香却觉得这一件件一桩桩事问出来，总是让人心安。这般家长里短的话，才让人觉得心安。她喜欢这样的先生，尽管她也明白这样的岁月不长久，尽管这只不过是镜子里的岁月。他总是会跟先生来到湖边，看看月亮，瞧瞧星辰，又或是逗弄一下晚上湖里不消停的鱼儿。云香对此感到满足。早知这样，云香便早点死了。说的什么傻话？开玩笑的吗？先生，云香是不是很丑？宁某也不好看。老一辈说，长叹气会长皱纹变老的，这样不好。听你的。先生，天上的星星好漂亮。先生可没办法把星星摘下来。不要先生摘星星。先生，蝉鸣了，天要热起来了。云香低着头，她隐约间记得，屡屡听到蝉鸣的时候，都是她最为开心的时候，因为这也意味着先生要回来了。每个怀序，她总抱着期盼，尽管有时落空，但也总有等到的时候。云香觉得自己是幸运的。先生会不会觉得云香太过倔强？没有比你更倔强的姑娘了。比起如意呢？那她还差你一些，还是个笨姑娘。这些年难为先生了。又说傻话了。若是先生下辈子遇到了云香，一定要走得远远的，要不然又得缠上先生了。傻丫头。夜色宁静，宁凡将熟睡的云香抱回了房中后，他便也就退了出去，独自一人回到凉亭，于此地静坐，目光凝望着那湖水。湖里星月由于吞之，却不过虚幻。哪来的贼人？哎呀，宁先生干嘛吓唬我？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先生可小声点，被人知道了，我屁股又得开花了。你就不怕宁某去告你的状？分你一半。你若这样说，宁某定当守口如瓶。的确不错，入口绵软，却不单薄，后劲更显醇厚。喝酒完了。平日里你都是一个人偷摸着喝？也不是，之前唐世景会跟我一块，不过前段时间他去边狱了。他去边狱作何？听云姐姐说他是去经商的，谁知道呢？那小子想一出是一出，不过说起来，一个人喝酒是没意思。你这样好酒，也会觉得没意思。
那当然啊，自己跟自己说话当然没意思了。要是放在往年，你一个人怕是都能从午夜喝到日上三竿，再大睡一觉起来，挨一顿打，晚上就又跑出去买酒喝。还真是。是啊，是不一样了呀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先生，按理说不应该呀。兴许是人长大了就不满足于此了。原来是我老了。你还装起来了。有人来了。先生，这人是谁？先回去，先生明日再找你喝酒。起来吧。瞎子见过主上。你的名字呢？回主上，瞎子早年随姓张，单名昌字。家中长辈过世过后，做了牙人生也，便化名为金蝉。再至后来，不做牙人了，周边之人常唤我瞎子，便以此为名。你今夜前来是为何事？瞎子今夜前来，只为拜见主上，并无他事。是吗？不过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是死不足惜的。你不甘也好，后悔也罢，剩下的这点岁月，你都得待在暗无天日之下，所以你还是想着点下辈子吧，这辈子不用再想了。对于这个曾经的牙人，宁凡并没有半点同情之心。瞎子他今日前来，为的就是求那么一个机会，就算不放他自由，也希望能够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但仅是几句话，便将所有的可能都堵住了。你能知道我来了，那想来白夜在上京城的眼线也有不少，算你一功，只不过没有赏赐，你可有不服？不敢。是不敢言吧？我求你让我死吧。过段时日吧，过段时日事情了结，便允你个善终。拜谢主上。如今江湖有变，南北五盟矗立江湖，你便去帮那2个小家伙吧，待着天下大局安定，宁某放你去死，退下吧。人都走了，还不出来，偷听什么呢？这人谁呀？先生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什么阴谋啊？瞎说什么？我看那人好像很恨你呀，好像先生对他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。宁某让他瞎了眼，失去了自由，一辈子给宁某做事，不过相对的，宁某也给了他能够成为人上人的机会，这算是不得了吗？这样吗？他做了什么？此人诱骗良家女子，将他们拐卖至边关，不知毁了多少人家，这样的人死不足惜，宁某还让他活着，已经很大度了。先生好像很是憎恨这个牙人。话说你这锦囊里怕是有不少好酒，就没见你取出来过。我醉了，先生，我醉了，不说了，红锦先回去了，回见，回见。和与红锦告别后，宁凡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他回到房间里，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拿出了一枚丹药，那是很久之前就给云香准备了的。宁凡看了良久，随后把丹药放在了桌上，长叹一声，化作沙粒，消散在了原地。云姐姐，宁先生今日不在府上吗？你就在这，我去看看宁先生。云香来到了府上给先生安排的房间，里面一切整洁如新一般，被褥叠得整齐，桌上的书也摆正了，笔墨也规矩地放在架子上，一切都显得安静极了。他低头看去，见那桌上放着一枚丹药。云香上前将那丹药拿在手中，愣神之间，却又忽地发现桌上还摆着一盒蜜饯。先生走了，云香握着那丹药，心口疼得厉害，脸色却又显得平静。他没有哭，只是有些发愣罢了。走了，走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又是哪位故人去了？梦里宁凡将茶当酒喝，一杯接着一杯，看得让人傻眼，但喝着喝着却是醉倒在了这茶摊上。喝茶也会醉吗？兴许会吧。想醉的人，就算是喝白水也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燕黄楼看着他，却也从未见他这样落魄过，想来是他很重要的人吧。先生不在唐府了，唐府里的岁月再度安静了下来。自从先生走后，云香便很少再笑了，脸上总是平静的，除了喜，什么都有，更多的则是苦涩。云香独自坐在湖边，瞧起这平静的湖面，湖水里的游鱼整日游荡着，不知自己从何处来，也不知自己该往哪里去。他是真的老了，现在他一个人就能看许久，若是放在早年，他看上一会就腻了，如今却是不一样了。云香长叹了一声，闭上了双眸。云香在想，为何先生走的时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，哪怕有一封信也好啊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其实他也明白，先生也并非是绝情，有时候不留下什么话语，反而是件好事。先生惦念着他，故而不留书信，留下什么，反而会让他多生惦记。他拿起那颗丹药，细细端详着。此生相见少，我去君未老。长生何苦？我很不喜欢你对我说话的态度。
杀了他！煞血道平息了，听说晋王帐下的那个磨刀人死了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叫程立。叫什么？程立，何字程，利益的利。如意杀的。一枪捅穿了心口。大仇得报，什么心情？多亏了如意。你不该感叹苍天有眼吗？苍天事在人为，那丫头帮我报了仇，这恩情我记下了，关苍天何事？不信天命可是大不韪，但我一样不信。帮我做事吧。为何？那丫头欠我的，你代她还，怎么样？反正你也没几年活透了。你放心，本王不会让你去对付那丫头的。巷子里没人在了，你没必要留在这里了。我再想想吧。别让我等太久。对，没个趁手兵器，帮我找找吧。好。来年开春之际，正是天色回暖、万物重生的时节。时隔多年，如意与梨花再次闯荡江湖，而就在此时，南北五盟却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魏王、晋王、燕王、朝堂都在同一时间派遣了人来，说是招揽，实则是威胁。王盟主考虑的怎么样？南北五盟集合了天下江湖人，不过相比起军队而言，却依旧是孱弱的。王盟主还是好生考虑为好，莫要做错了决定。是啊是啊，四位请回吧。王盟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南北五盟不参和几位的争斗，若无恩怨，也不会下场站队，所以几位请回吧。这王盟主可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几位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南北楼曾经可是叫做煞血岛，山里的野兽可都是靠着人的尸首养活的。我很不喜欢你对我说话的态度，不过我也给你个机会，磕个头认个错，我放你离开。江湖五人也配与我等相提并论，让我给你磕头？呵，你南北五盟好大的脸面！你竟敢！你竟敢！王盟主，这样不好吧？江湖是你们该治安的地方吗？一群看脸色说话的人，也配服侍这个江湖？杀了他！是要本盟主送你们吗？老师，你何时变成这样了？早些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杀了燕王的人，真没问题吗？不杀2个人，他们便总会以为这江湖是他们能够拿捏的地方。若是燕王，他们不敢。我南北五盟不去招惹旁人，但若是有人来招惹我们，甚至还大放厥词，那便一定要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江湖的蛮横无理。王平安，殿下，赵公佐在外面候着呢，让他进来吧。见过殿下。何事？晋王的人来找了我，他说他可以帮殿下挡住朝堂，殿下可以拿魏王开刀。条件呢？他要青山城及以东至晋地的地界。哼，还真是不要脸。不过以西之地连接康地，接连起来，我们也能占据许多优势。其实算下来，殿下，我们其实不算亏。让帐下几位将军前来议事。这龙庙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被人下毒了？我没事，就是最近操劳了些，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帮我走一趟燕地，我总觉得这燕地安静的过头了，燕王绝对藏着什么东西，你是最好的人选了，别人我不放心。帮我守好传风巷子，别进了贼。此去凶多吉少，明日我为你践行。不必麻烦，我死不了，走了。此时几分真？10分真。燕王与晋王是想拿魏王开刀啊？晋王不是蠢人，显然是有了什么把握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还有燕地有些古怪，江湖皆知百业遍布天下，但实际上燕地却是个例外。这个地方不管我放多少，放多厉害的人进去，回来的时候都是一无所获，甚至是一问三不知的情况。我也亲自问过去过的人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被洗脑了一样。是这样吧？但不管怎么说，总会有疏落的时候吧？一点消息都传不回来，未免也太过古怪了些吧？会不会是邪魔外道？有可能。如此一来，确实麻烦了。看样子燕王真是藏了不少东西。若魏王真的落败，即使晋王与其瓜分魏地，那我南北楼便是坐落在了3地中心，到时候便是最好的关隘。南北楼不算是什么好地方吧？对于这些权势之人而言，这不只是一句话的事吗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了。
人间起了乱子，修仙界一样也不太安宁。引起这一切的原因，便是来源于魔修。消失多年的魔修再度出世，一本本魔道典籍出现在修行界中，使得不少人走向了魔道。魔道消失了这么多年，难免会让许多人生出好奇之心。而更让人好奇的是，这些魔道典籍是从何处来的？这忽然出现的魔道典籍，确实让人惊恐。天地为何会默许如此？钟正元看向那墙上灭去的一盏灯时，他忽然间觉得，这些岁月之中发生的一些事，或许并不是有人为之，兴许这将会是一场大劫。钟正元离开后，便去了山门书阁的顶层，翻阅起了历代前辈所记录的天地大事，似乎想要从中找到大劫的痕迹。日夜流转，春去秋来，也不知翻了多少个日夜。金江道人遇百千修士，大能围攻于穷仙漏道，其堕入魔道，尽斩眼下之人，炮制为浆，以浆为躯，以魔为器，开辟纪元，魔道由此走向大兴。金江道人化为魔君，称唤魔神君。时隔多年，钟正元再出山门，下山而去，去寻魔道解决之策。在下天机山钟正元，宁先生可在观中？见过仙长，宁先生云游已久，少回观中，贫道也不知先生去处。不过数年之前，先生曾回来过一次，听先生所言是去了上京，但那也是5年之前的事了。多谢道友告知，客气了。钟某寻宁先生有急事，便不多叨扰了，扰道友清静，还请见谅。仙长应是仙界之人吧？不知可否向仙长打听1、2个人？道友请问吧。贫道有师兄妹3人，曾听宁先生言，我师妹子苏得仙人点化，去了仙界修行。师兄常山曾为大理寺少卿，却遭劫难，危难时被子苏师妹所救。不知仙长可曾听闻此2人？钟某未曾听说过此2人，不过却能为道友算上一卦。钟某算的你那位小师妹，如今的确在修仙界中不仅修行有成，而且受人敬仰。你这位师兄却是大有不同，其命数多变，又恰逢天机蒙尘，其命已乱，贫道也未能算出什么来。谢过仙长赐卦。对了，贫道顺应着也算了一番你那位师弟，你这位师弟也有些非比寻常。玄身师弟也去了仙界。贫道却不清楚，只是隐约间算的些许，照其命理所现，他似乎入了佛道，也是因此，钟某未能算全。福道多的贫道也未能算出，道行不高，还望见谅。仙长道行高深，能得如此，浮云心中可安。谢过仙长。那便不多打扰了。听雨帮宁某赶路。夜里的祠堂灯火通明，宁凡坐在祠堂里，从袖中取出了一包蜜饯，小心地取出一块来含在嘴里，再小心地将那包蜜饯放进袖中。岁月这样悠长，但在经历了这样多的岁月后，宁凡依旧未能明白自己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个傻丫头的。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傻丫头，天底下没这样的傻的人，拿着自己的一辈子去做这样的傻的事。宁凡瞧着那牌位，他有想过自己会不会痛苦到失态，但到头来却是显得这样平静。宁凡有些看不懂自己的内心，他一直认为云姑娘是他来到这后不能忘记也无法释怀的人，内心的难过与苦楚其实宁凡也明白，但就是哭不出来。他好像逐渐丧失了一些东西。他在这坐了许久，至始至终他都没有开口讲过一句话。那白衣之人变得沉默了，本该好些了的，如今又坏了起来。而在他头顶之上，正有一个红衣小姑娘盘坐于此。他静静地望着那祠堂里坐在的白衣之人。于红锦灌了一口酒进嘴里，却没了往日的笑容，没了喝酒时的脸红。他的酒量好了许多许多，如今好像感觉不到醉了。他原本准备了许多骂人的话，但见到宁凡的时候，还是有些骂不出来。他不是小孩子了，先生于他有恩，不管怎样都不该骂的，索性便什么都不说，只是看看，也不讲话，但心底里还是对宁先生喜欢不起来。从前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他变得有些执拗了。说是如此，可不知道怎么的，那冷清的眸子中却又泛起了微红，不自觉的泪水就掉了下来，却怎么都止不住。他不乐意待在唐府守着的原因就是怕哭，他怕云姐姐会心疼。这样斗大点的小丫头，本该是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才对。先生诵念起了福缘之经，以此道经，希望能够为那丫头带去福缘，下辈子一定能找个好人家，大富大贵最好，平平安安也要。宁凡贪心了些许，
在那静谧的夜里，诵经声整日未停，伴随着低声的呢喃，席卷起了无数灵光。夜有一场风，风吹整座藕莲芳，清风拂过那翠绿的荷塘，荷塘之中洋溢起点点星光，抽丝剥茧，一朵朵荷花在同一时刻绽开于那荷塘之中。方中枯树回春，再抽新枝，岸边柳树摇摇，随风沙沙作响，灵气自天地之间来，今聚于此地。宁先生多念些，多念些。她是漂漂亮亮的走的吗？云姐姐走的时候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就好，跟先生走吗？多谢。待那先生开口，小姑娘抓着石子的手像是脱了力一般，那掌心里的石头也落在了地上。先生真走了，再没留下任何话。小姑娘哭得厉害，似她才见识一般时，倒在地上好似撒泼打滚一般。可她也不想哭的，但就是忍不住。而此时天下动荡不安，四方征杀不断。于那青山城中，魏王已几日未进水时，如今的局势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尽管他早知晓了燕王所藏着的东西，但到头来却依旧未能逃过这样一场算计。魏地南域被燕王大军连破3城，东边晋王更是频频生乱。如今魏地的兵力顾南而南顾东，已是进退两难的局面。没几日，燕王的大军就要打到青山城了，你还不打算撤吗？欧阳锋坐在一旁，他微微喘息着，脸上显露出了些许病态。这是那燕地一行所留下的病根，经脉碎了4成，险些成了废人。事情就一定不会有任何转机吗？边域的燕军也在施压，朝廷被晋王阻隔，如今魏地已是四面皆敌，兵力更是。这天下纷争之下，本王在这乱世之中开辟出了一片太平之地，可到头来却落得个这般结局，我有何错啊？魏王爷大善，可这乱世何求大善之辈啊？魏王爷那般笑意，显得绝望，更是显得凄惨。这世道还没道理，大善之辈落不得一个好下场。世上善恶是这样定论的，天地之间又何来公平之说？大军压境之下，魏王降了，他给自己麾下的将士们留了一条退路，孤身出了青山城。这一日，3王会面，燕王赵公佐，晋王赵勇，魏王赵灵。魏王亲述降书，晋王、燕王定下盟约，以青山城为界，共分魏地，青山城归于燕王之地。这位王爷从不会亏待任何人，他的善心留给了黎民百姓，同时也留给了自己麾下的这些将士。此战并没有太多的杀戮。魏王不愧为贤王。当时原定的是魏王交给晋王处理，不过事情却出现了变故。当日莫名掀起了一阵妖风，将魏王给卷走了。妖风着实有些古怪，忽然卷起的风，转眼间人就没了。晋王没有反应。晋王他倒是没什么反应，就是静静地看着。你先下去吧。对了，那些魏军若不想留，便放他们走吧。这样不太好吧？走不了多少的，就当是给这位魏王一些慰藉吧。你就给我吃这个？哟，还当自个是魏王爷呢？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宁某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能输得这么快的。魏地辽阔，更是占据地势，怎么说也能扛个1年半载。你行，你咋不去做魏王？宁某都修仙了，还去做什么王爷？吃饱了撑的。你奶奶的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伸出脖子，给晋王一刀砍了得了。晋王可舍不得杀你，依他的性子，一定会抓着你不放，再使些手段，借你让那些魏军真心臣服。晋王可说不动我。你到底是个凡人，你怎么跟他斗？凡人怎么了？凡人什么意思？晋王不是凡人。晋王早就不是之前的那位晋王了，换了人了已经。换了人？怎么换的？怎么回事？类似于夺舍吧。夺舍？这。总之这些事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了，魏王已经死了。说的也对，我也不管这些事了。要不你教我点道法，我以后就求仙问道，多好。以你的资质，走火入魔的可能性非常大。这不由你吗？宁某是你爹吗？爹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机会就在眼前，叫声爹怎么了？我这叫大丈夫能伸能屈。你倒也真是。好兄弟，一辈子你就说你教不教吧。宁某不太懂修行，不过却能给你引荐1、2，也比宁某靠谱。好像也是啊。说笑的啊，修行有什么好的？多累人啊，想想就吓人。你也挺惨。彼此。话说你是为了这魏地的百姓，还有你手底下的那些士族才降的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人可是贪生怕死的很。是吗？是啊。塞翁失马安知非福，抽身出来也不见得是坏事。你这是哪的典故？瞎说的。
拿着，就当是替魏地的百姓谢过你。我说了，是我自己贪生怕死。安心吃吧。你不吃，宁某可吃了。老子下辈子再也不做什么善人了，再也不了。道长可否帮宁某算个人？姓宁，单字凡。啊？这什么？今日的天象。今日这准吗？相当准。你也懂算卦？略懂一二，看过一些相关的法门，之前也算过一二，算天象其实不难的。那你教教我。好啊。儿子哄人。你不学就算了。爹，我学。这老家伙什么时候这样显眼了？宁先生，钟某可算找着你了。钟先生怎么这般着急？进去说，进去说。这位是赵林，之前的魏王。见过钟先生，仁义无二，魏王大善。先生说笑了，我就是怕死而已。你来人间多久了？怎么回了游灵县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却不知钟先生以什么名号行走天下的？袁道人。您便是那位天机神算？过誉了，过誉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谁知道宁先生这般难寻？宁某前些日不在人间，也不在修行界，你就当宁某去了一方小世界吧。这样嘛，说起来，魔修的事情如今已经逐渐恶化了，我等都还未曾知晓谁是那幕后之人。法门的事的确有些古怪。是啊，这完全逆天而为，也不知为何天道会准许如此。钟先生可带有捡拾来的法门？这可不是你该看的东西。小友乃是凡人，这等东西可引人入魔，小友还是不要看为好。先生可有眉目？宁某以为这件事或许本就得了天地的。他话未说完，便怔了一下，却又让他想到了一件事情。莫名之间的，也是忽然之间的，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道人影。当初在那黄泉深处所见的那一道人影，他明显的感觉到，方才忽然想到的那一下，并不是莫名而来的，反而像是有人忽然往他脑海之中塞了一幅画面一般。宁先生，我没事，那可曾问过天？先生不知，那日起谈问天，天地睁眼，却未曾看见人间的污秽，天目已被遮掩。什么意思？问天时，天地之间睁开了一道眸子，那双眸子有着大道威严，但却又有一团雾气遮挡着其的视线，好似故意不让其看见一般。这是钟先生亲眼见。我于人间眺望，透过天穹，才堪看到些许，不过眨眼间就被天地道运所打回，自身也功德损去大半。这般说来，的确是有人从中作梗。自49道烛灭了一盏后，天地之间便常起乱象，此事一直使我天机山不安，如今却都是应验了。将那遮蔽天幕的雾气散去，事情或许就迎刃而解了。先生，这并非寻常仙人修士之间的争斗，如此之事，却非我等可以涉足的。不过，人间似乎还在天地的注意之下，这是为何？尚且不明。钟某觉得，或许是因为出手蒙蔽天幕的人能力有限。若是这般，在人间地狱再问天地不就好了？我等自然也试过，可到头来却没有半点反响。宁先生也无对策吗？钟先生过于高看宁某了，这也非宁某可以参与进去的事。不过宁某觉得钟先生有些地方也需深思一二。所谓瞎子刺剑，的确艰难，可为何他不给自己找一双眼睛呢？宁某以为这并非什么难事吧。宁某便不多打搅钟先生了，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宁某再去天机山做客。你们刚才说的那些，真不是开玩笑的？自然不是，这世上真有天道。不说算了，不过你干嘛这么着急着走？你们这才聊了几句话。宁某没有这本事去参和这样的事情，索性便不多聊，不知道最好。我怎么不信呢？我总觉得你有这本事，只是自己不想参和而已。事实上是没有的，早年或许有些可能，后来遇到了些事，大不如从前了。我没落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不过你就算真有这本事，大概也不会掺和进去吧？你刚才走的时候那句话，明显的意味深远，这里面有什么阴谋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在宁凡看来，人间既能被天地所见，那这自然也是机会。瞎子刺剑的确艰难，但为何不能让别人借瞎子的力出剑呢？寻一双眼睛而言，对于天地而言何不简单？但为何迟迟没有动作？这显然是说不通的。不过宁凡也拿不出证据来，只是凭感觉去猜，一次两次，心中慢慢就笃定了想法。当初秋月坊城隍一事、竹篮先生禹王，还有玲珑一事，以及后来燕如初的死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实在让宁凡找不出别的怀疑对象来。
也是因为这件事的诡异，宁凡心中也在怀疑，那魔修的崛起是不是也是天道故意所为，所以才有了如今的不作为。这天地之下的修士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见得能与天斗，更别说遮蔽天幕。若有这般本事，做出此事的人都能再立天道了，何必做这样小偷小摸的事情？地府的事还是有些慢了，不过应该还有搅局的人。搅什么局？你问题很多，你自己要救我的。啊，这不是咱们的那个竹筏吧？估计是有人跟咱们换了船。这人太不长眼了。怎么着也得让他补一些银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有道理。这是什么？妖房，怕就别瞧，埋着脑袋，其实也不算丢人。你带着我，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替你谋份差事，不是什么很危险的事。你的话不太可信。确实也不安全。完了完了！你奶奶的宁凡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小二，上壶好酒，再斩块肉骨头，要带嘴的。我这不拼桌，你找别人吧。宁某就坐一会儿。我便不做了，你做吧。客官慢用。且慢，这是你买的酱牛肉吗？不是我买的，是谁买的？你看是不是这盘？你是来小爷这片吃片喝的吧？你说那盘是你点的酱牛肉？自然是这盘。原来如此，这么相像的2盘酱牛肉，阁下都认得出来，那宁某便不明白了，阁下是怎么认错船的呢？我认错船了。哎呀，我就说那船怎么有些不一样了，那是你的船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就给阁下赔礼道歉，失礼失礼。无碍无碍。不如这样，这盘酱牛肉乃是成精的牛腰之肉，鲜美可口，以此来赔偿阁下如何？这哪里是牛腰肉了？不是，是这一盘，你指的那盘是阁下方才拿出来的，这盘才是我的。什么你的？这盘明明才是宁某的，那盘才是你的。这么玩可就没意思了。阁下这腰间的钱袋怎么这么像宁某的？这钱袋不能是你的了。可以是。真不可以。阁下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钱袋不正是宁某的吗？不是阁下拿错了钱袋吗？这才是阁下的。多谢。你不吃？我没胃口。那宁某就不打搅了，先行一步。话说，好歹你也算是个半个出家人，怎么学起别人偷东西了？这可不是什么好作为，被人抓到可是要被打死的。他认出我来了。先生，我们大人请您进去。有劳了。见过宁先生。见过林路仙官。不敢，先生快请坐吧。仙官变化很大，想起当初在妖域头一次见你时，你还是个喊打喊杀的姑娘。早年的事不提了，那时候冒犯了先生。话说，为何是你在镇守这边的妖房？先前妖房北去，我与虎妖王斗了一场，受了些伤势，如今在这边养伤呢。看起来妖房的推行也不顺利。一些小妖倒是无妨，之前除我之外的另外几位仙官也还好说话，就是虎妖王跟那猪无能有些别扭，只以为是我打上门去了，不由分说的就打了起来。他们是那样的性子，却不知先生此行是为何事而来。倒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关于如今的天下局势。先生说的是有修士和妖怪参合进人间争斗的事。此事对于人间的妖怪而言，的确是一场机缘。的确如此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其实也有一些好处，只是宁某有些担心会失控。失控？如今妖怪太多了，妖怪一多起来，那事情可就不一样了，严重的甚至危及这片山河。那先生的意思呢？照宁某看来，你们几位是如今人间唯一受过册封的仙官，此事由你们出手，罪和规矩也不会落人口舌。先生，这倒是有些为难岐山了。且不说虎妖王跟猪无能，燕仙常年漂泊，从不顾这世间之事，那龙仙更是堕入了魔道。还有，宁某有想过此事，不过他们身为仙官，其职本就该是管辖一方的妖怪，若毫无作用，要他们如何？册封之事也不是册封之后便一直都是仙官能受人道庇护的。先生的意思是，要么做事，要么就让他们另谋他路。无用的仙官，人倒是不会护着的。先生，这是连同着我一并威胁了去啊！也不是宁某出声威胁，而是人间就是如此，规矩也是如此。我明白了，不过我也不保证他们会听劝，而且据修仙界传闻，天道已被蒙蔽，他们说不定会借此机会离去。
那便随他们，总是有人愿意做的。还有一事，险些忘了说了。先生请讲。宁某这次来还带了个人，论起才能与谋略，其定能助妖房更上一层楼。只是他如今尚且还有些不能接受，若是他愿意的，临路仙官记得照拂一二。当然，若是他不愿意的话，那也不必强求于他。那便告辞了。先生一路顺风，若有难事，只需唤上一声，我妖房定当竭力相助。那就多谢了。敢问姑娘，是宁兄让你来救我的吗？宁先生已经走了。走了。对，先生说是去是留，你自己决定。你也可以先入我妖房待上几日，再做决定。他把我给卖了。奶奶的，他真把我给卖了。你给了他什么好处，他就这么把我给卖了？先生没要好处。这混账东西是瞧不起我，觉得我不值什么钱是吧？好。先生不是那个意思，先生说了不强求，若是阁下不想留下的话，我这边放你离去。我随你上山。你怎么在这？先生将我的钱袋都骗走了，我没地去了，没饭吃，要饿死。你这一身本领，怎么就饿死你了？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讹上宁某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有件事想请教一下先生，我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你是想让宁某为你指一条明路？不，也并非是求先生指点。我说不知道该去哪里，其实就是字面意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姓王，叫王馒头，是那个老和尚给我取的名字。我载你一程吧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先生。那位大师对你抱有很高的期望，可惜我碌碌无为。怎么是碌碌无为？当初的封仙大会，你不早已名声大噪了吗？名声大也不耽误我没出息啊。怎么？说白了，当初去那封仙大会，不过是为了却老和尚一桩心愿罢了。事情过去了，也就过去了。我呢，也不知道去哪，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反正就活着呗，跟以前一样，不知去哪，不知道干嘛，就飘着，死了就死了，无欲无求。我有所求，就是想求一求自己想求什么。也难怪那位大师会将希望寄托于你啊！你颇具慧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我天生是个做和尚的料子？差不多吧。我是个俗人，什么肮脏龌龊的事我都做过，我这样的人还做和尚呢？是这么个道理，做什么事也得自己愿意。不错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封仙大会后就没有佛家的人来找过你？倒是有过，不过我没去，三言两语就将他们给打发了，他们也没为难我什么。这样啊？先生觉得我去做和尚是最合适的。宁某觉得不合适。先生，我们去哪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先生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他有些慌张了。似他这样的人，最为害怕的就是不知去处的漂泊。若有人为他指一个地方，他会很乐意；但若是走在路上都不知晓自己去哪的话，那他会尤为害怕，更是无比担忧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走到哪是呢？先生不会觉得不安吗？有什么不安的？先生帮忙吧，给个去处，不然我现在就跳船离开了。我们北去那极寒之地。那是呢，忙雪冲嘛，还要远。先生，咱们这船可去不了这么远的地方。宁某教你神通一门，有诗篇言：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船可在水，何不能在那星月之间呢？先生的话语挠人，王馒头口中呢喃着那句诗，莫名之间他却感到一阵乏困。王馒头恍惚之间再难抵挡那困意，顿时身形一倒，睡在了这船之上。好悟性，如此一来，便不用费自己的法力了。王馒头沉沉的睡去，沉醉于那梦中，丝毫不知外界的船只已经飞到了天上，更不知星月就在眼前。船只行于天上，漫天的星辰于头顶划过，万里山河于眼下流淌，斗转星移，日新月异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！借天地之间的气，淬炼五脏六腑，自身为丹，天地为炉底。原来这才是武器朝元之法。小爷，我这是在哪？莫慌，莫慌，梦中就不曾有半点感悟吗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梦不梦？妈的，小爷我砸下去不得成肉泥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再好好想想，快落地了，你可得快点了，不然真会成肉酱的。梦，什么梦？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先生忌讳遇见，何不早点使出来？得了便宜还怪宁某不是了。我都以为资格要去见城隍爷了。这是哪里？
这是妖域，以元山狐族为尊，乃是狐君的地界。玉蝶见过先生。山雪之中孤寂，有劳姑娘守着这万里雪山。先生不是那位先生吗？宁某想来不是姑娘认识的那位先生。玉蝶听后眉眼低垂下来，好似失去了光泽。眼前之人与先生一般模样，但玉蝶却又感到无比陌生。此人好像与自己从不相识一般，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此人不是当初的先生了。宁某来此是有一事未了，想来是前世之事，对于姑娘留下了禁锢，特来了却这段因果。先生说的对，玉蝶的确也该走了。不过玉蝶却不知道自己要去哪，不如先生为我指一条路。宁某尚且都不明白自己该去哪里，所以就更没法告诉姑娘了。玉蝶愣了愣，有些意外，她感觉到差别巨大，无论是从性格还是做事之上，此人与曾经的先生都好似天差地别一般，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人。却不知几位姐姐还在吗？不知姑娘指的是竹七姐姐、胡玉姐姐，还有玉轩姐姐。看来是都不在了，那我就更没有去处了。依姑娘的意思呢？这挺好的，要不然便不走了。总归去哪里在哪里都是姑娘自己做主的事，先生就不管我了。先生莫怪，玉蝶说错话了，毕竟先生的确也不是曾经的先生了。这般说来，早年时宁某与姑娘应当是很熟，那时候不懂事，还唤过先生爹爹呢，还有2位娘亲，后来是被玉轩姐姐教训了，才慢慢改过来的。想起当年，他也是先生亲手种在院子里的。宁凡听后试着回忆了一番，却是徒劳无功。他觉得一些事情的确玄妙，是他又不是他，不过如今尚且也能分清了。总而言之，姑娘往后请便就是了。这风雪里了无声息，待久了也会烦闷，想走便走，想留便走，自在即可。先生去吧，不必在乎这些过往之事。按理说，这也与先生无关了。从前是从前了，今日事当是今日人。只愿先生平安长乐。那宁某便去了。先生，那姑娘是什么人？方才就在山上，你自己不问问？我就是好奇，好奇也当自己去问才是，向旁人打听算是什么事？王馒头愣了愣，他脑海里徘徊着宁凡的话，他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高耸入云的雪山，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，但想了想还是算了，错过了便是错过了。不过转眼之间，他便就放下了这一切。而宁凡心里在想，王馒头不仅天资卓越，连心性也是那般非同于常人，若专心修行，往后其必有大成就。却又可惜，王馒头心不在此。我当你会折回去问问。那姑娘的模样说得上的绝美，不过让我回头就算了吧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没什么好惦记的。怕不是见色起意？跟先生说的不是一个意思，真不一样。我且不知色为何物，该如何解释呢？就是若往后再屡屡想起，你可不要后悔今天没回头去问问。先生，我觉得我大抵还会想起这位姑娘，但却说不上后悔。世人常说路在脚下，哪有回头的道理？的确是这么个理。见过宁先生，许久不见，胡君可还安好？一切都好，不知这位是？王馒头，路上碰见的，也多亏了他，不然宁某也来不了这。王馒头，见过胡尊。以胡君的眼光，绝不会看错人。这小子周身佛光，不显山水，显然对于此道有着极深的见解。可怪异的是，这人如今的造诣确实不高，似乎是从未有人教导一般，就好似手里拿着刀，却不知手中是何物的婴孩一般。先随我进山吧。先生此番前来，可是为了？宁某想着，到底还是要来看看，怕有万一。那我便先安排王小友先去住下。不瞒先生，那孩子的情况不太乐观。怎样不乐观？先生也知晓，这人与妖之合，所诞下之子嗣，从来都是兽性盖于人性，故而可灭人性，而成兽，故可活。不过桃姑娘却大不相同，其前身本为桃树之精，虽入妖道，但其草木之性本属纯良，更是温和，虽也强盛，但最终却只是与人之本性所持平，二者平衡，故而难以分割。我与族中长老商量许久，到如今也没有半点法子，只得以秘术暂时封印了这孩子，不让其生长。宁某先去看看那孩子吧。若有先生相助，说不定这孩子还有救。是个女孩啊，童小子给她取名字了吗？她被封印在这有多久了？这孩子取了念一二字，随同到一姓，他已经被封印在这里3年了。童念一，他们夫妇2人又去了何处？
同一师与陶姑娘因为这孩子的事一直在修仙界中奔波，想寻解决之法，偶尔也会回来一趟，但也停留不了多久。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2年多了。也多亏了童道一精通医道，不然那这孩子估计都到不了元山。这孩子如今的问题就在于识海与魂魄上，想要留住实在是难。先生可有头绪？暂时没有。两股意识纠缠得深，若将其分割开来，这么小的孩子定然是挺不住的。再加上这孩子的魂火本就轻，稍有不慎就会失了性命。若是宁先生都没有办法，那这孩子恐怕真的就……宁某在思索。先生喝茶。如今这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识海的2道意识，其次就是肉身太过孱弱，解决这2个，那就有机会。胡军也明白，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这2者，但是无论是从哪一方面去解决，却都是尤为危险的。而且肉身与识海相辅相成，其中任何一个有异动，另一个也将陷入溃败之势。容宁某再想想，或许也并不是就毫无办法了。不如将童道一跟陶姑娘一并喊回来。再说吧，宁某现如今也没什么主意，总不能让人白跑一趟。若是最终也没有办法，岂不更让人心中难想？也难怪这儿是妖域呢，就算是一根小草，待些岁月也能开智醒灵吧。话说那位姑娘真是好看啊，嘿嘿。王馒头呢喃着，可想起之前那姑娘与宁先生的话语，他却又觉得奇怪。玉蝶姑娘曾唤宁先生爹爹，那宁先生到底有多大岁数了？几百岁？怕是不止。光看玉蝶姑娘的气势，绝非是几百年就能达到的，更别说玉蝶姑娘还是梅树之精，修行了几千年都有可能。别真是千百岁的老怪物吧？莫非是前世？又疼起来了，这次怎么这么疼啊？昏过去了。来时我看了一眼，他的识海之中有一道创伤，大抵是因为忽然发作，力竭后便晕了过去。带我去看看。这神念一分为2，仅剩些许细线相连，就好似断开的莲藕一般。为何神念成了这样，却仍旧还活着？早年的时候，宁某曾在钟先生那里看到过关于分割神念的技术，寻常修士若似他这般，要么疯癫，要么身死道消。可如今王馒头他却活得好好的。怪事。宁先生，好好的怎么晕过去了？老毛病了，之前一直疼的，只是这次有些严重，竟疼晕过去了。你的神念好似被分割成了2分，仅剩些许丝线相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不知道？宁先生，我不懂这些啊。你修佛家神通，就不曾内窥过识海？老和尚没教过我，他当初只是给了我一身佛法。这样吗？这般说来，你这神念上的伤势，估计是在与某人斗法时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下的。先生，我没与人斗过法的，也就封仙大会那次，而且我也没感觉到过神念受过伤啊。那你这头疼的毛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打记事起，我就这样了。的确像是先天损伤。先生为何这样看我？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啊！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先天损伤成这样，基本上是没有活路的，可你却活下来了。嘿嘿，反正就活得好好的，我也没感觉有什么不对啊，就是偶尔头疼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宁先生，他的神念应该不是先天的吧？宁凡点了点头，那样的情况怎么可能会是先天的？明显是有外力介入，不然如何解释那连接的丝线？不过那伤痕，还有那神念指尖的丝线，的确也是在他出生之际才存在的。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。有可能是有人刻意为之，又或者就是跟他的前世有关，这事情没个定论。不过这倒是给我提了个醒。那孩子从神念之上入手，说不定能破局。不过似王小有这样的情况，怕是不可重复吧？的确，不过至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。宁某大概有主意了。先生有法子了。一点头绪而已。要想让那孩子活下去，还需要费不少心思。至少如今他这婴孩时还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些事。可是宁先生他没办法活下去啊。说到底是神念意识上的冲突，只需有另外一个神念从中周旋即可。宁某打算分一道神念下来，放进他的识海之中。这怎能行？分割神念自古以来都是。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？所以不必过多担心。宁某既然敢说，自然是有把握的。苏俊涵深吸了一口气，
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宁先生总是会让他感受惊愕。上次在那湖边也是，这次分割神面亦是如此。这些让人想不通的事情，好像在宁先生手中只不过是信手拈来一般。另外，也让他俩回来一趟吧，毕竟是孩子的爹娘，总是要让他们知晓才行。夫君，念一这次有救了。念一一定能活下来的，先生绝不会出差错，一定。早年时，童之焕与陶也试着寻过先生，可先生向来去无踪，但孩子的情况却耽搁不得。也是此那时起，二人才踏足了修仙界，于其中寻常解决之法。2年过去，童之焕显得有些沧桑了许多，陶姑娘亦是如此。二人奔波于这天地之间，只为救女。陶施了一道神通，让那药杵加快了速度。童之焕拜见宁先生。陶拜见先生。宁某知晓你们心急，所以便不多磨蹭了，先去见那孩子。先生，我能摸摸他吗？陶姑娘，如今孩子还在封印之中，恐怕……宁某如今的确是有解决之法，不过此法相对而言也有几分凶险，而且这也并非短期之事。宁某会借自身神魂留于他识海之中，防止识海之中的变故，待其安稳生长，肉身无恙后，方才可以将那2道神魂分离。不过在他长大的这段岁月里，这孩子或许会变得尤为奇怪，时而像人，时而又会像是树木一般木讷，更严重一些，甚至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疯子。分魂。先生，此法固然可行，可这分魂之法却是有伤修士之根本，恐危及先生生死。先生如此，之焕不敢应声。宁先生的手段高深莫测，分魂之事你便不必担心就是了。宁某唤你过来，是要告诉你们2人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让你们2人来决定。这法子或许不是最好的，但宁某却也有几分把握，能够让他往后平安，化作常人。念一能有先生相助，是他此生之大运。之焕与陶拜谢先生大恩。也是，这天下转了一圈，这般规矩的东西总是学了不少。先生误会了，这规矩怎么也得有不是，哪有见了长辈不拜的道理？你这夫君脑子不太灵光。娘子，先生是什么意思？说你不太聪明吗？先生让我们别太客气了，先生不喜欢。哎呀，我真是笨。别说话了。莫哭，莫哭。3魂7魄，皆然安宁，识海静地，不得喧哗。这是古字之术。可见后，他却又觉得有些疑惑，为何这古字之术在先生手中竟能发挥如此奇效？此般道法不是早便不受天道垂青了吗？这6道封印远远要比苏俊涵知晓的封印厉害不知多少。若是说修士之道法封印乃是神仙所为，那如今眼前这般便可称之为天所为。念一，童念一，这是你爹娘，还不快看看？念一，认识爹爹吗？因为其识海之事尚未完全解决，这孩子暂时也不可接触修行。宁某封住了其丹田经脉，短时间内恐怕体弱，要多加注意。不过却可练一些凡俗武学中的强身之法，待到年岁大些，肉身无恙，再取其中木魂离海，如此才算是安稳。总之，这孩子接下来怕是不会太过平安，但只要熬过去，那便无碍了。若非先生，念一之命不知又是何种。先生辛劳，陶拜谢。你们2人还是多看看孩子吧。宁某倒是有些累了，就不打扰你们一家3口了。陶，之后再说吧。如今湖里鱼儿多了，先生可有闲情去钓钓鱼？好说好说。娘子，先生救了念一，我们该作何感谢先生呢？我总觉得找不到法子，有所表示不好，没有表示也不好。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。嘿嘿。看来有人比我2人快了一步。馒头小友向来有趣，这湖里的鱼让他瞧见了，怎么都难逃一劫的。宁先生，胡尊，快来啊！这湖里的鱼老肥了。这不太行啊，就1条鱼也只够你吃的。这有什么？再下去摸2条就是了。这湖里的鱼怕是不太好摸。是有点，这湖里的鱼聪明，跑得快。这些鱼儿如今大多都有了些灵智，自然不好抓了。正巧快到饭点了，我再下去摸2条去。早年阿姐还在时，我也像她这般胡闹。年岁大了，就没办法像从前那样野了。你是胡尊吗？这小子水性不错，能在湖上漂这么久。
被淹了。馒头小友，你好歹一身佛法，怎么这也能被淹？那湖底下有东西，我一靠近就晕了。有东西？你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靠近就晕了，没看清楚。先生，是往生经，这是早年的一篇手记。往生经这般道运，那岂不是说这是原本？原本为何会在这里？这并不是原本。这般看来，馒头小友的确是某位修士的转世。宁某查探过他的魂魄跟识海，不像。可是馒头小友方才昏厥的情况，又该如何解释？你跑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也不知怎么的，就是怕宁凡手里的东西。苏俊涵见此一幕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若是这位馒头小友是转世之人，没理由会这样害怕这往生经啊，应该表现得亲近、好奇才是正常之举动吧。宁凡眉头轻挑，看向了手里的书页，这一切的反应好似是在本能之下一般。此刻，宁凡手里的书页好似成了照妖镜一般，让王馒头害怕的躲闪，甚至目光都不敢落在那书页之上。宁先生，你快把那东西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只是一页纸罢了，纵使有些盗运，但到底是死物，何必这样害怕？宁先生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瞧见这东西，我就觉得害怕，得躲着。馒头小友该不会是魔修吧？怎么可能？前辈就别开我玩笑了，我这一身佛光，魔修见了我都得跑。苏俊涵嘴上说着玩笑，实则心中对于王馒头这般举动尤为好奇。这般天地道运之下所留的文字，总是会让修行人感到亲近，甚至是渴望，却少有瞧见害怕，甚至为此要躲着走的。是这天地道运的问题，还是其上记录的文字有问题？这本秘籍就没事，这本我就不怕。看样子不是这天道运的问题。先生何故这般看我？你先回去歇息，待宁某思索思索。先生是瞧出了什么来？我莫非是有什么问题？你别多想，宁某也只是有些猜测而已。王馒头见先生不愿多说，他便也没有纠缠，想了想后便拱手告辞了。离去的路上，他也在思索，为什么自己遇到那东西会感到害怕，不解，实在不解。先生觉得馒头小友到底有什么问题？胡军觉得往生经所对立的是什么？过去这怕是不太可能吧？宁某一开始也觉得，但后来却是想起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早年的时候，宁某遇到一位佛家高人，临走时，其赠予宁某一篇经文法门，其名便为《过去经》。先生，苏某觉得这岁月长河只可顺流而下，过去便成为了过去，又如何会被改变？所以如今他什么都不知道，自出生时便带着先天的创伤。若有这般本领，岂不是就相当于矗立于岁月长河之上？如此这般，天又岂会在其眼中？可他这般又是为了何种目的呢？逆行于岁月之人，必将遭受岁月与天所弃，无关目的，下场定是凄惨。或许他踏上这条路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活不下来，在那般神魂被斩作两半的情况下，却又引出一道生机。当然，胡军也不必太过紧张，宁某也只是猜测罢了，并没有什么证据。可苏俊涵却是当真了，他觉得先生说的一些东西不无道理。若是如此，一切的解释都说得通。馒头小友神魂上的伤势，还有对于往生经的恐惧，不然又该以何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怪异的情况？咱们夜晚的饭还没着落呢。先生此次从人间来，却不知如今人间局势如何。还好，如今燕晋朝廷三方相争，说不定要不了多久，天下气运即会归一。元山狐族也想插一脚。我倒是觉得没多大作用，不过元山狐族这般壮大，总不至于让他们就这样偏居一地，了然度过一生吧。之前我让胡莹前去人间历练，打探虚实，陆续传信回来，我便觉得这人道之争对于小辈们而言，的确是个机会。这倒是不错，宁某便跟你说句实话，如今气运归一时，正是时机，若可得册封，绝对是稳赚不赔。而且这般机缘，在很长一段岁月里，估计也只此一次了。只此一次。人间山河远不如修仙界，何须这般多的仙官？索性一次性定下，便再不开门。其实也不必费太大的力。元山狐族固然是大，但落在人道气运之下，最多也只能谋得一位仙官，多的便没有了。你若有看好的小辈，便早做准备。宁某感觉气运归一的日子很近了。多谢先生提醒。吃完了鱼，二人便各自回去歇息了。宁凡回去后，却见陶与童之焕已等候多时。不得不说，陶与童之焕的变化都很大。当初新婚之时，二人瞧着如同两位方才懂事的少年姑娘一般，到了如今，却似到了40-50之年，眼中沧桑，期盼少了许多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也在逐渐淡去。岁月催人变化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陶，你先将念一带去房中歇息吧，可别把孩子吵醒了。
先生喜欢秋月酿，知唤特地跑了一趟老家，打了一坛子来。回去一趟，有没有去看望过长辈？这些年，我与陶奔波环望，找寻解决念医困境之法，多年未曾归家。此番回去，爹娘坟前杂草成堆，不见墓碑，一并都打扫了干净，磕了响头，絮叨许久，这才归来。那便好。如今念医的情况有所好转，我与陶打算往后就不在修行界走动了，索性就回老家做点营生。先生呢，是何打算？宁某啊，再过段岁月吧。做营生也好，一家人平安顺遂，日子安稳，何其之幸。童之焕和煦一笑，举起酒碗，二人酒碗相碰，相撞之间的关系又好似有些说不清道不明。宁凡自然明白，有些事情强求不得，自己也当看开一些，人总会变。当初那个无所谓、畏惧、心思盎然的童之焕，已经在岁月下彻底长大了，而他这位先生，也真正成为了受其敬仰的先生。大抵是觉得别扭，又或是怕先生觉得为难，陶与童之焕在圆山待了2日，便启程回了人间。夫妇2人留下了3声感谢，这才走的。见那夫妇2人带着童念一离去，苏俊涵的目光看向了身旁的宁先生，他总觉得宁先生这2日有些奇怪，总是欲言又止，没有那般随和，好像说话做事都隔着些什么东西。先生这2日似乎不太自在。宁先生今日这般有闲情。是啊，就是好奇，你一个人是怎么在圆山待着发愣的？下河摸鱼，上山抓鸟，哪个不有意思？宁某少年时觉得很有意思，现在也觉得有意思，但却又隐约觉得这已经不是宁某该去做的事了。宁先生，这是什么话？男人至死是少年啊，哪有什么不能做、不敢做的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先生活得不通透，不知馒头兄可有什么见解？我跟先生大不一样，我打小就没爹没娘的，落在街头做乞丐，能活下来都不容易。经历那么多，我就觉得没什么过不去的事，活便活呗，不死就行了。相比起来，我反而羡慕先生嘞。也不是说我经历那么苦才这样，好像很厉害一样。可事实上，苦就是苦，它并不会使我真的变得厉害，反而让我失去对于好的认为。所以我羡慕先生能活得规矩，像是个堂堂正正的人，而不是像我这样，总让人觉得像是个乞丐，又或者说不是个好人。有些人瞧着活得堂堂正正的，但其实也是狗屁不如的啊！怎么？只是没想到先生会这样说话。这有什么的？不过最近倒是想换个好的设备。那你不妨去转转看看。最近我发现转站上的2手手机挺划算的，我这台华为魅头40 Pro 只要2400，比新机便宜了4000多。而且转站官方验的手机都经过多轮质检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质保。上面的 iPad 9也只要1400，真心推荐买靠谱的2手，就上转站。行，那我晚点下载试试。所以先生到底是因为什么事纠结？宁某并没有纠结，而是执意陷入其中。人世间的情欲于我而言在逐渐减淡，或许有朝一日的就会彻底淡漠，从而看不清这世间的模样。所以我躺在这里，不想开。宁先生也有些惨，比你还是不如的。先生性子别扭，这也要捅我一刀。骂吧骂吧。几壶酒水下肚，先生喝得酩酊大醉，再没有说话。片刻后，宁凡在那林间大睡了一觉，本也醉得昏过去的王馒头忽惊醒过来。他见周遭的树木忽地疯长，草木精气在这一刻忽地攀升，溪流里的游鱼雀跃起来，纷纷跃出水面。山中的鹿儿野兽朝着此地靠近，好似朝圣一般走来。而在那圆山之中，苏俊涵忽感变故，目光落向那远处的山林。他见圆山周遭的草木精气忽地震动，异象忽起，山中万灵皆是抬眼望去，被其所吸引。这异象是因何而起？回胡君，这般异象因宁先生醉酒沉睡而起。假梦化真，这是神通，才是自然。梦里的一场春风，为圆山带来了一场雨水。原本枯死的草木焕发新春，干涸的溪道涌现出水流，灵气震撼之下，山中野兽草木有所明悟，开至醒灵。仅因一梦，便有千变变化。王馒头目光茫然地看着这一幕幕，见那鹿儿的眼中从最开始的茫然变得有了人性，又见其上前而来，对那熟睡的先生屈腿3拜。草木野兽皆向于先生，宁先生给这里带来了变化，生机更显。这才是神仙本领啊！一梦一造化，何种大能？先生睡一觉的阵仗可真是大啊，整个圆山都惊动了。是个意外，梦里面见的有些多了，谁知道梦外面作假成真了。宁某接下来要去一趟天机山，得劳烦你送我一趟。啊？什么？你若不去，宁某也可以自己去。去？怎么不去？必须去。可是咋去啊？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梦中成云踏雾，假中真，真中假，竹筏化云雾，转瞬去千里。宁某去也。先生还真是洒脱，来便来，走便走。世上又有几人有这样的本事，这样畅快，人生亦是这样逍遥。
先生为何不御剑？前几集才教你的，谁让你又忘了？哎呀，宁先生前来，使我仙山蓬荜生辉啊！见过陈长老，不知钟先生可回了天机山？还没。这样啊，这位小友是？见过仙长，在下王蛮腾，随宁先生前来。好，快请快请。见过宁先生。小道长风采依旧啊。先生折煞小道，小道不成器，天天挨罚呢。萧道友为何会在天机山？玄九仙山与天机山素来交好，而小道来这里，一来是为了多看些书，二来就是为了夺我那师尊，恰得陈长老看中，便时常候在一旁。宁先生可别小瞧了他，这小子修为不深，但却精通术法神通，五花八门皆有所学，且具有所得，乃是奇才也。宁某在第2季73集见识过。说来可惜，若是我天机山在南域仙界，或许这小子会在我天机山门下才是。陈道长言重了，我师尊都已经受够我了，就不再祸旁人吧。你小子是让人不省心。那长老您与宁先生先聊，小道就退下了。先生远道而来，想来是有要事相谈，却不知先生此行为何事而来。宁某想去一趟后山，见见山主。若是这般，先生恐怕会无功而返啊。说不定山主会乐意见我。先生既有把握，那贫道一会便带先生前去，只是能否见到，贫道却是说不准。宁某心中有数。先生觉得萧洞虚如何？萧道友根骨不凡，于各道皆有见解，属悟性非凡之辈。如今只是初露锋芒，待至往后定有所成。不瞒先生，天机山于这天下岁月之中已久，我等从后辈而起，如今已是前辈长者，似暮年之凡人，不堪大用了。贫道想，玄九仙山的掌教真人是将其当作未来掌教来培养的，这先生不必担心，那老匹夫欠了我个大人情。再说了，萧小道友来我天机山，一样也能做玄九仙山的掌教啊。还是得看他如何抉择。这位馒头小友，莫非宁先生高徒？他如今不知去处，便随宁某浪迹，并非是师徒关系。不知馒头小友可有师承？道长，我这一身佛光，怕是入不了玄门吧？这倒无碍，我天机山虽冠以玄门，但实则亦有修佛之人。早年的先辈便有几位是出自佛门之人。在下明白道长好意，只是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，说到底是泼皮一个，便不好意思迈不进来。若馒头小友往后改主意了，可再来此地。一定。宁某一会有些事情，你若觉得此地无趣，可去寻萧道友，他就在门外，你们2人应该聊得来。那我便不碍2位前辈的眼了，嘿嘿。不知道天机山可是出了什么变故？我关道长似乎对于后辈之事很是上心。窃天机者，必受天机所沉。我天机山弟子资质上佳之辈也有不少，但受天机所困的也不在少数。贫道也怕有个万一。其实这首登之人，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我天机山弟子。这天地之间的清净，也不该是为我天机山之责。芸众生，也该由众生所管顾。所以便只是先看看如今修士可有什么好苗子，暂且先观望。先生觉得如何？宁某觉得不错，这天机之间的安宁，也不该全数压在天机山身上。那便再往后走走。道友别具一格啊！我是个泼皮嘛，也得有泼皮的样子。道友不必如此，在小道看来，外表干净不一定是真的干净。道友虽显邋遢，其内心却是干净的。过誉了。凡间好玩吗？我听老和尚说，作为修士，应当少惹凡俗才是，不然沾染红尘因果，修行之路必将坎坷。小道确实不敢苟同，在小道看来，自己不行，何怪这凡俗红尘呢？你这人有意思，我之前也是这样对那老和尚的。有句话怎么说的呢？英雄所见略同，同道中人。幸会。山君，宁某又来了。你来做什么？宁某当初心有所获，如今解开一二，却又有些不太确定，故而想来寻山君解惑。你打算做什么？宁某已将魔域化为冥界，玲珑天道主宰那里只欠黄泉之水，地府便可引渡亡魂，轮回可成。说不定宁某也能借此跳出诅咒。果然啊，就算你不是曾经的你了，但到底是你想出的主意也是一致的。山君的意思是说，宁某的前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吗？做过，但没做成，是因为没有机会。说到底是天地气运的问题。不过你这身气运，想来是够用了。你想问什么，直接问吧，我知道的我就回答，我知道却不能说的，我便摇头。你知道我的意思。宁某也不希望山君为难。据说早年人间有一王爷踏足江道，后也落败于此。数百年后，又有一少年将此道兴盛，今将横飞，踏足仙界，后又堕入魔道，
化为魔尊，开启了魔修的时代，又被人称作为幻魔神君。不知这幻魔神君可是与宁某有关？你是从哪里听说的此事？是一尊古将告诉宁某的。宁某明白了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宁某还有疑问，一必问了。早年人皇册封仙官，其人道气运，宁某借此机会走了一遭黄泉，却在黄泉深处见到一人，瞧不清面目，但他却告诉宁某我是他这样的话，却不知此人与宁某有何关系。黄泉深处那是个活人，似乎没有肉身，更像是一道神念或是灵体一般。此事便不是不能说了，而是我也不知道。关于诸神敕令，宁某有一点不解，敕令之中的诸位神灵来自于同一个地方，又或者说来自于一场梦，可这场梦到底在哪里？是宁某前世的梦吗？若宁某已然轮回新生，那为何这场梦还会存在呢？这点我可以为你解惑。首先，诸神敕令并不算是一门神通，它并不能凭空请出神灵来，这些神灵是早便存在的。所谓的梦，的确是源自于你前世的一场大梦，梦中成真，神灵而现，其中玄妙非寻常，道法可解。至于为何这场梦在哪里，我也不清楚。我也知道很没道理，但这诸神敕令的确让人觉得玄妙难解，不怪我。好吧，还有疑问，便是关于修行的事，宁某想跟山君请教。你是想问自己如何修行道法是吧？正是，所谓修行，还需日积月累。既是如此，宁某的前世又是如何修行肉身法力而大成的？于你而言，神念修行并无阻碍，难就难在肉身修行之上。肉不修肉身，便无从得以法力。可诅咒当前，又该如何修行？这一点却不难。你要知晓，神念为一，但肉身却能有很多。身外化身。正是，古之有法，撒豆成兵，分魂而入。虽肉身粗糙，但若法之有成，亦可使得斗兵修行出法力，并归于斗，斗入腹中，即使法成肉身。却不知山君可懂这撒豆成兵之法？我就算知道这法门是何篇章，也了解不得的。多谢山君解惑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这些也不算是什么不能说的。山君也不解，为什么不止这些关键的问，竟是问这些没用的？宁凡却是忽的一愣，忽的想起了当年剑神花说起的一番话，以及当初在神魔之井中看到的那几幅壁画。原来如此，竟是这般。什么？宁凡没有解释，他心中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，自己若真是那幻魔神君，当初的剑神花以及那些魔修，若是幻魔神君的分身的话，那按理说也该与幻魔神君一般，一同灭，一同亡。但他们没死，甚至还活了下来，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幻魔神君的身外化身，而是那撒豆成兵之法所化。他们是豆子，只不过是在修行之中有了灵智的豆子，而那神魔之井中记述的也并非是分魂修行，而是撒豆成兵，斗入腹中，化为法力的画面，当真了得。还有上次我见山君拿出一件法宝，其中倒印出了玉轩姑娘的身影，那可是他所留下的记忆念珠。不错，可给宁某一关。不行，天机山只余下了这一枚念珠，若无此物，仙山将倾，我也将无处落脚。好吧，是宁某唐突了。此番多谢山君解惑，宁某问的够多了，等过2年，宁某还会再来一趟，到时候恐怕真要麻烦山君了。无碍，我求之不得。若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希望能帮山君重归自由之身。是吗？宁某说真的。知道了。宁先生见到山君了吗？见到了。先生果真不凡呐。陈道长过誉了，宁某也只是机缘巧合。先生谦虚了。宁先生，关于馒头道友，有件事小道想跟先生说一下。小道友请讲。我怀疑是有人想夺舍馒头道友，不过半途却又被阻止了，但也只是个怀疑，毕竟留在馒头道友识海之中的神念，又与之前的气息一般无二，说不定是被同化了。总之此事非比寻常。会不会有可能，这分割开的神魂本就是他自己呢？气息虽是一致，但却又不像是同一个人，倒像是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宁某明白了，有劳小道友了。先生客气了，小道对于馒头道友的情况也很好奇，不妨就让他多留几日，小道再观察观察。宁某是不建议小道友再深入下去钻研，因为这恐怕会给小道友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因果很大吗？如何让他们自己修行呢？先生，你怎么在这？给我吓了一跳。天机山这般好玩吗？逛到天黑才舍得回来。宁先生可是不知道，天机山的道人们真是有趣极了，一个个能说会道的，什么都懂，琴棋书画样样俱到，说话也好听，厉害的很呢。你这说的，不知道的以为你上了青楼呢。这可比青楼厉害多了。这话可别说了，让天机山的弟子听去了，你少不了一顿打。嘿嘿。对了，宁某早年得了一样东西，与佛法相关，不妨你帮宁某看看。什么东西？
贫僧吉明，见过宁先生。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，此为法号。再见先生，当真是尤为亲切。所以你真是从岁月之中逆流而来。先生以为呢？修佛之人都是如此，话总要留这么一半吗？先生教训的是，吉明大师言重了。大师能看破岁月长河，逆流而来，造诣远胜于宁某。宁某又如何能教训大师呢？先生才是言重了。所谓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，贫僧不过是暗示中偶然亮起的一盏灯罢了。比起先生似头顶日月一般普照众生，差得太远太远。却不知大师与王馒头是何关系？是贫僧俗家时，贫僧与他本是同一人，但世上却不能存在两个我。原来如此，不知大师来到这过去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我因西方诸佛而来，为变佛门之命术，成天地之造化。吉明大师没说实话。吉明大师既然能参破这过去经，也该知晓过去无法改变的道理。先生怎知过去无法改变？岁月似河流奔走而去，掀起的浪花早已随着水流逝去，何处起浪，何处遇阻，在于过去已是注定的事情，能够在这岁月长河之中逆流而上，已是天大的本领。再想搅动河水，扫去泥石，除非大师的本领早在那苍天之上。不过显然大师并没有这样的本事，不然方才也不会看向那苍天。也多亏如今世界之乱象，导致修仙界中天地之目光被遮蔽，不然大师出现的那一刻，恐怕都不止9天雷罚，或许转瞬之间就烟消云散了。先生不愧为先生，贫僧来此的却有别的目的。宁凡没有多问，显然吉明不愿意说，而且说不定也是不能说的。有些话就算是天道有所蒙蔽，也不会让他说出口来的话，不足半字出口，说不定就灰飞烟灭了。先生，贫僧便不多留了。这是撒豆成兵。先生，这撒豆成兵的神通真是厉害。这些小人是活的？自然是死的。若是活的，那才是要出大事。对了，先生，我怎么昏过去了，还睡到了这会？大抵是你困了吧？先生，我也不傻。莫非真得让他们活过来才行？宁凡微微皱眉，却又觉得诡异。若是这豆子活过来，那事情可就不一样了。吞豆入腹，化为自身之法。但若是这豆子有了灵智，再行此举，那这与邪法何异？任重道远啊！先生是在琢磨什么神通道法吗？算是吧。这样吧，先生不妨问问旁人。这天机山修士众多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不是还有陈长老吗？哦，这倒是提醒宁某了。宁某去一趟，你自己先逛逛。小道见过宁先生。小道友不必多礼，宁某前来乃是有事相求。先生言重了。先生想要这撒豆成兵自行修行，妙啊！我怎么没想过有这种法子？若有此法，也能大效加快修行。我想想。小道友。先生，我想到法子了。不过这法子虽能让先生说的实现，但到底还是有些亏的。这从何说起？想要豆子成灵，那必然是不行的。这样的话，那这法力也就无法化为己身了。既是这般，何不让有灵之人暂时融入豆中，将那法力积攒于豆中，待时用时再让其离去。若是这样，这其中的难点为二：一是让豆子有常人肉身之效，此需撒豆成兵之神通大成；二就是有灵之人，以小道之见，可寻阴魂鬼神相助，此二者最为合适。不过这样就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了，估计也没人乐意来做，说不定自己还得亏，不算一门有用的神通。宁凡恍然间反应了过来，他愣在原地，自己怎么就想不到呢？他宁凡何须他人相助，自己神念可分，再以此融入豆中，这样一来，起步就不用旁人相助了。如今就缺这大成的撒豆成兵之法，萧道友当真是一奇才。先生谬赞了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小道向来钻研一些旁门左道，所以就……此番多谢萧小道友了，却不知萧小道友如今可有所缺，宁某或许帮得上忙。不敢所求。萧小道友不必紧张，宁某从来不在意那些规矩，若差些什么，例如法宝神通之类的，宁某帮得上忙的，萧道友尽管提。主要是小道也没帮得上先生什么，也不好意思。萧小道友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方才一番话让宁某茅塞顿开，已经有了头绪，是帮了大忙了。如此便好。不过小道的确也不知道想要什么，主要是不缺，要不然还是算了吧。先生，真没什么想要的吗？
也好，若往后需要宁某相助，还望小小道友不要吝啬开口。一定一定。天色不早了，宁某心中之困惑已解，便不多叨扰了。我送送先生。不必，不必。先生还在琢磨那红豆呢，不累吗？修行从来都不是一步登天的，还需岁月磨练。不过在这儿也待得够久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咱们才待了3天。3天很久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？你指个方向，宁某想到哪里便去哪里，如何？哪有这般随意的？那个方向啊？我随便指的，那边是呢？南域仙界。不过你所对上的那个方向，宁某去过的，似乎也只有那云浮山了。好玩吗？风景怎样？风景一绝，好玩得很呢。话说，咱们怎么过来的？一路上不都是你带着宁某来的吗？馒头小友莫非忘了那一句？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我怎么这么困？原来如此，所以这撒豆成兵之术，若想大成，也需对此有所了解。不解经络躯体、五脏六腑，便不可能画出真正的肉身。宁凡笑了笑，如今尚且也有些头绪了。他能感觉到，距离他将这些豆子化成可做修炼的肉身已经不远了。头好疼。我们在天上。对了，先生，先前听你与陈长老他们聊天说的魔修，想来以先生的本事，解决这些魔修应当不难吧？为何说起这些？我总觉得这天下或许会掀起许多杀戮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杀光那些魔修？这法子不行。当然不行。当那魔修的功法问世，魔修就注定杀不干净了，层出不穷，似野草一般，风吹又生。真正使人入魔的，不是那功法，而是人的欲望。先生说的对，错的是人心。我雷个龟龟，先生，这是哪里？这就是云浮山了。我们怎么上去？你就在这里待着，宁某上去一趟就是了。这次不一样。你上去了，容易下不来。啊，下不来，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少问。宁某来取些东西，拿了就走。带着这混账东西赶紧走！你还不走，莫不是还想让我留你吃饭？虽然说我们二人不太对付，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有些因果，你还是少去沾染为好。赵玉清面色平静，却未发片语。而在那木屋之后，收敛着魔气的龙荣低下了头来，暗自捏了把汗，提着的心也不敢放。你好自为之。说罢，宁凡便带着太清剑离去了。直到宁凡的气息消失，那木屋之后的龙荣才松了口气，而平静的赵玉清却是皱起了眉头，心中隐约之间有些担心了起来。宁凡遇见下了山，他想不明白赵玉清何时这般不理智了。龙荣身上的因果尤为之重，也得亏是如今这修仙界的天道无所顾忌。但凡有一日那遮蔽天幕的雾气散去，他赵玉清因这因果大概也难逃一劫。不过宁凡该说的也说了，至于赵玉清自己怎么决定，他也无从管顾，更没法管。自己如今这般，哪里又敌得过他了？事情办完了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这就完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若是要歇息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成了。宁凡心中惊喜，可却又想不明白为何如此。自己琢磨了好些时日，却迟迟不得进展，为何如今随手一抛，却就成了模样？神通玄妙，的确让人费解。宁凡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索性又试着抛了一把红豆出去，结果却是不太好。能有经络的小人，也只是10之2-3，其余多数都是无用。神通术法当真玄妙无比。先生来了。小的见过仙长。小二客气了。那小的去给先生备茶。有劳。你跟小二聊了些什么？说起了云浮山，还有赵玉清的事。小二知道过后，就对先生你很是敬佩。这样啊？先生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啊？现在想起来，我还是有些后怕。早晓得我便不随先生一起去了。都是外界以讹传讹罢了，赵玉清没有那么夸张。那秦月宫的事是假的了？这倒是真的。啊？还有追着那些说闲话的修士商，这莫非也是假的？这也是真的。云浮险些被一剑掀了呢。
总之不是你想象的那般，他这人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说话。那话说，先生是如何认识赵玉清的？他早便有交情了吧？那先生行事会不会也像赵玉清一般，整日都在乱想些什么？宁凡无奈一笑，随即摆手，便往那楼上去了。王馒头目光耀眼，对宁先生越发好奇起来。宁凡回了客栈屋中，坐下后便将那些红豆化作的肉身取了出来，抬手之间便又招出8道分割出的神念，8道神念分别落入8具红豆所化的肉身之中，随即便见8位小人动了起来。8人互相看了一眼后，目光随即都落在了宁凡身上。有劳诸位。随即他们便开始尝试起了修行法力。8个小人整齐地盘坐在桌上，宁凡好奇地观察着这些小人，大抵也是好奇多久能炼化出法力来。当然估计收获也不会多，也是因为这小人太小了，说到底是不够熟练的原因。反响很快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其中一个小人便炼化了第1缕法力。如今那1缕法力正寄存于那具肉身之中，虽有些薄弱，但却是实打实的法力，而又因为这些肉身本就不受污染，其炼化出的法力也更加精纯。虽不如曾经头发之中的法力，但也大差不差。妙哉妙哉！如今只待自己多多琢磨一下这撒豆成兵的神通，说不定往后这撒豆成兵能够成为真正的身外化身，修行起来定然是事半功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自己的确也该好好修行一段时日了。天下之间的变故也不远了，还是要早做准备。先生，我们什么时候回人间？回人间？宁某或许还得在修仙界待一段时日，你想回去了？是有点。宁某可是一道术法送你回去。多谢先生。宁先生，我走了。好好活着。王馒头听后愣了愣，随即脸上却是露出了一抹笑意。他觉得先生跟他应当是一样的人，不然又怎会说出好好活着这样的话。似他这般游离在世间的人，唯一的期盼大概就是寻个方向，寻个目的，从何处来，又要去往何处，是他这一生都要思考的问题。先生大概也是如此，所以临别时候没有更多的话语，只有一句好好活着。王馒头远去，不多时就没了踪影。宁凡在那屋顶之上，待周遭安静下来后，他也舒了口气。前路漫漫，也仍旧坎坷。不多时，那位先生的身影消失在了此地，不知要去往何处，或许哪里都有可能，总归就是带着修行，哪里都可以。在那荒海深处，33重天内，满月正看着一本书。这南园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，多的也就是一房间的书。这曾经的主人应当很喜欢看书，其中画本最多，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平日里无事，他便会坐在此地看书，在这清闲无比的日子里寻得几分有趣。许久不见啊，满月姑娘。宁先生好本事啊，一个人跑去人间潇洒，留我一人在这累死累活。宁某没有法力，又帮不上忙，不如出去。那为何出去的时候没多少法力，回来还是没有多少？出了些意外。黄泉的事呢，可有着落了？有些头绪了，不过遇到了阻碍。阻碍？黄泉深处的人。除此之外，人间再起了乱世，4分5裂，气运下落，一时间也进不了那黄泉。如今只有等个时机。所以你便回来了？不然又该去哪？你若想取黄泉，需人道气运相助，这人道气运能为你所用了？有一部分，但想来已经够了。我说呢？不过这次出去，我还遇到了一个尤为不同的人，你一定感兴趣。什么人？是一个将来之人。将来之人？此人是从将来来到这过去的，其名即名，千年暗示，一灯即明，乃是佛家高人。此经名为过去经，乃是当初在玲珑之时无念大师教与宁某的。我在岁月里见过他。岁月里？对，在玲珑的岁月之中，我就曾见过他将来的记忆落到了如今，我当时却没看出有什么，如今想来，原来是这过去经的缘故。既是这般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这般经书的确是另辟蹊径，但说到底与当初的往生经一样，是未能完善的过去经，差得太多了。大抵也是因此，去往过去的人再也没有了将来。所以岁月到底是怎样的，宁某很是好奇。或似河流吧。满月又详细问了关于王馒头的事，宁凡也一一告知了他的情况。若是依照这般看来的话，这过去经着实有些鸡肋。如今看来是这样的，但宁某却觉得或许往后会闹出不小的事情。除非天地寂灭，否则他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想太多了。蜜饯，酸酸甜甜的，味道不错。我记得当初在青山城时，那位云姑娘时常会送你蜜饯吃。是她送的。她也去了。你既修行，
就该远离这红尘之事。诸事绕心中，怎得明悟？又怎成大道呢？我是人，你要向天而望，你不该把自己看作寻常修士，也不该视往仙人而看去。满月姑娘就这般看好宁某，千万岁月之间，无人再能踏步真仙之道，我唯独在你身上看见了影子。这般说来，满月姑娘看见了很多人吗？你似乎刻意在回避这个问题。宁某自认为没这本事，你未免也太低估自己了吧？满月姑娘说笑了。宁某自知自己也不同于寻常修士，可宁某这一身本事到底从何而来？是我悟性非凡吗？想来不是，一门神通术法，我苦思冥想，却始终不得进展。我这般悟性，与那般天骄好似云泥之别，那是宁某气运无双吗？可这气运全因上天眷顾，一声敕令，天地相助，此乃宁某之力也。若天不眷顾宁某，宁某又当如何？一番质问，却是将满月说的哑口无言。不知为何，满月总是对于宁凡有着很高的期待。宁凡也不明白为何，大抵是因为玉轩曾与满月提起过一些事情吧。或许自己如今的形象大大出乎了满月的意料。宁凡摇了摇头，也未再多言。他站起身来，随即走向了那神魔之井。续接上集，宁凡进入了魔域之中。如今的魔域依旧是血地千里，不过相比起从前却是好多了。比起当初少了许多煞气血气，他这次回来也不是毫无目的，他来此是为了找一些东西，那便是当初那些残躯。当初第二季第22集玲珑破灭之后，邪祟染这天地，后来抓了数百上古邪祟，宁凡借此夺了魔域本源。而如今那些邪祟则是被镇压在魔域各处，维持着魔域的稳定。至于在何处，宁凡却也说不准。当时他法力散尽，早就忘了事了，如今只有慢慢找。那些残缺尤为重要，正是那幻魔神君的尸身。在寻找之间，他也见到了那已经修筑好的地府，四通八达，分5座城池，共镇东西南北中5方。如今城中已有魂魄，正是宁凡在第2季31集所收纳的那些将士魂魄。如今各处城池都还有许多未曾完善，但其实这5座城也不是真正的地府，地府在别的地方，这只是一座座鬼城罢了。宁凡也没过多在意，寻遍八方，他倒是找到了几处残躯，一手、双腿、上身，拢共4处，如今尚缺一头颅、一手臂，这2者或许还在修仙界中藏身。不愧为金江之名，这尸身亦是让人心底生寒。哟，稀客呀！你少阴阳怪气的。你倒是清闲，一个人跑到别处去潇洒，这脏活累活都得我来。这魔剑的魔气就这般之多，这么久了都还未吸完。你以为这活简单啊？这魔剑可非同一般。下次我打算带你出去一趟，找2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头颅，还有一条手臂。那魔头的残躯？正是。你要这东西来做何？你要入魔呀？搞不懂你的，那我出去了，这魔剑怎么办？他如今也构不成什么危害了。别的我不管，反正到时候你答应我的事，你得兑现了。宁某一向一言九鼎，信你宁凡的话才是有鬼。宁某的话不可信吗？的确有点。宁某也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那之前说的便不作数了吧？别啊，宁老爷，别啊！余下的日子里，宁凡便就此待在了南园。当满月瞧见那一个个小人时，一时觉得有趣。这群小人整齐划一地盘坐在小院里，有时宁凡又嫌他们碍眼，又会将他们赶到屋脊上去，盘坐成一排，瞧着很有喜感。你便依靠这般术法助你修行。满月姑娘觉得如何？法力是法力，但修行说到底还是走不了什么捷径的。话是如此，但有此法亦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这倒也是，你如今的确也不差更多的修行了。满月没有纠结于此事，顶多也只是提醒2句。随后的日子里，这寂静的南园倒是热闹了些许，因为这些有趣的小人。至于宁凡，倒是成了个闷葫芦，有时候倒头就能睡一天，没个声响的。直至某一天里，满月忽地感到周遭少了些什么，再一睁眼，宁凡的身影便已不见了，而那修行的小人也没了动静。待满月上前，那小人也逐渐褪去了容貌，化作一颗又一颗的红豆。红豆之中所蕴藏的是精纯的法力，每一个都有异彩。满月便将那红豆一一捡了起来，又安静下来了。隔年开春，晋王举兵北攻朝堂，大军从踏出边域的那一刻起，这安分片刻的天下便正在迎来了一场大乱。朝堂挥兵10余万平叛，2者之间的争斗也愈发激烈了起来。主上，边关急报，晋王这狗东西竟敢谋合外敌，你说本王能否将那北漠人打回去后再争大位？殿下，就算是太祖在世，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。人老了，胆子反而小了。当初你跟着我父皇的，可不像这般怯懦。殿下，奴才无能。隔日边关的急报便接连传来，情况刻不容缓。而他那些所谓的心腹，却已然书信下令，留下了一部分在边关抵挡北漠人，剩下的则是做好准备，时刻直去上京，参上一脚，一争天命。而赵无极却是1个时辰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，而那以燕王之命下的命令却已送了出去。
尔等这般作为，如何让太祖英魂安宁于九泉之下？赵、卢谢与尔等为伍。殿下，如今你哪里都不能去。殿下当为天子，负我大襄。北上之争由你们自己吧。赵某自去边关。道长，童先生，我先给道长把脉。我已知命，不必再把脉了。不，道长不会有事的，童某定能医治好道长，定能。童先生，浮云曾乃西萧帝王，命已如此，无从更改。什么？罢手吧。却见那方才唤起了的些许生机，在转瞬之间就消散而去，而童之焕也因此受了反噬，身躯一怔，脸色也白了几分。师傅，童大夫，我师傅他怎样了？有没有事？徒儿，师傅，我在这。师傅不是说了吗？男儿有泪不轻弹嘛。童之焕站在一旁，脑海之中思绪流转，犹记当初，他也似那小道长一般跪在床边，握着那老道士的手。那一刻是多么恨自己无能，学医数十载，救了数不清的人，却从未像那时候一般无力。当初的心情就与小道长一般模样。道长，待童某再试试吧。童某行医，从不信命。童某叩礼，遥请先生之见，请先见应声。童先生，我命已定，何必如此呢？请先见。城隍大人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再等等。我一朽木之人，帮不得童先生如此，还请先生快收神通。此番为道长，也为童某自己，还望道长成全。浮云道人神色微顿，恍惚之间，好似明白了什么。他长舒了一口气，不再有任何言语。仙剑阻挡着雷劫，同之唤起身之时，再度失真。关外雷声轰鸣。可说到底，那仙剑之中丢失了些许东西，早已没了当初威能。在那天劫落下之际，剑身便出现了些许裂痕。他已经是这岁月之中的老家伙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雷劫的反噬落在了童之焕的身上，他的额头上满是冷汗，忽觉喉中一甜，却又被他强行咽了下来。此刻的童之焕是执拗的，如若他少年时候，天上雷劫接连落下了3道，仙剑已在那雷劫之下变得不成模样，剑身之上裂痕遍布，仅是靠着所剩无几的剑气支撑着。不多时，那位稍显落魄的大夫从山上走了下来，他苦笑着，那笑声之中的情绪让人闻之心也不宁。那大夫笑着，严重却又淌下泪水来。天地之间万籁俱寂，好似只余下了这位大夫的苦笑之声，是对这天意的讽刺，是对这世道的谩骂，却又是对这万般无赖的妥协。那位大夫的身影从洪三才的身旁走过，未看一眼，悄然而去。洪三才未有言语，回望而去，唯见此人身影落寞。逃，我错了。夫君已经尽力了，我们回家。醒了，最近人间可不太平。如何不太平？杀气弥漫，死气盎然，想来要到了尾声了。还早。非凡者也参与进了战事之中，怕是不早了。如今着急之事，应当是恢复法力。以你这般，怕是赶不上了。不行，就再谋他路，借也要借来。你这般却不像是万事俱备的样子。是慌张了些，不过也没有办法。这般机会若是错过，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哟，宁老爷又来了。随我出去吧。总算可以出去一下了。宁凡正欲离去，却在恍惚之间感觉到了些许动静。他微微皱眉，朝着某个方向望去，可当他看去，却是什么情况都没有。这让宁凡有些疑惑，随即迈步朝那边走了过去，左右张望了一番，却也未曾发现什么异常。你找什么呢？有人来过，就在刚才。我看你是年纪大了，眼花了吧？不会有错。这么久以来，我都未曾察觉到过有什么人进了魔域之中，会不会真是你的错觉？宁凡听后便也不再纠结于此，他也希望是自己的错觉。离开了南园过后，宁凡便开始在修仙界中寻找那圣象魔躯。黑塔对于魔气有着感知的作用，自然也能有所作用。可是这世间何其之大，这样找下去，终究不是个办法。毫无疑问，这的确就是个蠢办法。先生，许久不见，没曾想会在这儿遇到。
剑某也是听闻了先生才特意寻来的。先生这几日忙碌于荒海，是在找些什么东西吗？不错，这倒是巧了。剑某来寻先生，兴许与先生正在找的那一手一臂有些关联。剑某或许知道其中的一条手臂在那里。你知道？剑生花点了点头，随即说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。谁知那邪凤心狠无二，自断一臂，将那印记斩灭，他们便又没了头绪。我与墨玉索性就分头行动。那邪凤受我一箭，跑不了多远，但结果却不太好，没有发现一点踪迹。后来便与墨玉会合，而墨玉告诉我，他也未曾找到什么踪迹，说不定那邪凤又跑出人间了。当时我就觉得有些怪异，但想了想也没怀疑。离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墨玉的指缝之间看到了一抹萦绕着的魔气，我确定就是那邪凤身上的魔气，但墨玉却言之凿凿地说他不曾找到任何踪迹。那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后来我便没有追问这件事，便随同着墨玉重新回到了修仙界中。本来是想寻先生拿主意，但先生却从未回云上府，我二人便只得作罢。我便一边观察着墨玉，一边寻找着先生的踪迹，直至那天月圆之夜，墨玉遮遮掩掩的说是有事要办，让人先行一步，在后面的仙岛上会合。我察觉不对，于是捻了一抹剑气跟着他，自己则是假意离去，等到时候再折回来。那天夜里正是月圆之时，当我折返而归，顺着剑气找到墨玉的时候，他正在一座阴气密布的深山里。那时候墨玉已经化出原形，正在被魔气纠缠着。我起初是以为他遇到了妖魔作乱，但当我一凑近，却瞧见了他那只魔气萦绕的手臂，我一眼便认了出来，那是魔君的尸身之一。那本就是尸身，在月圆之夜定然躁动，墨玉根本就不是有事，而是为了隐藏此事。我虽反应过来了，但细微的动静却一样被墨玉给发现了。那时候他双眸赤红，发现我后便朝我杀来。我没有与之相争，有那条手臂在，我定是敌不过的。逃是逃过了，但墨玉却已经对我动了杀心，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都隐秘在修仙界中，也是恰逢这次听闻了先生的消息，这才冒着风险寻了上来。先生，剑某所言无一不是真话。宁某并非怀疑你的话，只是在思索他为何要这样做。剑某也想不明白，他如今还在追杀你吗？我知晓了那条手臂的事，想来他是不会放过我的，或许也没有特意寻我，但若是我主动现身，他大概会来。不妨试试，闹出点动静，看看能不能引他出来。全凭宁先生做主。宁凡点了点头，他心中有疑虑暂未消除，目前还是先将墨玉给找出来，这样才能知道事情的缘由与始末。他同样也在怀疑剑生花的话，说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胡编乱造的。让宁凡来想，他倒是无法将那个趴在院子里无所事事，随着梨花玩闹的墨玉与之相提并论。如今剑生花说起来，疑点还是很大的。剑生花是个明白人，不用多说什么废话，只需他随意找个人多的地方大闹一场，再报上名号，用不了多久就能传开。后来的几日里，剑生花便在四处游荡，做着惩奸除恶的事，不多时名头就传开了。有人说他是某座仙山下来的大修士，更是敬重不已。修仙界这般大，也说不准墨玉什么时候能找到这苗头。不过无碍，宁凡也等得起。出事情了，是出了些意外。你觉得那剑生花的话里有几句真，几句假？不知道，我也没看出来，说不定他说的都是真话，也可能是掐头去尾，但真相却是大不相同。你自己拿主意就是，反正这人间的事也与我没多大关联了。到时候说不定也要满月姑娘助我一臂之力，那黄泉之水着实不好拿。你做好打算就是，该我帮你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出手。多谢了。先生，有消息了，南域附近的玄九仙山有人接触过一尊麒麟神兽。宁先生造访，令我玄九仙山蓬荜生辉啊！听闻贵仙门先前欲要镇压一只魔麒麟，的确有此事。贫道与几位长老起初听到麒麟，本是想前去看看能否收复作为护山神兽，但到了地方一观，却见那麒麟魔气滔滔，任由其下去，恐怕要成大患。本欲斩之，但几次试探，却都没讨到好处，反而损失不少。无奈便只有镇压，谁料那魔麒麟忽然暴起，我仙山弟子死伤无数，便只得遁走。掌教可知那魔麒麟逃去了何处了吗？具体去处倒是不知，不过我观那魔麒麟身上本就有着伤势，跑得大概不远。当时他逃走时，似乎是朝着以北之地而去的。多谢，那宁某便不多留了。随即，宁凡与剑生花两人去了之前与那魔麒麟争斗的地方。此地尚且还有魔气残留，但除了这魔气，便没留下任何。一番寻找无果。先生，不妨我们分头找找。也好。你闻闻，那魔气去了哪个方向？
文文，你当我是狗啊？这叫感知，感知。好好好，你感知一下。我塔尖指的方向。你确定？这不废话。宁凡一愣，顺着塔尖指的方向望去，那个方向，这是剑生花所去的方向。他心中大致有了预料，顺着剑生花离去的方向追去，他就是想看看剑生花在玩什么把戏。你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还有几分清醒。当你背叛魔主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，差点还让你坏了我的大事。反正你如今也快入魔了，我便送你一程。这把剑，这不是当初玲珑破灭之时屠戮他们的那把剑吗？莫非？跑得还挺快。先生救命之恩，莫遇没齿难忘。先与我讲讲前因后果吧。这件事还得从封仙大会之后说起。邪凤未死，先生也不知踪影，我二人便继续在人间追查他前来。兵分两路，我在人间南域的一处深山之中找到了躲藏的邪凤。当时那邪凤身负重伤，我本欲将其拿下，不料中途他说了一件事，让我微微失神，从而失了机会，让其被人救走。那个人回来了，那个魔头回来了。谁？魔主，幻魔神君。那邪凤有意招我回魔主座下，我又询问其有何为证，他只告诉我说，修仙界将其浩劫，天道之目光将被遮蔽。我心中惊骇，左右思索，从而失神，也错失了机会，让其被一阵魔气卷走。后来我跟鬼剑仙碰头，一见面他便对我大打出手，我本不惧，不料其不知何时得了魔主尸身，凭借那一只手臂让我节节败退，不得已我只得往修仙界逃去。他对我穷追不舍，最后到了一处荒岛之上，我不敌于他，想在遁走之时，却被那尸身手臂所误，魔气侵扰我的神智，他也借此重伤了我。好在我及时恢复了清醒，这才得以逃走。可那只手臂却已缠上了我，我的神智也受了影响。我本想过断臂求生，不料那手臂好似有了灵智一般，不断阻挡着我，甚至控制了我的精神，让我连断臂都做不到。故而在这段岁月里，我便藏了起来，与那手臂抗衡。而之前邪凤所说的一切，也一一印证了。修仙界起了大乱，无根无源的魔修法门落入世间，天地之目光被人有意遮蔽，一场混乱由此开启。除了那个人，我实在想不到谁能做到这样的事情。宁凡听着这一切，只觉得有些恍惚，他的目光涣散，有些愣神，好似在想着些什么。魔主，宁凡一时也有些混乱了。之前他从故将师口中得知，那幻魔神君或许就是他的前世，可如今却又告诉他，魔主重现人间了，不是自己的前世。宁凡微微皱眉，这件事的确出乎了他的意料。你还知道什么事吗？还有那些老东西陆续都出现了。我在修仙界躲藏的这些年，时常感到一些熟悉的魔气，都是当初魔主座下一些熟悉的人。这般看来，当初清扫邪祟时候还留下了许多漏网之鱼。想抓到他们的确很难，这般多魔修，但实际上这些背后之人却很少露面，想来是有什么手段藏身。你当初就在魔主座下，你觉得他们最有可能藏在什么地方？若是说藏身之处，最有可能的便是魔域了。魔域。当初魔主开辟出了一方小世界，起初时那里是供魔修栖身的，说不定会在那个地方。你知道魔域在哪吗？我当初虽在魔主座下，但却未曾进入过魔域，只因为魔域诞生没多久就出了变故。听闻是魔主修行时走火入魔，魔气侵扰之下，魔域的魔修也受了影响，互相争斗，将那里杀成一片死地。之后哪儿就成了一片囚禁之地，进去之人几乎都无一生还。原来成了一片囚禁之地吗？也难怪当初见到魔域的时候是那般模样，这倒是说得通。不过如今也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想来那里的魔气也尽数消散了，若在那里藏身，再合适不过了。那有谁是知道魔域所在的吗？梨花曾经随那魔头进去过，不过如今梨花记忆有缺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。那邪凤作为最早跟随魔君的一群人之一，也曾进去过。剑生花我就不知晓了，我对他了解的不多。宁某先去找梨花询问一番，不过你如今一身魔气，再加上身上重伤，也不便前往，不如宁某暂且先帮你找个地方休养，待伤势好些了再说。全凭先生安排。
竟是胡闹。令叔叔，若是宁某与杜阿娘不在，你这次怕是真的要栽在这里。还有心情在这嬉皮笑脸？错了吗？下次不了。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先好好养伤。问你些事。梨花无所不知，问就是了。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关于那位幻魔神君的事。什么神君？什么东西？这样啊，梨花困了吗？梨花不困啊。现在困了。梨花好困。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宁某请你出来？我可没捣乱，你不要找我麻烦。宁某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那你喊我出来干嘛？打听些事情。买卖不做赔本的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暂时没想到，你问吧，反正你要记得你欠我一个好处。也行。看着我做什么？你问啊，不问我可走了。要是被天帝逮到，我怕是要挨雷劈。关于幻魔神君，你知道多少？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，别人知道的我也知道。这好像是句废话。不管了，反正我就是知道。记忆最深的就是他可处了，不过人还不错，就是话有点多，叨的没完没了，像个二傻子。形容的这般贴切吗？之前宁某听一人提起，幻魔神君每隔一段时间会消失，过一段岁月又会出现，真有此事吗？是有这么一回事。他有跟你提起是因为什么吗？倒是没有，反正他都说是出远门，谁都找不着他。我听人说他没死。他当然没死。他没死。他不会死的，那个女人只是镇压了他肉身而已，真正的他活得好好的呢。这都过去几千年了，他还活着。鬼修阴寿颇长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反正我是不信他死了。我听人说他已经回来了，而且还造成了一些乱子。这我不知道，他没来找过我。那你知道他想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他与玉轩的关系如何？那个女人啊，挺奇怪的。那个女人忽然出现的，两个人没聊几句就大打出手。我本来以为就是寻常切磋，结果越打越狠，直到她的肉身被镇压，我们这些人也受了无妄之灾，跟着一起被镇压了。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。所以说，他们两个其实是认识的。应该是认识吧，我也说不准。你们从玲珑里跑出来，可曾见到那被镇压的尸首落到了何方？尤其是头颅，宁某为何一直没见过？脑袋被那个女人单独砍下来了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宁凡思索着，却有些不解，玉轩为何要将那脑袋单独砍下来呢？砍下来了又藏在了哪里呢？猫儿也不知道，但其实他知道的已经够多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跟墨玉的关系真如之前说的那般吗？墨玉是迫不得已追随魔君，而你也是。也不算吧，当初你钓到我的时候，应该是怕你动手，所以墨玉才没跟你说实话。事实是墨玉为了救我才求上了那魔头，其实是我的原因。什么伤势，非要一个魔头来救？那是天地之间诞出了一个魔物，叫做九斑魔莲。当时墨玉还是一处仙门的护山长老，被派去将那魔莲回收，不让其落入魔修之手。我和墨玉一同前去，随行的还有许多仙门的高人，不料那人竟然亲自来了，就是幻魔神君。墨玉跟一众修士跟那魔头相斗，谁料那魔头一个人打了一群人，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一样。我们这一边很快就节节败退了，眼瞧着那魔头就要得手，我脑子一热，当场就把那九斑魔莲给吃了。吃了。也是因为我的捣乱，那魔头气愤而走，也免于一场争斗。我也挺意外的，他竟然没有杀我们。不过回去之后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随着你被魔气影响的越发严重，甚至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，所以墨玉就带着你去找了幻魔神君，最后墨玉也成为了他座下一员。其实那些人不做的这样狠的话，这样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。最后魔莲的事解决了吗？并没有完全解决，当时那魔莲已经占据了我的识海肉身，除了那魔莲我也会死，便只能镇压。他在我肉身识海之中下了禁制，以72道符文镇压封印，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不过那魔莲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偶尔会生出一些魔气影响我。后来我索性便将一部分神念分了出来，而我本身则是专心压制那魔莲，这才有了失忆的事情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将记忆归一，便被镇压在玲珑里了。你分割了神念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可不想死，只是分开了记忆而已。原来如此。谁知道分出的他这么蠢啊！你这不是骂自己吗？
兴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你才很少出现吧？我只是忙不过来，只有他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才会出现。宁某却是有个疑问，为何宁某未曾在梨花的身上感知到魔莲？没剩下多少了，酒班如今也只剩下了半片了。我将它藏在了石海里，不停地消磨着那魔气，你感知不到也正常。听你的意思说，再有一段时日，你也就出来了。差不多吧。若是梨花不乐意呢？我有时候也在后悔当初分开了记忆，若非忽然的镇压，也不会出现如今这样的局面。梨花单纯，或许聊一聊，你们能成为朋友，他心底里都是善念，也不会对你怎样的。是吗？猫儿反倒是有些不自信了，他陷入了一种古怪的沉默之中，大抵是因此在我与真我之间徘徊不定。杀死记忆也是杀了别人。猫儿想不明白，他也没再与宁凡多聊，不多时就回了梨花体内，不知藏在了何处。宁好人，梨花怎么睡着了？兴许是你太困了。疼死了，疼死了！方才怎么不喊疼？本来就很疼啊，要不然叔叔也去挨2刀试试，可疼了。你暂且先好好休养，等伤势好的差不多了，便离开这儿吧。如今暂时紧张，少在外面晃荡为好。如意不在外面晃的话，还能去哪？回青山城做女工吗？小德云姐姐还要我不哟？你云姐姐已经不在了。不在了，回南边了吗？也是，云姐姐现在年纪估计……怎么会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如意思绪飘动，好似是在忽然之间反应过来一般。这1年2年的转眼间就在指缝之间流逝，稍不注意便是一段悠长的岁月。若不细想，亦不知晓到底过去了多久。还真是让人反应不过来，真是越大，岁月就过得越快。不总是这样吗？待有空了也要记得回去看看三娘。你们儿女2人兜兜转转的，少见有几次回家看过，别等着不好的消息传到耳边才知道回去。那叔叔你呢？你宁叔叔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没当初那般有空了。是吗？那令叔叔要记得，青山城有个屋在。记得的，早些回去吧。宁某也该走了。宁好人，宁好人，梨花想吃鱼干，宁好人那还有没有？下次给你带些，如何？好啊好啊，说话算话。宁凡笑了笑，随即便要离去了。梨花目视着宁好人离去，眼里也有些舍不得，但他晓得宁好人要做的事很重要，也很危险，他就算跟着过去，也不过是拖累罢了，索性不多想了。不太聪明的梨花总是如此，想着的心烦的事，索性不想，摆得明明白白。当然，也是因此，他才会总是开心，而不是每天似所见的那些人一般愁眉苦脸。宁凡也在想那魔头没死的消息，难道玉轩当初没完全杀了他？这倒是让宁凡觉得怪异。他在玉轩的记忆之中瞧见过，以玉轩的道行来看，他甚至能从天道的眼皮子底下窃取天地意志的碎片，更别说对付这魔头了。难道是杀不死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其次就是关于那头颅的事，既然没被镇压在玲珑之中，那又是被镇压在何处？找这道魔气往哪逃了？跟我走。原来是你呀！妈的，姓宁的！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宁某只是路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专程来杀我的？怎么说？要与宁某斗上一斗，还是老实伏诛？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吧。宁某可以不杀你，不过你得帮我办件事情。姓宁的，你折磨我的事，你怕不是忘了？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你如今却还想让我做狗？想都不要想！你以为我怕死？我做。早说不就完了吗？你让我做什么事？这事简单，你帮我把剑生花找出来就是了。他暴露了，你觉得呢？想借此引我出来。剑生花不知道的是，在他的身旁正有一道隐藏的神念注视着这一切。当剑生花同一时间说出这样的话时，那道神念以及远在人间的宁凡都是一愣。宁凡的神色莫名有些凝重起来，看向邪凤的目光也变了又变。剑生花似乎能时时刻刻知道邪凤身边的事情，宁凡觉得奇怪，邪凤身上也未曾留下什么神念或是法器之类的，那为何会这样？引他过来，吾请魔主将其斩杀。我答应你，不过他不在人间，我要你送我去修仙界。这个不难，不过你暂且待在葫芦里吧。
剑生花求见魔主。剑无何事。受我此物，此时我自会出现。那所谓的魔主似乎与我想的有些出入，莫非是个冒牌货？此物乃是我与他联系之物，不多时他就会来寻我。在这等着，他便会自己找来。放心吧，不出1日，最快半日，他就会来寻我。你们魔修都是用这样的手段联系吗？也不全是，听说有更厉害的，能够传音，不过这样东西也不多。这样啊，近来人间之外魔修猖獗，按理说你应该回修仙界要好一些吧，至少能有所助力，何故还留在人间呢？修仙界才不安生呢。你瞧现在各处仙山宗门都在抓捕魔修，我还不如躲在人间。这倒也是。你一个大老爷们还吃这些甜滋滋的玩意？宁某吃什么不关你事吧？给我也来一块。没你的份。小气巴拉的，好歹我也是帮你办事，一点好处都不给。宁凡听着这话愣了愣，目光落在邪凤身上，他总觉得怪怪的，好像自己也没有跟这邪凤这么熟。相反的，这邪凤讲这话出来，好像变了个人似的。宁凡摇了摇头，也没太在意，兴许是这家伙太贱了。你这人古怪的很。你说话不更怪？是有点，我是想着你好像时常待在人间，我见过挺多修士的，却少有见过像你这样的。人间好玩吗？还好，不过说起来，宁某也有些好奇，做魔修有什么好吗？其实当时的时候也没想入这一门，可是没办法，不入就是死了，入了就无法回头了，索性就这样了。所以说你是无奈？也不算吧，毕竟我是主动的，只是当初蠢得很。所以你是后悔了？有点吧，但不多。世上的魔修并不一定都是恶，就像是人与仙对于妖的偏见一般。是这么个道理，但你也不可否认，魔修的念头绝大多数都是极为偏执而又不合常理的，所以经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，吃人、饮血、注血海，视人命为草芥。世上的修士不也是这样的？那些高高在上的修士不也是人命为草芥？他们做的事不一样，是在变相的吃人饮血吗？也有几分道理。是吧？所以咱俩算是熟了吗？整一块蜜饯吃吃。不给，没剩多少了。小气巴拉的，人来了，祝你好运。宁先生费尽心机请我来，现在我可是来了。姓宁的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叩请魔主降身。万物之灵，魔道长影。诸神敕令，宣众神将。起来！不过兵卒安敢装神弄鬼？混！收！有劳了。不多时，周遭便平静了下来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事情却是出奇的顺利。宁凡隐约之间觉得有些古怪，且不说邪凤那忽然莫名其妙搭气的话，还有那所谓的魔主，仅是用这3两手段便想着能打发他。身为魔主的人，又怎可能这般自大自傲？那魔兵不过与自己打了个照面，顷刻之间便被灭了，这很不合常理。宁凡一时之间也想不明白，只觉得这是疑点重重。顺带的，他又窥探了一番剑生花，却见剑生花已经跑远，宁凡也没有去追，他还指望着剑生花能给他带来些出乎意料的消息。可有收获？只找到了剩下的一条断臂，至于那头颅，却没见有半点线索。那头颅似乎并没有被镇压在玲珑下面，而是在别的地方。这事你听谁说的？是那猫儿告诉我的。我身为玲珑天道，自然再清楚不过了。当年镇压时，那头颅是在其中的，我能够感觉到。你是说那猫儿说了假话？此事蹊跷。还有那魔兵，3两下就搞定了，太过于顺利了。这有何怪？身居血海者神志不定，魔气侵扰之下，自傲自负之辈常常可见，疏忽1、2都是经常的事。
满月说的随意，宁凡只是微微点头附和。他觉得没那么简单，相反的，他甚至在想，剑生花去见的那个，真的是当初的那位幻魔神君吗？直觉好似在告诉宁凡，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幻魔神君。既是如此，剑生花又为何要奉其为主呢？这里面多多少少都有这些猫腻。如今我在明，敌在暗，想查起来也无处可寻，倒不如顺其自然。我总觉着这些魔修会坏事情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你还是小心为妙，到时候做好准备。法力虽不多，但也算有所成了。怎么了？这两抹法力无法入我丹田气海，留在筋脉之中，甚至也会影响周天运转，好似与我水火不容一般，我无法炼化。给我看看吧。这二者的法力所属完全相克，怎可能会有相容之象呢？相克？要知晓世间万物皆有所属，草木以木土之气盛行，溪水以水属泼清，法力亦是如此。这取决于自身之灵根，还有所修行的功法而来的。你修行的功法取重火灵，法力自然偏向于火，而这红豆之中的法力却以木灵偏重，又有水行作辅，火木燃之，水火相克，二者相遇，自当会不容。这是修行的基础，修行之人应当都知晓的，你不知道。宁凡一时愣在原地，他上哪知道啊？说句实在话，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于修行这一行的确也懂些东西，但若是论起那些理论的基础，他的确懂得不多。那该如何？你觉得呢？所以说，还是得同源的法力才能够相容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不会连自己是什么灵根都不知晓吧？应该属火吧。修行之人向来不会只有一种灵根。是吗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，你真不知道？一知半解。你到底是怎么修行的啊？只当是乡野之人随意琢磨出来的吧。你自己本身也有法力，试一试便知晓了。若灵根属火，那行火法神通便会顺畅一些；若没有的话，相对而言就会迟钝一些。宁凡哪里搞得懂这些？他这些年使的术法不是敕令就是剑术，少有真正用到神通的。对于这些多少也了解的不多。宁凡试着施了几道神通，却并没有觉得哪里有阻塞的情况存在，相反的，各处都很顺畅。满月听后上前测试了一番，这才解惑。阴阳灵根啊，原来如此。不过你这灵根修这样的单数活法的功法，实在太过可惜了。混沌化阴阳，阴阳化五行，也就是五行灵根。这不一样，除了五行，还有别的灵根，例如雷、纯阳、纯阴之类的。阴阳灵根则是兼顾了这所有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本功法，你都是可以修行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若是没有火属灵根的人，修行的火属功法会如何？不会如何，多数时候是无法修行，但若是强行去修，则是会走火入魔，就相当于壶里没水，你非要将鱼给丢进去。受教了。那这红豆所生的法力，虽不能入我丹田气海，但我一样也是能调动的吧？理论上是如此的，这红豆之中的法力是无主之物。那也不算无用。如此说来，是我修行的功法有问题，所以才导致了两道法力相克。若是我重修一门五行兼顾的功法，是否就可以使得这法力入我丹田相融了？理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这对你自身也有影响。外来的法力就算是无主，它始终都无法如同自身而来的法力用得顺手，而且这些外来的法力中蕴含之气所占各有不同，实则还是会有些许排斥，这对你往后破境会有影响，也就是拉低你的上限。就似丹药一般，久服总是会有单独存留，从而使得往后之路尤为艰难。是这么个道理，不过单独是可以解决的，但你这法力不同，它几乎是无法解决的，除非是你重修功法，按部就班的重走一遍。如此说来，宁某险些走了歪路。岂止是歪路，简直是大错特错。多谢满月姑娘今日提醒，举手之劳。不知满月姑娘这儿可有适合阴阳灵根的功法？玲珑之中诞生的功法也有许多，但因为玲珑法则不全的缘故，所以越过五行阶层的功法并没有出现过。那我还是去一趟天机山吧。不知钟先生这可有与阴阳相关的功法？先生这是给弟子寻功法。不，宁某自己修。啊，先生要重修。先前出了些意外。据技术言，这两本修行法曾经来自于一处仙门阴阳法宗，其宗主以及一位亲传弟子修行的便是这一本，后来的这本则是其弟子晚年得悟天成之法。
以五行之气化阴阳之气。还有一本，此为我天机山先祖所修法门，造化阴阳法，与前二者不同。此法以天地之间自然的阴阳之气修行，而非倒转五行之法。不过这也有个缺陷，但缺陷不在于功法之上。缺陷不在于功法。岁月更替，世间多变，混沌之气化作阴阳，阴阳二气又转五行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然混沌有数，也注定了阴阳有数，五行有数。所以说，如今天地之间并没有剩下多少纯粹的阴阳之气了。五行之气会随万物轮回而轮回，但阴阳之气与五行之间却无轮回之过程，分在自然，和却不在其中。这也是为什么后人细化了阴阳之法，以五行和阴阳寻求阴阳之气修行的原因。原来如此，早年时世间阴阳之气可算常见，如今的阴阳之气早不如当初了，阴阳难修，先生还是斟酌一二。相比起寻常的五行法门，这阴阳之法耗时耗力，而且古之时所留下阴阳术法亦是稀少。如今岁月修行阴阳之法，难以发挥出其威力。宁某可否暂借这三本法门？前二者自然是可以的，但这造化阴阳法毕竟是先祖所留，所以那宁某暂留几日吧。后来的几日，宁凡大多数时候他都会在天机山的藏书阁里待着。天机山至今都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头，其中的藏书更是数不胜数。在里面待上几日，宁凡便觉得受益匪浅，许多从前不知的东西也得以解惑。从为何如此，到原来如此，再到原来还能这样。宁先生，吕道友，许久不见。先生折煞我了，我乃小辈，怎担得起宁先生一句道友？先生唤我小吕就是了。这些年下来，吕善瞧着沧桑了些许。宁凡听他师父说，吕善下山游历，见了红尘之后，变成了这副模样，锐气已被消磨，眼中留下沧桑，身上也尽是断断续续的因果。这人间红尘的确不是一个好去处。吕善算是个好运的修士了，吕道友终究会从中走出来的，迈过这一关，后来便会一帆风顺。借宁先生吉言，那小道便不打搅先生了。宁先生这般通天本领，却仍旧未曾懈怠，钟某惭愧啊。于是乎，钟正元也受之感染，找了基本陈年典籍琢磨了起来。天还没亮，宁凡却已到了那天机山最高之处，盘坐于此，呼吸吐纳，等待着天明。这阴阳之气最为显露之时，在于昼夜更替，其中以晨间最为纯粹，只因此时万物出生，万灵复苏，而黄昏之际就远不如此，便是气息繁杂的原因。一呼一吸之间暗合天数，也不知会不会互相冲突。他再度闭眼，以此感知阴阳二气。这修仙界的修行法门与武器朝元之法有着共通之处。他此前运转的乃是那前世道门之中所述的三花聚顶，武器朝元之法乃是以天地炉鼎锤炼自身之法门，而相比起此界的法门，多为内炼之法。这造化阴阳法亦为内炼之法。其实他大可不必来这一趟，也没必要去尝试这阴阳之法。只是当满月姑娘说起这些的时候，宁凡才知道自己对于这些的了得到底是有多么匮乏，何不尝试一二？世间之变，当真奇妙无比。妙哉妙哉！便以此崖壁为止，无剑为末。如今这修仙界的天地之目光已被蒙蔽，想来是不会降下雷劫的吧？这般想着，心中也就没有再担心了。剑下似有神韵，不多时一字一字刻印在了那崖壁之上。三花聚顶，武器朝元，天地为炉鼎，阴阳为火，二者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如此可成。于这天下间的修行法中再开一门，以天地为炉鼎。这可不妙了。钟先生，可否借宁某一些法力？宁先生尽管放开手脚。多谢钟先生，恐怕还不够，暂且先试试吧。宁先生，小道道行低微，法力不多，但亦愿助先生一臂之力。我亦如此。多谢。天机山愿助宁先生一臂之力。诸位今日相助宁某，来日宁某定当报答此番恩情。宁先生说笑了，君子之交何谈恩情？
多谢雷劫将至，还请诸位速速离场，莫被误伤。先生小心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，青羽、太清、葫芦。浓雾已退，天地将倾，也该我们出手了。众位长老、师兄，还请随我一窥那浓雾。天机山众位长老伴随着钟正元一同往那天穹之上而去。当那天威降下，总有一些人踏步前行，抱着不惧这天地威能，为这天地肃清的心思，踏步向前。先生似乎是做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一霄道长之剑会是什么？无上剑经。若只是剑经，怕是不至于让天地争目。你是说功法？还是得看宁先生能否挡下这天劫，否则这东西也无法问世。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宁先生当真是准备充分，这天劫定不一般啊！对对对。这九字真言这般厉害吗？厉害！他这个学过九字真言的人，怎么不知道这神通这么厉害？没道理啊！这般声势的雷劫，没道理会被九字真言拦下。在那防护之中的宁凡亦是脸色茫然，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。天道雷劫该是什么水准，他再清楚不过了，怎么都不会像如今这般弱。宁凡还在思考之间，却又听一道雷鸣响起，这道雷劫一闪而逝，依旧没能破开那九字真言。紧接着，不过眨眼之间，最后一道雷劫落下，宁凡连一脚都没被荡起一下，那天边的阴云便逐渐散去了。宁凡更是茫然了。雷劫退去，天地之间的雷劫与威压也尽数散开，这一系列变化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太过出乎意料了。毫无疑问，天地是有意放水，目前的自己有几斤几两，宁凡还是清楚的。不过放水归放水，这水也放得太明显了吧？宁先生，先生可有大碍？无碍。先生在那石壁上刻画的是什么？为何会引动此番天劫？是一篇法门。钟先生与几位长老呢？长老们去解决那蒙蔽天目的雾气了。这样吗？若能解决，那魔修之后也不会这般猖狂了，那邪魔功法也将消散在天地之间。这一切还多亏了先生。误打误撞罢了。宁凡他都没料到会有这样一回事。萧洞虚心中思索着，天劫便是这样的吗？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吗？不久之后，修仙界中忽起一动，天色忽地暗淡了下来，已见天怒之色，一片又一片的阴云于这天地之间升起，浓雾已散，整座修仙界迎来了阴雨。大雨连续下了好些日子，那些散落于修仙界中的魔道法门，在那天威之下化为灰烬。数日之间，雷声鸣响不停，不知多少踏入魔道的修士神魂俱灭。宁先生好不悠闲。钟先生冒雨前来，莫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因为那崖壁之上的字，萧小道友在那山上盘坐了3日有余，悟出了些许东西来。今日得知，却感奇妙，故而想来请教一下先生，那三花聚顶、武器朝元之法。此法是以天地为炉鼎，还望钟先生知晓。先生此法岂不是开辟了另一条路子？钟先生此言差矣。其实这样的想法早便存在过，只是未曾完善，又或是半途而废成了废经。宁某观遍天机山书阁之中的功法典籍，也曾发现些许踪迹。先生观极入微，钟某佩服。只是此法怕是会颠覆修仙界，之后定起风波啊，恐怕难以盛行。天地有意扭曲那崖壁之上的字迹，使其显得晦涩。若非天资决然之辈，恐怕难以悟出分毫。可见其并不想让其盛行天下。这又为何呢？天地自有规则，而非我等暂且能撼动的。可惜，修仙界连番阴雨，天地争目，想来魔修之乱已然淡化了吧？淡化归淡化，但已没有解决魔修卷土重来，已是必然之事。此番化解那浓雾，也只是暂时延缓了此事，不过总是要比之前好多了。还得多谢宁先生，若非当日之举，那魔修不知要扩张到何等境界，才能迎来唤醒天道之机。钟先生谬赞了，宁某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。说起来，宁某也该走了。这是为何？宁某听闻那魔主已然归来，先前与一魔兵交手，虽全胜击退，但心中隐约又有些不安。这样啊。你本身受天道庇护，其次你所铸就之功法本就非凡，这般功法出世，于天地亦是有益处。而当一册法门的存在超过一定的限度时，雷劫便大有不同了。寻常功法出世是夺天造化，而你之功法却在一定程度上造化于天，故而这雷劫根本就不会伤你分毫。竟是这般。就好比若是你在玲珑之中创就出这般功法，
我之本源也将有所增长，对于此界的掌控亦会更加顺手，就是这般。说起来，我还误打误撞将那魔修之事也解决了。满月和煦一笑，也没说些什么。而余下的10日里，宁凡则是专心修行了起来。至于那撒豆成兵之法，自然也要用。虽然不能融汇于自身，但这些多出来的法力总归是有用的。若是往后法力不足，也能暂借于此。如此，宁凡也稍微安心了下来。修行，但愿自己能多攒下些法力，来应对今后之变。林路仙许久不见，燕仙近来如何？尚可。听闻林路仙建立了妖氏，分隔人妖2界，此举乃大因果，但亦是大造化，却不知如今进行到何种地步了。已有成效，只待岁月安宁，再进一步。那林路仙此番来寻燕某的意思？鬼神香火一道将大有转变，启山想问燕仙可有心思？这里往后这鬼神香火一道，恐怕要让林路仙失望了。燕某不喜争斗，恐怕你我皆为仙官，当初册封之时，也应知晓那人皇所吐之言，这是我们应尽之事。当然，若是燕仙觉得这仙官之位无所必要，那也就无所谓了。此事亦有关联，还请燕仙仔细考虑一下吧。此事于我而言倒是无所谓，我与你们不同，无需要人道气云庇护来融入此界。依燕仙的意思，便是不想参合了。倒也不是，至少我觉得林路仙有句话说得不错，在其位谋其职。蠢，怎么就那么蠢？分管之策就这么难懂吗？你们是不识字吗？大人，我等的确不怎么识字啊。我就知道这就是一条贼船。在赵林的帮助之下，妖方实现了3次改革，从立法再到农业与商业之上陆续改革，在货币之上实现了真正的统一，不用人间货币，改为妖方制币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人间隔开。不说这些了，说起来，外面的情况如何了？晋王跟朝廷打了1年多了，进程缓慢，边关又起了乱子，北漠人连破数城，边关危矣。燕王呢？他吃干饭的吗？燕王放弃了边关，打算先夺地位，再去驱赶那些北漠人。的确也是个法子。不过我却听一个知道内情的妖怪说，晋王这边并没有将主力都放在北上夺位之上，反而是暗地里囤积了许多兵力。看样子燕王要倒大霉了，随他们打吧，反正这与我也没什么干系了。吃瓜它不香吗？哟，瞧你这样子，心情不错。日子临近了，成败于此，说不定再过不久，宁某就能逃过困境，不至于经常来找你们了。那挺好，你要再多来见我们几回呀，迟早会变成个疯子。这跟疯子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疯子，能在梦里见到我们？怎么说到你痛处了，不说话了？那倒没有，宁某觉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，我的确有点疯。你别总来点我，宁某知道你们都是我内心所化，多点我2句，我真有可能将你们都灭了，这不好，我也不希望如此。作甚？你别喝了。不喝便不喝，宁某喝粥总行了吧？呸，粥也没有你的。小气。小气归小气，我可不像你一样没出息。这算什么？我自己骂自己，真是怪了，我的内心怎么可能会谴责自己？这不得问你自己。真是让人不喜。那你要如何？这梦差点意思，若是你们都是活的，该多好。你可真是个疯子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以前也没那么疯啊。宁某就是这么一提，怎么这么认真？不知道你那些鬼主意说一出是一出，说不定就真能干出这样的事来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宁某说的法子不行？当然不行，以你的本事，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梦，哪个是真。到最后，你要么是醒不来，要么就会执着于此，真的就疯了。你瞧不起我？这你倒是说对了，我就是瞧不起你。你说，若我将梦化为真，借以虚实之间，我是否就能逃过诅咒？我方才便说了，不行。我想试试。宁凡搓了搓手，的确与燕黄楼说的一般，他就是想一出是一出，而且似乎一切也在按着这个想法往前走着。例如如今自己正处在的一场梦境，他将那一片虚无构建成了梦境，也是一种改变。燕黄楼不说话了，宁凡见他不说话，他也不再多问，而是坐在这里琢磨了起来，该如何化虚为实呢？如今这般，不管是燕黄楼还是这梦中的其他人，都是虚幻的，都不过是他的内心所化。宁凡想的是要将这些人赋予真正的情感，而非是由自己的内心代替。若是如此，要想去别处想，别在我这碍我眼。性命的，这是的。
你给我带来到了什么鬼地方？你吵吵什么？这是宁某的梦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我说怎么规则天地全都消失了。就这般吓人？会死的。会死？当然，你应该听说过常埋于地下的古物，它们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化为粉末。我虽是器灵灵物，但若是在你这无法之梦中待得太久，也会那些古物一样的。不过你这梦还挺逼真的，都已经介于虚实之间了。你觉得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4成真，不，2成，顶多2成。这么少？你还少？你这光听着就有些吓人了。画梦为真，这是多少修士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这就跟画出了一方小世界一样，绝非寻常神通术法所成的。有这么厉害？你在这跟我装呢？你是真的还是我梦里的？我当然是真的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也是你梦里的东西吧？这很值得怀疑。你且等一下，宁某砍你一剑便可验证真假。你玩真的？尸山血海，切！别装死！他是真的，真的。你不是正这么想吗？你当真分得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？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性命的，这是的，你给我带来到了什么鬼地方？生由你管，灭则由我们来管，这里的规矩就是如此。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烦我。你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生死无法掌控也就罢了，连自己的梦也无法掌控。当然该如此，你又没出什么力，你不过是给予了一个念头，其余的皆是由我们而起，凭什么就全都成了你的了？你们不必勾引我什么。宁某此生不想成什么清心寡欲的神仙，就只想做个俗人。七情六欲于我而言才是大道。不觉红尘，不成大道。给我留些念想吧，我也仅仅只是靠着这些念想才活着的。燕黄楼听着这话，无奈摇头，索性闭上了嘴。先生从未变好，无外乎只是将自己的心思藏了起来，实际上那般挣扎从未停滞过。你这死丫头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过来，让娘看看！快快！娘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平安呢？平安怎么样？他挺好的，朝廷总比别的地方安全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两个平平安安的，娘就安心了。如意轻声嗯了一句，没有提及南北五盟的事，他也不想娘亲为此担心。王三娘轻叹了一声，她也没拆穿什么，也没多问。自己这一儿一女这些年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她这个做娘的总是有所耳闻的。都是有出息的孩子，你先在这等着，娘先去给你弄吃的。梨花，话说我今年多大了？如意多大了？如意自己不知道吗？如意问梨花，梨花也不知道啊。我也忘了。饶命！饶命！我来此地是为投诚，投诚啊！投诚？那魔头又要将我炼为血丹，我侥幸逃过一劫，如今无处可去，所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是诚心投诚，还望给我个机会。我想活，不想死啊！我知道那头颅在哪里，我知道在哪里。我是真心投诚，真心投诚啊！喂！邪凤喊着，却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只得在这一片孤寂之地嘶声呐喊。满月没再管顾那邪凤，也不管他喊不喊，接着则是在寻找起了这魔域曾经留下的入口。邪凤今天的事让他警惕了起来，魔域的入口恐怕有不少，他需仔细的找出，一一封印了才是，免得留下隐患。宁凡从那一阵大梦之中醒来，睁眼已知南辕。你醒了？这3年可曾发生了什么事？倒是有一桩事，1年前那邪凤不知从哪里进了地府中，恰好被我抓到。哦，听他说他是特意来投诚的，我没理他，给他镇压在了地府的角落里。我去瞧瞧。
宁先生，求先生救我！那魔头要拿我炼血丹啊！先生救我啊！你不也是魔头吗？我实乃无奈，如今是诚心悔过，还望先生能收留我。宁某如何信你？我之信命，全在先生一念之间。先生尽管出手，与我石海布下禁制，搜我神魂，我亦无所怨言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宁某这便砍了你。别，先生留手，我还有用。先生不是在找那魔躯吗？我知道那魔躯的头颅在哪儿。那你说，那头颅在哪？在一个叫南园的地方。南园是何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只听到了这些，具体在哪我不太清楚。先生，我绝无半句虚言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你从谁口中听来的？从那魔头口中听来的。早年他便让我们寻找南园，可就是迟迟没有进展。你说我是信你呢，还是砍你呢？我没有说假。宁某过段时日再来砍你。先生可否？没事。你留着他是有别的打算？他说的也不知道真假，宁某想先去找再说。不知真假，如今我们就在南园，那头颅在不在此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世上可不止一处南园，宁某出去一趟。可有察觉到什么？察觉什么？魔气、邪气、湿气？半点没有。之前不是来过吗？这能有什么？有个人告诉宁某说，那人的尸身头颅就藏在南园之中。宁某觉得不是这个南园，就是那个南园。估计是逗你了吧？我是一点气息都没发现。难道还有别的南园？你就慢慢找吧。那头颅绝对跟别的几块不太一样，怕是不太好找。话说回来，你到底又是因为啥执着于这魔头的尸身呢？再说也不用非要找齐了。宁某总觉得那魔头的尸首会与我有些关联。觉得？下意识吧。看感觉来最容易出事，依我看，你倒也不必找那头颅。就算像你说的那样，那魔头如果真的回来了，光靠一个头颅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宁凡摸了摸下巴，思索了起来，翻不起风浪，他倒不那么觉得。那魔头的本事绝对是通天的，就不说别的，前些日那天鸡蒙蔽的情况，说不定就是那魔头的手笔。这是他宁凡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转念一想，好像也是这么个道理，横竖都敌不过，自己执意去找那个头颅，似乎也没什么作用。可宁凡心中就是莫名的有些忌惮，他也不知道为何而忌惮，这样的忌惮好似与生俱来的一般，好似野兽碰见了天敌一般，就是这样的直觉一直在指引着他，仿佛故意要让其深陷其中一般。这很诡异，也尤为他难以理解罢了。续接上集，宁凡离开了南园死门，回了生门，随即便找了个地方盘坐下来，安心修行。满月见此也未多言，不再出声打扰。至于那邪凤，就让他待在地府里吧。岁月飞逝，于天下而言，这些年里战事从未断过，人间的不太平已是常态。这个皇帝倒下，又会有下一个皇帝坐上那个位置，短暂的王朝好似流水一般逝去，百姓也逐渐对这朝廷感到有些麻木了。当家国之念淡去，便唯独余下了金银，推使着众人奔赴战场，这是天下的悲哀。战事紧张之际，一向处于安宁的江湖也起了兵戈。南北五盟内乱，盟中两派党羽对立不止，一方想寻求机会入天下，局求那从龙之功飞黄腾达，而另一方认为江湖不该掺和这人间之事，分歧越发焦灼，直至了兵戎相交的那一天。欲求功利的一派集合众党与欲要起事，几番纠结之下，两派正欲大打出手，直至那楼主出现，出言放任他们离去，这才没有导致惨祸发生。自此过后，南北五盟一分为二，结合派众，共计1万余人从中剥离开来，其中5人共占7分，而余下的人继续操持着南北五盟。离去的这群人本欲东去投奔晋王，可在这件事上，分出去的人再度起了分歧。因为这件事吵了许久，甚至到了愈演愈烈的程度，两方人马本就是江湖性子，都是不服输的主，也导致了这般争吵始终都没有低头的一方。索性再分，保守的一方人马带走了4000余众，直奔边关而去，而另一方则是投奔晋王而去，求那从龙之功。世事多变，方才安稳不久的江湖也再度凌乱了起来。而作为楼主的王平安却只是平静而叹，观望着这天下大事。又过数月，南北五盟之中陆续又走了3000之众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。没过几日，南烟门便来了人。王平安看到了一个少年从那马车上走了下来，二人目光相对之间，平安恍惚间明白了什么。在过去的近100年岁月里，誉王这个封号从不存在于大襄，最近的一位只在于景末之时。南烟门欲支持誉王，欲要在这个乱世末尾起事，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但对于平安而言，这无关他的事情，如何运作也与他无关。王平安拒绝招揽了这件事，让南烟门的来者有些错愕。但誉王表现得比较平静，在身后众人的争吵之间，只是拱了拱手，未做任何答复，便带着人离去了。而修仙界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那便是钟鼓山的一处仙山被魔修屠戮之事，尤为凄惨。
后续有仙门行了清剿行动，于深山市井之中寻那魔修身影，亦有所获。玉灵山的道友斩杀了一尊魔修后，从其身上找到了一幅画卷，其上绘着一位衣着朴素、头戴花脸面具的人。后寻此人根源，便有修士来到天机山求证。这幅画卷之上的人，倒是与当初那本笔记之中记载的略有相似。敢问其中记述了什么？记述了一位修为通天的魔修，笔记的主人称其为魔君，又唤魔神君。这位前辈曾亲眼见过那魔主，便是如这画卷上所画之人一般。所以说，这群魔修供奉的就是这尊魔头。想来是了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技术最为繁多的便是这幻魔神君了。当初魔修还未断绝后路前，这位就曾险些逆转了整个世道，几乎是以魔修为尊。竟这般骇人！我们找到这幅画卷时，那里还遗留下了一处祭坛，那祭坛有些诡异，其上雕刻着一些晦涩的符文。门中长老先辈查阅估计，也未曾解开这祭坛之谜。祭坛，我拓印了一份带了过来。这是古字符文。那萧道友可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些古字我未曾见过，可能还需一些时日琢磨一二。不过通过一些看得懂的古字，倒是能猜测一二。这几篇按顺序来言，这似乎是一道招魂之法，其中几个古字的意义多以生死为道，应该当与魂魄有关。招魂？招谁的魂？全字未解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，不一定就是招魂。有时候一字之差，意义就大不相同。还请萧道友多费一些心思，此事恐怕关乎重大。萧某定当竭尽全力。若是宁先生在就好了，先生对于古字有先天的感知与见解，目光一见便能猜出个七七八八。萧洞虚乎的觉得自己任重而道远，不过无奈虽无奈，但这也让他来了兴致，毕竟能难得住他的事情真不多。接下来的事倒是让人出乎意料，于修仙界各处皆有修士发现了祭坛的身影，其上的纂刻的古字虽有差别，但总体却有70%相似。萧洞虚通过对于这上面的古字进行对比，从中找出了相似的篇幅，再做见解。越往下，他却越是觉得有些不安。他隐约间好似察觉到了个大概。这群魔修该不是想逆转天地阴阳，引那幻魔神君降世吧？钟先生，没事，我且先从古籍之中看看是否有所记载。有劳钟先生了。此劫莫非也是早已注定之事？宁叔叔，梨花，关门。宁叔叔，那个我，叔叔疼。你真是长本事了，岁数大了不找男人就算了，你一个女子竟上青楼找姑娘。错了，如意之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是不是我这些年从来没收拾过你，你就这样无法无天了？我这不是没地方去吗？唐府那么大，你住不得。住的，叔叔我错了，真知道错了。葡萄、橘子还有好酒，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吗？你说说你，男人找不着，你也不至于找女人吧？那他们说话又好听，弹琴唱曲也。你还说？等回头回了青山城，我跟你娘说说，就说你跑着上京城来，纯是在逛窑子。你娘到时候说不定夸你聪明，找不着男人还会另辟蹊径。还有梨花，这跟梨花可没关系。你会什么都不懂。宁某瞧你似乎也玩得挺开心的，也不拦着一些。宁某该说你们什么好，像个什么样子？走了。动静闹这么大，外面可有不少人看热闹呢，还要走正门。宁某请客，如意拿银子。说说你近来干了些什么事？没干啥，叔叔，如意老实得很。别，我说还不成吗？本来我与梨花在青山城开了个小作坊的，但从唐氏商行的唐明镜去时收到书信开始，直入上京，当街纵马，夜闯宰相府，还有李林横的死，以及唐府最近这段时日发生的事。你心可真大。最近已经没人再查了，一直没抓到人。上京城里怨声载道的，官府就没大肆搜人了。半月前开始就没什么动静了。三娘见你骑着马离开了，好些日子没吃得下饭。也不是说非要教你做人做事，我自然希望你快活自在，但也是因此才怕你往後不快活不自在。我知道的。吃饱饭要早些回家，知道了吗？
叔叔要赶我走，干嘛赶我走啊？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你又不回青山城来看我。我知道你跟云姐姐最好了，她家出事了，你肯定会来的。我也知道娘亲因为我的事肯定不如意，但我就是想再见见你，我都好久没瞧见你了。我打小就没有爹爹，兵荒马乱的，除了娘亲之外，就只有你跟黄爷爷。黄爷爷走了，除了娘亲，就只有你了。我将你视作爹爹一样的人，就想瞧见你。城里面不知道多少官差想抓我，我东躲西藏的留在这里，是为了什么啊？我都还没跟你讲我这些年去了经历了什么事，你就问了那么2、3句，干嘛就要赶我走啊？我不快活，不自在，也不如意。没赶你走，没赶你走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都没见你几面，我就想啊，我想你认识的人这么多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我都以为你把我忘了，怎么闹怎么做你都不来收拾我。你知道方才你在那屋里收拾的时候我有多开心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可你就是瞧着我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跟个傻子一样好哄，结果只是3言2语就要把我给打发走。云姐姐说的真是一点没错，哪里有你这样心狠的人？你干什么不讲话？这不是在听你骂吗？就想听听你这丫头这些年到底是有多委屈，多不快活，多不自在。宁某又是多么心狠，多么不是个好人。我就知道你还拿我当小时候一样逗着我玩，你看你一点都没有内疚的样子，一点半点都没有。如意可是说错了，宁某并非一时内疚，其实许多时候都在回想着你们。你和平安本就是我瞧着长大的，是我为长辈，可我却未曾能尽到一个长辈该做的事，我时常内疚，又时常后悔。反正你不准赶我走。不赶你走，方才便答应你了。是宁叔叔做的不对，小孩子吃的东西了。如意不聪明，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吗？好吃吗？也就凑合吧。小孩就小孩吧，我乐意。如意哼哼了2声，尝着嘴里甜滋滋的蜜饯，慢慢也高兴了起来。她从来都是如此，一阵哭一阵笑，心里不怎么记事，但若是要记，那便总能记很久很久，或是1月几月，又或是1年几年几十年。她是如意吗？是讲理也说不通的姑娘。唐明镜的葬礼是在唐府安定下来之后才办的，风水先生选的地方甚好，山水交映，远远的又能瞧见那赶路的人，这不算清静，零零散散有些人气。唐月荣觉得父亲生前少说了很多话，如今虽没机会说了，但这至少能让父亲隐约听到一些。宁凡倒了一壶酒在坟前，如意在一旁陪着。叔叔的情绪有些低落，他不知该讲些什么，也觉得这个时候不讲最好。宁凡目视着那墓碑上面的人名儿，不由得让他想起了许多年前在唐府的时候，那时候唐明镜还正年轻，还有后来他成婚的时候，自己也去喝过喜酒。他不禁为唐明镜感到可惜，大抵是因为他死得太过忽然了，好多的话都未曾说出口来便去了。他这一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，壮大了唐府，使得这天下商脉得以兴盛，一条商道不知给了多少人活路。他一个人甚至做到了一件曾经数十位皇帝都没能做到的事情，连同各州府商道，制定商规，仅唐一字便为商人拔高了地位，使得商人不再受到忽视与歧视。这是过去的岁月里闻所未闻的事情。宁凡念了一遍道经，为其积攒福缘。如意要是走了，叔叔也会给如意念这经文吗？你想听吗？我不想这样，叔叔活得不快活，不自在。如意是对的。在宁叔叔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时，如意也感到了那话语之间的无奈，所以宁叔叔自己都明白。他在想，黄爷爷走了，云姐姐走了，如今唐老爷也走了，往后的往后，叔叔在意叔叔的人都走了的话，宁叔叔还会不会选择活下去呢？他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，在这样的纠结与无奈之间，叔叔只能为别人而活，他为自己根本活不下去。叔叔别太难过，走吧。宁好人，宁好人，你又不开心了。我会不开心也是好事，等什么时候不会不开心了，那就坏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梨花不聪明，所以听不懂。宁好人尽是乱讲，梨花很聪明的好不好啊？梨花想起来了，之前宁好人说给梨花带鱼干的。宁某来的匆忙，给忘了。梨花就知道，不过梨花看你不开心，就原谅你一次，下次可不能忘记了。那就多谢梨花了。唐月荣拜见宁先生。进去说吧。你爹爹早年为了商行没少费心思，甚至对妻女窦少有上心，生在富贵府，你却也是个苦命的姑娘，一介女流，如今还要接管如此重任，也着实为难你了。
还有，我与你爹与你姑姑都是旧相识，你也不用唤我先生，若是愿意，便叫我一声叔叔吧。有什么难处尽管开口。月容拜见叔叔。你不用对宁某这般客气，我知晓你左右都是难处，商行的事让你变得无比规矩，左右都是人情世故。但宁某不希望在这饭桌上你也这样，这是你家，应当是想闹就闹，想笑便笑，想哭便哭，自在随意，那才是好的。你瞧瞧如意多好。是饭菜盐不够，还特意加些吗？宁叔叔是个怎样的人？挺无耻的。哪有这样说的？宁叔叔知道了，不得收拾你啊！收拾就收拾呗，我又没讲错。哎呀，反正有那么个意思吗？真要说宁叔叔是怎样的人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我之前听说宁叔叔乃是神仙中人，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那是怎样的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，可翻山越海，手起风云？我倒是没见过，但是对宁叔叔来说，这些应该不算太难。这算什么？宁好人可厉害了，我之前见他一剑就能把一座山斩成2半，一句话就能封天锁地，还能号令数万龙族水妖，连通天江的龙君都是他的朋友。那通天江中真有一位龙君，不是传说杜撰的。这是真的有，我还见过天江娘娘呢。早年在青山城的时候，她就来给宁叔叔送过东西，她也喊叔叔。小姐，几位老掌柜来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你先去忙，你之前不是对这几位老掌柜挺上心的吗？如今来找你，说不定是回心转意了呢。月容见过诸位长辈，几位来的忽然，府上未备好茶水，下人已在准备了。小姐，我们便不做了。今日宁先生亲自上门，每家每户一一拜见。我等不过一介商人，身份低贱。宁先生身为神仙中人，却对我等以礼相待，我等惭愧。今日我等一同前来，一来应老爷旧情，二来应神仙之礼。接下来一段时日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便任凭小姐差事，只愿小姐不要嫌弃我等垂垂老矣。我等血上有温，任能有所作为。我等拜见东家。月容惭愧，拜谢诸位长辈。宁叔叔，你一定是有铁嘴，都不觉得烫吗？酒要喝热的，茶要喝烫的。宁某是有一张铁嘴，不怕烫。我还是喝不出来这茶有什么好喝的。小时候宁叔叔还说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，结果我现在还是不明白。你还记得呢？是啊，小时候的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呢，怎么能忘呢？叔叔为什么笑啊？你不聪明。宁叔叔是把我当梨花了。宁某可没这么说。梨花那么笨，怎么能把我当梨花你？梨花看什么看？我说错了吗？梨花不准讲话。天雷诛邪啊！你先带梨花回去，宁某有些事情，去就回。什么事？我也要去。我也是要去才对。要去。也罢，反正无所谓。宁先生，这些年你都一直躲在城隍庙里吗？多亏了皇兄。他本来能一直平安无事的在这上京城中待着的，但他杀了李林衡这位当朝首辅，事情可就变得不一样了。他只有离开。弦月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但当这天劫落下的时候，他才知晓自己完全低估了这天劫的厉害之处。多年的修行毁于一旦，自己的魂魄也受了极重的伤势，没个3-5年怕是恢复不过来。打算去哪？去，随便走走吧。你皇兄死前没吩咐过你去找誉王吗？他不希望我参与到这些事情里来，他想我好好活着，只不过我没好好听话。四处走走也好，瞧瞧这世间是什么模样的。想来你有许多地方也都还没去过。不过像那样引人注意的事，还是别再去做了，要不然你真会昏。我想走了。怎么地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我想了很久，还是想不明白，我到底为什么一直活着。那时候被困在宫中，我就想着出去看一眼这花花世界，出来之后却又迷茫了。看了后我又该怎样呢？后来大景灭了，我悄悄救下了皇兄。自那往后，皇兄便成为了我活下去的念想。但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也再无颜面去见你。你给了我踏出宫门的机会，但我却险些将这因果引到了你身上。我无颜面再见你，
虽然后来我也为此受了阴司123900鞭，但好在是值得的，至少这件事过去了。直到后来皇兄重新坐上了那个位置，我瞧着我也开心。我只剩下了皇兄，可皇兄也去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多数时候会在城隍庙里修行，偶尔会去山外的寺庙里与那位慧空大师闲聊。慧空大师说我无所寄托，如此下去只能活在岁月的痛苦之下，沦为恶鬼。他时常为我诵念佛经，为我稳住魂魄，同时也望我早日找到寄托。若是佛主，那当然最好，可我参不破那佛经，我心中没有仙佛，我只是个凡俗之人，庸俗愚昧，不通大道。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有多惨，我只是想着你好歹是我存在这世上唯一还能念叨的人，我要走了，多少也得跟你说说原因，你就当我是恬不知耻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跟你扯上干系。我知道。这些话除了先生你，我不知道该说给谁听了。你看这个那个，这些感觉都不太行，不过还得看小妹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，光看这些不行的。我不是给自己物色，是给你物色。王姐姐，你自己就一点不着急吗？不着急啊，我又没打算嫁人。你现在没心思，说不定以后就有了呢。你先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给你物色物色先，免得到时候你后悔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了。这样啊，总要比我家平安厉害吧？王大人，这样的人物，他是几百年出不了一个啊，可以再放低一点。已经很低了。我回头打听打听，是不是宁叔叔托你做的事？宁叔叔，你瞎操心，竟然让小妹给我物色男人，叔叔是多想我嫁出去啊？我不着急，我为三娘着急。你们姐弟两个，各顶各的不管用，老姑娘、老男人，到现在都没个子嗣，你娘这些年怕是连抱孙女都不盼着了。我不嫁，我不管，反正不关我事，应该找平安去，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是他的活儿才对。平安这2年过得挺难的，估计没心思找。我也难。你难什么？听说你还在青山城开了个绣坊，挣了钱好不悠闲，这不远万里跑来上京城救救人，还顺便逛逛青楼，多好。宁叔叔，我还小啊。你还小？你前2天还说我是小姑娘来着。是，你是小姑娘。哼，你根本没听我讲话，我不跟你讲话了。如意，我得走了。去哪里？去个你找不着的地方。那叔叔什么时候再回来？还不知道呢。如意欲言又止，脸上尽是为难之色。这话来得忽然，如意都没什么准备。到了这就要告别的时候，如意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左右都是舍不得。但他又明白，宁叔叔一定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不然又怎会这般匆忙？这次若不是自己非要人留下来，说不定前些天宁叔叔就走了。如意想得明白，但话出口中还是有些不乐意的味道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又不是不回来了。那什么？你不回来，我就天天去逛青楼。叔叔走了，你要乖一些。我一定乖乖的，一定。事后，如意也离开了上京城，她要回去了。娘亲还在青山城，就如宁叔叔说的一般，娘亲年岁也大了，能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了。这些年走南闯北，全然忘了家。对于此，如意心中也很是愧疚，也不希望到时候再来后悔。三爷，梨花，快来，看看三爷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。鱼干。对了，我上次听你唠叨说先生忘给你带了，索性我便托我那沿海的老朋友捎了些来，味道咋样？好字。今年生意好，他没少吃。上次绑着他称了一下，又重了3斤了，再胖了怕是连墙都上不去了。这次来也是有件事跟你们说。什么事？边关那边已经安定了，那位誉王已经有心南下了。咱们渊川本就是要地，若是誉王真有动作，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咱们青山城。之前燕军被晋王打得元气大伤，如今根本就不可能挡得住的誉王的兵马，咱们青山城恐怕又得乱套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不妨你们便随我去外面躲躲，等世道好些了再回来。那就听三爷的。等到了地方，记得寄一封信回来，报个平安。一定。另外，我也有件事得劳烦你，等到了清明，劳烦你带我跟曹先生念叨2句，多烧些纸钱。我今年不在，我怕他在下面不安心。你不说我也会去的。走了，路上小心。
事情与金三爷说的一样，边关的北漠人被打退了后，誉王的兵马只是稍作休整了1个月，便启程南下了。刀剑直指燕王，起兵以收复山河、匡扶燕氏之名，打的便是一个名声。5万兵马南下，长驱直入，第一步便是攻下渊川。燕军似乎也没料到誉王能这样快平定北漠的战事，在得知消息的时候，誉王的兵马已经在路上了。这让燕军根本就没有时间调度兵马，誉王的5万兵马直入渊川。尽管这渊川易守难攻，但还是被誉王雷厉风行的手段给攻了下来。这场战事仅仅持续了1个月。青山城被誉王攻下的时候，城中乱象横生，但在誉王的凌厉的手段之下，这样的乱象没用多久便被平定了下来。青山城重归于平静，但却是那种寂静的可怕的平静。直至誉王亲自出面安抚百姓，经过数日的努力，才让这座山中之城恢复了往日的生气。得为病时，方才成事。本王定不负皇叔所望。秋月坊的酒闻名南域，这儿有处边陲，近100年来王朝更替，但这儿却好似不受影响一般。那儿唤作流云观，有些耳熟。自然耳熟，想来先生早年肯定无意间提起过1、2句。我想起来了，这里莫不是宁叔叔的故地？正是这儿，早年我游历天下，经过这里，曾从一位老翁口中听闻了流云仙人的故事。后来仔细思索，越是觉得宁先生来过这儿。后来见了宁先生后，也问过这个问题，一来二去，这才确定。我想上山去瞧瞧去。先在坊中休整吧，这些日路途劳累，这会天也快黑了，不妨明日再去。如意想了想，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。而且这舟车劳顿，娘亲也很是乏累，年纪大了，可经不住再折腾了。于是就先安顿了下来。金三爷早便在这置办了房产，选这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宁先生曾经在这里住过，主要还是因为这足够太平，而且他有一家书斋开在这儿，也能有所照应。三爷，娘亲她额头很烫，你可知这秋月坊里哪里有大夫？这边哪位大夫医术厉害？老爷，秋月坊同济堂的童大夫医术不凡，小弟这边换人去请来。快些，快些！病人进来吃过什么东西吗？我娘没吃什么东西，有可能是吹了凉风的原因。今日多谢童大夫了。无碍，就是。不瞒你们说，童某还没吃完饭就被拉过来了，估摸着这会回去，饭菜也凉了，不知家中是否做了饭菜，童某对付一口。我们初到此地，府上也还没有开火，恐怕还要劳烦童大夫多走2步。这会酒楼应该还开着门的。哎，若是这样，那就算了。那酒楼的饭菜贵得很，不值当，不值当。童大夫不必客气，不瞒您说，在下乃是开书斋的，家中不差这点钱财，一顿饭菜而已，无所谓的。蹭一口饭吃倒是无所谓，若是为此特意上酒楼吃上一顿宴席，那就有些不太好了。童某先回去了。我送送童大夫。你娘已经无恙了，只是还需注意1、2，不要再受凉风了。正午时阳光好，可以多走动走动，晒晒太阳。有劳童大夫了。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该做的事，说不上劳烦。再说了，不也付了诊金的吗？医者治人救命，这本就是救命之恩，自当感谢。昨日我便隐约间觉得姑娘身上有些童某熟悉的气息，但却又想不起来是什么，不知姑娘可否让童某诊一诊脉？自然可以。不知姑娘可是遇见过一位先生？这位先生时常穿着一身白衣，这位先生姓宁，字凡。宁叔叔。先生早年居于秋月坊，乃是童某医道上的老师。童大夫是如何知道我们认得宁叔叔的？先生并非凡人，曾在姑娘身上留下了法力护身。先生法力精纯无二，极好辨别。原来是这样呀。如此说来，宁先生认了你做侄女。算是吧。真是巧啊，巧啊！话说回来，先生也好久没有回过秋月坊了，却不知先生近况如何。如意与之攀谈了起来，但聊了没2句，便也就作罢了。因为等着看病的人有些多，后面排着队也不好再讲的再多，于是便约定着等下午时再好好聊聊。童大夫今日瞧着很是高兴啊，是遇了什么好事？好事，大好事！哎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提什么东西啊？谁来了？妖怪！别说话。好，这位是宁先生的侄女。先生的侄女，快进来坐吧。
大猫，我能摸摸吗？除了脑袋都能摸。大猫，你好软和。念一要有礼貌才行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猫儿。大猫，大猫，我摸你，你会生气吗？梨花不生气。哦，会讲话的大猫，爹爹，爹爹，大猫会讲话，会讲话。好了好了，先请客人们进去坐着，一会再跟大猫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漂亮姨快进来坐，大猫也坐。大猫为什么一直看着念一？梨花没说话，只是对她感到尤为好奇。这小姑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真是亲的，人与妖怎么会有子嗣？这怎么回事？不过她也没用多想。后来的日子，两家人时常走动，时不时聊聊天。而童念一到了年纪，也可以独自出门了。他时常去找大猫玩，一人一猫就在秋月坊里野着。没几日，大家伙就都知道了，童大夫家的小娘子童念一身边多了只猫儿。有人会开玩笑的给童念一取个外号，叫狸猫大王。童念一懒得跟他们争执，他就是喜欢大猫。大猫，大猫，他们这是嫉妒我。为什么嫉妒？因为他们没有大猫陪着玩。你比如意聪明多了。如意姑姑，如意姑姑不聪明吗？是啊，笨死了，反正没你聪明。那我回头问问如意姑姑是不是真的笨。不可以告诉别人，这是咱们的秘密。秘密？你有什么秘密吗？秘密啊，我能看见城隍爷爷，这算吗？还有，我脑袋里有棵树算吗？对了，还有个大叔叔时常会过来砍树，他可凶了，每次来都把那棵树砍得七零八落的，而且我也会疼，疼得厉害，有次甚至都直接疼晕过去了，我爹我娘着急坏了。啊，树长在脑袋里，不过大猫可不能跟别人讲哦，这是念一的秘密。我能看看吗？怎么看？念一又不能把脑袋打开。你我这梨花的爪子。说着，童念一就感觉自己脑袋里多出了什么东西来。梨花的神念已经到了其识海之中，目光望去，的确看到了一棵不算太大的桃树苗。这棵树像是种在这里的，但却又好似是这的主人，而且在那树下还有一道身影，那正是童念一的神念。童念一的神念正在汲取着那桃树的养分，不让其长大，但也因此，这道神念大半都处于沉眠的状态。我没看见哪里有大叔叔啊，他现在不在，也就偶尔来一次，大概2、3年这样子。那大叔叔长什么样？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衫，每次树要结果子的时候他就来了，扛着斧子就砍，把叶子树枝全剃了才肯停，可凶可凶了，像书堂里的教书先生一样，就是太凶了。这不是宁好人吗？宁好人是谁？是个忘事精。那他岂不是很笨了？也不，我也觉得他不聪明。大猫最聪明，嘿嘿。续接上集，在宁凡沉睡的第2年，如意也来到了眼线秋月坊，并且在这也让他对于宁凡的了解多了许多。唐山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将我逼到如此绝路？师兄，你堕入了魔道。你少把自己说的这般大义凛然，我入了魔道又如何？我可曾滥杀无辜？可曾作恶？我既没犯错，你又有何理由将我逼入绝境？师兄，再往前一步，便到了山外了。若是你在四方才艺班乱了心智，其后果不堪设想。放屁！我好得很。再者说，你又有何脸面针对我？子苏他逆天道而行事，行那秘法邪术，暗地里做的事，以门规而言，都可以将他千刀万剐数百次。你心知肚明，却装作不知道一般。你当这些事情我不知道？我身为执法堂掌事，此事回去过后，我也会禀告宗主，一并处理。你当真会如此做？谁不知道你跟子苏自凡俗之中便是出自一门，你们2人亲密无间，这般大义灭亲之事，你常山当真做得出手？呵，不过就是说说罢了，谁会信你真的去做？师兄不必多说这些其余的事情，子苏之事，宗主自会处置。如今师兄堕入魔道，我奉执法堂长老之命前来拿你，还请师兄不要自误，回去或许还有可能重归正道，不然常山不得不出剑了。得罪了。
师兄，师姐，都说了不用叫我师姐，咱们还是按在惯例的时候来，不好吗？既在门中，那便要遵循门中的规矩。我入门晚，自然该称一句师姐。师兄还是这样死脑筋。师姐前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来问问霍师兄的事情。当日师兄前去将其捉拿归来，不知他可曾说起过什么？紫苏。所以师兄是知道了吗？我早便知道了。早年的时候，我奉师父之命于后山养田种植灵药，无意之间就看到过你在暗中修行秘术邪法。师兄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师妹，你这些年到底在做些什么事？为何你的洞府里时常会有死气？为何那后山树下会时常挖出头颅尸首来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那些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没有杀他们，他们本就是死的。你莫非在练尸鬼不成？并不是。师兄，你能暂时帮我瞒着这件事吗？至少不让师尊他知道。我都知晓的事情，你觉得师尊会不知晓？紫苏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师尊与我一直都在包庇着你，否则你做的这些事早就露出马脚了。师兄，还记得南星师兄吗？南星已经死了。天有轮回，地有黄泉，人之魂魄落入黄泉之中，虽不在人间，但定是存在于这天地的。你想让人死而复生，你疯了！师兄，我没有疯，人之死法无数，生路显然也不止一条。南星师兄魂魄在于这天地黄昏，何曾有再生的机会？你给我醒一醒！师父早年便教导我们，生老病死乃是天地之规律，不可逆转，不可沉入。你如今是怎么的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怎么会想不明白？所以师兄也觉得我做不到。这本就是不可能、不能做的事情。这是有可能的，师兄，你不明白。师兄，你相信我，我已经有头绪了。要不了多久，南星师兄会回来的，师父也会回来，还有商师兄，他们都会，我们还会在一块的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在观里面粗茶淡饭，诵经打坐。师兄，师妹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会堕入魔道的。世上没有起死回生之法，死了便是死了。师妹，你读道经，你修仙法，一家子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？没有起死回生，没有。有。谁都说没有，我说有，一定就会有，绝对有。逆天而行又怎样？是我把他害死的，大不了就一命换一命。我要他活过来，我一定要他活过来。你去哪？别去了，让他走吧。师尊，他天资不凡，本该能成为这修仙界中一代天骄，可年轻却就有了如此心魔。我尝试过无数次，依旧无法破除他这心魔。从他踏入修行之路开始，那心魔便逐渐壮大，早已一发不可收拾。他太过执拗了，谁都无法劝住的。师尊，真的没有一点办法吗？紫苏师妹她这般，岂不是取死之道？人嘛，总是会有如此的时候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曾经的少卿不也一样走过那取死之道吗？你应该明白，拦不住。若是紫苏她真的堕入了魔道，为祸世间，又该如何？他有分寸，我的徒儿不会这样蠢笨。回去吧，他不会回来了，也不会让你找到他的，除非他自己想回来。师尊，常山无法放下心来。那你便去吧。谢师尊成全。江南总是风光，却又总是落败。风光于太平之下，落败于战事之中。小船漂泊在那河上，船上穿着斗篷的女子撑着竹筏，看过了这的繁荣，如今也看过了这的落魄。这天下总是如此，旧的总会落败，再待那岁月流逝，又会有新的风光出现。弦月舒了口气，摘下斗笠，些许雨滴落了下来，却落不到他的身上。这一路上，他什么人都没认识，大抵是不想再为自己留下什么念想了。1年不长，2年不短，总归会走完的。兜兜转转了一大圈后，他实在是没处去了，一步一步地朝着那出生的朝阳走去。阳气出生，荡平世间鬼魅阴邪。慢慢的，他变得有些迟钝，神志也开始不太清醒了，就好似走在迷雾里的人，逐渐慌张。但到了最后，眼中便只剩下了迷茫，最终迷失在那大雾之中。小道长，见过陶居士。道长托人唤我上山，可是又什么事要交代？师尊说陶居士乃是观中救人，小道如今要下山了，不知何时才会回来。道观久了，无香火供奉，无人气运养，怕是难以长存，所以小道便想麻烦居士。小道长要下山？
师尊让我下山，那我便下山，已经耽搁了很久了。山下不同于山上，人事嘈杂，命如草芥。小道长此番下山，应多做准备才是。我正好带了些吃穿所用，小道长便一并带着吧。多谢居士。没事，放心去吧，这道观本就该由我打理的。道人下了山，逃望着，在那道人没了身影后，他便拾起了那放在棺旁的扫帚，一点点地清理着那罐中的落叶与尘土。枯去的桃树上长出了别的草木，朽木虽死，却蕴养了别的生灵。罐中的桃扫着，思绪慢慢飘远，好似回到了那个大雪茫茫的日子，一如这般寂静。如意拜了那真武神像，他的目光望着这道观周遭，心中不禁在想，当初宁叔叔住在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这里好冷清。道观后面的山上还有3座坟，一位道号三才，一位道号玄黄，一位道号浮云。流云观3代观主都落在了这里，如意都一一上了供过，另上了3炷香。说来这些应当都是宁叔叔早年的朋友，这得是多少年岁月啊！他恍惚间好像明白了叔叔为什么当初会到青山城来，这样一个令人见此生悲的地方，的确不适合叔叔旧留，常见故人。而忆曾经，人活在曾经的记忆之中，定然会出乱子的。夜读至此，只觉甚妙。狗屁不通，这谁写的？宁某3更月至此处，书中几处颇为玄妙，受益匪浅，但亦有几处乱七八糟，狗屁不通。此书实乃罕见，好处甚好，坏处甚坏，好似茅坑长花，别具一格。如意，你犯羊癫疯了。阅至此处，却觉此经不是宁某。人世间的情欲于宁某而言，犹如五谷粮食，不可舍弃。不过此书亦有大道，天道无情，太上忘情，和天数尽尽大道。可这太上忘情，何其难也？宁某之道，在于自在逍遥，两相背离，故止于此。原来这就是宁叔叔的道吗？时隔多年，再阅此经，心中万般无奈。宁某取自在逍遥道，早年只觉得七情六欲尽在我心，历经风霜，饱受摧残。如今方才知晓，为何有着太上忘情，又为何要清心寡欲？此举非是只为大道，只因这世间的事情临到头来才知道难以如愿。忘情忘情，却非主动。红尘事多，久之却只会被这红尘所伤，被这红尘所困，半推半就，忘却那七情六欲。即是俗人莫求长生，太上忘情方才是长生之道。如意看着早年宁叔叔留下的笔记，忽然间觉得有些不是滋味。他在想，宁叔叔写下这些的时候，心中一定挣扎不断。在那红尘岁月之下的摧残，使得宁叔叔的心境越发平顺，但却又与他所向的背道而驰。红尘摧残着他，使他不得如意。如意的指尖从那字迹之上划过，口中留下一声轻叹：莫求长生。这算什么？宁叔叔的忠告吗？如意愣了愣，随即心中确实有了答案。宁叔叔最终还是选了那红尘，若是不然，又怎会在人间见到他呢？若是不然，宁叔叔当年又怎么会走到青山城，又怎会相识？想着想着，如意却又有些心疼。宁叔叔得多难过啊！又是一年大雪天，南方本就温热，可说四季如春，秋月方更是少有下雪。听童念一说，他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着下雪。那天玩得很是开心，猫儿在雪地里打滚，大抵是觉得这雪地软软的，踩着很是舒服。如意为什么不一块去玩雪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还是小孩啊？如意，梨花是猫儿，不是小孩，还不如小孩呢。誉王已经占下渊川，雷厉风行，不愧为誉王。不过听那边传出来的消息说，誉王搜刮了城内过后，便主要是以安抚为主。虽说人心惶惶的，但一系列恩威并施下来，青山城也慢慢平静了很多。那不是说咱们能回去了？誉王要与燕王开战，战线就在我们回去的必经之路上，我们没办法混过去的。真麻烦啊，不能早点打完吗？这里不好吗？好是好，但总是没有自己家待着舒服啊。也是这么个理，再等等，兴许也要不了多久了。你应该不是真正的燕王吧？燕南天，你莫非是轻看本王？王上指明也是你能直呼的，跪下。当真可笑，不过是当年那人与青楼继子所生的杂种罢了，还真当自己是人上人了。竟敢污蔑王上，老子这便砍了你！来呀，杀了我！赵某说错了吗？你们可敢问问你们大王，他是不是青楼继子所生？他爹又是不是那个誉王？杀了他！你们觉得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王上自然是假话，王上身份尊贵。
他说的对，本王的确就是青楼继子所生，我也根本说不上尊贵二字。不过我与帐中诸位兄弟一般，皆是从微末而起，如今虽身居高位，但却从未自诩人上之人。在这帐中，皆是与我浴血奋杀的兄弟，若没有他们，便没有我的如今。我亦视为手足，本王并不觉得我娘的身份如何可耻。若没有娘亲，又何来我燕南天？若是因为本王如今有如此身份，便要本王不认这个娘亲了，那我燕南天才是畜生不如。出生敌威又如何？世道上下从来都是成者亡，败者寇。出身尊贵就一定好吗？出身寒微便一定不行吗？可本王不是一样闯出了一片天地？王上说的对。对，若不认爹娘，那便是畜生不如。你竟然承认了，就这么承认了？你竟然就这么承认了？本王与你不同，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只是某个人的傀儡。我不是傀儡，我是燕王，我是这天下的王。假的便是假的，他始终成不得真的。凭什么他赵无极就能是燕王，而我就不能？凭什么？王上，本王知道是谁。不，我是燕王，我才是，他不是，他根本不是，我才是。滚！放开我，我才是燕王，我才是，他赵无极不是啊，他不是，我才是真正的燕王。他疯了，只是装的罢了。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靖王一番算计，却不料半路出事，尽数都赔了进去。这般看来，人间天下议和应该是不远了。夫君觉得这天下会是誉王的？一定会是。且不说这誉王本身就有大才，还有他背后支持他的势力，或许更是不凡。好像这天下大乱的棋盘，就是为他摆好的一般，他便是那出奇制胜的一手。不想这些，总归谁做了皇帝都一样，咱们这秋月坊怎么都不会变的。爹爹娘亲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再说你是不是该去学堂读书了？爹爹，年姨已经读过蒙学了，不用读书了。我听那边院子的林姐姐说，你只读完蒙学就不用读书了。这不关别人家的事，总归念一是要读书的。可是念一不想读书，念一想大猫陪我玩。大猫也有自己的事，不会一直陪着念一玩的。一定要读书，一定要读。我去问问如意姑姑。念一，你怎么来了？如意姑姑，你说人为什么要读书呀？读书啊，你如意姑姑，我小时候啊，就是个凶性子的人，打了弟弟不够，便去打邻院的小孩，没人不怕我。我没办法告诉你读书有什么用，但我却能告诉我，如果那时候我没有读过书，没认识几个大字，没见过多少道理的话，最后会是什么样子？什么样子？若非知道了书里的道理，明白了何为人，何为处事，何为恶，何又为善，在那样的乱世之中，照我的性子，恐怕会成为一个恶人，就似那街边的地痞一般，以大欺小，无恶不作，可实际上却又没多大本事，最终堕落，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，或是被人乱刀砍死，又或是雪天被冻死在哪里，不会有任何人来管我。年一还是不能明白，等年一长大就知道了。这2年可有发生什么事情？自从你帮着他们解决了那天道目光下的雾气后，我便很少能感知到外面的情况了。你问我，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啊，且去修行。你如今不是修行阴阳之气吗？这些小人多属木灵之气，如何可用？宁某无法融汇入自身，但却可借用这些法力。原来如此，就似你当初的头发一般。上次那邪凤说魔主的头颅就在南园，你可有搜到过？没见。看样子不是这儿了，或许赵玉清知道真正的南园在哪里，倒是可以问问。谁？没听说过。是个很厉害的修士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来找你问些事情。怎？宁某想去一趟南园，不知南园在何处？不是你亲手毁的吗？不如直说。那时你走火入魔，发了疯病，引来了天火大水，按着地龙翻身，整座南园便都毁了。如今在何地？你可知晓？你不是知道吗？宁某为何知道？我前2次见你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出来你身上有着往生经的气息。你若是没去过那里，又怎会如此？你是说就在曾经那高墙之下吗？当初的南园本就是一座浮于荒海之上的孤岛仙山，
也是因为你走火入魔，引来地龙翻身，这才将南园彻底葬入荒海之中。你是真不知道，还是假不知道？宁某一直当作是后见的。你这人当真是蠢笨至极，这般多少摆出来，虽未说全，你好歹也猜到了些许吧？何至于这般不知一二？宁某还听说你是我徒弟呢。所以宁某曾经真的做过你的师傅。我不认你这个师傅。为何？因为吓唬谁呢？你有种的就劈下来，我赵玉清怕你。你跑什么？姓赵的，你发什么疯病？不跑等着被雷劈吗？你不是号称魔头吗？这也怕？你以为谁都像你，但凡是沾了你的事，就没几件能说的，这雷就该给你劈死。宁某莫不是什么禁忌不成？还真是。所以说，宁某前世真是你的师傅啊？不过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便宜师傅罢了。我说也是，这样才对啊。你好像很得意。若是宁某能教出你的这样的徒弟，如今又岂会落入这般田地？犬落平阳，虎落平阳才对。呵呵，呸！你说你为何总是嘴上一套，做事又是另一套呢？你还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就赶紧滚，少扰我清静。我还就不走了，不走我便宰了你。往这砍，砍准一些。赶紧滚，我没心与你闲聊。你说你这岛上空无一人，连一只山精野怪都不见有，全都躲得你远远的，修士更是不敢靠近这里。难得宁某来找你聊聊，你却避之若美，就在这山上待了不知多少岁月，你就不会觉得腻吗？我不似你，一心想着人间逍遥，修士静心。若是连这点闲静都迈不过去，那也别修行了。也没见你真的静心啊。说罢，他便转身离去。在那云浮山上，赵玉清低头望去，他好似听到了宁凡的那一声呢喃。他的面色不改，但在隐约之间，眼角也好似颤了一下。宁凡其实也没说错，若是他真的心静了，看淡了，当初也不会走一趟秋月坊，而后来也不会现身救下老山主。莫非真是那邪凤信口胡说的，还是说那头颅已经被取走了？既如此，便也不着急了。业力，紫苏，真是多事之秋。无有丹药两枚，一枚化水服之，即可用，非一敌时，却会扰乱心智；另一枚乃是解药，可解心神之乱。拜谢国师。紫苏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我给了国王解决武力不足的法子，我在帮他解决这座城池不安宁的一面，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？与我有何干系呢？你清醒清醒，看看你周身不绝的业力，这些当真与你没半点干系吗？那是他们咎由自取，人心丑恶，铸就如今恶果，与我何干？你封印了他们的天感。师兄说什么？这不是血丹一直都有的弊端吗？气血充手，不闻外声，这点道理。解药拿出来。不巧，解药只有那一枚，已经毁了啊！若是起炉再炼，恐怕丹药炼出来的时候，这里早就毁之一旦了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怎么会？你怎会这般恶毒？怎么会？师兄当年不是最宠着我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却要加害于我？就因为我不救他们，他们咎由自取，我凭什么要救？你入了魔道。师妹，神，宁某还算来得及时。宁先生，大先生，还请大先生将剑归还于紫苏。剑杀师兄，玄黄道长若是知晓了，怕是在九泉之下都难以安宁。这不关大先生的事。
怎么不关宁某的事了？你们师傅临走时候便托付过宁某，让我对你们照拂一二，于情于理，宁某来这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清心若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波澜不惊。师妹，今天你哪里都不能去。师兄，我是紫苏啊，你忍心眼睁睁地看着我？封天锁地，好好看看。大先生，这一切不是他们自己铸就的吗？贪婪自私的人的确丑陋，但利用这般人性的人一样不会高尚到哪里去。这一切可都是你一手促成的。你该死！大先生，当真不念及旧情？你以为宁某放过你，你就能够逃过一劫？你将会被这世道所唾弃，坠入魔道，便也只能东躲西藏。凡有天雷，必寻你来。你最后要么是死在修士手中，要么就是在天雷之下灰飞烟灭，神魂俱灭。事到如今，你的下场也已经注定了的。这世间的功德业力看似鸡肋，但事情一旦超过了某个层次，那么一切的一切都已是无力回天。无论行善还是作恶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下场怎样我也都接受。只是如今我还不能死，我这条命不能白白的浪费了。没可能的，这世上没有起死回生的法子，这从一开始你就已经落入了圈套。圈套？你以为献祭数万余人的血肉就能在这天地之间召回南星的魂魄？可你为何就笃定回来的一定是南星，而不是一个魔头呢？不可能，那个人明明告诉我说，你的师兄，还有如今的师傅，甚至于还有许多劝过你的人，你都不信，但却听信了魔修的话。我不信，你说谎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这都是你编的。你就当是我编的吧。魔气已经让他神志不清了，那魔气已深入其骨肉识海之中，宁某也无法根除。你作为他曾经的师兄，如今亦是同门，便将其给带回去吧。不管最终是何结果，那都是他该承受的。宁某也该走了。先生，长山求您救救紫苏吧，他只是一时误入歧途，所以才……宁某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长山你悟性极佳，更不可能听不明白，又何须再问这些呢？长山本就是将死之人，当年若非师妹相救，我早就死在了那刑场之上，还望先生开恩，救救他吧，长山愿为其抵命。将他给带回去吧，宁某也无能为力。先生。续接上集，宁凡解决了紫苏之事后，便返回了南园修行。修行很是枯燥，对于宁凡而言，的确是如此，所以偶尔也会与旁人闲聊一二，要么是满月，要么便是那黑塔。如今黑塔又重新回了那地府里，接着收拾那把魔剑，倒是兢兢业业的，少有怨言。或许在黑塔看来，比起跟着宁凡出去，待在这里还算好一些。我说你来的有些频了，先前怎么不见你乐意跟我讲话？修行嘛，总是枯燥的，所以你就拿我解闷。是啊。算了，反正你也没把我当个人看。你也不是人啊。虽然不是人，但我也有灵智啊。没看出来。你爱咋咋的，本大爷收拾那把剑去了，懒得与你讲话。这把魔剑就那样棘手，这都多少年了？你以为魔主之剑是吃素的呀？还有上次说好的帮我解开骨子封印的事，你答应了的，到现在也还没兑现。你不提宁某都忘了，你过来吧，宁某帮你抹去几字。哟呵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宁某是真忘了，不是不守信。我就说嘛，你宁某人就是靠谱。宁某还以为会有多大动静呢，结果连个屁响都没听见。你不懂。宁某走了，你加油干。OK。大爷，宁大爷，宁大爷，你有没有找到那头颅啊？你说这事啊，没找见。怎么会？不可能啊！他们明明就是这么说的。宁大爷，你再找找，再找找。喝酒不？我是喝，还是不喝好呢？回头宁某在这种棵桃树再找个小孩。你是不是不打算放我出去了？你早这般说，我还不如死外面呢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死外面说不定操作一番还能活命，那在这里呢？在这只有死路一条。不过你好好想想，宁某往后倒也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留在这儿做个阴差也可以。没别的选择了吗？
别指望着出去了，宁某已经给你安排好了路子，阳寿熬完熬阴寿，这条路直指魂飞魄散。我认了。孺子可教。南园的日子依旧，那盘坐于荒海之上的白衣先生，迎着阴阳交替之间修行吐纳，一呼一吸之间，皆是道运涌动，灵气席卷，于那白衣先生头顶之上化作漩涡，入那白衣先生体内，发丝飘动，阴阳之气席卷，待那掌心翻动，缓缓压下。宁凡睁开双眸，却是心有所感。他微微一顿，掐指一算，这死丫头总是让人不省心的。劳烦走一趟，带宁某传些话给几位老友，帮忙照看一下如意。可是胡银妖王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先是还我真名即可。吾奉老爷之命前来拜访。你老爷是何人？老爷姓宁，字凡。先生与我要主有大恩，此事我要防义不容辞。多谢狐妖王，吾还有地方要去，就不打扰狐妖王了。先生仍在闭关，说待他出关，再亲自来拜访。宁先生客气了，应当是我等前去拜访才对。以宁先生的人脉，那恐怕这人间是无人敢动那位叫做如意的女子了。这是呢？小人的目光忽地变得茫然，他愣了愣，有些呆滞地看着面前的场景。紧接着，小人忽地感到一阵头疼，下一刻，目光变得清明了起来。小人晃了晃脑袋，不明白方才发生了什么，随即便朝着通天江里走去，根本就没有在意方才的变故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老爷说龙君你一定会取笑他，老爷让我转告龙君，要是龙君笑得太大声的话，老爷就捏一个跟龙君一样的小人。哼，我怕他，本君会怕他，让他捏。小事小事，这事后面再说。来来来，下面的人送了些好酒来，姓宁的爽约了好酒，他不来喝，那就你来喝，反正都一样。龙君不一样，老爷是老爷，我只是老爷记忆里的一部分而已，是法力化作的历史，不一样的。我管你的。龙君，吾不能再喝了，吾还有别的地方要去。嘿嘿，别怕别怕，到时候本君送你去。这就醉了。我这是在哪？我是谁？坏了，该不是给姓宁的弄坏了吧？这可不妙啊！当初的时候，他就从龙宫宝库捞了不少宝贝，这可不行。龙君大人，我怎么了？我说怎么回事？你这小人竟然自己醒了灵智！大抵是那灵酒喝多了的原因，促使了你开灵醒智，而且你之前估计也有苗头了。若非那几口酒将姓宁的神念给灌醉了，你估计都醒不来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你的机缘，以姓宁的脾气，之后也不会磨灭了你，反而会更加注意你，又或是许你自由。那我该去哪？我这样跟你说吧，虽然你醒了灵智，但是之前身上还有一些事要做的事，还没做完，是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，这你得自己去寻找，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自己去寻找？对。那没什么这啊那的，快去吧，本君送你出去。这老龙王，宁凡他无奈一笑，但却又觉得这也不免是一场缘法。那小人因为龙君的酒彻底醒灵开智，只是认知尚缺，走一遭人间，说不定还有会许多的机遇。既是这般，宁凡也就没有过多干涉了，便也让自己分出去的神念沉寂在了小人的识海之中。同样的，他也好奇小人会去哪，又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故事。小人的脸色茫然，不明所以的走在这人间，比他大的人见了他都会面露恐惧，随后就是好奇，然后再摆弄他。小人对此感到尤为不适，所以往后的日子见了人基本上都是躲着走。但这也意味着他没办法找明方向，因为妖怪少见，很难问到路。喂，那小孩，在下误入此地，无意冒犯，还望妖王息怒。你身上为什么有那个人的味道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原来是红豆啊！你这小人还真是不一般，这也能成精。红豆，哦，原来我是红豆，是红豆。你兴奋的什么东西呀？还有你叫什么？我没有名字。你让我仔细瞅瞅。姓宁的，果然是你。你是谁？吾乃老爷所分神念，诸多记忆不在吾身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莫要介怀。于红锦听后明白了过来，
随即问起了眼前这个宁凡。宁凡对他解释了一番自己为何会来人间，还有这小人的事也一并解释了一道。他还真是忙得不得了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若是姑娘无事，可否带着她将我未完的事情做完？回去我也好向老爷复命。海老爷，哈哈，知道了，就这样吧。多谢。你刚刚在我脑袋里。没什么，别太在意。不过以后你有名字了，你跟我姓，我姓于，叫做于红锦，你就叫于红豆，知道了吗？我有名字了。对，我叫于红豆。对，我叫于红豆，我有名字了。于红豆。不行，我喊你，你要喊到。比如说，我喊于红豆，你就立马要站直了，回了一声道，知道了吗？咱们试试。于红豆。OK。